玄天城柳叶村。今日可是他林天阳大喜的日子，与乡亲们庆祝过后，林天阳带着醉意，颤颤巍巍来到自己的新房。推开老旧的房门，林天阳一脚踏入，反手便把门关上。屋内漆黑一片，抬手不见五指。好在林天阳对自己房间的摆设格外清晰，避开了桌椅，直接来到床榻，直至触摸到床榻之上女子嫩滑的小手。姐儿点灯好不好？我想看看你。漆黑的屋内很快便传出了女子羞涩的声音。不要。林天阳忍不住喉咙发出呵呵的声响，满脸打趣，朝身旁的少女指了指。姐儿你害羞了哦。好好好，夫君不点灯。褪去了服饰，林天阳便朝自己妻子径直迎了上去。指尖刚一接触，女子浑身一抖，屋内便响起了床榻的吱呀声，二人的鼻息声。许久，林天阳酒意方消散，一脸满足地看着怀中娇躯，抚摸着怀中女子的秀发，感受到怀中女子的温度，林天阳微微扬起嘴角，心中默念自己总算是摆脱了处男的称号。姐儿你怎么整晚都不出声？听到身旁男子的询问，苏婉晴浑身一抖，想到迟早都瞒不住林天阳，一脸难为情，朝身旁男子呢喃道：雅儿是我。林天阳瞬间呆了，抚摸着对方的手都僵在了半空。这声音，难道我还没醒酒？林天阳一脸疑惑，随后连滚带爬离开床榻，捡起地上的衣物。不对，姐儿都换我，杨哥的。林天阳不敢朝心中那方面去想，毕竟只有那个人这样称呼他。他慌乱之间，在桌上翻找着打火石，直至将油灯点起，屋内方缓缓有了些许光亮。林天阳微眯着眼，朝床榻之上望去。当他看清床榻之上的人，卧槽，洞房花烛，新娘变师娘，林天阳当场傻眼，连忙跪下，不敢再去看床榻之上女子的娇躯。师娘，我走错房间了，对不起。林天阳满脸慌张，随着油灯逐渐亮起，看着满地的红毯，他很确定这是他的新房。随即他缓缓抬头，朝四周扫视，满屋四周的红莲喜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林天阳刚想询问师娘。是的，林天阳穿越了。穿越前他是一个18岁富家子弟，然却特爱好玉石古董，在一处古董当铺内淘到了一颗通体碧绿的珠子，足花了100万，眼睛都不带眨的将其买了下来。回到家的他兴奋不已，拿着放大镜不停地观想打量着那颗珠子，直至抱着那颗珠子沉沉入睡入眠。谁料第二日却穿越到了天武大陆一个6岁孩童身上。刚穿越过来的他浑身是伤，疼得他满地打滚，最后晕倒在路边。等醒来之时，已经被青云宗一外门弟子回家途中收养。上官吕茂见林天阳聪明乖巧，便收他为徒，传授他功法武技，好带他回到宗门，替他照看妻女，帮家中做一些打杂的活计。经过了2年时间，林天阳总算是搞清楚了，天武大陆是一个修长生大道的世界，凡人在修士眼里便如同蝼蚁，可以随意屠杀，因此整个大陆的人们都向往着长生大道。卧槽，所谓的穿越者福利呢？尼玛，全他妈的骗人的！破珠子，我的系统呢？无数个日夜，林天阳有空便会把怀中那颗碧绿的珠子拿出来臭骂一顿。然好不容易在上官家安定了2年的他，却迎来了青云宗长老，将上官吕茂的贴身之物送回了府中，告知了他的死讯，并且给了上官家10块下品灵石的安家费。苏婉晴得知了丈夫的亡故，瞬间瘫软在地，一脸迷茫，抱着身旁2女儿，哭得撕心裂肺。26岁的她早早便失去了丈夫，还要抚养2个女儿，大的才8岁，小的才6岁。好在青云宗给了笔不菲的安家费，不然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她手头上压根没有什么存款。修士赚到的灵石大部分都拿去修炼，提升境界。上官吕茂每月给家中送来100斤粮食以及些许金币，吃喝都不太够，就更别说存款了。1块下品灵石可以兑换1000金币，10块相当于1万金币，1万金币足可以购买万斤粮食了，足够他们10年吃喝了。苏婉晴想到还有这笔安家费，倒也不太担心一家几口的吃食。然在送走了青云宗长老上官浩，上官吕茂的亲弟弟，觊觎灵石以及上官吕茂的下品武器。下品武器卖了，那可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单单买一把下品武器就需要无数灵石。第二日，上官吕茂头七都还未过，便把母女3赶出了上官府，并对外宣称是苏婉晴克夫，将他大哥克死的，连带林天阳也一并赶出了上官府。一介凡女的苏婉晴带着3个半大的孩子，压根就无法在玄天城生活，且一无所有，无奈的她只好带着几个小孩回到娘家柳叶村。在得知自己女儿的遭遇，
苏父原本还想去上官家讨要一个说法，却被苏婉晴拦下了。面对上官浩那样的阴险之辈，苏婉晴知晓，就算自己父亲去了，也讨不着好，反倒是有生命危险。毕竟上官浩可是有着淬体境5层的境界，而他父亲只是淬体1层，压根就不是上官浩的对手。且上官家还有一众家丁。苏父虽早年丧妻，好在还有3间茅草屋，便将众人安顿了下来。苏父一间，苏婉晴母女2一间，林天阳自己1间。10年间，林天阳任劳任怨，天没亮便起床，劈柴烧火做饭，替院子内的1亩田地浇水施肥，以报答他师尊的收养之情、救命之恩。中午则是跟着苏爷爷一同进入山林中打猎，学习各种狩猎技巧。一家几口虽过得不富裕，但也算勉强能混个温饱。整整12年过去，他也从一半大小子长成风度翩翩的少年郎。不少乡里人上门求娶，却一一被苏爷爷婉拒了。村内不少人都盯上他，没办法，大家平日吃都吃不饱。而林天阳每每进山都有收获。自从林天阳15岁过后，家中便顿顿不差肉，把原本面黄肌瘦的一家，在他悉心照料下，母女3肌肤粉嫩有光泽。苏爷爷更是身体越发强健，谁家有闺女能不眼馋他？如今他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什么事都一把抓，打猎更是能手，300斤的野猪、500斤的熊瞎子都逃不过他射出一箭。直至他17岁，苏爷爷便把上官锦许配给了他做妻子，待2人18成年之时，便给2人完婚。见上官锦并无抗拒之意，他自然也是同意的。毕竟他穿越过来，唯一令他满意的便是这个未过门的妻子了。身材火辣不说，更是带着一丝仙女的气质。打小3人便一块长大，上官锦虽看上去满脸心事，但却很听他话，对他也是极好的。每次他打猎晚归，上官锦都会为其热好饭菜，等着他回来。至于妹妹上官月，那就是家里的开心果，如小精灵般，只要有她在场，众人都笑得乐不思蜀。10年来，林天阳靠着师尊传授的功法，只要有空闲时间便开始修炼，如今境界提升到了淬体2层，可以说除了上官锦，他如今可是这个家境界最高的。至于上官锦，也许是天赋过人吧，林天阳如今都感觉不到他是什么境界了。林天阳一脸不解，满脸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房间没走错，为什么师娘会在我的婚房里，且还穿着姐儿的红服？那姐儿哪里去了？然正当他想朝师娘苏婉晴问清楚，却听见床榻之上传来了女子的一阵阵哽咽声。呜呜！林天阳可受不了女子在他面前哭，还是平日对他呵护有加的师娘，且这大半夜要是被别人发现，他倒是不担心自己，反倒是担心苏婉晴的名声。那他往后怎么见人？林天阳连忙起身，拿起沾满2人香汗的喜被，将师娘的仙姿包裹住，柔声安慰道：“师娘，你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林天阳压低着声音询问，见师娘还是不停的哭泣，他也只好学着前世自己母亲哄他那般，轻轻在师娘背后轻轻拍着，直至苏婉晴稍微心情平复下来。苏婉晴身上的香气很好闻，林天阳精神恍惚，看着屋内的场景，林天阳愣住了。苏婉晴娇羞又妩媚，身姿优雅，完全不输少女，虽不像上官月那般美得勾人心魂，但容貌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女子。林天阳连忙起身，摇晃了一下脑袋，长长吐了口气，将体内那熊熊烈火强行镇压下去。林天阳，她可是你的师娘，你怎么可以有非分之想？这可是大逆不道。苏婉晴长得极为标致，身材更是火辣，在她这些年的照顾下，皮肤更是白皙细腻有光泽，跟上官锦、上官月站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她们是母女，反倒像是姐姐。许久，林天阳总算是平复下来了，见师娘情绪也稳定了。林天阳来到床榻前坐下，面对着自己师娘，他对今晚这离谱的事还一头雾水。师娘，你可以跟我说下发生什么事吗？以他对苏婉晴的了解，苏婉晴绝对不会做出抢自己女儿丈夫的事，且平日里苏婉晴还极力在上官锦面前夸她，想撮合他们俩。苏婉晴依旧难以启齿，每每欲要开口，然当看到他清澈的双眸，又将微微张开的小嘴闭了起来。师娘，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得让我这个当事人知晓吧？您这样拖下去，待会就天亮了。苏婉晴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即转头望向林天阳。姐儿走了，她将这些年存下的3块灵石带走了，就留下了2封信。说罢，苏婉晴便从床单之下取出了一封信，递到林天阳身前。阳儿，这封信是姐儿写给你的。林天阳不敢相信，平日懂事的上官锦会做出这样的事，颤抖的手将信纸接了过来，缓缓打开。杨哥，姐儿并非不愿嫁与你，姐儿始终忘不了父亲的身影，姐儿想去青云宗查询父亲的死因，待姐儿查明情况，
必定会回来与你完婚，不必来寻我。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爱你的姐儿。短短的几行字，林天阳终于懂了，难怪他看上去一直满脸心事，这么多年为什么很少看到上官景的笑容？原来他一直对师尊的死因抱有疑虑。看着林天阳面无表情，苏婉晴反倒更紧张，她真的担心会像父亲所说的那般，林天阳会抛下他们母女去寻找上官景。她真的怕了，自己丈夫亡故过后，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林天阳撑起了这个家，她不敢想林天阳若是离开，她要怎么照顾尚未成年的上官月以及自己年迈的父亲。不管了，反正已经被杨儿得了身子，也不是外人，又有什么关系？再说我又不是他师尊，亡父的弟子不算弟子，大不了以后把他逐出师门便没有关系了。内心说服了自己，心一横，他再也顾不得人喜被滑落，整个人轻轻微过去，像藤蔓缠树，将林天阳环住。杨儿，你别生气，我知道姐儿做的太过分了，你再等2年，等月儿成年，我到时候把月儿许配给你。他声音低得机不可闻，却藏着多年寡妇的惶恐与期盼。其实苏婉晴自己也想到了，上官景此去生死未卜，先不说上官景能否到达青云宗，一旦去到了青云宗，又有几个人会放弃长生大道，跑回来跟一个凡人完婚？信中所说的回来完婚，估计是想平息林天阳的怒火。被苏婉晴整个人缠在身上，林天阳方回过神，如今已经知道面前之人是自己的师娘，他又怎么敢像之前那般在他身上行亵渎之举？林天阳认真道：师娘，我知道你们所担心的事，我不走你先松开，我不能做对不起师尊的事。苏婉晴却抬手掩住他的唇，眸中带着水雾与决绝。阳儿，你不喜欢师娘吗？喜欢。林天阳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很快林天阳双唇便被一股柔软堵住了。许久，林天阳一副神清气爽靠着床榻，面上露出幸福之色。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也不想逃避，只能坦然面对。林天阳刚欲开口，苏婉晴伸出指尖轻轻点在他唇上。阳儿，你师尊已不在人世，我也没传过你办事功法，从今往后别再叫我师娘。少年喉头滚动，半晌才瑟声唤道：晴儿。2个字像跨越了12年的岁月，生疏又滚烫。他深吸一口气，替他掖好被角，低声问：晴儿，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何会出现在我房中了吗？说真的，他都10多年没与人大战过了，哪怕是当初他的亡夫，他都不至于被折腾成这副模样，浑身酸软，都快散架了。苏婉晴抬眸，疲惫中带着羞意，声音细若游丝：父亲说你会抛下我们娘俩去找姐儿，月儿又未成年，父亲便要人家顶替姐儿，先陪你2年，待月儿长成，再将她许配给你，弥补你。境界划分：淬体炼气、筑基、合丹合阴、破凡，每个界12层。卧槽，这么狗血的剧情居然会被我一个穿越者遇到。林天阳也是无语了，前世韩剧那些狗血剧情他都是嗤之以鼻，从来都不看的，觉得太假了，没想到自己会亲身体验到了。翌日天微微亮，林天阳将怀中苏婉晴轻轻挪到落枕之上，一如往常一般早早起身，刚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就瞥见院门外一个佝偻的老者背靠着斑驳的木门，直勾勾盯着他这间茅草屋。林天阳擦了擦眼，方看清此人是苏爷爷。这是怕我跑了吗？居然守了大门整整1晚。林天阳一脸尴尬，想上前打招呼，却一时不知道该喊对方什么，毕竟娶的是上官景，却是跟苏婉晴圆的房。但看到了，不打招呼好像又不行，无奈的他只好低着头，硬着头皮走上前，尴尬的耳根发烫，最后行礼：爷爷、岳父大人早。被林天阳一大早这摄人的称呼，苏天宇老脸一红，咳得像个漏风的老风箱，嗨嗨咳。天阳啊，不必如此，还是如往常一样便好。林天阳也只好点了点头，重新喊了声苏爷爷早。行过礼后，林天阳便拿起斧头劈柴剔稻谷浇水烧火做饭，随后便招呼众人起床吃饭。见苏婉晴久久没走出屋子，林天阳原本还想进去叫她出来吃早饭，却被小姨子狠狠瞪了一眼，随后便窜进了他的屋子，扶着苏婉晴出来。他脸红得像熟透的虾，走路一瘸一拐。苏爷爷倒是满脸乐呵呵的，笑得眼睛眯成缝，转头对上官月嚷：月儿，给爷爷去倒碗酒出来，今天高兴，爷爷想喝2口。不行，都多大年纪了，一大早还喝什么酒？昨晚没喝够啊。小丫头将苏婉晴扶到桌前，双手叉腰，声音脆生生的，随即还朝小老头瞪了一眼。小老头方才消停了下来。今日大家这顿早饭吃得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尴尬无比。
彼此都不敢看彼此，连平时叽叽喳喳的小姨子都像被掐住脖子的百灵鸟，格外安静。林天阳自然也一样，毕竟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总得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无奈的他只好端起碗筷，随便扒拉了一碗饭，拿起弓箭，逃似的冲出了小院。没事的，林天阳，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送上门的肉不吃白不吃。今日运气倒是不错，刚进入深山老林10里，便见3头长着獠牙的野猪朝外围窜了出来，估摸着每头得有个7、80斤，平时不深入20里，压根就看不到野味。今晚加菜。林天阳大喝一声，瞬间摆好架势，将挎在肩膀之上的弓拿了下来，左手拿弓，右手拿箭，箭无虚发，一箭一支，轻松拿捏，整整3支，每支都是一箭穿喉。他可是打猎小能手，足足跟着苏爷爷打了10年猎，这种小场面他还是很有把握的。正当他靠近猎物，打算把野猪用绳子绑到一起，草丛里唰地跃出一道黑白残影，通体黑白相间，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大白虎朝他袭来。林天阳慌忙后退，伸手朝肩膀上的弓握去，却握了个寂寞。糟了！这时的林天阳才想起，刚才太过于高兴，弓被他放在了地上，忘记背起。不等他有所思考，白虎已经朝他扑来，太快了！林天阳压根就还没准备好与白虎搏斗，却被虎爪结结实实的从胸膛处扫过，刮出了3道深约5公分的爪痕，鲜血瞬间喷涌而出，肋骨都断了好几根。此刻的他已无还手之力，靠在边上的一棵大树，呼吸急促的他涌起了顽强的求生欲，眼看八方，想寻找到能驱赶白虎离开的武器，然四周都看了个遍，就连一块石头都没有。他想爬上大树，刚抬起脚，胸前却传来了一股剧痛，喉间瞬间涌起一股热流。噗！林天阳抬手擦去口中吐出的血渍，卧槽，老子算是最悲催的穿越者了吧？刚破处就要死于虎口之下。此时的林天阳无比绝望，浸满鲜血的手朝口袋里拿出那颗碧绿的珠子，大声怒吼：系统啊，你再不出现，老子就要嗝屁了！不等他喊完，大白虎便朝他再次扑了上来。然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珠子散发出了一阵绿光，林天阳只觉一阵天旋地转。等再次睁眼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啊！好疼，伤口的撕裂感令他更清醒了几分，他还活着。环顾四周，自己却是出现在一片小院之内，院内一座小木屋，屋前一大片空地，栽种着各种他都没见过的奇花异草，还有2处水塘，一处清可见底，一处水塘却闪耀着金光，看得他一阵眩晕，连忙转开视线。好渴！林天阳刚要朝最靠近自己的这座水塘爬去，却又见到之前的那只大白虎，吓得他浑身一震，却又不敢出声。当他仔细观察白虎，却见他躲在草丛中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太渴了！林天阳一步一步朝泉水边爬去，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大白虎，直至他喝下一大口泉水，白虎依旧没有抬头。泉水入腹，瞬间化作一道道暖流。林天阳正觉神奇，只见胸口之处的伤口正以肉眼所见的速度恢复着，还不等他高兴，断掉的几根肋骨啪啦一阵响声传来，一吸5吸，约莫1炷香的时间，内伤外伤瞬间就被治愈了。林天阳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小滩池水，随后又捧起一口喝了下去，泉水依旧化作一片暖流，就仿如修炼时灵气入体的感觉。体内一阵嗡鸣，林天阳瞬间觉得浑身充满力气。淬体境3层突破了，他久久未有动静的境界突破了。握了握拳头，如今他感觉他徒手便可把大白虎锤死。保险起见，他还是捡起了地上的木棍，一步一步朝白虎靠近。见这只估摸200斤重的大白虎依然匍匐着瑟瑟发抖，林天阳举起手中的木棍，正想一棍了结这差点害他一命呜呼的大白虎，却见小木屋内飞出了一个白色毛茸茸的玩意，兔子不像兔子，猫不像猫的，落在了大白虎的头顶之上，伸出小手指着他一阵叽里呱啦的。林天阳反正是听不懂，只隐约感觉对方好像不许他伤害这只大白虎。小家伙踮着脚，啪的在大白虎脑门上拍了2下，嘴里叽里呱啦一串外星语。林天阳赶忙后退，他可不想再被大白虎挠上一抓。可下一秒，林天阳愣住了，这尊黑白相间的杀神竟眯起金瞳，尾巴小幅度摆动，活像一指求路的大猫，反倒是有点想特意讨好他的样子。林天阳脚步试探，摩擦着地面，真不吃我了。见大白虎始终一副温顺的模样，林天阳放下戒心，微微靠近大白虎，轻轻在他头上摸了2下。大白虎一脸享受，嗷呜，随即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露出了身下雪白的肚皮，看这样子就仿佛前世他撸猫的场景。林天阳忍不住笑出声：好家伙，前世撸猫，今生撸虎，待遇升级了啊！林天阳缓缓蹲下，又在其腹部摸了几下，大白虎仿佛很享受，发出了一阵阵虎啸声。见白虎已经没有威胁，林天阳方围绕着小院四周打量了一下，正当他想靠近那金灿灿的水塘，那毛茸茸的小家伙瞬间炸毛，窜到他身前，狠狠地朝他胸口撞了过来。太快了，林天阳压根就看不到对方的移动，便被撞倒在地上。小家伙左手插在圆滚滚的腰上，右手指着他，气鼓鼓的，又是一阵叽里呱啦，奶凶奶凶的，就跟河豚鼓起来的模样也没什么区别了。行，我不过去，不靠近了。林天阳举手投降，眼睛却忍不住瞟向那汪金光粼粼的水塘。好新鲜的空气啊！林天阳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非常纯净，蕴含着浓烈的灵气，完全没有一丝杂质，就仿佛吸进去的空气全是灵气。给他的感觉，在这里修炼不需要运转功法，清除空气中的杂质，便可以直接吸收修炼了。随后又弯身蹲下，摸起地上的泥土，指尖刚接触，他便感受到了浓烈的生机。他都不敢想，若是在这里开辟出一块地来种灵米，将会结出什么样品质的灵米？那还种个屁的稻谷，改名必须找点灵米种子进来种看看。林天阳总算是搞清楚了，小家伙就如守园灵兽这座小院，大约1000平米，闪耀金光的小水塘，以及那种着花花草草的那一块林田，以及走出这座小院，那小家伙是绝对不允许的。其他地方他想干嘛，小家伙倒是不阻止。令林天阳最不解的是，这里压根没有太阳，都不知道这些植物是怎么生长的。对了，我这是昏睡了多久？再不回去，师娘小姨子苏爷爷可是会担心的。他原本还想去询问小家伙该怎么离开这里，心念一想，又是一阵天旋地转，整得林天阳一阵反胃，想吐。看着四周，地上不远处的3只野猪，如今只剩下骨架。林天阳方确定自己离开了那片空间。刚才我好像是想着要离开，便出来了。那我想进去那片空间，是不是心念一想便可以进去？林天阳的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便又出现在那片空间，来回反反复复10几次，总算是习惯了进出空间的不适。然空间内的小家伙跟大白虎跟看傻子似的看着他，一脸懵。见天色不早了，马上便要天黑了，林天阳也没空再去管这个空间的事，得回去报平安才行，免得家里人担心。回去的路上，他终于想通了，原来那颗绿色的珠子是要触碰到他的血液方能开启的。卧槽，耽误了本少12年时间，给点提示啊！真是的，这破烂系统是不是过时了？别人穿越的系统都是会说话的。林天阳一路絮絮叨叨，等回到苏家小院，早已是大半夜了。林天阳轻轻推开房门，怕惊扰到大家睡觉，无声无息便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当他点起油灯，却发现苏婉晴躺在他的床榻之上，许是打火时的声音太大，惊醒了苏婉晴的美梦。阳儿，你都跑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苏婉晴带着抱怨的语气询问着对方。然当他看到林天阳衣服破烂，满身血迹，连忙爬起，走到他身旁，不停朝他身上摸去。阳儿，你这是伤哪里了？被自己师娘这样摸着，林天阳还怪不好意思，但转念一想，自己都跟他同房了，摸一摸也无所谓了。没事，师娘，受了点小伤，在山上休息好了，便回来了。小伤？那怎么会流这么多血？苏婉晴一脸不信，皱眉道：师娘，这是野猪的血了，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说完，林天阳还特地转了2圈。见男子确实无事，能蹦能跳，苏婉晴方安心，锅里有热水，我去给你打水，先去洗个澡。说完，苏婉晴便走出屋内。看到师娘满脸担忧，林天阳心里升起一阵阵暖意，有人担心自己的感觉真好。一路风尘仆仆，林天阳都有些口渴了，走到桌前，拿起茶壶，将壶内的水往窗外倒，心念一动，瞬间进入空间，打了一壶泉水，又遁了出来，泉水入腹，瞬间一股清凉舒适感袭遍全身。有 bug， 果然是好。林天阳嘴角微微扬起，直至苏婉晴进入屋内，帮他拿了套干净的衣服，林天阳才被苏婉晴推进了洗漱间。见苏婉晴并未打算离开洗漱间，脱了，人家帮你搓澡。苏婉晴娇声道。果然还是会尴尬，毕竟那是喊了10几年的师娘。林天阳暗自嘀咕，师娘我自己洗便好，你要不先出。苏婉晴双手非常利索，他话还没说完，服饰便已经从他身上一跃而下。阳儿，你还不打算坐进浴桶吗？苏婉晴斜着头，一脸打趣地看着他的身子。林天阳一愣，不敢耽搁一步，便跨入浴桶，蹲了下来，任由水面越过他的肩膀。苏婉晴一副很娴熟的手法，挽起袖子，拿起皂角，便帮他搓洗着身子。
师娘，你经常给师尊搓澡吗？师尊也太幸福了，能娶到您这样的妻子。听到男子的言语，苏婉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苏婉晴道：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见师娘生气了，林天阳双嘴紧闭，话都不敢说了。还真不惊吓，就瞪你一眼，胆子还真小。苏婉晴心底暗笑，没有，那短命鬼，人家才没给他搓过澡。水汽氤氲，烛影摇红，苏婉晴低垂的长睫上还沾着细碎水珠。林天阳再一次被苏婉晴的话惊住了，瞳孔都放大了3分。师娘，你没给师尊搓过澡？林天阳满脸狐疑。苏婉晴一脸没好气，没有只管生，不管养的短命鬼，人家才不会给他搓澡。师娘，那你为什么？不等男子开口，苏婉晴已经主动吻住了他的双唇。许久，品尝着对方的香咸，苏婉晴一副恋恋不舍的分开，脸颊红得快滴出血来。阳儿，人家只给你搓澡，你说好不好？好，师娘你对我太好了。师娘你的香咸好甜。苏婉晴微微一笑，阳儿你的也好甜。都说多少遍了，阳儿，你记性怎么这么差？林天阳一脸不解，朝正在帮他搓澡的苏婉晴望去。苏婉晴埋怨道：都说别叫人家师娘了，你还叫。林天阳嘴角微微扬起，师娘，那你也别叫我阳儿了，整得我跟你孩子似的。那以后在人前我叫你师娘，私底下我便唤你晴。这样啊？那人家该叫你什么？夫君。轰！一声夫君，林天阳心神一震，体内瞬间燃起熊熊烈火，他可从未有人这样称呼他。晴儿。二人四目相对，空气中都仿佛残留着对方的爱意。1个小时悄然而过，身旁苏婉晴眼神带着幽怨，表情却是一脸幸福之色。随后林天阳才在苏婉晴口中得知，他是早上出的门。林天阳愣住了，他分明感觉在空间内待了很久，一头雾水的他决定明天再好好探知一下神秘空间的奥秘。在经过一夜的深度交流，林天阳总算是开始接受了这段禁忌的感情，自己跟苏婉晴的关系已经不再拘泥于世俗的凡夫礼节。想到家中灵石被上官姐带走，明天还要想办法去弄来灵骨，看看在空间内能否种出灵米，林天阳便不再折腾了，抱着怀中女子便进入梦乡。许是这些年习惯了早起，每天天微微亮，无需人家叫，他便会自觉醒来。看着怀中女子那绝美的仙姿，林天阳都忍不住在其粉嫩的双唇吻了下。见女子睡得格外香甜，并未醒来，他才起身出去。他如今也不知道泉水为何物，反正就是喝起来格外舒适，索性抱起大锅就遁入空间，足足打了一大锅泉水出来，打算用泉水给家人做一顿早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泉水做出来的早饭会如此美味，不但清甜可口，入口便化作一道道暖流，流遍全身奇经八脉，甚至他们3的境界都一齐突破了，全部晋升到淬体境2层。最为高兴莫过于苏爷爷了，他可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如今还突破了境界，寿元又增加了10年。小老头高兴之余便喜欢胡说八道，还嚷着要给他们带孙子，整得原本和谐的早餐又是以尴尬收场。听着自己父亲那虎狼之词，苏婉晴都被吞下的饭噎了一下，连忙端起桌上的茶壶猛灌了一口，坐下石头都快埋进碗里了，小脸红扑扑的，太惹人怜爱了。若不是有旁人在，林天阳都想上前亵渎一番了。好在还有小姨子在，小老头算是很溺爱这2个外孙女的了，几乎都是百依百顺，最终在上官月犀利的眼神下方闭上嘴巴，老老实实干饭。至于林天阳，如今已经这样了，他也不再纠结了，一笑而过，吃完饭便早早跑到山里头去了。今天运气较好，在大山里头晃悠不到2个时辰，就被他打到了一只300斤的大野猪。看着眼前的战利品，这下灵骨有着落了。小爷不愧是打猎小能手，呵呵。林天阳嘴角微微扬起，二话不说便扛上这头300斤重的大野猪，一路不停朝玄天城万宝阁而去。对于他淬体3层，区区300斤，还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如今的他全出力道接近500斤。进入玄天城，他倒是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毕竟野味难得，不少人前来向他询问野猪能否卖个10斤8斤，一一被他拒绝了。他可没那个时间，虽然卖到万宝阁价格会便宜点，但人家可以一次性将他整只大野猪买下，他也省得麻烦。至于黑吃黑这一点，他倒是不怕。万宝阁在天玄大陆名声倒是响当当的，听说每座城池都有万宝阁的存在，也就玄天城属于凡人城镇，否则人家都看不上他每次带来的野味。走出万宝阁，林天阳双手捂着怀中，生怕会落下几粒。没办法，灵骨价格实在太贵了，他300多斤的大野猪也仅仅跟万宝阁换来了那么1两灵骨，其实也就30-40颗。一路疾驰，身上没有了那300斤的大野猪，
走起路来都带风，去时花了2个时辰，回来却仅花了半个时辰。回到苏家小院，见苏婉晴上官月正在院子内拿着她昨天换下的衣服，一针一针的缝补着。姐夫，你过来一下。小丫头一脸没好气，林天阳都不知道哪里得罪到她了。月儿什么事？林天阳刚靠近，便被上官月一把拉了过去，当着苏婉晴面直接把她上衣掀了起来。月儿你……林天阳被他这举动都惊住了，第一时间想避开。然上官月早上才突破淬体2层，别看小胳膊纤细无比，力道最少有100斤，紧紧抓着他的衣服。上官月将脸凑到了他身前，不停地打量着，一吸3吸，看着身前这尚未完全长开的小家碧玉，那光滑的脸蛋，那白嫩的肌肤，感受着小丫头在他胸前呼出的暖流，林天阳赶忙将头朝边上移开，不敢再看下去了，他都怕把持不住，在小丫头面前出糗。足足5吸，上官月芳松开他的小手，朝苏婉晴身旁坐下。娘真的没有受伤耶？衣服这么大的口子，居然没有受伤？苏婉晴朝着林天阳微微点头，淡淡一笑。听着二女的对话，她总算是知道小姨子的举动，这是担心她受伤，特地前来确认一番。林天阳心里暖暖的，大手在小丫头脑袋摸了2下，便扛起锄头出门。林天阳并没有直接在小院内进入空间，而是走到一处偏僻的树林内，见四周无人，方进入珠子的空间。他目前可没打算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空间，这可是他穿越过来的最大秘密，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林天阳进入空间，撸起袖子便开始挥动起锄头。期间大白虎见他进来，没有马上离开，低着头摇晃着那个健硕的尾巴朝其走来，看着这大家伙一脸囚奴的表情，林天阳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摸了摸他硕大的虎头，随即叫他去院落待着，别碍事。大家伙仿佛听懂了一般，便老老实实朝角落而去。至于小白，就是那肉乎乎的白色小团子，林天阳特地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小白。他倒是比较喜欢跟大白虎腻歪在一起，许是大白虎听得懂他的语言，而林天阳压根都听不懂他的话，叽里呱啦，每次都得靠猜，猜都还经常猜错，气得小家伙扭头便飞到大白虎身上去了，一下下挥动着锄头，掀起一阵阵呼呼声。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林天阳总算是翻起了50平方的林田，泥土非常肥沃，呈现出灰黑色，摸起来格外湿润，感受着土里的生机。林天阳都忍不住大笑出声。惊醒了小白跟大白虎，两家伙直愣愣地看着他，跟看傻子似的。随后林天阳便取出怀中纸张包裹着的灵骨，一粒粒仔细数了下，只有40粒。没办法，没家底，只能慢慢发育了。林天阳蹲下身，在开垦出来的林田挖出了40个小洞，每个小洞间隔10公分，将一粒粒灵骨放入小洞，最后再将上面的泥土推平，浇上泉水。做完这一切，他直接趴在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种下灵骨的地方。林天阳信心满满，他相信他作为一个穿越者，不可能得到的空间会没什么作用。直至1个小时过去，泥土终于有了动静，好像被地底的东西撬动了一下。林天阳屏住呼吸，死死地看着前方这50平方的林田，不负众望，40粒灵骨齐齐发芽。激动的他又想大笑出声，却瞄到了一旁小白趴在大白虎头上睡觉，硬生生地憋了回去。2个小时过去，灵苗已经有10公分高了。10个小时过去，灵苗已经长成灵植的模样，足足有50公分高了。林天阳伸出手摸了上去，冰冰凉凉，枝干粗大坚韧，枝叶更是宽大无比，足足是他平日在外界种的稻谷的3倍。又过了5个小时，40棵灵植纷纷长出了稻穗。林天阳总算是看到了稻穗长出的模样，他可从来都没种过这样值钱的玩意。听不少人说过，好多大户人家为了种灵骨赔得倾家荡产。没办法，种灵骨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种植灵骨土地要肥沃，地方的灵气要浓郁，且还要派家丁24小时全天盯着，不然很容易就会被飞鸟啃食干净。因此林天阳从来都没想过要种植灵骨。又过了9个小时，灵骨终于成熟了，颗颗饱满，晶莹如玉。林天阳再一次忍不住大笑出声，哈哈，发财了！小爷穿越过来，总算是熬出头了，马上就要成富户了。仅仅1天，灵骨就成熟了，往后小爷就要起飞了。极度欢喜过后，便是极度震惊。难道灵米的成长时间是由灵气的浑厚程度决定的，还是这空间对灵植有着特殊的催生能力？仅仅1天，这也太变态了吧！想不通，林天阳便没再纠结。听着林天阳自娱自乐，大白虎、小白四目相对，一脸无语。这家伙不会是傻子吧？大白虎很认同，点了点头。林天阳围绕着灵田跑了一圈，随即大笑上前摘下了一粒，
剥开表面的一层鳞糠，露出了鲜红如血、圆润饱满的灵米。不会错的是极品灵米，发财了！林天阳扬起嘴角，喉咙里不断发出呵呵的声音。林天阳今日跟万宝阁兑换灵骨，还特意询问了灵米的价格。下品灵米1斤1个灵石，灵米为白色；中品灵米1斤2个灵石，灵米为黄色；上品灵米1斤3个灵石，灵米为橙色；极品灵米1斤5个灵石，灵米为红色。随即将灵米丢进嘴巴里咀嚼起来，灵米入腹，瞬间化成一丝暖流，但也仅仅是一丝。这样的效果，林天阳反倒有些失望，还没有他喝一口泉水的灵气浑厚。林天阳哪里知道，他这阵子喝的泉水乃是空间灵气浓郁化成的灵泉。林天阳微微转头朝那滩灵泉望去，思索起来。良久，他才有了结论：泉水蕴含浓郁的灵气，不可以被外人知晓它有灵泉。转头又望向那40株灵骨，这东西可是好东西，可以兑换成灵石。说罢，他便从腰间取下镰刀，一株一株割了起来。咦，我心念一动，便可以出去；我心念一动，便可以进来。那我若是……不等林天阳说出，剩下的30株灵骨瞬间拔地而起，漂浮在半空。真的可以？林天阳不禁瞳孔睁大。那我岂不是这个空间的主宰？随即他意念一动，灵植和灵骨在空中瞬间分开。感受了一下，足足有200斤极品灵米，也就是1颗灵植可以产出5斤灵米。高兴之余，林天阳都开始盘算起每天的灵石收入了。按这样的产量，一天800灵石，一年最少收入20万灵石。心念一动，林天阳剥开了一半灵骨的灵糠，留了一半继续栽种，脱下上衣，将100斤灵米包了起来，准备带回去给家人尝尝鲜。再次心念一动，灵骨瞬间进入灵田，浇上泉水。林天阳方提着100斤灵米遁出空间，出来时外面已经天黑了。林天阳都有点懵了，自己在空间内足足待了一天，进去的时候是中午，按理出来时候应该是白天，怎么会是黑夜？林天阳飞快朝苏家小院奔去，直至来到自己的房间，不顾苏婉晴安睡，直接将她扶了起来。苏婉晴模模糊糊睁开了双眼，看见身前之人，微微扬起嘴角：“夫君，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晴儿，我离开多久了？”苏婉晴眨了眨眼，一脸不解，随后看了看台面上的沙漏：“夫君离开了差不多12个小时。”“什么？”林天阳震惊大叫出声：“姐夫真讨厌，每天晚上吵死人了，娘亲也是烦死了。怎么会是12个小时？我明明待了24个小时。我懂了，也就是说，我若是在柱子之内修炼2天，外界才过去1天，那我岂不是修炼1天，相当于别人修炼2天？珠子内的时间流逝是外界的2倍。”苏婉晴一脸疑惑，大半夜叫醒他，问他时辰现在，又自己嘀嘀咕咕的：“夫君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事。”“晴儿，今夜你真美。”又一惊天的发现，林天阳都忍不住。说罢，他忽地将苏婉晴抱起，高高旋了几圈。苏婉晴惊呼，旋即笑出声，这久违的失重感，只在儿时父母怀里才有过。笑声未落，他已被他紧紧搂在胸前，二人四目相对，呼吸交缠，屋里仿佛漾出无声的春水。“晴儿，你好美。”如今林天阳已经不再把苏婉晴当师娘看待，对她的爱意自然也不会隐瞒。苏婉晴内心非常高兴，却面无表情，没好气道：“油嘴滑舌，人家都一把年纪了，哪里还美？夫君，你就会哄人家高兴？”林天阳认真道：“真的，晴儿，你跟月儿站在一起，就跟2姐妹一样。夫君，那你说人家有没有月儿好看？”这种送命题，林天阳才不会老实交代，立马信誓旦旦道：“晴儿好看，月儿还是小丫头一个，哪里有我的晴儿好看？”被比自己年小那么多岁的男子当面夸，苏婉晴内心虽高兴，然却忍不住满脸娇羞。“夫君我……”苏婉晴语音未落，林天阳早已俯身，将她樱桃般的小嘴堵住了，品尝着她的香唇。数个小时过去，苏婉晴紧咬双唇，死死地瞪着身旁男子，心中既羞又恼，蜷缩在林天阳怀中，渐渐美眸湿润。见苏婉晴羞恼，林天阳连忙安慰道：“晴儿，抱歉哈，晴儿你实在是太美了，有时控制不住，以后我会注意点。”林天阳又怎么会猜不出对方的埋怨？“好，晴儿抱歉了，昨晚我发现了很重要的事情，太过于兴奋了，所以一时……”听着自己夫君诚恳的道歉，原本还有些气恼的他，心里那一丝不悦瞬间消失。虽不生气，但就是觉得好委屈。一想到被欺负成这副模样，他还是忍不住埋怨道：“夫君，你真的知道错了吗？”“晴儿，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这样了。”见苏婉晴微微点了点头，林天阳方露出笑容。
许久，苏婉晴方娇声道：“那夫君，你答应人家一件事。好晴儿，你说夫君无有不允，那你不可以把人家连日来糗事说出去。”晴儿，什么事？林天阳一脸邪笑。苏婉晴满脸娇羞道：“夫君，讨厌，你明明知道。”好，我不说。得到了林天阳的同意，苏婉晴俏脸绯红，内心说不出的甜。夫君，人家最喜欢你了。晴儿，你最喜欢我那点儿和院呢。夫君，你讨厌那不一样。在把苏婉晴哄睡后，林天阳内心极为兴奋，自己如今赚钱的本事有了，且还有个如此牛逼的 bug 守着这1亩3分地，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一颗勇闯修仙界的种子悄然诞生。林天阳也不鲁莽，并未打算立马前往那些修仙宗门，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年时间筹备灵石，再把师尊传授他的拳法修炼至大成。毕竟之前的他每天都在为一家吃食奔波，压根就没有去修炼那套拳法。想至此，林天阳也不睡了，看看窗外，天已经微微亮起，索性就起身劈柴做饭。直至陪同家人吃完早饭，他才朝无人出没的山林走去。见四周无人，便遁入空间。第一眼便见灵田上的灵骨已经成熟，颗颗饱满。咦，昨晚出空间到现在也就过了半天时间，然灵田却已经成熟了。以此来判断，林天阳更确定了空间内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2倍。随后，林天阳便用意念把灵骨收集起来，再种上新的灵骨。闲来无事，方从怀中取出他师尊上官吕茂给他的拳法虎啸拳。翻开第1页虎啸拳入门，配合体内灵气同时爆发，每一拳可发挥出自身2倍的战力，做到击碎岩石。除此之外，这虎啸拳还有2式杀招。第一式杀招猛虎一击，全力施展下，其力道犹如猛虎扑食，力道5倍于普通的虎啸拳，炼至大成，每拳轰出还带着虎啸之声，可敌人带来眩晕感。第二式杀招虎啸镇山，全力施展下，其力道犹如猛虎的绝命一击。此拳法一旦使出，力道无法估量，主要看自身灵气，乃搏命杀招，一旦使出，将会抽取身体8成灵力。正当林天阳准备开始练习虎啸拳，大白虎朝他走来，一副极为乖巧的模样，不停朝他摇晃着大尾巴，任由林天阳如何驱赶，他就是不肯走，甚至直接趴在地上打滚。唉，语言不通确实是麻烦，林天阳压根就不知道这大家伙想表达什么。正当林天阳懊恼之际，小白从屋内飘了出来，落在大白虎身上，挥动着小手指着大白虎的肚子，一阵叽里呱啦。林天阳总算是猜出大白虎的意图，这明显就是肚子饿了，找他要吃的来了。林天阳转念一想，大白虎进入空间确实有几天没进食了。正当他准备把大白虎传送出空间，小白便瞬间朝他胸口撞了过来，随即飞到大白虎头上抱着，一脸奶凶奶凶的样子。看着小家伙护崽的样子，林天阳又怎么会猜不出他的意图？这明显就是不想大白虎被传送出去。林天阳爬起身子，俯身上前摸了摸大白虎，一脸惭愧，竟然把百兽之王的老虎饿成这样。再怎么他也算是激活空间的大功臣。出了空间，林天阳很快就射杀了一只100多斤的野猪，心念一动就收到空间里去了。林天阳一脸烦闷，自己已经要照顾一家老小，如今还多了这么一个大家伙要养，那他哪里还有时间修炼？心念一动，林天阳就开始对深山老林的食草动物来了个大扫荡。野牛、山羊、兔子、野鸡见到全部收入空间之内，方心满意足，露出笑容。这下好了，空间内可算是热闹了，大家伙也有食物了。再次进到空间之内，大白虎那个兴奋，第一时间便冲到他身前，伸出长满倒刺的舌头，舔着他的手，用他那锅炉一样的大脑袋蹭着他的身子。林天阳深吸口气，没好气道：“你给我省点吃。”大白虎貌似听懂了一般，微微点了点头。林天阳转头望向小白：“你给我看好这些家伙，别让他们糟蹋了我的灵敏。”一脸呆萌的小白咧着小嘴，学着大白虎的模样，点着圆鼓鼓的小脑袋。好在林天阳不是女孩子，否则必定被这小东西迷惑芳心。这小东西实在是太萌了，林天阳2世的记忆里都没这肉乎乎的信息，这下总算可以安心修炼了。如今他可是把一个生态链都搬进空间，动物吃灵植物，灵康繁衍，大白虎吃它们生存。虎啸震山，轰虎啸声，谋咩之咯咯咯。林天阳这一拳惊得动物们狂吠。看着眼前的场景，林天阳微微扬起嘴角，待灰尘散去，他从外界收进来的千斤大石如今已经变成粉末。林天阳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手，喉咙都忍不住呵呵呵地笑出了声。整整2年时间，他每天照顾家人，做饭，收种灵米，提升境界，修炼虎啸拳，如今总算是学有所成。林天阳依靠着上官吕茂传授的太清吐纳功法，
以及灵泉修炼，如今淬体10层的他在玄天城也算是顶尖的存在了。玄天城城主也才炼气境，空间内短短4年，如今他的灵米早已经泛滥成灾，足足20多万斤。2年来，他也只敢去贩卖一次灵米，没办法，他灵米的品质太好了，压根不敢多卖。然就那么100斤极品灵米，都引得万宝阁掌柜亲自迎接，他更不敢随意拿着灵米出去销售了。万宝阁以每斤4块灵石收购，而他们的零售价是5块灵石，林天阳也能理解，毕竟人家也要赚钱，养活那么庞大的组织。100斤灵米足足换了400块灵石，而空间灵气浓郁，他压根就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灵石，索性就花了300块灵石买了个储物戒指，方便下次带灵米过去售卖。走出万宝阁，阁主还特地将他送出万宝阁，笑得合不拢嘴，一声声小友叫着，还千叮咛万嘱托的，小友下次有灵米要卖，记得来我万宝阁，多少都能收，绝对安全。也就100斤极品灵米，这万宝阁阁主也太掉面子了吧。走出万宝阁，林天阳还不以为然，事后打听方得知，这极品灵米凡间压根就无人能种得出来，大多都是下品、中品，也就那些修仙大宗门方能培育得出，且产量极为有限。而他却一次性拿出了100斤极品灵米。刚得知消息的林天阳吓得几天都没睡好觉，担心万宝阁下黑手追查他灵米的出处。经过半个月时间，见周围没有异常，他才稍稍放心，因此对万宝阁的信誉又提高了几分。是时候把灵米换成灵石，前往修仙宗门了。林天阳心念一动，便遁出空间，打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前往青云宗寻找上官景。整整2年，大家每天都在盼着上官景回来，然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人，众人也都不敢往最坏的方面去想，都相信他会平安归来。小姨子上官月自从上官景离去过后，以往如小精灵般开朗的她，近年来也很少再露出笑容了。林天阳每每睡觉，时不时便会听到同床共枕的女人一遍一遍喊着景儿的名字，担心着他宝贝女儿的安全。大家明面上虽没提起上官景，估计是担心他生气，毕竟那可是在他大婚之夜逃婚的女人。然林天阳又岂会因此事生气？上官景这是想寻找自己父亲的死因，这是为人子女很正常一件事罢了。大家不提，他也懒得扫大家心，毕竟他还没准备好。一旦去到修士聚集的地方，他没准备好，也不敢贸然带着大家前去寻找上官景，毕竟那边可是实力为尊的世界，分分钟就会没命。砰的一声炸响，苏家小院的大门瞬间4分5裂，化作无数木屑。一道无比嚣张的声音缓缓从门外传来：大伯母侄儿来接你们回府享福来了。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到，上官月猛地从石桌前站起，苏婉晴连忙拉过上官月，将其护在身后。那声音，那称呼，他第一时间便听出是上官家的人，他如今可不想再跟那家人有任何瓜葛。苏天宇听到声响，朝屋外望去，只见一男子领着4人朝院内走入。前4人苏婉晴倒还是认识，为首之人便是上官浩的儿子上官明，他的侄子，以及身后的3个上官府的家丁。至于最后一名男子，身穿一身华丽长袍，比上官明穿的还要高贵10分。苏婉晴竟一时认不出来人是谁。苏天宇拎起锄头，大步上前，将苏婉晴母女护于身后，颇有一副你们若是再赶上前一步，老子就跟你拼了的架势。在林天阳每天3顿极品灵米的供应下，原本淬体境1层的3人，短短2年便已经是淬体5层修为的人，平常人想伤害他们，压根连他们躯体都无法破开。苏婉晴脸色一冷：上官明，你来干什么？我们已经跟上官家没有一点关系了。上官明一脸邪笑，越过苏天宇，扫视着他身后的母女，喉咙滚动，咽了咽口水，满眼邪恶地盯着2人。大伯母，你这话说的可就见外了，上官景、上官月可是姓上官的，怎么就跟上官家没有一点关系了？苏婉晴转头望向身后的上官月，一脸无奈。确实，景儿月儿确实是上官家的血脉。娘。苏婉晴朝一脸慌张的上官月点了点头。月儿别怕，有娘在。朝上官明望去，没好气道：说吧，你们此次前来有何事？上官明扬起头颅，尽显高傲：大伯母，这不是父亲知道了景儿堂妹、月儿堂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特地命我带萧少爷前来一观，好为2个堂妹寻一门好夫家。苏婉晴着上官明的话便一肚子气，在上官吕茂死后，便把他娘仨赶出府的人，会有如此好心帮景儿月儿寻找好夫家，这明显就是想拿自己的2个宝贝女儿去讨好所谓的萧家。不用了，景儿月儿皆已有了夫家，你们请回吧。苏婉晴一脸决绝，
丝毫没给上官明一点面子。上官明闻言脸色一变，随即便又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大伯母，我看你是在这柳叶村呆傻了吧？你知道萧公子是何人吗？竟然敢拒绝！萧家那可是玄天城第一大家族，家族产业遍布玄天城9楼布匹当铺，有多少人求着想跪进萧家的大门，你可别不识趣。说完转身，一副高高在上姿态，瞬间朝身后穿着贵气的公子点头哈腰。萧公子，你看我这大堂妹不在，不知我这小堂妹可否入得了您的法眼？听着上官明的话，萧天大步上前，走到众人最前端，朝上官月望去。娘！被陌生男子那猥琐的眼神不停地扫视着，上官月汗毛都立了起来，连忙将自己整个人躲到苏婉晴身后。月儿不怕，娘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苏婉晴小声在上官月耳旁说道。上官月如今可是倾国倾城，和小时候那面黄肌瘦的模样完全搭不到边。在林天阳悉心照顾下，每天吃的是极品灵米，喝的是灵泉水。她的肌肤如脂如玉，粉嫩无瑕，小脸的轮廓不像是人所能拥有的，更像是仙界掉落的仙女，腰如柳枝，臀如蜜桃，身前那挺立的2座山峰更是波澜壮阔，平日林天阳都不敢直视，生怕忍不住出糗。就连村里的女子见了上官月的窈窕身姿，都纷纷投去艳羡的目光。好好好！萧天右手拿着折扇，不停朝左手拍去。他刚走上前，仅一眼，视线便无法从上官月身上挪开，连连夸赞。转身来到上官明身前，露出一副极为满意的姿态。上官明不应该是堂哥就这么定了，彩礼就不用退了，我就要你这个小堂妹。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招，便是上官明为了搭上萧家这条大船，让上官家在玄天城地位来一次质的飞跃一次聚会，舔着脸上前搭讪这位豪门公子萧天，不停在萧天面前夸赞着自己的亲妹妹上官红。萧天听信了他的谗言，借着酒劲便给上官家送去了彩礼。谁料成婚之日，萧天见到了上官红的真容，当众便要退婚，气得他火冒3丈。为了不得罪萧家，无奈之下，上官浩便将族中女子全部召集出来，任由萧天挑选。可萧天是什么人物，去逛花红酒绿的场所，一般女子压根就进不得他的法眼。最终方想起还有上官锦、上官月这2个侄女，被豪门公子萧天称堂哥，上官明立马飘了，直起身板，淡淡一语：好的堂妹夫，那就这么定了，今晚就把我堂妹给你送到府中去。苏天宇那个气啊！听着2个登徒子当在他面前就这么轻而易举把他的宝贝外孙女婚事给定了，二话不说，抡起锄头便朝2人砸去。上官明、萧天2人连忙后退，你们给我滚！我孙女已经许有人家了，再不滚就别怪我老头子厨下不长眼了。2人四目相对，露出一脸淫邪，随即朝身后3名家丁示意。看到自家公子的手势，3人又怎么会猜不出自己主子的意思？3人一个瞬身将苏天宇围了起来。别看苏天宇有淬体5层的境界，然他这种山村里的人压根就不会什么武技，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学到的。苏天宇不敢大意，双手紧紧握着手中的锄头。他知道他若倒下，自己的女儿孙女就保不住了，毕竟他们俩可是连杀只鸡都不敢。3名家丁虽境界不如苏天宇，但是他们丝毫不惧，毕竟他们也有淬体4层的境界，且人数占优。天阳大哥！天色已经微微暗了下来，林天阳还未走进村子，便见有人朝他不停跑来，嘴里还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仔细看一看，方认出朝他跑来的孩童正是村里的2蛋。林天阳一个瞬身，瞬间来到孩童身前，见2蛋不停地喘气，林天阳轻轻地在他背上拍了2下。怎么了2蛋？你别急啊，有话慢慢说。2蛋一脸着急，不停地喘着气，随后连忙拉着林天阳的手往村里跑去，边跑边说道：天阳大哥，你家来了一群坏人，正在欺负苏爷爷他们。林天阳浑身一震，什么？就是。不等2蛋再次发话，林天阳犹如一阵风，便朝苏家小院疾驰。见苏天宇被3人围困，2女便想上前帮忙，刚跨出一步，便被上官明、萧天双手牢牢抓住。上官明可是有着淬体境7层，至于萧天境界更高，淬体境8层。2女双手被他们牢牢擒住，压根就动弹不得。上官明，你疯了？我可是你大伯的妻子，你快放手！苏婉晴一脸哀求，她不能看着自己的父亲被众人打死。至于上官月早已梨花带雨，嘴里不停喊着姐夫。苏天宇面对着3名家丁，压根就没还手之力。2人在前阳宫，苏天宇就已经很吃力了，背后却时不时冒出一人，老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飞出一脚。见苏天宇已无反抗之力，上官明越发肆无忌惮，冷笑出声：
大伯母，你不是说跟我们上官家没半点关系了吗？怎么又说是我大伯的妻子了？看着苏婉晴那完全绽开的身体，多年不见竟如此勾魂，不停在自己身前扭动着。上官明满脸露出邪恶，随即朝萧天转去：“唐妹夫，你看这里有现成的床榻，我们俩不如在这里先爽爽。”萧天大笑出声。在看到上官月的第一眼，萧天早就欲火焚身了。听到上官明的话，更是没有丝毫迟疑，拉着上官月便朝一旁屋内拖去。上官月哪里有想过自己会遭受如此之事？平日里大家都宠着他，什么事都依着他，可听到二人的对话，上官月满脸煞白，然双手却牢牢被萧天擒住，吓得他浑身发抖，双瞳不停朝外流出一滴滴晶莹的泪珠。姐夫，姐夫救我！姐夫，你们禽兽不如，放开我！苏婉晴大骂出声。呜，上官明，月儿可是你堂妹，你怎么可以？此时的苏婉晴早已到崩溃的边缘，然无论她如何大骂，皆已无用。上官明正拖着她朝另一间屋内而去。至于苏天宇，早已被3名家丁打昏了过去。林天阳一路疾驰，丝毫不敢耽搁。当他冲入院子，听着屋内二女的求救声，对侵犯他们之人的怒骂声，愤怒如滔天巨浪，袭遍全身。见有人闯入，来人的境界，3名家丁完全感觉不出来，还以为是个普通人，正欲要上前驱赶，林天阳一个瞬身，虎啸拳，连续3拳，一拳一个，瞬间3人便被击飞10米，连叫声都发不出，便已死去。3人连死都想不通，他们可是万里挑一的家丁，他们可是上官家花费大量资源才培养起来的，怎么会死在这样毫不起眼的小山村？来不及去打探倒在地上的苏爷爷，林天阳便冲入了上官月的闺房。见到屋内凌乱不堪的场景，满地碎布残渣，而上官月赤身裸体，全身只剩下一件肚兜、一条小亵裤，且还被一裸着上身的男子牢牢捆在床榻之上。见有人冲入，此人的身影他再熟悉不过了。上官月眼前仿佛看到了光，一道发光的身影，羞耻委屈令他流下了泪珠。姐夫救我！见有人冲入房中，萧天一愣，随即朝他大喝出声：“滚出去！敢妨碍老子的好事！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可是玄天城萧家的！”林天阳满眼血红，愤怒的浑身发抖。见闯入之人被他萧家的名号吓得不敢动，萧天一脸得意，随即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灵石，朝林天阳丢了过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林天阳一步一步上前，看着床榻之上的女子，面颊上一滴滴落下的泪珠，痛心太痛了，痛到他都无法呼吸了。见男子不停朝他走来，萧天一脸疑惑，随即又朝他丢了一块灵石。你够了啊！2块灵石已经不少了，再敢上前就别怪。不等他说完，林天阳大喝出声：“我都不舍得令他流下一滴眼泪，你怎么敢的？”话音刚落，林天阳一个瞬身来到萧天身后，一记虎啸震山灌入了他全身灵气，在他全力一击下，萧天瞬间被轰成血雾，就连整面墙壁都被他这一拳击成粉末。砰！萧天到死都不知道是死在何人手里。刚把苏婉晴绑在床榻之上的上官明正欲行不轨之事，突闻外面一声巨响，连忙走出屋内，朝外望去，只见家丁全部都躺在地上，一脸慌张的他朝隔壁房间望去，只见隔壁的房屋整面墙都没了，扬起一阵阵灰尘。透过灰尘，他看到里面还有一个双目血红的人，吓得他浑身战栗，双手死死地捂着嘴巴，头都不敢回，光着身子便朝外跑去。听到外面脚步声，见有人朝院外跑去。此时的林天阳浑身充满杀意，正欲要朝贼人追去，却被身后女子唤回了理智。姐夫，姐夫！林天阳眼神缓缓清明，随即大口地呼吸着布满灰尘的空气。他刚才愤怒过头，连呼吸都忘记了该如何呼吸了。平息过来的他赶忙上前，将捆绑少女的绳索解下，嘴里还不停地安慰着对方：“月儿不哭，姐夫来晚了，是姐夫不好。”刚被解开的上官月便扑到了林天阳的怀中，不停地抽泣着：“姐夫，呜呜，人家好怕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呜呜。”很快，林天阳拿起床单，将身前少女裹了起来，随即便朝苏婉晴房间跑去。林天阳此刻并不着急去追上官明，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相比之下，他更担忧苏婉晴的情况。入门便见苏婉晴一脸慌张，林天阳满眼心疼道：“晴儿，是我。”娘。见林天阳赶回，此刻的苏婉晴早已泣不成声：“月儿，你没事吧？”“娘，没事。”将苏婉晴解救下来，见他们无恙，便把怀中小姨子交由苏婉晴照顾。刚走出房间，正要去看看苏爷爷的情况，
便见苏天宇已经醒来。林天阳连忙上前将其扶起。在苏爷爷口中方得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事后想想，太怕了，这可是穿越过来的家人，他就差点失去了他们。轰！失去了一面墙壁的房子瞬间坍塌，吓得母女二人朝外跑了出来，见无人受伤，才瘫坐在地抱头痛哭。将二女安抚好，见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林天阳便去做饭，期间还特地去了一趟二蛋的家里，给他送去了100斤极品灵米，以作答谢。小院的血腥气极为浓郁，林天阳索性就把饭菜端进房内，顺便跟他们说了下自己的打算。母女二人稍微睡了一会，总算是从惊吓中走出。听到林天阳说出担心上官景，要去青云宗找上官景，众人目光全都朝他投来，满满的感激。作为男人，被女子逃婚那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因此众人平日里压根就不敢再提起上官景，生怕惹林天阳不悦。上官月心中一喜，姐夫你不生姐姐的气吗？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天阳的双眼，想从中看出林天阳是否口是心非。肯定啊，姐儿并没有做错什么，姐夫为什么要生气？见林天阳一脸真诚，上官月扬起嘴角，露出了时隔多年未见的笑容，林天阳都不禁看得出神。随即坐到林天阳身旁，一双玉手抱着他粗壮的胳膊，撅起小嘴道：姐夫你不生姐姐的气，你干嘛都不说，人家可想姐姐了，可是人家这些年都不敢在你的面前提她。感受到上官月身前的柔软，林天阳赶紧将手抽出，不动声色揉了揉少女的额头。姐夫可不记得有说过生你姐姐的气，别瞎想，坐回去乖乖吃饭。刚抽出的手再一次被少女抱住，上官月展颜一笑：姐夫最好了，人家最喜欢姐夫了，嘻嘻。听到林天阳说出明早要带着大家离开村子，苏天宇一脸愁容。他不知道外界是怎么样的，毕竟他从未离开过天玄城的管辖之地，他可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柳叶村，这突然要离开他还是很舍不得的，毕竟这里有他儿时的玩伴，有他相熟的乡亲们，但若是要他与自己女儿孙女再度分开，他更舍不得了。两相抉择之下，他也只好同意跟随大伙离开村子。小老头长长的叹了一声气：你们吃，我去跟几个老兄弟道声别。月儿你房子塌了，今晚就去爷爷房间睡，今晚我就不回来睡了。随后苏天宇便朝可爱的孙女投去了目光。上官月朝苏天宇瞥了一眼，随即起身，他哪里会猜不到那眼神，这分明是在找他要酒喝。没办法，毕竟是要离开村子了，他也只好去把他藏起来的酒拿出来，给苏天宇去跟他那群老兄弟道个别。上官月走出房间，很快便从厨房内搬出了整整一大坛酒，往小老头身前递了过去。没好气道：爷爷你要是敢喝醉，明早没准时回来，人家就不理你了。小老头接过满满一坛仙人醉，乐呵呵地朝上官月保证道：月儿放心，爷爷保证明天准时到。随后抱着酒坛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院子。吃完晚饭，林天阳便去烧水给大伙洗澡。两世人生，他可是第一次杀人，总感觉身上一股血腥味道。等母女二人洗完后，方才轮到他走出院子，准备去洗澡的他看到3名上官家的家丁尸体，极为碍眼，索性又掉头跑进厨房，拿了点油，放了点木材，将3具尸体给火化了，直至烧成灰烬，方去洗澡。今夜的柳叶村极为安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天到来的那群人，众人怕牵扯到事端，早早便大门紧闭，熄灭了油灯。等林天阳洗完澡出来，便见2间屋子都熄灯了。林天阳还有点意外，毕竟平常上官月可是没有这么早休息的，可一想到白天发生的事，他倒也能理解，兴许是白天哭累了。林天阳推开房门，月光顺着房门朝屋内照入，见苏婉晴已经躺下，林天阳便没敢发出太大动静，轻轻将房门关上，摸黑爬上床榻，掀开被子便钻了进去。当他触碰到女子光滑身子，女子浑身一抖，这时林天阳才发现床榻之上的女子竟未着寸缕，伸手便将她搂在怀里。晴儿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被夫君碰下还害羞？林天阳打趣道。见苏婉晴没回话，林天阳起身脱下服饰，将怀中女子搂得更紧了，整个头都贴在女子丝滑的美背上，闻着女子身上传出的香味，一股难以言喻的芬芳令他陶醉。晴儿你今晚特别香，比以往都香。见苏婉晴始终保持沉默，林天阳很是疑惑，这不像苏婉晴平时的风格。此时此景令他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想了下，轰！林天阳浑身一抖，他都不敢往下想了，轻轻松开怀中女子，正欲要起身，许是察觉到林天阳的异常，女子转过身便扑到他怀里。感受到身前那股柔软，林天阳咽了咽口水，将体内熊熊烈火压下，伸手想去将女子推开，然女子却抱得更紧了。
无奈的他只好朝怀中女子轻声道：“月儿，是你吧？”屋内格外安静，静得连对方的呼吸声都听得到。不知过了多久，怀中女子终于开口：“杨哥，你不喜欢我吗？”林天阳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不是。”听到了自己想听到的答复，上官月不禁笑出了声：“嘻嘻，杨哥你也是喜欢人家的。杨哥人家是你的未婚妻，你在担心什么？这不是还没成婚吗？杨哥，那只是一个仪式，有那么重要吗？杨哥这些年没有你，人家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今天也是，没有你人家，你我本就有婚约。月儿你还不懂感情，你这是在报恩。杨哥，即使没有婚约，今日当你说出我都不舍得令他流下一滴眼泪，你怎么敢的？人家心里边再也住不进任何人了。你若这样都不肯要了人家，那我走便是，你就当没有这回事吧。往后人家也不会再缠着你。”说完，少女便松开了紧紧抱着男子的手，拿起床榻内的衣服，转身下了床榻，便朝门外走去。正当他死心准备开门，林天阳一个瞬身来到他身后，将他打横抱起。很快烛火便被点燃了，然少女依旧抽泣出声：“呜！杨哥你好坏！呜！人家都想好了，一旦踏出屋内，从此便不再理你了。”林天阳一脸心疼，柔声道：“月儿，抱歉，是我不好。你知道人家刚才有多伤心？”“看着女子哭得如此伤心，林天阳心疼无比，便吻住了她的红唇。上官月一脸懵，瞳孔骤缩，美眸圆睁，唇上传来的温润触感让他浑身僵硬，大脑一片空白，整颗心就仿佛要蹦出体外。我的初吻！慌乱的他连忙紧闭双眼。1个小时悄然而过，看着床单上那抹鲜红，林天阳笑得喉咙咯咯咯直响。上官月紧咬后槽牙，鼓起腮帮，一脸没好气道：“杨哥，你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吗？”上官月连忙拉起被子，将自己凹凸有致的娇躯像粽子般裹了起来，只露出个小脑袋，满脸羞红。林天阳捧起上官月的脸蛋，二人四目相对。许久，林天阳方柔声道：“月儿老婆，该叫夫君了。”林天阳微微一笑，轻轻在她红唇之上吻了一下。春分。小丫头微眯着双眼，一点点睁开，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娇声道：“夫君。”“月儿老婆。”看到林天阳结实的肌肉后，上官月忍不住惊呼出声：“呀！”随后内心嘀咕道：“夫君身材高大，想不到肌肉线条这么明显，看着好有安全感，诱惑力。”上官月不知不觉心跳得更快了，随后更是大胆伸出玉手，在他臂膀上戳了戳。一场旖旎悄然展开。经过昨晚的大战，林天阳早上起来，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分明是跨入了淬体11层，稀里糊涂就淬体进11层了。他才刚突破淬体10层，按道理不应该那么快突破境界。林天阳思来想去，问题就出现在上官月身上。难道月儿是什么辅助修炼的体质？想不到跟上官月来了一次精神与灵魂的交合，短短1夜就突破了淬体11层。若是再来个2天，那自己岂不是轻轻松松便能突破炼气境了？所幸对自己是好事，林天阳也懒得去追究了。境界划分，淬体、炼气筑基和丹和阴地灵也称破凡境。将熟睡的少女从怀中移开，林天阳就起身去准备早饭了。伺候好二女用过早饭，小老头总算是赶回来了，一脸神清气爽，估计是昨晚酒喝爽了。准备出发玄天城，刚起身，林天阳便发现了上官月的异样。他一脸娇羞，在苏婉晴的搀扶之下，走得一瘸一拐的，颇像只小鸭子。林天阳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本脸皮就薄的少女，听到林天阳的笑声，小脸变得更红润了，颇像颗水蜜桃，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上前尝上一口。随后便遭到了上官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丫头，还不忘在苏婉晴面前告她壮娘？你看杨哥超级坏，他还笑人家。”苏婉晴没好气道声：“杨儿。”随即一个眼神便瞪了过来，看着2道充满幽怨的眼神朝他袭来，林天阳收起了笑容，索性便来到上官月身前，一个扎实的马步将身后的上官月轻轻一拉，便背了起来。轻软林天阳的第一感觉，起身之时还顺势将身旁苏婉晴的手牵了起来。苏天宇开口道：“时间差不多了。”见门外狗剩带着孙子狗二蛋前来接管他们家，林天阳便已经猜出小老头这是把家底托付给了狗剩一家，随即大步向前，没再耽搁，走出了小院。小老头临走还不忘给自己的发小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毕竟这趟走后很有可能便再也见不到面了。二人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还不忘抹在对方身上，看得林天阳一阵无语。至于他跟上官月的关系，
苏天宇早上回来便见三人关系暧昧，他又怎么会猜不出他们之间的事？原本就是他出的馊主意，索性就当没看见。再被林天阳背起，起初上官月还一脸不情愿，当他靠在林天阳宽阔的背上，那温暖的感觉令他着迷，才刚走出柳叶村，便趴在他背上睡着了。早在林天阳决定要去青云宗，便已经打探过了，天玄城要去青云宗，首先就得先前往青云宗管辖的青云城，而单靠2条腿，估计走一辈子都走不到青云城。据说天玄城距离青云城足108000里遥远，况且还有迷路的风险，而想要前往青云城最快的途径便是搭乘传送阵，而费用自然是相当昂贵的，一人便要3块灵石。因此林天阳进入玄天城，便带着众人直接来到搭乘传送阵门外的客栈，租了一间房子，价格虽贵了点，3天便要1块灵石，那也没办法，他这是冒着风险去卖灵米，一旦收到灵石，他便想带着众人第一时间搭乘传送阵离开，好脱离别人的追踪。临走之际，还特地将之前卖灵米剩下的90块灵石交给了苏婉晴保管，自己只留了9块灵石，并且向其交代了，若他3天后没回来，便先带着上官月前往青云宗，到时候会去找他们。听着自己夫君仿佛在交代后事，苏婉晴面露不舍，死死地拉着林天阳的袖子，指尖都攥白了。夫君能不能不去人家，不想离开你？林天阳微微一笑，在女子双唇吻了下，安抚道：晴儿乖，这里是凡人城镇，夫君去卖点灵米换点灵石，好脱身，一旦去到修士聚集的圣地比较麻烦。见苏婉晴还是不肯松手，林天阳再次出口：晴儿，别吵醒月儿睡觉，夫君保证会很快回来。在林天阳的再三保证下，苏婉晴总算是松手了。林天阳便不再耽搁，带着苏天宇便朝万宝阁前去，毕竟他杀了天玄城萧家的人，对方什么时候会找上门，他也不清楚。刚踏进万宝阁，林天阳便被1年前接待他的万宝阁执事认出来了。老者一副点头哈腰朝他靠近，双眼冒着金光，好在对方的境界只有淬体8层，林天阳方放下戒心。小友总算又见到你了，我可想死你了。听到老者的话，林天阳浑身起鸡皮疙瘩，反倒朝后退了2步，一脸谨慎地看着对方。老者连忙解释：小友误会了，我不是想你。不对，呸呸呸！老者整理了一番思绪，重新朝他小声道：小友，极品灵米非常稀缺，不知道小友是否前来出售灵米的？是的，林天阳淡淡道。小友请随我上阁楼，我们细聊。林天阳配合，毕竟在大厅太显眼了。至于小老头，他压根没见过世面，一辈子没走出柳叶村的他，早就被外面的花花绿绿惊呆了，更是一步不敢离开林天阳身后，颤抖的手还紧紧握着他的服饰，就跟个孩童似的，生怕走丢。2人被迎到了2楼的一间雅阁，非常安静。老者替2人斟好茶，老者便直入主题：不知小友这次打算卖多少灵米？请问执事你们能收多少？还有现在的灵米价格多少收？万宝阁执事放声大笑：哈哈，小友你是还不清楚我万宝阁的实力，我万宝阁多少都收得起，只要你有，老夫的权限是10万灵石，10万灵石之内，老夫都可以自行决定。哦，林天阳倒是意外了，区区淬体境竟然有如此大的权限，能调配10万灵石。只是我这次要出售的比较多，你这边还是请你上级前来与我交涉吧。万宝阁只是一脸狐疑，仰着头不停打量着林天阳，不知小友有没跟老朽开玩笑？10万灵石都不够买你的灵米吗？林天阳微微一笑，随即摇了摇头。见林天阳一脸认真诚恳，老者起身来回走了几步，随即从怀中拿出了一个令牌，对着令牌悄悄说了几句话。至于说了什么，林天阳倒是没听清楚。卧槽，这个世界这么发达的吗？那玩意不就跟手机的功能一样，可以随时给别人发信息？万宝阁只是一脸担忧，再次上前：小友你没跟老夫开玩笑吧？老夫可是联系了我们小东家前来，这可是关乎老夫的前程。看着万宝阁长老，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双手不停颤抖。林天阳再一次开口：放心，我没跟你开玩笑。至于苏天宇这个小老头，则更是紧张了，坐着的双腿不停打颤。他压根就不知道林天阳有多少灵米，他只知道家里灵米怎么吃都吃不完。林天阳没说，他们也都没问。林天阳之所以想在天玄城卖掉灵米，那是因为这里的人境界并不高，他也容易脱身。二则是他马上要离开天玄城，压根就不怕别人找到他。至于实在脱不了身，他也不怕，大不了躲进空间里待一阵子。终于在林天阳喝下第5盏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招雅间走入。林天阳转头朝进门方向望去，随后便见一少女走入，
年龄估摸也就跟上官月差不多，身穿白色碎花长裙，裙摆之处还镶嵌着一排玉石，显得格外高贵，身姿轻盈苗条，裙子紧紧贴着腰腹，丝毫看不到一丝赘肉，勾勒出令人着迷的曲线，皮肤白皙胜雪，粉嫩光滑，面容温婉绝美，当真是绝色佳人，臀翘丰挺。仅一眼，林天阳便挪开了目光，少女再美，还是比不过她的景月儿。少女也很是意外，原本还以为是个大叔，没想到是个少年，长得还挺俊逸的，不禁令他双眼一亮。林天阳这轻轻一瞥，便转移了视线，这倒使少女更高看了他几分。平常他出行，见到他的男子都恨不得将眼珠贴在他身上，夜夜观摩，而林天阳仅仅一瞥，这倒提起了他的兴致了。少女进来便直入主位，林天阳一脸诧异，朝万宝阁直视望去，只是微微一笑，站到少女身后。小友，这就是我们小东家。林天阳凝眉，完呢？小东家不应该是中年男子，再不济也应该是个少年，怎么跑出来一个小丫头？林天阳心中默念。少女眨巴着灵动的双眼，微微勾着嘴角，小哥哥，是你想见人家吗？看着绝美少女，声音细若游丝，林天阳虽抵抗得住美女的诱惑，但还是愣了一秒。姑娘，我没想见你，我只是来卖灵米的。小丫头依旧不依不饶，死死地盯着林天阳，细细小哥哥对人家的称呼还怪可爱的，人家名唤南宫雪。林天阳微微一愣，这小丫头是来谈生意的吗？怎么更像是来相亲的？哪有上来就自报名讳的？见林天阳有点想起身走人的架势，南宫雪原本一脸搞怪的表情瞬间转变，一副非常老练的架势。小哥，不逗你玩了，不知你有多少灵米要出售，质量如何？林天阳再一次被少女惊讶到了，不愧是出身商贾，说变脸就变脸。那个小东家，请问现在极品灵米什么价格？1斤5块灵石。南宫雪丝毫没有犹豫，便回复了林天阳。林天阳微微点了点头，比上次的价格高了1块灵石，倒也觉得合理，毕竟刚才万宝阁的只是说了极品灵米稀缺，不知小东家能支配的灵石是多少？小哥这是要试探人家的财力吗？南宫雪淡淡一笑，随即从腰间拿出5个储物戒往桌上一放，这里5个储物戒，每个里面有100万灵石。小哥你需要多少自己拿吧。苏天宇都被房间3人惊呆了，全程话都不敢说，就连呼吸都压得极低，生怕吵到他们。他虽没接触过这样的大场面，但灵石他还是知道的。屋内3人开口便是几万灵石以上，而不是几块。林天阳拿起一个储物戒，神识朝内探去，确认了里面有100万灵石，方朝南宫雪道：100万灵石我要了，储物戒送我。林天阳开口就是100万灵石，南宫雪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拿我100万灵石，最少得要有20万斤极品灵米，他真的有那么多极品灵米吗？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极品灵米？南宫雪一脸认真，看着眼前男子的眼睛，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林天阳将储物戒递给苏天宇，小老头颤抖地接过储物戒，随即缓缓悠悠起身。灵石我的人就先带走了哦。林天阳淡淡出口。小哥，生意可不是这样子做。不等南宫雪说完，林天阳已经拿出储物戒，缓缓从中将极品灵米倒在了房间之内。一颗颗鲜红如玉的灵米瞬间掉落在地上，屋内灵气都浓郁了几分。1000斤，5000斤，1万斤，2万斤，这万宝阁长老激动地趴在地上，不停捧起地上的灵米。稳了，老朽的前程有了，小友当真没骗我，差点把老夫的心脏吓停了。我的人可以走了吗？南宫雪点头回应，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眼前男子，想从他那双清澈的眼睛看出他的神秘。得到了南宫雪的同意，苏天宇丝毫不敢停了，拔腿朝屋外跑去。早在来之前，林天阳就跟他说好了，拿到灵石便第一时间回去，带着苏婉晴、上官月先乘坐传送阵去青云宗等他。南宫雪淡淡一语，李执事你先下去招待宾客。林天阳心中一惊，连同万宝阁执事2人齐齐望向南宫雪。见2人的态度，南宫雪连忙解释，小哥放心，我若想留下你那家仆，刚才便不会让他走出万宝阁。李长老让你下去招待宾客，字面上的意思，你别坏了我万宝阁的名声。李执事才不会多管闲事，对他而言，这单生意成了，他的前程便有了。起身一脸兴奋，朝少女躬身行礼，便走出雅间。其实林天阳压根就不怕，若万宝阁敢乱来，他会第一时间将灵米以及自己收起，遁入空间躲起来。此时的屋内，灵米早已经堆积如沼，不停掉落在地上相撞，闪耀着一抹鲜红的极光。2人对立而坐，四目相对。然仅一个眨眼，林天阳压根就看不到，原本坐在他对面的南宫雪
瞬间便坐到他大腿之上，靠在他怀中，连同手中的储物戒都被对方夺了过去。林天阳惊讶，浑身汗毛倒立，微张着嘴巴，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怀中诡异少女。空气瞬间凝滞，二人四目相对。林天阳现在连眼睛都不敢眨了，他怕了，怀中少女竟然如此诡异，看着年纪不大，但身法却如此诡异。他不敢再分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南宫雪。若少女有任何不轨之处，他不介意把对方收入空间。南宫雪神识朝储物戒探入，加上地上的灵米，整整20万斤。随后便将地上灵米收起，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林天阳怀中，一双修长的玉腿还在半空中轻轻摇晃。你林天阳刚要开口，却被一根光滑的手指按在双唇之上。少女婴灵般悦耳的声音瞬间传到他耳朵里：小哥哥，人家漂亮吗？南宫雪出口。林天阳满脸疑惑，一脸凝重地盯着他，他压根猜不透对方的目的。南宫雪想不通，自己都坐到他腿上了，林天阳竟然会是这个表情。见林天阳对他一脸警惕，没被他的美貌所折服，南宫雪更大胆了，双手直接环住他的脖颈，缓缓靠近。两人呼吸交融，心跳声清晰可闻。见少女轻浮的举止，林天阳想避开，却发现身体完全动不了，被一股无形之力牢牢禁锢，吓得他背后打湿一片。他心中暗自打算着，若南宫雪再有不轨之举，哪怕暴露空间，他也要将对方收入空间，将其镇压。南宫雪继续靠近，光滑的额头紧贴他的额头，粉嫩的双唇在他唇上轻轻摩挲。他这是在做什么？难道小爷魅力真的有这么大吗？初次见面竟然对我这样的举动，林天阳哪里受得了？原本一脸警惕的他，早已被怀中少女的诱惑勾起一身燥热。不知过了多久，南宫雪停下了，微微从对方的红唇分开，脸上浮起了少女羞涩的红霞，扬起嘴角搞怪道：小哥哥，人家境界可是很高的，若要害你，你早就死了，别那么紧张嘛，人家又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你看你都吓出冷汗来了。说着，南宫雪收回玉手，轻轻一挥，汗水瞬间从他掌间消失。小哥哥，这可是人家的初吻。南宫雪一脸媚笑，人家把初吻给了你，你要如何报答呢？话音落下，他解除了对林天阳的束缚，正欲起身离开，坐回原位。可林天阳又岂能甘心，让这小妖精点燃熊熊烈火后，拍拍屁股走人。重获身体掌控的第一瞬，他便将南宫雪重新搂入怀中，俯身上前吻住了那抹嫣红的唇。南宫雪瞳孔骤缩，美瞳大张，满脸慌张，脑袋一片空白。他怎么敢？明知我的境界比他高，他竟然敢对我！南宫雪本想牺牲点美色，留下林天阳的心，压根就没打算做到这一步。南宫雪一时不知所措，感受着双唇传来的温润触感，还挺令他着迷，很快就选择了闭上双眼，任由林天阳对他的侵犯。很快，林天阳那双不老实的手便伸向南宫雪腰间的系带。感受到林天阳的意图，南宫雪强行扭头，避开了那炙热的吻，双手死死按在林天阳的手上。南宫雪虽很享受，但衣服是她最后的底线，仅存的一丝理智令她无法再无动于衷，任由林天阳继续下去。看着怀中少女脸颊绯红，美眸泛起泪花，睫毛被泪珠浸湿。林天阳端起桌上冷茶，一饮而尽，随后将少女抱起坐下。二人久久无言，被那双清澈的眼睛凝视着，南宫雪终究抵不住娇羞，毕竟她也才18芳华，只好趴进林天阳怀里，躲开他目光。你境界太低了，现在若要了人家，家里人不会放过你的。南宫雪娇声道：可以跟人家说你的名字了吗？林天阳。天阳哥哥真好听。看着怀中少女原本还一副羞涩的表情，再抬头已经是欢快小精灵，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性格，果然女人心海底针。林天阳心里默念道：天阳哥哥，这是人家的令牌，要是遇到什么危险，记得给人家发传音，人家可厉害了。看着怀中人畜无害的少女那一脸期待的表情，林天阳淡淡一笑，伸手接过南宫雪递过来的令牌，仔细一看，一块通体为黑的令牌，中间还刻着一个万字。林天阳试了一下，按照万宝阁执事之前的操作，果然南宫雪腰间的令牌瞬间亮起了一阵不停闪耀的绿光。天阳哥哥，以后你就可以联系人家了哦，人家的联系方式可不是别人随随便便能得到的哦。南宫雪说完，还不忘在林天阳脸上留下了一抹鲜红的唇印，随即又变成一副少女害羞的姿态，微微低下头，不敢去看林天阳。本就邪火乱窜的他，又怎么会任由少女亲他？
怎能不找回场子？他俯身上前，再一次品尝着少女的香咸。南宫雪倒是没有拒绝，反倒主动迎合，直至把女子吻到上气不接下气，林天阳方心满意足地走出万宝阁。林天阳走后，屋内凭空出现了一道身影。小姐，她才淬体境，你这样是不是太便宜？女子话都未说完，当她接触到南宫雪那冰冷眼神，瞬间就闭上了嘴巴，朝其跪了下来。珊珊姐姐，大宗门一年都未必种得出10万斤极品灵米，林天阳哥哥他随便就能拿出20万斤极品灵米，要么他有特殊的种植技术，要么他是隐世不出的大家族子弟。我若得到他的支持，那未必不能与姐姐争一下下任阁主的宝座。南宫雪柔声道。在听到了南宫雪的解释，南宫珊珊脸上那一丝不解瞬间消失，随即便是一脸崇拜地看着南宫雪。珊珊姐姐，你不许把天阳哥哥的事跟任何人说，包括爹爹。是的，小姐。南宫珊珊回话。南宫雪倒也不担心南宫珊珊，毕竟她可是自己的贴身侍女，还是签订了主仆契约。主仆契约一旦与他人灵魂签订了主仆契约，将失去自我，自己的一切过往都会被传输到主人的脑海里，将不再有任何自己秘密，且无法违背主人下达的任何命令，主人甚至可以一念断且生死。林天阳收起了万宝阁的令牌，走到1楼大厅，迎宾的执事便立马上前，笑容满面的他满脸褶皱，连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不停朝他弯身感谢，直至将他送出万宝阁，还特地给他塞了一个储物戒。生意已经交易完成了，只是恭敬送他出来，他能理解，可为何要给他储物戒，且里面还有28块灵石？林天阳不解朝万宝阁执事出口，李长老，你为何要给我储物戒灵石？小友，储物戒是我们小东家传音吩咐给您送的，至于灵石，还望小友莫嫌少，这已经是老夫这些年存下的所有灵石，感谢小友对老夫的信赖，达成了这单生意，老夫也算是熬到头了，不用在这凡人城镇老死了。南宫雪那小丫头心思还挺缜密，我都忘了储物戒被她夺去了，还主动找人给我送了一个储物戒过来。林天阳回头朝万宝阁2楼望去，便见刚才雅间的窗户被打开着，窗下还露着一个小脑袋，估摸是少女害羞，见他回身来不及藏好。林天阳也不推脱，收起储物戒，大步朝传送阵反方向踏去。感受到林天阳渐渐离去，窗台之下的小脑袋又探了出来，直至看到林天阳消失在他的眼前。林天阳丝毫没有耽搁，此刻的他已经收起一副俊朗的表情，他可记得昨天逃跑之人的样子，他在上官府住过2年，又怎么会不认识上官明？虽体型长高了，但那副尖嘴猴腮的模样依旧如当年，令他讨厌。敢觊觎小爷的女人，还敢令他们落泪，虽然你是师尊的侄子，但也必须付出代价。很快林天阳便来到了上官府，但是他没从大门进入，反倒是来到了后门，双腿一个蓄力，瞬间翻进2米高的围墙。打探消息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府内的下人，于是林天阳便直接来到下人住的房子，趴在墙边。很快屋内便传出来了微弱的女子声。如花姐，我跟你说，萧家又来了，那可是玄天城第1大家族萧家，好像说去什么柳叶村没找到人，人跑了之类的话语，又来找咱们少爷出气来了。不知道少爷这次惹了什么大事，竟然引得第1家族的萧家2度找上门来寻，如今正被家主留在大厅安抚着。翠花，不该听的别多打听，也别到处说，他们那样的大人物少些牵扯，小心小命不保。如花姐，人家没有打听，就只在你面前说说而已，就是刚才端茶送进去的时候碰巧听到的。翠花，都什么时辰了，少爷午休快醒了，你还不快点端洗脸水过去？你不怕少爷今晚又拿鞭子抽你吗？是啊，如花姐，你不说我都忘记了，我现在就给少爷送过去。听着丫鬟的对话，林天阳总算是知晓了萧家的动向，好在今早走得早，没有遇到萧家的人，不然倒是有点麻烦，但也是仅仅一点，如今他淬体11层了，压根就不怕萧家来寻仇。看着名为翠花的女子匆匆跑出，端起一盆水便朝主院而去，林天阳自是一路尾随，毕竟上官府也就一位少爷，便是上官明。萧大人，您先息息怒，可不能让林天阳那小畜生跑了，我儿子可是被他吓得大病不起。上官浩道。萧远山一脸没好气，哼，你儿子只是病了，我儿子可是死了。萧大人，当务之急应该找城主帮忙，免得让那小畜生通过传送阵跑了，晕入大海，到时可就不好找了。萧远山丧子之痛，一时失去了理智，连忙拿出了令牌，向城主发出寻求帮助的讯息。见翠花来到一处安静的小院，正抬手欲要敲门，林天阳也不再隐藏了，一个顺身来到他身后，一记手劈将翠花拍晕，左手顺势接过翠花手中的洗脸盆，免得惊醒房中之人。将水盆放下，
林天阳轻轻推开了房门，直入主卧，见床榻之上的面孔果然是上官明。此时的他正在熟睡，原本在来的路上，林天阳便想杀了此人，可如今看到他本人，林天阳反倒不想让他轻易死去。林天阳一击得手，熟睡中的上官明瞬间蜷缩成一团，睁开双眼，便看见林天阳那满脸杀意的眼神。他怕了，随即而来，丹田之处便传来疼痛感以及境界的急剧下滑。满脸惊惧的上官明想大喊出声，可如今的他已经是一介凡人了，哪有力气挣脱对方捂着他嘴巴的手？废了被林天阳一击给废掉了。丹田之处便是修士的罩门，一旦灵台被人打碎，此生便再也无法修炼。上官明知道以后面对自己的下场是什么了，从原本名震天玄城的上官公子，将彻彻底底沦落为废人，以后承载的不再是别人的仰望敬畏，而是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是别人的大打出手。在这实力为尊的世道，没了修炼资格的他，连蝼蚁都不如。平时桀骜不驯的他，依靠着家族境界欺男霸女，甚至还不停打压不如上官家的那些中小势力家族，且现在还要承受林天阳的疯狂报复。咔嚓一声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疼得上官明双瞳布满血丝，眼球都快爆出来了。上官明很清晰地感觉到四肢被林天阳踩断，直接疼晕了过去。敢亵渎晴儿死，对你而言太便宜你了。仍不泄愤的林天阳抬起脚便朝上官明的裆部踩去，感受着脚底传来的鸡蛋碎裂声，林天阳仍然不满足，只是断子绝孙还是太便宜你了。随即便是连续出脚，直至将上官明的命根子踩成肉泥，方心满意足走出房间，很善解人意帮他关上了门。刚翻身上围墙，屋内便传出来了惨叫声。林天阳心神一震，卧槽，那家伙晕是装出来的，都被我折磨成这样了，还想着保命，当真城府够深。爹救我，小畜生林天阳在这里。听到后院上官明那凄厉的惨叫声，上官浩、萧远山第一时间便闯入了后院，来到屋内。看着上官明此时的模样，上官浩牙齿都咬碎了几颗，大喝出声：小畜生林天阳，我与你不共戴天！我的儿啊！上官浩哭得老泪纵横，他都不知道该请什么样的神医方能治好上官明了。萧远山看到上官明的模样，不禁咽了咽口水，被林天阳的狠辣惊到了。如今的他都在想，还要不要为他儿子报仇一事了。林天阳一路疾驰，朝传送阵而去，丝毫没再耽搁，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他已经没有理由留在天玄城了。至于萧家、上官家，罪魁祸首都已经得到该有的报应，他也不想滥杀无辜，毕竟他也不是一个嗜杀之人。当然，若是对方想要报仇，他也不惧。然林天阳的背后却始终跟着一条尾巴，林天阳的整个作案情景都被他全程目睹，他都不知道林天阳为何要如此折磨一个人，对他的狠辣反倒开始担忧起自己未来了。林天阳来到传送阵门口，便排在了队伍的末尾。然当他朝前方望去，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坐在大门口，不停朝队伍前的人打量着。苏爷爷，他怎么还没走？顾不上排队的他，只好朝苏天宇走去。看到林天阳的瞬间，原本焦躁的小老头总算是安心了，一把握住林天阳的手。林天阳出口：苏爷爷，你怎么还没走？晴儿跟院呢？天阳啊，我把储物戒交给晴儿了，他们都不肯走，非要等你回来。在我再三保证下，一定会带你去青云宗找他们，他们才肯踏入传送阵，我就留了下来了。下一班传送阵将在2炷香后发动，请没交灵石的人尽快上前把灵石交了。听到维护秩序的人大声宣读，林天阳便上前买了2个传送阵的位置，朝管理的人递出了6块灵石，接过对方的2张票据，拉起小老头排在了队伍的末端。小畜生林天阳休走！一声大喝将众人的眼光集中了过去。林天阳转头朝发出声音之人望去，便见上官浩带着一帮人朝他冲来。排队之人见对方来势汹汹，纷纷退到一旁。林天阳一手便把小老头推到一旁，镇定自若，面对着众人。足足数十多号人，林天阳压根就不惧对方。他很清晰感受到对方来的人境界最高之人也才淬体11层，跟他境界相当，其他人境界都在淬体8层左右，上官浩最菜才淬体6层。这时候一青年好奇众人为何杀气腾腾，朝一旁穿着较为华丽的中年男子问起来人的身份。前辈，他们是何人？你认识吗？青年出口：小友，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刚好认识他们。中年男子扬起头颅，一脸得意向青年说道。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人是天玄城第一家族的萧家家主萧远山，右手边那个一身肥膘的那个是上官家的家主上官浩。前辈，那你知道他们因何事纠纷吗？青年出口：这我就不知道了。
中年男子也好奇，堂堂两大家族家主，究竟因何事会对一少年露出那么浓烈的杀意？在听到了围观之人的讨论，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了那个境界与自己相当的中年男子是萧家家主萧远山。你为何要杀我儿子？萧远山大声喝道，直视着林天阳。他也不敢贸然出手，毕竟对方小年纪，境界就已经跟他相当，在没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愿意得罪一位如此年轻、天赋还奇高的少年。萧大人，此贼如此阴狠毒辣，就别跟他废话了，我们一拥而上，将其拿下，为我们的儿子报仇。上官浩愤怒出口。听到上官浩的话语，围观众人总算是知道，为何两大家主会亲自来对付一少年。原来少年杀了他们的儿子。有不少人面露微笑，然却不敢发出笑声，然心里却不停为林天阳叫好。上官明萧天，那可是玄天城有名的纨绔，仗着家族势力调戏良家妇女，无恶不作，做的都是丧尽天良的事。林天阳淡淡一笑，迎着萧远山的话接去。萧家主，你儿子敢觊觎我妻子，还敢对他用强，还好我刚好赶了回来，没让他得逞，不然今日你萧家就不是单单死一个儿子了。林天阳目光如剑，气势逼人，就连萧远山都感到了压力。不行，我不能让天儿死了，连名声都被此子败坏。萧远山怒斥出口，胡说，我儿子岂是那样的人，我萧家明明是下了聘礼的，这个你可以问上官浩。上官浩出口，对，我侄女的婚事是我定的，聘礼我已经收下了，明明是明媒正娶，你有什么资格替他们安排婚事？师尊的死讯传来，第二天我师娘一家便已经被你这所谓的二叔赶出了上官府，你哪来的脸替他们安排？林天阳反驳道，原来如此欺负孤儿寡母之人，还要插手被自己赶出去的侄女婚事，当真是无耻至极。有不惧上官家之人带头发话，随后越来越多人朝上官浩指指点点，当真是畜生，欺负自己的寡嫂，还有脸安排侄女的婚事。被林天阳当场说出了糗事，见围观众人当着他的面指责，上官浩当即朝身后家丁挥了挥手，示意大家一起上拿下林天阳。家丁会意，二话不说便朝林天阳一拥而上，区区淬体8成，哪怕再来10人，林天阳都不惧。朝他袭来之人，林天阳一一赏了他们一记虎啸拳，疼得他们龇牙咧嘴，满地打滚。见那么多家丁都无法奈何林天阳半分，上官浩已经有点慌了，他的境界可是连自己家丁都不如。连忙转头朝萧远山望去，见对方眼神并无杀意，上官浩也只好出言讥讽，萧大人，你还不出手吗？那可是杀了萧天的凶手啊！堂堂天玄城第一大家族的萧家家主，儿子都被人杀了，竟然连替儿子报仇的勇气都没有，当真是千古佳话。原本萧远山已经打退堂鼓了，他还要为家族考虑，并不想因一个死人得罪这样一位有着莫大潜力的年轻人，且自己儿子那德行确实是出格了些。在上官浩的一再挑唆下，终究还是忍不住对林天阳出手，毕竟对方确实是杀了他儿子。所有人心头狂跳，仰望林天阳展现出的战力，打得家丁们哀嚎连连，不少被上官家欺过之人更是明目张胆地鼓起了掌声，不停地夸赞着林天阳。少年打得好啊，小友替老夫再打多2拳。年轻人，我家中有未出阁的女儿，待会到我家中坐坐可好？砰！一声巨大的声响之下，原本围拢的吃瓜群众纷纷被两人的这一招散开的威压震退了数十步。在林天阳出手教训上官家的家丁，萧远山找到了机会，一个瞬身便来到了林天阳身前，一脚对着林天阳攻来。让林天阳没想到的是，这个萧远山的腿法居然硬撼住了他的猛虎一击，且还没有受伤。萧远山则是双目圆瞪，一脸不可思议。在他出其不意全力使出的萧家绝学旋风腿，那可是下品武技，林天阳竟然能以一拳之威将他震退。两人虽没受伤，然萧远山已经知道自己不如对方了，因为林天阳稳稳站于原地，而他却已经被对方震退数十米。此时的他恨透了上官浩了，若不是他一直在旁挑唆，他压根就没打算出手。如今他骑虎难下，既已出手，便没道理半途而废。林天阳之所以能那么快反应过来，那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把重心放在这群家丁身上。真正令他有所担心的是萧远山，毕竟对方有着跟自己相同的境界。好！上官浩大叫出声，大伙配合萧大人，一起朝着小畜生发起攻击，别给他喘息的机会。萧远山一脸无奈，自己竟然被上官浩牵着鼻子走，他已经打算好了，待他拿下林天阳，下一个要对付的便是上官家，都是因为他们家的哄骗，萧天才会去招惹到这么一尊煞神。正当大伙准备一拥而上，一声不合时宜的大喝声喊停了众人，都别打了！这股炼气劲威压，萧远山第一时间便察觉出来者之人的身份，瞬间停下了脚步。
上官浩转头见城主大人来了，第一个便冲到了他的身前，那哭的真是见者落泪，闻者伤心。呜呜，城主大人，你总算是来了。那个小畜生把萧家主的儿子杀了，今日更是潜入我府内，偷袭了我儿子，把我儿子给废了。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那是城主楚天阔，城主可是天玄城唯一一个炼气境的存在。小友快跑吧！已经有好心人偷偷朝林天阳小声道。楚天阔转头望向那不动如山的少年，朗声道：小友，是非曲折，请随我回城主府说清楚先吧，别在城内闹事。不好意思，我正赶着搭乘传送阵前去和我妻子会合。城主大人，城主府我便不去了。林天阳出口。原本一脸和善的楚天阔见林天阳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瞬间一股属于炼气境的威压便朝林天阳袭去。林天阳正要散开威压抵抗，身前却瞬间出现了一黑衣女子，漂浮于半空，玉手一挥，场内的威压顿时悄然消失。楚天阔见来者之人悬浮在半空，腰间还佩戴着一个万字的令牌，顿时就摆出了一副恭敬的姿态。世人只知他是天玄城境界最高之人，是天玄城绝对的王者。而在他看来，天玄城最有话语权的却是万宝阁，就连他都不敢招惹。没办法，万宝阁能开遍周边各城，没有足够的实力，压根就无法站得住脚跟。而他也只是一个炼气境的修士，就这么突然冒出来的蒙面女子，却是能做到悬浮于半空，而他根本就做不到。天玄城城主，他是我家小姐的人，请问他可以走了吗？南宫珊珊自带着威压说出，吓得在场众人浑身冒冷汗，也只有林天阳跟没事人一样站在原地。没办法，他可是南宫雪看上的人，南宫珊珊又怎敢做出对他不敬之事？南宫珊珊一出现，林天阳便认出了他的身份，脑海里便出现了一道绝美的少女身影。没办法，对方腰上的令牌太过显眼了，可以快启动传送阵，送小友离开。楚天阔道。见城主都发话了，南宫珊珊也不便久留，他此次跟随在林天阳身后，便是南宫雪察觉到林天阳走时的方向与苏天宇老头的方向相反，担心他的安全，才纷纷他暗中保护。楚天阔当即了断，他才不管萧家还是上官家死了多少个儿子，这都跟他没关系，当务之急是送走这个瘟神。楚天阔的出现倒是解决了萧远山的困境，他本来就不想报仇的。至于上官浩，城主都发话了，而他只不过是淬体6层的小人物，虽气得牙痒痒，却愣是不敢放出一个屁来。林天阳刚想开口感谢一番，女子便悄然消失，刚张开的嘴巴也只好无奈闭上。罢了，待下次见到那小丫头，再好好疼爱她一番吧。林天阳露出一脸邪笑。正当林天阳准备走入传送阵，萧远山连忙上前，一脸恭敬：小友，且慢。林天阳转身望去，见萧远山一脸恭敬，这倒是令他有些意外了。小友犬子冒犯了您的妻子，这是我的一点歉意，望小友收下。林天阳看着萧远山双手高举的储物戒，林天阳神识探入，便见里面有50块灵石，倒也没矫情，一把便收了起来。萧家主不妨趁着年轻，重新再练个小号，这次可得管教好，别再受奸人所累。懂，小友我都懂。说出奸人所累之时，林天阳的眼神死死盯着上官浩，又怎么会逃得过萧远山？哪怕不用他的提醒，他就准备要拿上官浩开刀了。小友，你看我们这点误会能否和解？我并没有怪责小友，我也会听劝，回府便开始重新练个小号。林天阳转身朝后挥了挥手，拉起苏天宇老头，便踏入传送阵。进入传送阵，一股难闻的气息扑面而来，林天阳捂着鼻子，很快便找到了他们俩的座位。29号、30号刚落座，阵法就启动了。他们俩是最后入座之人，一阵天旋地转，林天阳便感觉到一阵反胃。至于阵中的其他人，早已忍不住了，纷纷朝地上一阵呕吐。阵法还极其不稳定，时而快时而慢，就犹如他前世遇到塞车时的感觉。足足在传送阵内待了1个钟头，林天阳终于知道为什么传送阵内会闻到一股难闻的气息，原来是众人的呕吐之物。期间林天阳还好奇，朝隔壁的大叔问了下，方知晓了其原因。天玄城位于大陆极东，地处贫瘠，灵气稀薄，修士们压根就不愿意前往，传送阵自然也是最低级的，因此才会那么廉价和不稳定。至于为什么阵法内会有异味，那是因为每天晚上才有人清理传送阵，反正进入之人几乎都会呕吐，所以管理的人就懒得每趟都清理了。苏天宇这小老头胆水都吐出来了，压根就走不动路，最后还是林天阳扛出来的。一踏入青云城，林天阳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反胃的症状总算缓和了些许，也终于知道
修士为什么不愿意前往天玄城？他很清晰便感觉出青云城空气中蕴含的浓郁灵气，足足是天玄城的5倍。且刚走出传送阵的大门，随处可见来往之人，几乎都是他感觉不出境界的存在。当真是修士的圣地，林天阳暗叹了一番。抬眼望去，传送阵大门外数百人举着牌子，林天阳扛着小老头一路走过去，几乎都是一些小门小派在招收新弟子。什么斧头帮入会便送下瓶斧头一把，杀头帮入会就送下瓶武技一门，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送武器，有送武技，有送灵石，有送合修道侣。林天阳一路走，直至走到末尾都没看到青云宗的牌子。看着最后一股抹17、18岁的少女举着万事通的牌子，林天阳颇为好奇，画这么大的饼，万事通，姑娘，你这万事通是什么意思？少女非常有礼貌，朝2人拱手行礼，大哥哥，问路或者带路，1块灵石。哦，你可知道青云宗如何走？大哥哥1块灵石，我带你们过去。林天阳看着少女，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长得倒也算清秀脱俗，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出来讨生活，索性就给他递了1块灵石。毕竟如今他也不缺灵石，能帮一下别人就帮下，刚好自己也不知道青云宗的方向，索性就让他为其带路，这样他也省事。大哥哥，谢谢，请随我来。少女拿起牌子便朝左边方向走去，林天阳、苏天宇立马跟上。哎，兄弟，你们罗虎门这个月招收了几名新弟子了？招个屁，人才都被4宗一城一格招揽完了，我们这些九流班会哪里有什么弟子愿意加入？2人一路被带出了青云城，整整1个下午，足足走了上百里路，直至天黑方来到了一座巍峨的大山前。感受着此处的浓郁灵气，林天阳还暗自夸赞了一番，青云宗果然是大宗门，就连宗门位置的灵气都更浓郁了几分。大哥哥来，从这个传送阵进入便是青云宗。少女非常有礼貌，林天阳倒也不担心，毕竟对方也只有淬体9层的境界，拉着小老头便随着少女一步跨入传送阵。一阵天旋地转，2人睁开了双眼，抬眼望去，清风高耸直入云端，山峰很高，雾气如乳白的绸缎缠腰，半山苍松翠柏叠叠成浪，卸下一股清凉的绿。此时的天色渐暗，他们也只能看到个大概。2人感叹出口，不愧是大宗门的圣地，灵气比青云城还要浓郁出1倍。当2人再次望向少女，此刻的她却露出了一脸邪笑。2人顿时心中一惊，不等2人有所反应，便见到在他们面前的百丈石门正中央缓缓亮起了3个硕大的字：合欢宗。2人一脸懵逼，正打算询问少女究竟是什么情况，而此时的少女境界瞬间攀升，到最后林天阳都探查不出她的境界。欢迎2位加入合欢宗。丫头，我们是要去青云宗，我们不要加入什么合欢宗，这是什么宗门？苏天宇颤声道。林天阳两世人生已经猜出了端倪，卧槽，这是进贼窝了。合欢宗听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宗门。林天阳拉起身旁的小老头，便连忙后退，想退回传送入口，然传送阵法却始终没有反应。少女清脆出声：大哥哥没用的，进了合欢宗没有宗主或者圣女的许可，你们是启动不了传送阵的。丫头，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小老头愤恨出声：麻烦了，若是出不去传送阵，他就算带着小老头躲进空间，那也出不去这个所谓的合欢宗。不等2人有其他反应，看守山门的女弟子便已经来到他们身前，大笑出声：走走走，别磨蹭了，进了俺们合欢宗，那是你们10辈子的福报。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少女，林天阳大骂：卧槽，拐骗弟子加入宗门，还说得如此不要脸的话，当真是不要脸。然这些话他也只敢在心中默念。林天阳现在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一辈子躲在空间之内吧。他倒是想看看这所谓的合欢宗是什么狗屁宗门，居然靠骗逼迫弟子加入宗门。2人很快便被领到了山腰之处，来到了一处写着内务殿的屋内。李师姐好。少女恭敬行礼，随即朝林天阳2人看去：你们2个还不快快给师姐行礼？苏天宇脱口而出：丫头，我都一把年纪了，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和爹了，给你们行礼，你们不怕折寿吗？美妇人玉手一挥，啪，清脆的响声瞬间响起，苏天宇脸上瞬间浮现出了一个巴掌印，整个人愣了数十秒。李师姐没好气道：哼，实力为尊的世界，少倚老卖老，没有实力啥也不是。挨了美妇人的一巴掌，小老头连忙躲到林天阳身后，不敢再随意开口了。林天阳只好拉着苏天宇，学着少女的姿势，拱手朝那名李师姐行礼。叫什么名字？听到了李师姐的询问，2人不敢耽搁，很敞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字：林天阳、苏天宇。
屋内摆放着一块超级大的白色石头，按照李师姐的吩咐，小老头上前，手掌放在了大石头之上，顿时石头亮起了一个2字，随后一阵光柱突然升起，红色的光柱不停上升，直到升至大石头刻着上字的地方便停住了。李师姐原本对苏天宇还一脸没好气，看到他2品灵台更是直摇头，直至看到苏天宇灵根升至上的刻度方有所缓和，随即又摇了摇头。苏天宇2品灵台，上品火灵根，灵根倒是不错，可惜年岁过大，姑且做个杂役弟子吧。下一个。不用弟子们催促，听着李师姐的汇报，林天阳便主动上前，将手掌放到大石头之上。他已经猜出这应该是要帮他们2测天赋，而那块大石头便是测灵石。看到林天阳的相貌，李师姐眼前一亮，满脸期待地看着测灵石。大石头顿时显示了一个1字，随即测灵石同时亮起了9道光柱，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冰黑且全部都上升到下的刻度，便停了下来。林天阳转头望向李师姐，李师姐一脸诧异，竟然是杂灵根。她没有想到林师妹竟然会把这样一个奇葩给拐到宗门里来。5灵根虽然有修炼资格，可是少有人能突破炼气境，至于9条灵根之人，她闻所未闻。若是无法突破炼气境，淬体境的她除了身体强壮力气大，在李师姐眼里和普通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李师姐朝林师妹问道：师妹，你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废物杂灵根带回来？林师妹急忙回答：师姐，我也不知道他是杂灵根，不过师姐，你看此人英俊不凡，且境界已经是淬体境11层了，不妨先把他留下来，做个杂役弟子先吧。李师姐朝林天阳看了看，一脸可惜道：1品灵台9灵根，做个杂役弟子吧。随即当着林天阳的面唉声一叹，白生了一副好皮囊。听着2人的对话，林天阳都郁闷了，他明明觉得自己很厉害的，那虎啸全史的虎虎生威，怎么在对方眼里竟然还不如小老头？难道自己的修炼天赋当真很差吗？李师姐拿出了2块刻着一个盒子的令牌，然后在他们俩的指尖直接摄取出一滴鲜血，滴入令牌。太快了，林天阳压根就看不到对方的动作，这里的人境界实在是太高了，林天阳几乎每秒都过得胆战心惊，压根就没反应过来。将令牌递过去给2人，又分别给了他们俩各自1本功法以及修士的入门手册。李师姐玉手轻轻一挥，林天阳便看到他的储物戒朝李师姐飞了过去。小老头见林天阳的储物戒被对方收去，第一时间便想伸手去抢，林天阳反手就把他拉住，对他摇了摇头，示意他别冲动。里面也没多少灵石，林天阳也懒得去抢，反正也抢不过。李师姐将储物戒里的东西往桌面一倒，原本2女都没所期待，当一块块灵石被倒出来之时，2女瞳孔都睁大了3分，境界才淬体境的2人居然带着77块灵石的巨款。李师姐讪笑出声：林师妹，你这是逮到了2条大鱼啊。少女微微一笑，露出了2个浅浅的酒窝，随即便把林天阳的灵石收入了自己的储物戒，方把林天阳的2个储物戒还给了他。林天阳顺手便给了小老头1个。走出内务殿，林天阳目光所见皆是迷雾，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隐约看到山峰之上的建筑和一些闪烁着荧光的照明灯。测试完天赋，少女又领着他们穿过一条条山间小路，东绕西绕，直至来到一片空地，写着杂役弟子的住宅区。给他们俩安排了2个房间，房间虽小，却是5脏俱全，床、桌椅板凳一样不缺，甚至每间房间还有洗漱间。小老头终于忍不住了，没好气道：丫头，你们要怎么才肯放我们离开？拐骗他们的少女，淡淡出口：走不了哦。师弟，进了合欢宗，只有圣女和宗主才有权限放你们出宗门，还有你们要称呼我为师姐，不然被执法长老听到是要受到处罚的哟。2位师弟刚加入宗门，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师弟，你们要尽快把入宗手册看完，还有要把功法快点领悟下来。这3天宗门会给你们提供吃食，3天过后想要住和吃，那就需要上缴灵石才有的待遇哦。那个林师姐，请问灵石我们该如何获取？见林天阳还挺机灵的，这么快便改口喊他师姐。少女笑得花枝招展：师弟，明天你便知道了，这个不需要我说的。2位师弟早点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嘻嘻。少女走后，再把小老头安抚完一番，方进入自己的屋内，观察了4周，发现无人监视，方遁入空间，翻看起修士入门手册。第1页介绍着破凡境前面的境界，林天阳已经清楚了，便直接翻过。第2页是天赋的讲解，这倒是引起了林天阳的好奇。灵台分1到9品，1品灵台天赋最差，9品灵台天赋最高。
林天阳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师姐在看到测灵时显示一字，为什么会无奈摇头。接着便是灵根的讲述，灵根品阶分别有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低品、天品、圣品，品阶越高，修炼的速度越快。林天阳继续往下看，灵根同等品阶下，比如单纯的金灵根，就要比同时拥有金木双灵根的人修炼速度要快；灵根同等品阶下，金木双灵根之人，则要比金木水三灵根的修炼速度快。总而言之，灵根越多，修炼速度越慢。反之，相同境界之下，修士灵根越少，战力却不如灵根越多之人。灵根少，境界修炼快，战力却弱；灵根多，若是有足够多的资源提升境界，境界虽提升缓慢，但战力却越强。第2页总算是看完了，林天阳心中大骂出声：卧槽！我9条灵根，那我境界不是提升最慢的存在？可是仔细想了想，自己的境界提升虽慢，但是架不住自己灵根多啊，战力也是同境界最强的存在，再加上自己还有空间这个外挂，多出了别人1倍的修炼时间，倒也不担心。林天阳继续翻开第3页，看着合欢宗的大致介绍。合欢峰一共分了4个阶级，第1阶层乃最顶峰的层城，是宗主圣女的住所；第2阶层玄圃，乃合欢宗长老的住所以及真传弟子的住所；第3阶层梵同，是外门女弟子男弟子的住所；第4阶层便是峰低杂役弟子的住所。卧槽，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堂堂穿越者，居然做了最底层的存在。林天阳不停地翻着入门手册，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看得小白跟大白虎一阵无语，还以为林天阳疯了。至于后面第4页、第5页，林天阳随便看了个大概，无非就是讲述着加入合欢宗的行为举止，以及居住洞府的缴纳灵石详细。合欢宗不是前世的倒卖人口肮脏事，林天阳总算是微微放心。原本他倒是不担心吃食，灵石他也有办法弄来，大不了就卖点灵米，但关键就是他的储物界内之物全被合欢宗弟子搜刮空了，若是凭空拿出灵米出来换灵石，怕惹人怀疑，反倒有空间暴露的风险，且这个宗门又是密闭的，他压根就不知道该如何逃出合欢宗。林天阳放下修士入门手册，随即拿起合欢宗的功法，映入眼帘5个大字：阴阳造化诀。好神秘的功法名字，我倒是要看看有多厉害。翻开第1页，随着他一页一页翻开阅读，很快便了解了功法的修炼方式。卧槽，这哪里是什么正经人修炼的功法？林天阳大骂出声。里面讲述着2种修炼法门，合修以及双修。第1种合修属于保守修炼的法门，要男女2人坦诚相见，随后双手紧贴，接收女子体内的阴之力，男方则是要将体内的阳之力渡过给女方，以此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进行快速提升境界。第2种双修激进法，则是男女需要阴阳交合，直至合二为一，以此来达到男女双方阴阳循环的目的。这合欢宗的创始人是疯了吗？为了长生大道，竟然创造出了这样的功法，这不是太荒唐了吗？功法倒是不难，林天阳仅仅看了半个钟，倒是把需要注意的要领都记住了。想到自己与苏天宇小老头的境况，林天阳都开始担心起苏婉晴、上官月、上官景，毕竟他们3可是很单纯的，会不会像他一样被骗去乱七八糟的宗门？罢了，如今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从合欢宗解脱出来，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林天阳索性便遁出了空间，他也担心被别人发现他最大的秘密。整整2天，合欢宗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俩，就是每天吃的都是对男子身体的大补之物，搞得2人一身燥热，时不时还会流鼻血。小老头也总算是接受了现实，没办法，形势没人强，只好夹起尾巴做人。经过2天时间，一老一少总算是向其他杂役打听清楚如何获得赚取灵石的方法。看着几百个杂役每天早早拿着手中的木板前去庐顶一条街站着，举起手中的牌子，林天阳想想就脸红。我堂堂2世大好青年，难道也要学着这群杂役去站街举牌吗？至于小老头就更无语了，他如今都60有8了，还要去站大街，他都恨不得直接死掉。2人站在合欢宗庐顶一条街，眼神复杂，看着一个个貌美如花的师姐，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暴露，性感妩媚，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小老头从未离开过柳叶村，村内之人穿着还是非常保守的，哪里有见过如此暴露的穿搭？小老头虽骂骂咧咧出口，然看着各种各样打扮的师姐，很不争气，鼻子流出了2道热流。师姐们不停在庐顶一条街逛着，观详着众位杂役弟子的长相，以及手中牌子写着的合修双修的价格，盘算着哪个杂役更有性价比，以及上前与对方砍价。林天阳倒是有想过做一些杂活，比如种种灵米、养养灵兽之类的，
但那些工作大部分都被过几百岁高龄的人霸占了，压根就轮不到他。没办法，那些老人家实在拿不出本钱，只能接这种工作，且还是3天饿9顿，要交昂贵的房租，压根就吃不饱。林天阳可是敬老爱老的青年，自然拉不下脸去跟他们抢饭碗。原本还一脸想死的小老头，当他看到有数十个年纪比他还大的人都跑来站街举牌子，方好受了些许。杂役区的租金是每天1块零食，而合休的价格普遍是2块零食，双休则是高点5块零食。林天阳仔细想了想，如果是合休的活，每3天最少要出来接2天活，不然自己交了房租，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两人正准备回自己的洞府，林天阳便已经被数十个合欢宗的师姐围住。这位师弟生得好生俊俏，不知你什么灵根，多少灵石？只见另一名白衣师姐服饰单薄，都能隐隐约约看到白嫩的肌肤，衣服都掉到肩膀处了，半露着身前那2坨雪白，连他资质都不打听了，直接就出口：师弟新来的吧？合休双休什么价格？双休1晚，师姐给你出高价，10块零食，你看怎么样？两旁举牌的杂役听到那位师姐的报价，两眼冒金光，对林天阳那个羡慕。看，那个金主师姐是合欢宗执法堂长老的孙女，她可是外门3花之一。谭悠悠师姐，想不到她又跑下外门来挑选炉鼎。一中年朝少年娓娓道来，她应该是第一次来吧？像她这样的绝世美女，怎么会来杂役区炉鼎一条街挑选炉鼎？青年不解，中年看着少年，没好气道：切，这位可是炉鼎大街常客了。这些所谓绝世美女，个个自诩冰清玉洁，平日高高在上，看不起我们这些杂役，只会在外门弟子中找合修道侣，最后还不是沦落到来杂役区挑选炉鼎，被男人玷污。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师姐们？少年道：他又不会多看我们一眼，你有什么好欢喜的？中年道：林天阳原本这2天吃的都是大补之物，再被一群穿着暴露的师姐围绕着调戏，体内血液早已分身，赶忙拉起小老头便窜出了人群，朝杂役住宅区跑去，惹得一众师姐哈哈大笑。太羞耻了，光天化日之下，合欢宗的师姐竟然如此大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轻而易举地说出双休2字。哥，你看悠悠师姐好像朝我们看来了。原本一脸不屑的中年再次抬头，已经是一副虎虎生威的姿态。哈哈，兄弟们，咱们的机会来了，都站好了，精神面貌都拿出来。少年都被中年的反应惊到了，原本还一脸不屑，如今身旁个个昂首挺胸，一副讨好的模样，当真是吃不到葡萄喊葡萄酸。直至师姐们朝他们身边穿过，中年都还保持着姿势。跑回住宅区的林天阳一副气喘吁吁，跟见了狼似的。小老头则是看着林天阳，一副贼眉鼠眼。可嗨嗨，女婿啊，好孙女婿爷爷的吃喝用度就靠你了。见林天阳如此受师姐们的青睐，小老头总算是不担心自己的吃住问题。晚餐吃的又是鹿茸、鹿血、虎鞭，各种大补。翌日清晨，和煦的阳光洒满合欢宗，一大早便听到屋外杂役们组队前往炉鼎一条街。被门外的动静吵醒，林天阳也不得不为生活考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林天阳起身，便在床板之处轻轻一扳，咔嚓一声脆响，床板硬生生被他掰断了一块，拿起木炭便朝隔壁小老头房间跑去。林天阳才不傻，小老头虽年纪大了点，那也是有着淬体境5层的修为的人，那身体还很硬朗，又不是过100岁高龄的老人家，淬体境5层的他活个120-130岁，他才不要为其承担吃住。小老头很不情愿，便被林天阳拖着来到炉鼎一条街最末尾之处站着。女婿，我的好孙女婿，你看爷爷都一把年纪了，你就饶了我吧。爷爷，我不想做对不起晴儿他们之事，不然你来养我，我就先回去了。见林天阳态度坚决，小老头也只好拿起黑炭，在床板之上写下要求，期间还露出阴邪的笑容，随后乐呵呵地举起木板。林天阳大步上前，看着举起木板的内容：老头，我60有8，上品火灵根，合修10块零食，双修20块零食。卧槽，爷爷你疯了！小老头一副你别管，老子乐意的表情。这哪里是想赚零食，你这摆明就是瞎搞。按照市场价，合修价格足足翻了市场价5倍，双修也翻了4倍。就连林天阳都不敢如此，他合修也才写了5块零食，双修10块零食。见小老头始终不肯改下价格，林天阳也懒得理他了，打算饿他2天，到时候小老头就会老实点。一个上午过去，压根就没人走到末尾之处，两人手都举累了，肚子一阵咕咕叫，抗议着。旁边杂役见二人如此卖力，便好言相劝：两位师弟，大早上
没有师姐会逛到后面来的，就算有人来询问价格，也不会成交的。你们先坐下休息吧。二人方放下手中的木板，肚子是真的饿，举着木板实在是太累了。林天阳不解出口：这位师兄，为什么早上不会成交？两位师弟有所不知，师姐们修炼的是玉女圣经，白天阳气过盛，修炼速度并没有夜晚快，所以一般早上中午只是过来对比一下每个人的性价比，真正成交一般都是下午。二人一副懂了的表情，刚听完隔壁师兄的讲解，很快便来了一群师姐逛到他们身前，一个个穿着暴露，美得勾魂夺魄。原本坐在地上的两人连忙站起，将床板抱在身前。见一群师姐不停地朝小老头抛媚眼：师弟，你这合修10块灵石，双修20块灵石，这也太贵了吧？便宜点，合修5块灵石，双修10块灵石，师姐今晚就是你的人了。少女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身材娇小，发育却是极好，柳腰胸大屁股翘，还不停朝小老头眨巴着灵动的双眼，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看得周边杂役不停流口水。林天阳都看懵了，一少女对着一老头，这场面怎么看都觉得违和禁忌。他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是来生意，不应该是他先开张，为什么小老头价格那么贵，且还一把年纪了，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小老头见众位师姐不停朝他抛媚眼讲价，有的甚至直接上前，双手搭在苏天宇的手上，不停用身前那2坨雪白蹭着小老头的手臂。小老头被这众星捧月的环绕着，不但没松口，反倒是开始嘚瑟起来了，头仰得高高的，丝毫没有要松口的意思，任凭肚子如何咕咕叫，就是摆出一副逼格的站着。林天阳从包围圈钻了出来，朝隔壁大哥出口：师兄，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爷爷会这么受欢迎？杂役上前看了一眼小老头手中木板写着的上品火灵根，一脸艳羡，方才退回自己原先站的位置。师弟，你有所不知，你爷爷不缺灵石了，他可是上品火灵根，你爷爷若是再年轻30年，都可以直接住进凡童了，那可是外门弟子方可上去的地方，又怎么会在杂役区域住？林天阳一脸不可置信，瞪大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小老头，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任由各位师姐诱惑。师兄，为什么上品火灵根会如此受欢迎？林天阳出口：师弟，修炼玉女圣经，体内会积累大量阴气，若不及时与体内阳气旺盛的男子合修，甚至是双修，他们体型就会膨胀，导致身材走样。林天阳出口：师兄，那师姐们直接把阴气排出体外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与不认识的男子合修双修？师弟，是你都不舍得把体内阴气排掉啊？那可是师姐们好不容易修炼出来的，那就相当于是师姐们的修炼资源与男子阴阳调和，阴气是可以转变成阴阳之气，那可是凌驾于灵气的存在，比吸收灵气修炼的境界更快。师兄，那这跟上品火灵根有什么关系？哼，师弟，你爷爷会如此受欢迎，问题就是出在上品火灵根之上。拥有上品火灵根，体内阳气旺盛，与这样的男子合修双修，师姐们可以把更多的阴气转化为阴阳之气，这样他们的境界就可以突破得更快了。谁不想追求长生大道，花多点灵石，能比同辈之人更早一步达到更高的境界？林天阳恍然大悟，淡淡出口：原来如此。直至下午，围着小老头身旁的师姐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是越来越多，足足将他里3层外3层包围了起来。林天阳总算是不担心小老头的吃住了，都散开！一声大喝，原本嘈杂的讨价声、议论声戛然而止，众位师姐纷纷为来人让出一条道路。直至见到师姐冒头，卧槽，女魔头！小老头第一时间躲到林天阳身后，抓着他袖子的手还有些发抖。林天阳朝走来的师姐望去，这不是替他们检测天赋的李师姐吗？怪不得爷爷会这么怕她，估计入门那天的巴掌还历历在目。林天阳心里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李师姐身穿丝绸白色连衣裙，极为单薄，众人抬眼便可见她衣裙内的红色肚兜、修长的美腿，白得发光，细腰如柳丰腴的翘臀，再加上身前那完全鼓起的山峰，每走一步都牵动着无数杂役男弟子的心跳声。那如水蛇般扭动的身姿，看得令人热血膨胀。直至李师姐走到林天阳身前：秋水师姐好。此时的林天阳方知晓女子的全名李秋水。秋水师姐点了点头，示意众人无需多礼。看着林天阳木板之上写着9属性下品灵根，年方20，身体顶呱呱，合修5块灵石，双修10块灵石。秋水师姐将眼光朝林天阳身后抱着木板的小老头望去，看着小老头写着比市场价高出的4、5倍价格的灵石，秋水师姐微微勾起嘴角。是他，水灵之体李秋水师姐。听说他浑身冰凉，
他还从未与人双修过，去年便已经是筑基巅峰大圆满的境界，难道是为了提升修为，应付1个月后的外门大比？可能吧。他去年就仅差一步就可以晋升长老一职，如今还有1个月，估摸是打算拼了。那小老头死定了，区区淬体境，如何承受得住筑基境界仙女的阴气？估计今晚非死在秋水师姐的床上。肯定会被秋水师姐吸死。众人很认可的点了点头。听到众人议论，小老头又朝林天阳身后挪了挪，想避开李秋水的目光。李秋水霸气道出：小老头，你跟我走吧，20块灵石，师姐我给你。果然，秋水师姐这是打算拼了，这是对今年外门长老的位置势在必得，就连保存了30多年筑基的原因都打算献出去了。听到别人的议论，小老头双腿直打颤，双手抓着林天阳的袖子跟紧了3分，扭头朝秋水师姐道了句：老夫不去，老夫不做你的生意。林天阳早已看清楚宗门手册，宗门明令禁止女弟子将男弟子阳气吸干，他倒是放心得很。那几名杂役肯定是没看完宗门手册，才会说出刚才那番言语，真是杞人忧天。若是随随便便就把男弟子吸死，谁还敢出来站街？那样合欢宗岂不是魔道宗门？青云宗这些正道宗门又怎么会容忍合欢宗的存在？合欢宗手册林天阳可是看得很清楚，被宗门内师姐选中的杂役，只要灵石到位，没有白嫖，杂役是不准拒绝的。林天阳很积极，便伸出了手，朝秋水师姐递了过去。秋水师姐，您看这灵石还是先点了。林天阳出口。李秋水看到林天阳这么识趣，目光倒也柔和了几分，拿出储物戒，便倒出了20块灵石到林天阳手中。秋水师姐，您可要温柔点。李秋水淡淡一笑。小老头目瞪口呆，看着身前的林天阳：女婿，我的好孙女婿，你怎么可以把爷爷给卖了？不等小老头说完，李秋水玉手一挥，小老头便飞到他面前，跟小鸡似的被拎出了炉顶一条街。混蛋，放开老夫，老夫不去，老夫不要灵石了。炉顶一条街，小老头的大骂声引得在场杂役纷纷投去了目光。至此，杂役区就没有人不认识小老头，外号愤怒的小老头。直至声音越来越小，到后面完全听不到炉顶一条街坊恢复师姐们讨价的声音。小老头反正死不了。林天阳拿到灵石，第一件事便是在小摊位上买了一只烤鸡，花了1块灵石，管他娘的有没有生意，肚子填饱了才是大事。贵真他妈的贵，玄天城一只烤鸡才30多金币，这合欢宗一只鸡1块灵石，这明显就是压榨他们这些杂役，不得不出来站街。林天阳边吃边念叨着，就连骨头都被他嚼碎咽了下去。没办法，这灵石可来之不易。如今身上还有19块灵石，林天阳倒也不担心这几天的吃住，坐在街边，连手中的木板都懒得举起了。等他吃完，天都已经渐渐黑了下来，路边的照明灯瞬间亮起，原本渐黑的街道犹如夜市，繁华且热闹。女弟子们不但没有减少，白天也就稀稀疏疏数百人的街道逛着，如今却是人潮涌动，足足数千人。看着拥挤的街道，林天阳也只好坐在街边等着，想等人稍微散去再回去休息。一声不合时宜的声音打断了林天阳的思绪：师弟，你倒是真能躲，我从街头找你到街尾。林天阳抬头望去，一眼便认出少女是昨日给他出高价10块灵石的师姐，外门3美之一谭悠悠。听到谭悠悠的言语，身旁的杂役都愣住了。啥情况？这爷俩这么抢手，小老头被水灵体的秋水师姐看上，这孙子天赋这么差，竟然被外门3美之一的悠悠师姐看上。看到林天阳的天赋，谭悠悠倒是没有显露出失望之色，反倒是直接掏出储物戒，便准备给林天阳倒出灵石。有灵石不赚王八蛋，林天阳正打算伸手去接，人群中蹦出了一声林天阳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没错，便是把他和小老头拐入合欢宗的少女。等等，林师弟是我的人，敢跟我抢男人，是哪个不想活的？谭悠悠愤恨出声。转头望去，见来人身份，谭悠悠总算是安下心来，毕竟他的身份是不允许与男子。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圣女的侍女灵烟吗？她竟然有着如此显赫的身份，圣女的侍女。林天阳暗自嘀咕。灵烟并没打算与谭悠悠纠缠，毕竟对方的爷爷可是执法堂掌舵人。穿过人群，便来到林天阳身旁，拉着林天阳的手便要走。谭悠悠一把抓住林天阳另一只手：灵烟，你别太过分，别以为背后站着圣女便可以无法无天，小心我去宗主面前告你一状。以谭悠悠的身份，自然是有机会见到宗主的，毕竟人家的爷爷可是掌管执法堂。被谭悠悠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了身份以及双修一事，灵烟小脸瞬间红至耳根。谭悠悠，你别血口喷人，我只是想找林师弟合修，
你少用那肮脏的思想，想别人。听到林烟儿只是想何修，谭悠悠立马把主意打到林天阳身上。林师弟，何修才5块灵石，人家可是愿意出10块灵石，难道你不愿意与人家双修吗？谭悠悠一脸妖媚地说着。听着谭悠悠娇媚的声音，再加上他那妖娆的身姿，林师弟，你别给他诱惑了，他不是好人，跟我走。林烟儿脱口急喊道。听到林烟儿的声音，林天阳方回过神，转头望向拉着他走的林烟儿，看着他，林天阳便想起那戴着面纱下的天真模样。若不是他，自己与苏爷爷又怎么会陷进这所谓的合欢宗？一股怒火由心而生，林天阳猛地从他手中震开，抽回了手，力道之大令林烟儿都倒退了数十步。林烟儿压根就没想到林天阳会震开他，猝不及防之下，面纱顺着丝滑的肌肤从脸上滑落。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林天阳大喝。见到林烟儿真容的杂役大叫出声。啊！林烟儿，他是外门3花之一的林烟儿，我认出来了。一杂役弟子惊呼出口，瞬间将街上的人目光聚集了过来。没想到1天之内竟然能看到外门3花其二，被众人异样的眼光盯着。原本就小脸微红的林烟儿，小脸红的欲要滴出血来。羞涩的他连忙蹲下，捡起面纱戴上。原来他就是林烟儿，果然容颜绝世，谭悠悠妩媚动人，林烟儿清纯可人，当真是2大绝世妖姬。林烟儿从来就没来过庐顶大街，能认出她的人少之又少。不知道排名第1的萧玲玲那得拥有什么样的容颜，能凌驾于2女之上。唉，不知道这辈子能否见到排名第1的萧玲玲。一猥琐老头长叹出口。不少人已经开始在幻想排名第1的萧玲玲。林烟儿也顾不得众人目光，大步上前就想把林天阳拉到自己身前。谭悠悠看出了他的目的，第一时间就把林天阳护于身后，将林烟儿挡住。林烟儿，你够了，林师弟是我先定下的，你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看着外门3花之二在庐顶大街抢夺一个杂役，不少人都停止了买卖，纷纷朝2人靠拢。这种大瓜10年都未必吃得到一回，修行本就枯燥乏味，个个都是不嫌事大的主，有的甚至拿出板凳零食来到他们跟前吃瓜。见谭悠悠始终不依不饶，将他阻挡着，林天阳反倒一副不理睬他的表情。没经历过什么世面的林烟儿，美瞳渐渐浮起一层水雾。你让开，林师弟是我的人。林烟儿颤声道。瞎说，明明是我先和林师弟在一起的，我都准备给他支付零食了，是你横插一脚。原本在林天阳身旁的杂役果断出口。是啊，燕儿师姐，咱做人的厚道点，我都看到谭师姐准备付零食了，凡事要有个先来后到，你这就有辱你的身份了。见有人作证，谭悠悠更嚣张了几分，仰头看着这个林烟儿，嘴角不知不觉都扬了起来。有不怕事之人已经在背后对林烟儿指指点点了，甚至有性格扭曲的杂役躲在人群后方，便朝林烟儿丢橘子皮。众人对少女的指责，看到林烟儿那狼狈的模样，林天阳都有些看不过去了，他都想不通林烟儿为何对他如此执着。林烟儿带着哭腔大声道：林师弟是我带回宗门的第1个男人。原本各种诋毁辱骂顿时安静了下来，纷纷朝谭悠悠望了过去。谭悠悠微微一愣，被林烟儿这句话堵得都不知道如何回复了。林烟儿比他小了2岁，这他倒是很清楚，对方上个月才刚成年，他也知晓。谭悠悠转头朝林天阳望去，想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事情的真伪。林天阳眨了眨眼，转念一想，我和苏爷爷是林烟儿拐进合欢宗的，若非要说是他是第1个，那也说得过去。合欢宗有规定，每个女子成年之日便可以出宗门1次，且是无需宗门同意的。带回自己的第1个庐顶，只要是对方带进宗门的，在他需要庐顶之时，任何人都不许与之抢夺。当然也可在宗门内挑选庐顶，双修道侣，但是在宗门之内挑选的便不得享有特权。见林天阳始终没表态，谭悠悠低声出口：你是林烟儿带进宗门的？林天阳想了想，随即点了点头。这他还抢个屁啊！他爷爷虽然是执法堂堂主，哪怕是闹到自己爷爷面前，他也不占理。谭悠悠原本死死抓着林天阳的手，缓缓松开，转头朝人群中走去，消失在人海当中。见主角的旗衣走了，见没瓜吃的众人纷纷散开，继续与举牌的杂役讨价还价，留下场中的2人。林天阳都不知道女子成年方有一次出宗的机会，以及第1个带回的男子拥有独有的特权，正一脸懵逼看着面前那拐骗他进合欢宗的少女。林烟儿走到他面前，声如闻鸣：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吗？价格合适，又不能拒绝，他也只能乖乖点头。林烟儿缓缓转身，感受到林天阳跟随着他的脚步，原本充满委屈的他，心情总算是愉快了起来。
走起路来还一蹦一跳的，看得林天阳出了神，又想起儿时的上官景、上官月，他们儿时也如灵儿一般，高兴的时候走路便是一蹦一跳的。原本心情沉重压抑的他，反倒稍稍缓和了一些。二人一路无话，林天阳紧紧地跟随在灵儿身后，不停朝山上走去，直至来到樊童。在灵儿的示意下，林天阳把令牌交给2位师姐检查了一番，方放行了2人。期间灵儿还特地在半腰处停了下，许是担心他太累了吧。以林天阳的体质，打小便穿梭在山林的他，对于连续登山倒是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反倒是觉得山上灵气更加充裕。灵儿颤声道：“林师弟，你还在生我气吗？”林天阳不知如何回复，索性自顾欣赏山间风光。若说不生气，那绝对是假的，毕竟是他把2人拐入这么一个密闭的宗门，就连他拥有空间都无法走出去。见林天阳没有回复，反倒是故意躲开与他的对视。灵儿再次出声：“林师弟，你也别生气了，青云宗招收新弟子，还有2年时间，你们压根就进不去青云宗。你们2人就算不被我骗到合欢宗来，也会被别人骗去其他宗门。人家算好的了，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外面好多九流宗门将人骗入宗门后，各种压榨，没日没夜的让你们挖矿、喂养灵兽，没完成工作任务还会遭受打骂，而且还不给吃饱，那才叫生不如死。”听到灵儿口中所说青云宗还要2年才开始招收新弟子，林天阳更担心苏婉清、上官月了，毕竟2人太单纯了，身上还带着那么庞大一笔灵石。我们合欢宗很好的，虽然不是什么大宗门，但起码一视同仁，也不会因为你们天赋不好就对你们区别对待，而且都没打骂过你们，还给你们吃好喝好。哼，把人骗进来双修，搜刮完我们身上的灵石，逼迫我们加入双修的队伍，还说你们宗门很好。林天阳冷声道：“嘿，林师弟，你可不能有这样忘恩负义的想法，这可是不对的。合修、双修，这是不假，但我们也是为了追求大道，而且对你们男弟子也是有好处的。有了我们的辅助，你们境界也能突飞猛进，早日登临大道之巅，且身体还能得到满。”灵儿说到最后都说不下去了，毕竟他也才刚刚成年，虽听过，但对很多事情都懵懵懂懂，满脸娇羞的他连忙转过身，生怕被林天阳看到。“哎呀，林师弟，反正我们合欢宗最好了，你以后就知道了。还有那个谭悠悠，你不要靠近他，他浑身透发着诡异。”林天阳给了对方一记眼神。见林天阳不信，灵儿连忙道：“林师弟，我跟你说，那个谭悠悠她的天赋并不好，她才1品灵台，冰水下品双灵根，怎么可能在短短2年内把境界提升到筑基中期的？至于怎么提升的境界，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不要靠近她。”听着灵儿的讲述，林天阳转念一想，确实这样的天赋压根就不可能境界提升那么快，难道他不顾杂役弟子生死，强行吸干了对方的阳气，因此获取的境界？那我若是今晚跟他过去，搞不好还真有点麻烦。林天阳心中暗自盘念，在抬头时看灵儿，倒是有几分感激。见林天阳没有任何回复，灵儿也懒得和他多说了，气呼呼便接着往山上走，穿过玄圃，又经过了一轮检查，便接着朝层层爬去，最后经过层层的师姐检查，证明身份没有问题，方把他放入，直至来到一处名为天心宫的洞府。不愧是宗主所住的阶层，地面平坦无比，就连地板都是玉石所铸，四处都镶嵌着发光的石头，站在山顶就犹如白昼，完全没有一处地方是黑暗的。林师弟，我跟你说，这是天心宫，是圣女姐姐和我的住所，你进去之后不可发出太大动静，圣女姐姐在闭关，要1个月，外门大比才会出关。隔壁是天月宫，是宗主的住所，没事，你绝对不准跑到那边去，不然人家也保不住你。见小丫头一脸信誓旦旦，林天阳也只好应了声知道了。听到林天阳的回复，灵儿方解开了阵法，将其带入天心宫。府内府外真的是天壤之别，林天阳总算是知道洞府为何以星为名，府内群星环绕，各种发光的晶石组成了各种星阵，灵气更是比府外浓郁了5倍之多。院内栽种着各种巨灵的灵花灵草，正中间的房子还被一层光雾笼罩。不等林天阳细细观摩一番，灵儿已经上前拉起他的袖子，朝右手边的偏殿走入。林天阳被灵儿拉着踏入天心宫的偏殿，门一开，一股淡淡的甜甜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像春日里第一朵桃花被风揉碎，又像夜里刚煮好的蜜水，暖得让人心口发软。脚下先是一条窄窄的月白色绒毯，薄得像云，踩上去却陷下半寸，仿佛把靴子都吞了进去。毯子尽头立着一架6扇镂空屏风，屏心用银线绣着折枝海棠，花蕊里缀着极小的夜光珠，灯火一照，千万点粉光便像露水似的滚来滚去。
转过屏风，才算真正进了闺房。房间不大，却高得出奇，穹顶身子，一粒粒芝麻大的星石嵌成一条弯弯的小银河，微光闪烁，像有人悄悄把夏夜搬进了屋顶。靠东墙一整面是垂地的水晶帘，帘子后头隐约露出一排矮矮的玉阶，阶上摆着檀木妆台，铜镜边缘缠了桃红丝带，丝带尾端系着2颗银铃，风一吹，叮铃一声，像少女刚学会的心跳。西墙被一张垂蔓的绣床占去大半，床是海棠形，围栏漆成柔粉，悬着半透的烟罗纱，纱上绣的不是鸳鸯，也不是并蒂莲，而是一尾尾极小的小银鱼在纱上游来游去，灯光一移，鱼影便在纱外墙上晃，像一缸会走路的水。锦被堆得高高，一角却乱糟糟卷着，似乎主人方才还在里头打滚。被林烟儿拉到床榻之前，二人皆是面带羞涩。林天阳呼吸有些急促，连忙开口：“我需要怎么做？”少女卸去面纱，满脸红霞，看着面前男子，说话都开始结巴了起来。林师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按照功法的讲解所做吧。林天阳一脸不信，心里暗道：骗人还变成习惯了。你堂堂合欢宗圣女的侍女，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合修？见林天阳那不信的眼神，林烟儿转过身道：“林师弟，你不用怀疑我说的话，女子成年方可修行玉女心经，人家上个月才成年，自然不懂。你我背过身，褪去服饰，便坐到床榻之上，开始合修吧。”见对方那娇羞的举止，玉手放在腰间系带，半天都拉不下来，林天阳总算是信了他的话。屋内非常安静，就连对方急促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林烟儿长吸一口气，果断拉开腰间系带，丝滑的白色纱裙顺着肌肤掉落，少女一步便跨上床榻，钻进了锦被。见林烟儿都脱了，林天阳也不再扭捏，大大方方便脱得一干二净，坐到床榻之上。开始吧，林天阳催促道。林师弟再等等。又过了一炷香时间，锦被之下总算有了动静。又过了半炷香，林烟儿方从锦被之内伸出玉手，将粉色的肚兜以及小亵裤藏进了落枕之下。这一举动倒是引得林天阳笑出了声。呵呵呵，小丫头片子果然还是个厨。亲，感谢上古秋大大的连日催更支持，作者会更加努力的创作。听到林天阳的取笑声，林烟儿鼓起了勇气，面无表情便从被子内钻了出来，面对着林天阳盘坐。林烟儿冷声道：“林师弟，我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声音装得再镇定，都掩饰不住那红得快滴出血的脸蛋。林烟儿压根就不敢直视对方，目光始终朝着床榻之内望去。好白，少女身姿轻盈，肌肤胜雪，眉眼如画，唇若樱瓣，纤腰不盈一握，举手投足皆是灵动与温柔。见林天阳始终没有动静，林烟儿微微转过目光，朝对方望去，接触到对方那炙热的眼神，林烟儿大叫出声：“啊！”第一时间又钻进锦被之内。听到少女的惊叫声，林天阳总算是回过神。熟悉少女方探出小脑袋，也不看林天阳：“师弟，你不许这样看人家。”林烟儿娇声道：“嗨嗨，师姐刚才一时走神，不会了，开始修炼吧。”见对方已经回过神来，林烟儿方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再次盘坐，缓缓朝对方伸出双手，直至二人双手相贴，闭上双眼。这次林天阳完全相信林烟儿了，他确实是第一次合修，也只有没接触过男子的少女才会那么紧张，肌肤接触的瞬间，连娇躯都跟着抖动了下。感受到林嫣然体内阴气已经朝自己袭来，林天阳不敢分心了，马上运转阴阳造化诀，体内阳刚之气瞬间便迎上对方的阴气，直至完全融合。一轮功法运转下来，总算是把阴阳之气凝练了出来。紫色的阴阳之气极为神奇，相当浓郁，比起灵气更为厚重。见阴阳之气已经形成，二人方开始吸收这股神奇的灵力。还不等紫气完全吸收，林天阳体内一阵巨响，轰！淬体境12层突破。林天阳既高兴又感觉奇妙，太神奇了！仅仅运转了一次功法，足足顶得上自己平日5天的修炼。林天阳此时早已被功法的神奇之处震惊到，这还只是合修，若是双修，那岂不是修炼得更快？随着紫气逐渐被炼化，到最后完全消失，林天阳缓缓睁开了双眼，朝林烟望去。合修的修炼速度确实是快，仅仅运转一次功法，他都已经感觉有所疲倦了。林烟更是香汗淋漓。正当林天阳准备收回双手，却察觉到林烟已经又开始运转功法，阴气又朝他袭来。林天阳也只好再度运转阴阳造化诀，直至第2轮功法快结束前，林天阳很清楚便感觉到林烟突破了。突破的动静虽不像他那样轰隆响，但也是砰的一小声。这次吸收完紫气，二人早已精疲力尽，纷纷倒在床榻之上。虽疲累，
但效果却是很明显。两人四目相对，纷纷露出了笑容。林天阳想起身回去，然疲惫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师弟合修过后会很疲惫，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林烟儿躲进锦被，小声呢喃道。原本林天阳还是有些埋怨，把他拐骗到合欢宗的林烟儿，在合修期间与林烟儿的合二为一。每当他受不住林烟儿体内庞大的阴气，少女就会很体贴地稍作停顿，等他将阴气消化，方继续运转功法，直至凝练出阴阳之气。林烟儿也没独自占子气，以林烟儿的境界，他若是想强行占有，林天阳压根就拿他没办法。林烟儿吸收的速度太快了，足足是林天阳的5倍。然林烟儿却没被欲望冲昏理智，只吸收了一半。在这实力为尊的世界，林烟儿能坚守住诱惑，这样善解人意的少女，林天阳不相信她是奸险之辈。感受到对方纯洁的灵魂，林天阳对林烟儿已经埋怨不起来了。见林烟儿挽留，林天阳便直接躺了下来，闭目休息。还没睡着的他，很清楚便感受到少女趴到他怀中，帮他盖上了锦被。听着对方急促的呼吸声，闻着少女的体香，林天阳微微勾起嘴角，双手环抱住怀中之人。被林天阳的大手抱住的瞬间，林烟儿浑身一僵，静静地躺在林天阳怀中，如小猫般温顺。2轮功法下来，二人早已精疲力尽，很快便相拥而眠。羞耻，太羞耻了！老夫年纪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苏天宇一脸委屈道。见小老头满脸委屈，李秋水方柔声安慰道：苏老头，你要知足，师姐我可是黄花大闺女，若不是看在你是上品火灵根，老娘才不会委身于你，我都没嫌弃你那3秒，你还委屈？放心，师姐以后会对你好的，你别磨磨唧唧的，快到师姐怀里来。听到李秋水的话，小老头连忙又朝床榻之内翻了2圈。他如今听到快到师姐怀里来几个字，就浑身吓得哆嗦。小老头颤声道：师姐，老头我这把老骨头快要散架了。李秋水玉手一挥，苏天宇完全没有反抗之力，便飘到他怀中，枕着他的玉手。苏天宇一副任人鱼肉的表情，见反抗也无用，干脆就闭上了双眼，不再抵抗。呵呵呵呵，见对方那表情，李秋水都忍不住笑出声。苏老头，师姐我又不是什么豺狼虎豹，你至于露出这副表情吗？得了人家的原因，那可是人家和丹境的原因，师姐多助你一举突破凡人界限，跨入炼气境，你不感谢人家，师姐我可是会伤心的。听到身旁女子的声音，苏天宇猛地睁开了双眼，看着自己原本褶皱的双手，仿如回到了中年期，如今皮肤已经不再皱疤，反倒是很紧实，随即感受了一下如今的境界。一个鲤鱼打挺，盘坐在床榻之上，大笑出声：哈哈，老夫我又年轻过来了，哈哈，老夫我返老还童了。看着原本那佝偻的老头，如今已经是一副中年模样的苏天宇，笑的是那么的高兴。李秋水心中反倒也跟着高兴了起来，比境界突破时更加高兴。李秋水自己也搞不懂，自己心心念念突破合丹境，如今还比不上这苏老头的笑声，难道这就是女子第一个男人的原因吗？想不通，李秋水也只好那样理解了。苏天宇再次转头望向床榻上女子那绝美的仙躯，满眼感激。师姐。李秋水微微一笑，将苏老头拉到自己身旁，一个侧翻便趴在他怀中。师姐，别说话，睡觉，人家累了。好香。翌日被饭香味道勾醒的林天阳缓缓睁开了双眼，怀中抱着的少女已经变成了一个枕头，而林烟儿早已经端着饭菜朝他走来。见林天阳醒了，林烟儿展颜一笑：师弟你醒了，来我给你准备了午饭。午饭我竟然睡过头了，我平日都习惯早起，为什么会睡到日晒3竿？林天阳环顾四周，打探了一番，皆无发现，直至坐起，靠在床沿边上，一股令人宁心静气的空气。林天阳方发现是床榻的问题，起身不停打量着这张红木床榻。啊！少女连忙捂住了双眼，小脸瞬间爬满红霞。将饭菜端进屋内，放到桌上的林烟儿转身正准备去扶林天阳起身，不料却看到这么辣眼睛的一幕。此时的林天阳正侧身裸体，不停地打量着他的床榻。师弟，你快点把衣服穿上。听到林烟儿的惊叫声，这时林天阳方想起自己还光着，连忙拿起服饰穿上。服饰穿好，见林烟儿玉手依然捂着双眼，不敢松开，林天阳都忍不住想占他点便宜，悄无声息便来到他的身前，双手环住了林烟儿的柳腰，吻住了她粉嫩的红唇。林烟儿浑身一僵，她哪里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瞳孔不停放大，看到林天阳正亵渎着她的小嘴，吓得她浑身无力，不知道如何应对的她赶紧闭上了双眼。数分钟过去，林烟儿早已瘫软在他怀中。美太美了，
灵儿小脸通红，呼吸急促，身前山峰不断起伏着，在他怀中溅起一阵阵酥软。一想到昨夜那美轮美奂的娇躯，林天阳起身将灵儿抱起，正打算朝床榻走去。不行，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灵儿咬破了舌尖，一股血腥味令他恢复了理智。灵儿一个瞬身脱离了林天阳的怀抱。师弟不可以再继续了。灵儿气喘吁吁道。看到灵儿那慌乱的表情，林天阳一脸得意，微微露出笑容，来到桌前，看着少女精心为他准备的饭菜，有鸡鸭鱼，整整6菜1汤。师姐不吃吗？这么多菜我自己可吃不完。看到林天阳眼中一片清澈，已经没有刚才那股霸道，灵儿方朝他靠近入座。师姐为何我昨夜在此入睡，会睡得那么沉？我平日都是很早起来的。灵儿露出笑容，得意道：是吧？师弟，人家的床榻舒服吧？林天阳点了点头。小丫头已经从刚才被亵渎的思想跳出，朝林天阳身旁靠了靠。师弟，我跟你说，人家床榻可是千年的檀香木所造，有助人修炼入定和入眠的功效。林天阳微微一惊，千年檀香木那可是非常难得珍贵的，他曾经在天玄城听过，10年的檀香木就已经是天价了。想不到一个圣女的侍女便有这么高的待遇。二人这一顿饭吃的倒是有说有笑，灵儿性格极为活泼，不停地给他夹菜，介绍真合欢宗的事情。直至分离，灵儿还满脸不舍，但却没说出口，将林天阳的储物戒拿了过去，背对着他，随后很快就把储物戒塞进他怀中，接着留下了他的传音讯息。这个倒是不难，林天阳早就会使用了，早在万宝阁他就知道如何使用令牌传音了。直至走出天心府，灵儿还特地追了出来。师弟，你不可以靠近谭悠悠，她很危险。灵儿着急道。林天阳微笑回应，转身朝后挥了挥手，便走下山。白天的合欢宗从山顶往下看极为壮观，一眼望下去，绿树成荫，花草繁茂。林天阳一路没有停歇，没办法，小老头的灵石被他收了，他还真担心老头无处可去。回到杂役住宅区，林天阳抬脚迈入，一声大喝阻止了他。师弟几号房的？林天阳转身望去，只见一中年男子从入杂役区的保安亭走了出来，手里还拿了本厚厚的本子。长老，我是19号房的。听到19号房，长老就把林天阳带到了保安亭内，抬眼便看到一中年男子坐在亭内打瞌睡。仔细一看，林天阳险些站不稳，他都不敢相信那是小老头。如今的他褪去了满脸皱纹，就连原先两鬓斑白的头发犹如焕然新生，乌黑发亮，活脱脱一中年身形。苏爷爷是你吗？林天阳诧异出口。听到熟悉的声音，苏天宇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二人四目相对。苏天宇没好气道：女婿当真是好孙女婿啊，拿了老夫的灵石，就连房租都不给老夫交，害得老夫在这蹲了一个早上。呵呵，苏爷爷，这不是刚干完活回来？两位师弟各欠费1灵石，是要交了继续租，还是离开？长老出口。林天阳拿出储物戒神识往内一探，瞬间一愣。储物戒内原本只有19块灵石，如今却有101块灵石。林天阳仔细算了下，方知晓多出的77块灵石是之前入门被灵儿收去的灵石，想不到小丫头会把灵石还给他。林天阳心头一暖，淡淡一笑，随后转向长老：长老，请问租1个月是多少灵石？两位师弟，你们这是要包月吗？包月是20块灵石1个月。林天阳往桌面一倒，桌上便出现了40块灵石。长老收起灵石，就去帮二人办理了手续。苏天宇上前，一脸疑惑：天阳，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灵石？苏爷爷把我们骗进宗门那灵师姐把灵石还给我了。哈，算这丫头还有点良心，等我境界上来了，非要好好教训一下那丫头。一说到境界，林天阳方察觉苏天宇已经是炼气境了，仅仅1晚就从淬体5层直冲炼气境。在苏天宇的解释下，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为什么与上官月第一次过后会无声无息突破境界，原来是得到女子的原因。在办理完月租的手续，二人很快便回到了住所，彼此分享了得到的信息。最终二人决定先提升境界，想办法在合欢宗站住脚跟，2年内离开合欢宗，去参加青云宗的入门选拔。毕竟就算现在离开合欢宗，也进不去青云宗，再加上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苏婉清、上官月。当然林天阳并没有把是从何人口中得知的信息告知苏天宇，毕竟他一提到灵烟，苏天宇便来气。如今手中还有61块灵石，林天阳便给了苏天宇30块。如今住的地方倒是不愁了，身上还有灵石，二人便没去站街举牌了，各自回到屋内休息一番。直至天黑，
苏天宇过来跟他说了一声，满脸得意的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李秋水要他过去。如今的苏天宇身强体壮，又恢复了中年的形态，境界更是冲到了林天阳前面。林天阳压根就不担心他。躺了一下午，林天阳只感觉腰酸背痛，刚走出屋内，来到杂役区的空地，仰望星空，一片寂静。夜晚正是如顶一条街最热闹的时候，这个点杂役住宅区压根就没人。然黑夜里，一柄悄无声息的长剑从他身后刺来。林天阳那可是在山上打猎10几年，对危险的嗅觉极为灵敏，一个侧身便避过了要害，左臂被利剑刺穿，鲜血喷涌而出。林天阳果断向前疾驰，利用速度脱离了穿过左臂的利剑，同时脚步连踏，第一时间拉开与对方的距离。蒙面人冷声道：“哼，小瞧你了。”林天阳忍痛低喝：“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对方没有回应。林天阳想不通，他才刚进合欢宗，压根就没得罪过什么人，趁着说话的时间散开了神识，探查对方的境界。还好只是高出了他2个境界，炼气境2层。若是探查不出对方的境界，林天阳都打算遁入空间了，没办法，小命要紧。见林天阳左手受伤了，蒙面人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哈哈，淬体境就是菜，连这样的攻击都避不了。小子，别怪我了，谁叫你招惹到不该招惹之人。”林天阳低头，声音发颤：“我都已经受伤了，你境界比我高，我完全不是你对手。能不能在我死前告诉我是谁想杀我吗？下去问阎王吧。”蒙面人也不敢耽搁，他还真担心林天阳大叫出声引来长老，毕竟合欢宗可不允许同门相残，一旦被发现，重则死，轻那也要被发配到矿场，终身为奴。林天阳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急速冲上来的蒙面人，直到对方临近身前，挥剑斩来。林天阳动了，借着乌黑的夜色，捂着左手伤口的右手骤然紧握成拳，朝着对方的剑便轰出了一拳。猛虎一击，权威与剑正面相碰，当！见林天阳以拳撼剑，蒙面人刚要笑出声，拳劲炸裂，一声清脆的咔嚓声，蒙面人的那柄长剑寸寸崩断，就连他本人都如破麻袋般被震飞到5米开外。不等他震惊，林天阳一个瞬身就来到了他的身后，又是一拳穿胸而过，血花迸溅。蒙面人艰难回头望向林天阳，满脸不可思议：“怎么会习得武技？像他们这样的杂役是不配修习武技的。若想获得武技，除非是突破筑基境界，或者通过试炼塔的挑战，进入外门，方有一次进入功法殿的机会，获取一门武技。若进不去外门，花大量的灵石也可前往功法殿购买。只是这武技价格着实昂贵，杂役有时为了交房租，连饭都吃不起，就别说购买武技了。”蒙面人到死都想不到林天阳会习得武技，毕竟他从来都没听说过杂役弟子买得起武技修习的，自然也从未想过他堂堂炼气境会死在一个淬体境手下。担心被人发现他杀了人，林天阳瞬间把蒙面人收入空间，鞋底抹去了地上的血迹，悄无声息回到屋内，方遁入空间。神念一动，蒙面人脸上的黑纱瞬间飘起。林天阳走近仔细一看，怎么会是他？林天阳诧异道：“这倒是令林天阳意外了，居然是给他讲述小老头为何那么受欢迎，隔壁那位杂役。”林天阳回想了那一晚与此人的交集，并未得罪过对方，对方没理由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前来暗杀他。想来想去，林天阳觉得最大的可能便是无意中得罪到某位大人物，而蒙面人便是被那大人物派来的。林天阳神念一动，将早已熟透的灵骨收起，随后又种上灵骨浇水，顺便喝了一口，见左臂伤势缓缓恢复，方点了点头。林天阳得意道：“这灵泉当真是好东西，不但灵泉浓郁，且还有恢复的效果。”许是闻到了血腥味，大白虎踱步而来，垂涎欲滴，想吃掉蒙面人。在接触到林天阳的眼神以及小白的阻止，他也只好乖乖掉头，回到一旁躺下睡觉。如今的大白虎在空间内不愁吃，喝的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灵泉，身形之庞大，足是当初的3倍。林天阳都不知道现在的他还能不能接得住大白虎的一爪了。将对方的储物戒摄取了过来，神识探入，只见里面发光的10块灵石。哎，小爷我一穿越者就这么廉价吗？只值10块灵石，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其实10块灵石已经很高的了，若不是林天阳是灵烟带进宗门的，2-3块灵石就已经有大把人敢对他背后下黑手了。谁叫他只有淬体境，那就是杂役区吊车尾的，杂役就没有一个是淬体境的，他就是一个异类。将灵石收入自己储物戒，遁出空间的瞬间，林天阳神念一动，
蒙面人瞬间化成飞灰。刚出空间，便发现腰间令牌不停地闪耀着幽光。林天阳打开，悦耳的声音瞬间传开。林烟娇声道：“林师弟，人家在樊童入口处等你。”林师弟，你怎么不回信息？林师弟，你不会又跑去站街了吧？说到最后，原本阴灵的声音渐渐变成奶凶的。师弟，你在哪里？我没有在大街上找到你，是不是谭悠悠把你？听到林烟急促地发着传音，林天阳顾不得换衣服了，连忙给对方发去传音：“抱歉了，师姐刚刚睡着了，我这就去樊童入口处找你。”得到了林天阳的回复，林烟总算是安心了。师弟，你刚才吓死我了，那我先去樊童入口等你。林烟的真情流露，担心他的安危，这倒是令林天阳心中一暖。林天阳将沾染血迹的服饰换了下，收入空间，他可不想露出痕迹，免得被人察觉到他杀人的把柄。刚看到林天阳上山的身影，林烟一个瞬身便来到他身旁，拉起他的手，一蹦一跳的欢快的朝顶峰登去。有林烟的带领，再加上昨夜已经见过林天阳的守山师姐们，倒是没有多做检查，便放了二人通过。二人很快便进入天星府，入府依然是令人陶醉，抬眼望去，主殿依旧是被迷雾笼罩。今日的二人已经不是合修菜鸟了，各自解开了服饰，很快便心神相通，进入合修的状态，直至一轮功法运转完成，二人方开始吸收阴阳之气，提升境界。仅仅一次运转功法，林天阳便很清楚地感受到境界的提升。林烟儿吸收阴阳之气的速度非常快，足足快了他3倍。正当林天阳吸收完，准备再次运转功法，却发现林烟儿迟迟没有将阴气朝自己传输，而且掌心还脱离了他的大手。林天阳睁眼，只见林烟儿已经趴到他身前，一脸心疼地看着他左臂的伤口，随后伸出玉手欲要抚摸他手臂的伤口，却迟迟不敢下手，停在半空中，生怕弄疼了对方。左臂被利剑贯穿的伤口，喝下灵泉，虽得到了治疗，却没有完全恢复，依旧留下了一道5公分深的伤口。林烟儿愤恨道：“师弟，是谁伤了你？师姐给你讨公道去。”说罢，拉起林天阳的手，便要去给他报仇。感受到林烟儿的关心之意，看着那绝美的娇躯，肤如凝脂，腰细如柳，林天阳一把就把刚下床踏的林烟儿拉入怀中，环住了对方的柳腰，吻住了她的阴唇，呜呜摁。林天阳的霸道，少女再一次心神大乱，想推开林天阳，又怕他伤口崩裂，无奈只好闭上双眼，任由对方轻薄于他。许久，林烟儿早已把要教训林天阳的想法抛之脑后，脑袋一片空白的他，哪里还记得要教训林天阳？什么圣女侍女，什么宗门规定，全都被他抛诸脑后。林烟儿如今的眼里，只有对林天阳满满的宠溺。一轮修炼结束，二人酣畅淋漓，林天阳毫无阻碍便跨入了炼气境，甚至在得到林烟儿庞大的元婴之力，连升了3个小境界。如今的他已经是炼气境2层的修士，完全脱离了凡人的界限，成为真真正正的修仙者。境界提升的喜悦，林天阳第一时间就想探查林烟儿的境界，却依旧探查不出来。这倒令林天阳心神一震，一个18岁的少女，境界到底得多高？连炼气境都无法探查出她的境界。林天阳神清气爽，无比满足，朝身旁躲在锦被之下的少女爬去，将她搂入怀中。然林烟儿却始终不肯从锦被之内出来，任由林天阳如何拉扯锦被，锦被巍然不动。此刻的林烟儿脑袋昏沉，刚才的一桩桩一幕幕很快就涌现心头。我成为了师弟的女人，可我不可以的，我可是圣女的侍女。很快，锦被内的林烟儿发出了抽泣声。林天阳会想到刚才那一幕幕，一脸惭愧的他连忙道歉：“师姐，对不起啊，刚才一时没忍住。师姐实在是太美了，师弟也是没办法。”林天阳连同锦被将林烟儿抱在怀中，不停地安慰着对方，甚至将前世所听到的各种情话都一一对林烟儿说了个遍。足足1个钟，林烟儿方破涕为笑，嘻嘻嘻笑出了动听的声音。林天阳再次掀开锦被，这次锦被很轻易便被他掀开，看着怀中蜷缩的少女，满脸泪痕，林天阳一脸惭愧，轻轻抬起对方下巴，非常轻柔地在对方发红的脸蛋擦拭掉泪痕。看着一脸真诚的林天阳，林烟儿主动朝他送出的香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满眼宠溺道：“师弟，师姐不怪你。”林天阳好奇出口：“师姐，这就是双修吗？你看我境界突破好快。”林天阳一脸兴奋，眼里充斥着对境界的渴望。林烟儿一脸宠溺道：“是的，师弟。师姐，那我还可以跟你双修吗？”嘻嘻嘻，师弟跟师姐双修，舒服吗？林天阳一脸享受，连忙点头回应。林烟儿满眼羞红，噗呲一笑，随即认真道：“师弟，那你要听我话，师姐就跟你双修。”
好师姐，师姐，我还想双修，可以吗？啊！林嫣儿惊呼出声，随即低头一看，顿时露出惊讶之色，呢喃道：“师弟，好快的恢复力！师弟，都已经这样了，那师姐就再与你一次。”翌日天微微亮，林天阳便已经被林嫣儿拉起，还在睡梦中的他微微睁开了双眼，看着已经穿上一件洁白连衣裙的林嫣儿：“师姐早啊！”今早的林嫣儿满脸严肃，眼神更是带着不可违逆的厉色，一手就把林天阳拉起。再次见到林天阳一身的腱子肉，他也丝毫没有露出羞涩，拿起林天阳的服饰替其穿好。卧槽，这转变也太大了吧！昨夜还一副小鸟依人的姿态，今早却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小娇妻。林天阳不禁咽了咽口水。林天阳丝毫不敢露出一丝忤逆，任由林嫣儿拉着他走出闺房。走出林嫣儿的闺房，林天阳便被林嫣儿拉到主殿左边的建筑，上面还挂着一块牌匾“练功房”。林嫣儿玉手一挥，大门很轻易便被他打开。大实在是太大了，足足比林嫣儿的房间还大了10数倍。入门处放着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器具。林嫣儿转头望向林天阳，不带任何感情，淡淡道：“你喜欢什么武器？”林天阳转念一想，自己好像还没用过任何武器，除了弓箭。随即脑海中便浮现出昨夜那从背后突袭而来利剑的影子。林天阳斩钉截铁：“剑！”林嫣儿从架子上轻轻拿起了一柄袖剑，便朝林天阳丢了过来。林天阳伸出右手，稳稳地握住剑柄，砰！袖剑从手中脱落，掉在地上，地上的板块都被震裂了。随后便见地板缓缓愈合。林天阳嘴巴微张，死死地盯着地上的袖剑，怎么回事？林嫣儿刚才可是轻轻便把袖剑拿起，我怎么会拿不起？一脸不死心的他蹲下，再次把袖剑拿了起来，心中一阵暗匪：卧槽，这哪里是什么剑？这明明是一块铁疙瘩，哪有剑的重量有接近300斤的？林天阳抬眼朝林嫣儿望去，眼神接触到对方严厉的眼神，原本打算开口换一把剑的想法堵在了喉咙里，迟迟不敢发出声。林天阳双手抱着袖剑，跟着林嫣儿来到广场中央。广场有2000平方米，足足是前世篮球场的4倍大。不等林天阳说话，林嫣儿已经朝他布置任务，要求他抱着袖剑围绕着广场跑。没办法，自己女人的话要听，林天阳颤颤巍巍地抱起袖剑，便围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一圈走完的他早已经气喘吁吁，刚迈出第2步，背后无声无息的一根藤条便朝他抽来，疼得他丢下了手中的袖剑，龇牙咧嘴，想去抚摸背部的伤口，却又够不着。林嫣儿一声怒喝：“跑起来！”林天阳看到那不容抗拒的眼神，二话不说便抱起袖剑跑了起来。期间他只要稍微放慢了脚步，背后就会无声无息遭到藤条的抽打。整整一个早上，林天阳的背后早已经遍布数百道疼痕。林天阳那个恨啊！昨夜就不应该一时兴起把这小丫头拿下，这小丫头明显就是看不上他那微弱的实力，想帮他特训。再恨也没办法，谁叫自己没有控制住。如今林嫣儿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他的话还是要听的，所幸对自己也只有好处。林天阳倒也没抱怨。没吃早饭的他足足跑了一个早上，早已精疲力尽，看着沙漏，如今已经是中午了。林天阳再也跑不动了，直接躺在了地板之上，大口喘气。这次很奇妙，没挨到鞭子。林天阳抬头望向林嫣儿，林嫣儿玉手一挥，瞬间一道剑气朝他飘来。林天阳好奇朝剑气摸去，咔！食指瞬间就被割出一道口子，一滴鲜血悄然朝地面而落。林嫣儿玉手一挥，鲜血没有笔直朝地面掉落，反倒是朝林嫣儿手中的令牌渗入。林嫣儿冷声道：“府外有师姐送来了午餐，师弟你去取进来吧。”听到午饭到了，林天阳起身，一溜烟便朝门外冲去。看着林天阳满背伤痕，衣服还隐隐渗出了血丝，林嫣儿心疼不已，悄然滴下了一滴泪珠，紧紧咬着牙根。待林天阳回到练功房之内，他已经恢复了一副严厉的表情。二人用过午饭，林嫣儿又布置了新的任务，就是要他拿着袖剑不停击打着面前一块巨石，刺劈挥砍随他，就是不能停，直至天黑不准停歇。林天阳双目圆睁，大嘴微张，被这要求堵的话都说不出了。卧槽，这小妞是不把我当人看啊！这件足足数百斤，数分钟倒是还能坚持，这个下午我怎么办得到？林天阳一副讨好，朝林嫣儿靠近：“师姐，你看能不能？”林嫣儿眼神严肃，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林天阳也懒得说下去了，拿起袖剑就朝巨石一下一下劈着，一脸懒散，看得林嫣儿一阵恼怒。看出了林天阳的不满，林嫣儿嗔怒道：“师弟，你要是对师姐的安排不满，大门在那里，你大可走，
从此我们便不再相见。林天阳转头朝灵儿望去，见对方那眼神丝毫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得，小爷我认怂行了吧？待今晚看小爷如何收拾你。林天阳心中暗念。看着眼前巨石，林天阳收起蓝伞，鼓起狠劲，一下一下便朝巨石挥去了袖剑。剑与巨石接触，擦出一道道火花，一声声砰砰砰的声响，震得他手臂发麻。林天阳从未觉得时间会过得这么慢，太阳就犹如不肯躺下的老人，终于在他的坚持下落了下去。天方渐渐暗了下来，四周照明时缓缓亮起，他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整整一下午，林天阳都不知道看着远处那道大门多少次，然他还是硬生生咬牙坚持了下来。听到了林嫣儿叫他去把晚饭拿进来，林天阳方放下手中袖剑。此刻的他压根就不想吃饭，如今的手完全不听使唤，但又能怎么办呢？不吃就没有力气。无奈的他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屋外，从一位美艳的师姐接过晚饭。用过晚饭，林嫣儿便把他拉回闺房，叫他在这里住下，别回去了，然后独自离开他闺房，朝外走去。林天阳则是趴在床榻之上沉沉睡去。等他再次醒来，屋内多了一个大木桶，水温很热，升腾起一阵阵烟雾，水中还泡着各种灵花灵草。师弟起来泡个热水澡。林嫣儿柔声道。看着林嫣儿轻轻将自己扶起，眼中又恢复了昨夜的柔情与宠溺。林天阳都有些恍惚了，他都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林嫣儿了。他怎么也不敢把白天那个满脸严厉的师姐与现在的林嫣儿联想到一块。女人当真是善变。林天阳暗自嘀咕。林嫣儿将林天阳扶起，缓缓帮他褪去了服饰，直至感受到衣服与背后的伤痕粘到了一块，被轻轻的撕开。林天阳都忍不住发出嘶嘶声。师弟对不起，弄疼你了。看着林天阳背后密密麻麻的伤痕，如玉瓷裂，血丝残红，林嫣儿都忍不住双瞳渐渐泛起泪花，玉手轻轻地抚摸着林天阳的伤痕。他都不敢想，这居然是他一边一边抽出来的。看着林嫣儿满脸愧疚，晶莹的泪珠更是止不住地从脸颊滑落，掉到地上，溅起一阵阵涟漪。林天阳反倒更惭愧了，师姐这是为了他好，他白天还不停地在心里怒骂他是个毒妇，师姐不疼的，真的。说罢，林天阳还绕着他走了一圈。见林天阳一脸嬉笑，林嫣儿依旧没有从悲伤走出，反倒担心他动作太大撕裂伤口，连忙将他阻止，扶进木桶之内的药浴，替他泡澡。林天阳坐进木桶，任由热水淹没到肩膀之处，原本他还有些发怵，水温很烫，而自己的手掌以及背部那么多伤痕。然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坐下，滚烫的热水泡着灵花灵草，化作一道道暖流，不停地恢复着他的伤势，且水中还蕴含着大量灵力，不停朝他体内袭来，舒服的他差点叫出了声。林天阳回头望去，林嫣儿玉手正捧起温水，不停地朝他背后浇灌。看到林天阳清澈的双眼，林嫣儿终于忍不住了，从身后抱着林天阳脖子便哭了出来。呜呜，师弟，对不起，师姐太坏了，师姐以后再也不打你了。林天阳心头一暖，这小丫头白天还一副很绝情的样子，没想到会这么心疼她。林天阳起身将林嫣儿扶了起来，替她擦去泪痕。师姐再哭就不好看了哦，师弟我可是很喜欢美人的，丑丫头，师弟可是会嫌弃的。见林嫣儿已经不再哭泣，林天阳缓缓靠近，吻住了她的阴唇。林嫣儿很是配合，主动将玉手搭到她的肩膀之上，直至林天阳去解开她腰间的系带，她都没有半分阻止。少女羞垂琴手，满脸娇羞，低着头不敢去直视林天阳。衣服顺着肌肤一跃而下，看着少女那娇羞的模样，那白嫩光滑的肌肤，那细柳翘臀丰腴的娇躯，林天阳咽了咽口水，轻轻将她抱起，缓缓蹲下，任由少女坐在他的大腿之上，泡着药浴，品尝着少女的香咸。若是被宗内弟子知道，林天阳不知道要引来多少仇恨的目光，招来多少情敌。能跟合欢宗年纪最小三花之一的林嫣儿行鸳鸯戏水之乐，那是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夜的双修，第一次林天阳还能感受到那股元婴之力，直至第二次方没有那股亲和的灵力出现，至此林天阳才确认了女子元婴，只有前3次才会有元婴之力助修士提升境界。今夜的林嫣儿极为乖巧，各种配合，无论林天阳做出如何令他难为情的举动，他都极为配合，足足大战了到后半夜，依靠着林嫣儿的元婴之力以及运转了2轮功法双修，原本炼气2层的他总算是提升到炼气3层后期。足足用了3天，林天阳总算是习惯了袖剑的重量，如今的他扛起袖剑跑起来迅疾如风，至于每天挥剑1下午，也已经不像第一天那么辛苦了。而林嫣儿自从那天过后便再也没有
朝林天阳挥动过鞭子了，打在他身，疼在他心。不过林天阳倒也刻苦，丝毫没有偷懒的意思，境界更是直接暴涨到炼气境8层大圆满。如今的他总算是能看清林嫣儿的身法了。在第20天，他终于习得身法5技。如今他的速度比林嫣儿都还要快，惊得林嫣儿目瞪口呆。林嫣儿可是从8岁便开始修习的身法，足足花了10年方有所成就，而他仅仅只花了不到1个月时间。第25天，剑法也被他悟透了，出剑速度之快，就连林嫣儿也只能看到一道模糊的影子。轰隆隆，天星府内不停震的，原本趴在林天阳怀中熟睡的林嫣儿慌忙爬起，林天阳自然也被吵醒了，看着林嫣儿满脸焦急：“师弟，你的储物戒给我。”见林嫣儿一脸焦急，林天阳虽好奇，倒是没有过多询问，伸手便从地上的衣服内拿出储物戒，递给了林嫣儿。林嫣儿从枕下拿出了自己的储物戒，背着他好像放进了什么东西，随后拉起林天阳下床，替他穿上服饰。林嫣儿一脸严肃：“师弟，我现在说的话，你务必听清楚了。圣女出关，你已经不能待在府内了。我教给你的身法剑技，还有储物戒师姐送你的剑，没到生死时刻，绝对不许使用。师弟，师姐没去找你，你千万别来找我。”林天阳不解，为什么身法剑技宝剑都不可以示人，就连联系都不能？林天阳还想询问一番，林嫣儿率先出口：“师弟，别问了，就当师姐求你了好不好？”见林嫣儿急得都快哭了，林天阳也只好应了声：“好。”二人穿好衣服，林天阳便被林嫣儿送出了天星府。直至看不到林天阳的身影，林嫣儿浑身无力，瘫软在地上，眼泪顺着脸颊不停流下，玉手停留在半空中。他多么想再抚摸一下自己师弟的脸庞，与自己的师弟长相厮守，但他知道不可能了。师弟，永别了。走下山的林天阳从未发现自己如今的速度会那么快，不施展身法5技的他都感觉身轻如燕，疾驰起来更是迅疾如风。回到杂役住宅区的他突然发现好亏，自己交了1个月的房租，却只住了1个下午，白白浪费20块零食，气得他牙痒痒。没办法，如今又没地方住了，只好再去续租。来到保卫处续租房子，林天阳才在长老口中得知，苏天宇小老头早在租房的第2天就已经办理了退租手续，更是托付办理租房的长老，叫他转告林天阳，他已经进入外门，和李秋水师姐同居了，叫他别担心。卧槽，好家伙！林天阳都想不通，为何小老头会转变得这么快，最初还因站街羞耻的大发雷霆，如今才1夜就直接跟那位李秋水师姐同居了。师弟，月租20块零食。被收租的长老打断了思绪，林天阳赶紧拿出储物戒，神识往内一探，哇，不愧是师姐，当真大手笔。储物戒内原本只有31块零食，如今足足有530块零食，且还送了林天阳一柄通体黝黑的剑。一看那剑锋，林天阳就知道此剑锋利，绝对是极品。师弟，你有没那么多零食啊？没有可以交1天的，1天只要1块零食。林天阳赶紧取出20块零食，摆到桌面之上，办理完手续，方回到自己的小屋。一进入屋内，林天阳立马遁入空间。这1个月，在林嫣儿昼夜不停的陪同之下，他压根就不敢进入空间。见空间一如往常，各种动物繁衍的还不错，如今已经又300多头了。大白虎更是又长大了1圈，跳到他身前，震起了一阵灰尘，伸出舌头不停舔着他的脸。小白则是趴在大白虎头上睡觉，许是被大白虎的动作惊醒，就跟小肉团子似的从大白虎头上掉了下来。林天阳连忙伸手将他接住。小白睁眼，迷迷糊糊的就要从林天阳手中飞走，刚转身又连忙转了回来，双眼冒着金光，死死地盯着林天阳，肥嘟嘟的脸蛋咧了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那张笑脸颇像前世他看过的一部动漫人物笑起的模样，没错，就是路飞。小白缓缓飘起，不停推着林天阳朝那处闪耀着金光的泉眼而去。林天阳满脸疑惑，怎么回事？这座金色的泉水，以往小白的不让他靠近，为什么这次却主动推着他靠近？站在金泉旁，林天阳再次开口：“小白，你这是想要我下去这金色的泉水当中吗？”小白听到了林天阳的话，不停点着看不到脖子的小脑袋。见林天阳还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小家伙直接小脚一踢，林天阳便被他踢进那金色泉水当中。掉进金色泉水当中，林天阳第一感觉舒服，比林嫣儿给他准备的药浴还要舒服，整个人冰冰凉凉的，无数灵气朝他体内涌入，随即金色的泉水犹如得到了牵引，不停朝他体内涌入。卧槽，痛，钻心的痛。林天阳第一时间就想跃起，不料小白直接飘到他的头上坐下，林天阳顿时如同被五指山压住的猴子，任由双腿如何用力都站不起来。小白走开，要死了！
不管林天阳如何惨叫，小白都巍然不动，最后更是直接躺在他头上睡觉。啊！第一天，金色的泉水进入林天阳体内，不停地吞噬着他的血液，将他的奇经八脉使劲撑大。林天阳都感觉自己快要爆体而亡了，皮肤寸寸皲裂，然后在泉水当中迅速恢复。整整一天，不停地重复着这样撕心的痛楚。如今的他瞳孔一片血红，精神都快要崩溃了。空间之内，林天阳凄厉的哀嚎声吓得院内的动物四处乱窜，大白虎反倒像一个观众，静静地趴在小泉边上看着。第二天，林天阳的惨叫声更加凄厉，真是听着伤心，闻着落泪。而小白反倒是直接睡着了，还打出了呼噜。金色泉水侵蚀完血液，开始包裹住林天阳浑身的骨头。咔咔咔！啊！林天阳能很清楚地察觉到他浑身的骨头不停被震碎，然后又复合，足足一整天。每当骨头被震碎的那一瞬间，林天阳便疼得死去活来。第一天他还可以拍打水面，怒吼发泄着自己的疼痛不满。第二天，他除了钻心的疼痛，就连叫都叫不出声，五官早已扭曲，气孔更是疼得流出了金色的血液。第三天，金色泉水开始改造着他的五脏六腑，打碎再重铸，一遍遍重复。至于此时的林天阳，已经无法形容了，就如疯子也没什么两样了，整个人蓬头垢面。第四天，林天阳方逐渐开始恢复意识，前3天他早已经被疼痛占据了灵魂。见泉水已经完全被林天阳完全吸收，小白才缓缓飞到大白虎头上，大眼珠一眨一眨地看着林天阳。此时的林天阳浑身漆黑，身体内的杂质完全被排了出来。林天阳睁开双眼，看着自己的双手，用力一握，指骨发出一阵脆响，浑身充满力量，神识沉入体内，体内金灿灿一片，他的血，他的骨，他的五脏六腑金光闪耀，而灵台更是化作一株9瓣莲台，犹如浩瀚的宇宙生长着一株璀璨的莲花。9条灵根最前端更是多出了一条白色灵根，如今10条灵根就如苍天古树，粗壮无比，体内阳气遍布全身，犹如体内多了个太阳。识海之内更是出现了一团白气，神圣且神秘，细感之下仿佛带着无尽创造与再生，紧紧依附着他的灵台，粉色的莲台，白气环绕，若隐若现，神秘不可窥视。境界没有任何变化，但林天阳能感觉到他如今已经蜕变了。如今他总算知道小白的良苦用心了，若是当初他淬体竟进入金色泉水，估计连半天都熬不过来。林天阳一跃而起，便想去抱抱小白和大白虎，两家伙十分嫌弃，纷纷逃命般避开了他的双手。这时的林天阳才惊觉，他如今全身漆黑，心念一动，泉水犹如水枪，便朝他喷来，将体内排出的杂质冲洗了个干净。身上衣服犹如风中残年的老头，轻轻一扯便化成飞灰，换上一套干净的服饰。小白方朝他飘来，坐在他的肩膀之上，小手还不停拍打着林天阳的脑袋。空间之内顿时一震，当当当，不停回荡，吵得各种动物鸡飞狗跳。林天阳很满意自己如今的体魄，大笑出声：哈哈，来大白虎，全力给我一爪。大白虎貌似听懂了，但他却不敢，反倒朝小白看去。见小白点了点头，大白虎不再犹豫，顿时霸气虎啸声震耳欲聋，一个冲刺，高高跃起，右爪紧随而至，狠狠地朝林天阳扫去。这一击要是在3天前，林天阳是绝对不敢与其硬碰硬的。这一爪威力十分强悍，林天阳不敢托大，摆出了防御的姿势。砰！林天阳被击飞数百米，倒地坐起的他非但没有沮丧，反倒大笑出声。大白虎的这一爪，林天阳感受了一下，足足1000斤巨力，却只是在他胸口之前挠出几道爪痕。林天阳都不敢想，如今他的体魄究竟有多强。他尤为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被大白虎一爪，直接打断了几条肋骨。如今大白虎的成长巨大，而他如今却单靠体魄就已经可以硬撼大白虎的一击。在空间之内已经待了4天，失踪太久，他也担心被人发现端倪，很快便遁出了空间。出了空间，外界依旧是黑夜。林天阳看了看腰间令牌，见令牌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倒是令他有些意外。林烟儿跟他足足1月形影不离，如今竟然2天都没找他了。闲来无事，林天阳盘坐于床榻之上，将储物界的灵石倒在床上。灵石珍贵无比，他从来都不舍得用来修炼，如今获得新生，他倒是想挥霍一把，看看灵石的修炼效果。很快，林天阳就体验到了灵石修炼带来的快感，不但不疲累，且还特别舒服。短短1个时辰，他就吸收了100块灵石，灵石内蕴含的灵气被他吸收后，很快便化作普通石头，不再发光。林天阳睁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灵石，随后长叹一声：修仙修仙，没钱修个屁的仙。整整1夜，
林天阳把林烟儿送他的500块零食全部都造完了，如今的他也只剩下11块零食了。用零食修炼会上瘾，原本他只打算花一半的零食修炼，可随着境界一点一点突破，他早已经沉浸在境界突破的快感，直至吸收完500块零食，境界也提升到了炼气9层初期。林天阳经过一个晚上的觉悟，搞钱必须搞钱。清早，林天阳便早早拿着牌子来到炉顶一条街，占了个好位置，在最前方。进入炉顶大街师姐第一眼就能看到他，可是几乎都是被他俊朗的外貌所吸引过来。然当他们看到牌子上写的灵台灵根以及合修双修的价格，纷纷摇了摇头，从他眼前绕过。林天阳那个心痛啊，每走过去一人，他就有零食飞了的感觉。第二天依旧如此。第3天晚上，如今他身上也只剩下1块零食了，每天消费3块零食吃饭，没办法，体质蜕变了，他便发现他的饭量变大了，没吃饱就浑身没力，跟魂没了似的。卧槽，奶奶的，再不来生意，小爷明天就只能去抢大白虎的口粮吃了。林天阳都有点想把价格改成市场价，可是这样做的话，只能混个温饱，压根就剩不下零食修炼。想到此，林天阳都有点怀念被林烟包养的那1个月了，什么都不用担忧，白天刻苦修炼，晚上还有美女陪。林天阳掐指一算，整整5天，林烟就跟鱼入大海，完全没有任何信息。正当林天阳准备拿出身份令牌，准备给林烟发信息，面前却来了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也是林烟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的师姐谭悠悠。谭悠悠一如初见，穿着大胆性感，身着超短紧身裹胸连衣裙，搭配一个白色小背心，风情万种，妩媚动人，当真是勾人的小妖精。再次见到林天阳在炉顶大街出现，谭悠悠倒是有些意外，毕竟他可是林烟带入宗门的，不应该会缺零食。当他探查到了林天阳的境界，差点惊呼出声，连忙捂着小嘴，心里则是万马奔腾。怎么做到的？1个多月时间，连破9个小境界？难道林烟给了他这个小杂役？不应该啊！以他的身份，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不被允许的。谭悠悠暗自思索，然他想破头，还是没想通。看到谭悠悠不停地打量着他，林天阳想想，还是不要招惹这位师姐好了，免得有命拿零食，没命花。毕竟林烟可是他的女人，不可能会害他。林天阳起身，拿起牌子，便要走出大街。见林天阳要走，谭悠悠二话不说，便朝他怀中丢了一小袋零食。林天阳感受了一下零食，足足有20块，他都不清楚谭悠悠这是要干嘛。他合修的价格也才5块零食，双修也才10块零食，对方丢20块零食给他，这是什么意思？林天阳拱手行礼道：“师姐，你的零食掉了。”林天阳想把零食退还给谭悠悠，谭悠悠却凑到他的耳旁。林天阳想退，却发现又被一股无形的威压控制住了。如今的他倒是不惧这股威压了，他只需要强行震开便可脱身。可周围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他怕误伤别人，而且也不想太过引人注意，索性便忍了下来。反正这么多人在，谭悠悠还能把他吃了不成？谭悠悠妖媚出口：“师弟，你难道是在害怕师姐吗？”“师弟，宗门手册你没忘了吧？价格合适，杂役可是不允许拒绝的哦。”“嘻嘻嘻，怕？小爷会怕你？”林天阳虽没说出口，但他心里压根不惧谭悠悠，他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被林烟强行特训了1个月，以及得到金色泉水的蜕变，就算当面对战，他也不怕谭悠悠。想到有人送零食，再加上有宗门的规则在，又不能拒绝，林天阳索性就把零食收入储物戒。他倒是想看看谭悠悠想干什么，而且就如林烟说的，谭悠悠的天赋不好，他倒是好奇这个1品灵台的师姐究竟是如何办到2年时间内把境界提升到筑基5层的。林天阳淡淡一笑：“师姐赏饭吃，师弟高兴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怕？师弟嘴巴还真甜。师姐甜不甜，这我倒是不清楚，师姐可以尝尝，这点师弟倒是不介意的。”好家伙，如此会聊。此时的谭悠悠已经确认了，根据林天阳暴涨的境界以及他谈吐与相貌，以林烟这种单纯的女孩子，又怎么能抵挡得了这样的男子？肯定已经被拿下了。谭悠悠脱口而出，当真是胆大包天。师姐，师弟就是这副性子，你要是不喜，零食我退给你就好了。说罢，林天阳又把一小袋零食取了出来，递到谭悠悠面前。谭悠悠都愣住了，他刚才脱口而出的话并不是对林天阳说的。师弟误会了，师姐我刚才只是想到别的事情，并不是说你。二人很快便走出了人满为患的炉顶大街，谭悠悠在前带路，林天阳在后跟着朝山上走去。期间林天阳发现身后200米处一直有2人一路尾随，起初他还以为是碰巧，只是都要前往樊童的宗内弟子，
然通过了守山弟子的检查，二人很快就来到外门弟子的居住区域。谭悠悠住的地方又比较偏，身后二人却一直跟着，没这要巧的事情吧？正当林天阳欲要转身朝二人问个究竟，谭悠悠先他一步来到林天阳的身前，挽住了他的胳膊。师姐。没等林天阳说完，谭悠悠淡淡出口：师弟，不要理他们。听到了谭悠悠的话，林天阳也没再去关注身后的二人。外门弟子的待遇就是比杂役弟子的待遇好，外门弟子居住的都是独栋小院，且每座小院还笼罩着一层光雾。已经去过峰顶的林天阳自然知晓那是阵法，就连街道都是铺满地板，走在上面十分平坦，看上去十分整洁。夜间的合欢宗十分安静，大家都在忙着提升境界。而林天阳他们住的隔壁房间动静稍微大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很快，林天阳便被领到了一处门牌号666号的小院门口。谭悠悠拿出令牌，在林天阳指尖窃取了一滴血液，滴到令牌之上，随后便被令牌吞噬。这个步骤林天阳到时看过灵烟做过，却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见鲜血被令牌完全吞没，谭悠悠方牵着林天阳的手，一步跨进阵法，进入小院。许氏见林天阳看他刚才的举动有所疑惑，谭悠悠倒是主动跟他解释：师弟，每座小院都是有阵法守护的，所以想进入洞府便需要把鲜血注入令牌当中。师姐那样的话，要是令牌丢失了，被不轨之人捡到，那岂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他人的院落？听到林天阳能举一反三，谭悠悠不禁高看了他几分。师弟，第一个在令牌滴入精血之人，洞府阵法便会主动认主，哪怕我令牌丢失了，我与令牌的联系也是存在的，只要有人在令牌之上滴血，我通过令牌的联系瞬间就能察觉，将其抹除，无需令牌在手便可以轻易做到。好先进的模式，林天阳倒是受教了。小院不大，一共2套房子，一个小花园，华丽程度自然不能跟天心府比，毕竟那可是圣女的府邸。回到府内的谭悠悠不再妖娆妩媚，反倒多了几分正经。很快，林天阳便被谭悠悠领到入门左边的房子之内，屋内一片漆黑，抬手不见五指的黑，这倒是有点令他发怵。随后谭悠悠玉手一挥，屋内瞬间亮起了照明的晶石。林天阳仔细琢磨了一下，估计是连接洞府的，也是靠意念控制的。看着屋内空旷的场地足足100平，林天阳不解，一张床都没有，这怎么双修？这不像闺房，反倒更像是练功房。谭悠悠背对着他，一个顺身就朝他挥出了一掌，林天阳并未躲闪，反倒是站得笔直，胸口之处硬生生地接了对方轻轻的一掌。啪！其实谭悠悠的速度并不快，如今的他看得清清楚楚，这点他倒是很感激林烟，多亏有他的特训。谭悠悠不解，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正常人第一反应都会选择躲避或者还击，而林天阳压根就没有任何反应。谭悠悠疑惑出口：师弟，你为何不躲？难道是我的速度太快了吗？林天阳摇了摇头，轻笑道：师姐，你的攻击并没有带着杀意，且我能很清楚地看出掌法并没有使出力道。哦，师弟，那你可要注意了，这次师姐可不收手了。林天阳连忙打断：等等等等，师姐，你是要找我合修还是双修？至于比武啊，咱们的约定可没有比武这一项要求。哈哈，谭悠悠鬼魅一笑：师弟合修还是双修，这要取决于你。若你能打败我，咱们就双修；若是你不能胜我，你合修是5块灵石，我那20块灵石就是你2天的费用，1天10块灵石，多出来的5块灵石单师姐补偿你。当然，灵石自然不会白给你，凝练出阴阳之气，全部归我。听了谭悠悠的言语，懂了。林天阳总算是搞懂了，谭悠悠之所以境界能突飞猛进，原来他的是以灵石买断每次合修的阴阳之气，独自吸收。难怪林烟会说他境界来得很诡异。林天阳不懂出口：师姐，那你直接吸收灵石提升境界就好，为什么要花灵石？这不是很冤枉吗？师弟，吸收灵石也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晚上顶多吸收50块灵石，而且吸收灵石修炼是需要打磨根基的，不然境界虚浮，战力便是同境界最弱的存在。林天阳不解，暗自琢磨，为什么谭悠悠一个晚上顶多吸收50块灵石，可我足足吸收了500块灵石，且境界也没有感到任何虚浮啊？难道是金泉改变了我体质的原因？师弟，你别磨蹭了，师姐这次不会留手了，想要双修，靠你自己争取。林天阳才刚回过神，并没有准备好，谭悠悠敏捷的身法，诡异的掌法就朝他袭来，速度比刚才足足快了5倍，掌中的气势更是令林天阳感到危机。慌乱之下，林天阳使出了身法武技，在谭悠悠朝他留下的残影击掌的瞬间，移动到他身后，还不忘在他的翘臀上拍了一下，
等谭悠悠转身之时，林天阳已经站在他出手时的位置。谭悠悠转身，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双手负于身后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谭悠悠目露惊恐，微张的小嘴想说话，却仿佛喉中被咽到似的，说不出话来。刚才一时情急，林天阳便忘记了灵烟的告诫，此时方想起灵烟告诫过他，身法武技剑法还有储物界中的宝剑，只有生死时刻方能使用。谭悠悠被惊到了，口中淡淡说出乾坤雷击。此时的林天阳方知晓灵烟传授他的身法武技，名唤乾坤雷击。没办法，灵烟压根就不肯跟他说身法武技的名称，暴露了身法武技，林天阳此时有点心慌。林天阳眼神刚露出杀机，很快便被他打消了。林天阳有把握杀掉对方，再不济也可以把对方囚禁在空间之内。可转念一想，刚才跟踪他们的人知道谭悠悠和他在一起，就算杀了谭悠悠，或者把他囚禁在空间之内，也逃脱不了嫌疑，更有可能暴露出空间的秘密。而且谭悠悠并未对他做出任何不利之事，总不能因为对方看到他使出乾坤雷击就把他杀了吧。最终林天阳还是压下了想杀掉谭悠悠的冲动，先看看对方的反应再说。谭悠悠鬼魅一笑，淡淡出口，灵烟既然把宗主从不外传的身法武技都传授给你了，师弟你当真是讨到他的欢心了，也对他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在乎武技一事？林天阳都被谭悠悠搞懵了，什么宗主的武技，什么死都不怕？师弟接招，这次我不会大意了。等等等，林天阳连忙叫停。原本都蓄力出手的谭悠悠，在林天阳急促喊停下，急忙收回蓄力的掌法，差点被自己的灵力所伤，连连倒退了数十步。师姐，刚才你已经输了，我们还是别打了吧。谭悠悠没好气道，师弟你有完没完？你只是身法了得，并没有打败我，这不算。你别再叫停了，这次我可不会收手了。如今谭悠悠已经知道了他的身法武技，使用一次和两次压根就没有区别，再藏着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次他的身法更快了，谭悠悠还没蓄力完成，林天阳已经来到他身后，一记虎啸震山灌入了他1/5的灵力。轰！整座小院都摇晃了起来，犹如地震海啸，屋内瞬间扬起漫天灰尘。林天阳并没有打在谭悠悠身上，而是瞄准了屋内的一块千斤大石，在林天阳的一击之下，瞬间化作粉末。至于那块大石，倒是有不少处凹陷的掌印，很明显是谭悠悠练习掌法所击打出来的。灰尘渐渐平息，此时的谭悠悠完全木讷地站在原地，抬在半空的手都忘记要收回来。林天阳上前将他打横抱起，走出屋内，朝入门处右手边的房间跨入。谭悠悠并没有挣扎，反倒是双手主动环在他的脖颈之上，一双美眸一眨一眨地看着他英俊的脸庞。女子的闺房就是香，林天阳深吸了一口气，方把谭悠悠丢到了床榻之上，俯身朝他靠近。谭悠悠已经想到等下会发生的事，紧咬双唇，满脸娇羞，呼吸急促，脸颊更是通红一片。看到对方这女儿家姿态，林天阳都愣住了。我说师姐，你又不是第一次双修了，就别假正经了，你别摆出这副姿态，整得我好像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谭悠悠都听傻了，什么不是第一次双修了？谭悠悠越想越气，嗔怒道：师弟师姐平日与人合修倒是不假，但也只是双掌与对方接触，就连想与我合修之人都需要蒙着双眼进行，人家才没有和别人有过双修，更不像你口中所说那么不要脸。谭悠悠侧过身子，朝床榻之内转去，不再去看林天阳。不会吧？林天阳一脸吃惊，平日穿着性感暴露的师姐竟然如此保守，那我刚才的话岂不是太伤人了？谭悠悠此时仍在气头上，他虽风评不好，那也是想快点提升境界，好摆脱束缚，但又不是那些不要脸的小浪蹄子，居然这样污蔑他，气得他眼眶微红，更是委屈到美眸微微泛起泪花。林天阳轻轻将谭悠悠转了过来，见对方都有要哭出来的架势，连忙道歉：那个师姐，对不起啊，师弟我错怪你了。听到林天阳真诚的道歉，谭悠悠更觉得委屈了，宗内那么多人都误会他，就连自己看上之人也误会他，泪珠瞬间像开了闸口，止不住往外流。林天阳那个自责啊，都怪自己这张大嘴巴，明明是秀色可餐的一晚，却给他整成这般境地。师姐你别哭，是师弟口无遮拦，师弟跟你认错。林天阳态度极为诚恳，毕竟今晚若是在一起双修了，这以后就是自己的女人，他可不想往后被自己女人埋怨。谭悠悠哽咽道：师弟，你要是像别人那般当我是妓女，那你可以走了。嘿嘿嘿，越说越离谱。林天阳大喝一声：闭嘴！顿时委屈的哭声戛然而止，二人四目而对。
被林天阳的霸道震慑住了。此时的他死死地盯着眼前之人。见谭悠悠没再哭闹，林天阳再度靠近他，看着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轻柔地帮他擦去泪痕，上前就吻住了对方。被林天阳突然的举动，谭悠悠还是有些忐忑的，浑身一缩。毕竟她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一想到待会要与自己师弟双修，吓得她不敢再往下想，连忙闭上双眼。闻着异性的味道，少女美瞳渐渐迷离。随着系带的松动，服饰的滑落，林天阳双目圆睁，一副饥渴难耐的表情，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娇躯。师弟，待会轻点。不愧是外门三美，当真是勾魂夺魄。如今都已经被抱上床榻，少女虽忐忑不安，但还是硬着头皮说出担忧之事。好的，师姐。说完，林天阳再顾不得一切，就扑了上去。一场旖旎悄然展开。啊！一声悦耳的长鸣响彻在整个小院，却被阵法压盖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林天阳感受到自己的境界，炼气近12层初期，嘴角微微扬起，看着怀中绝美女子，不禁心满意足，将她抱得更紧了。不愧是外门三花，一个清纯甜美，一个妖艳动人，林天阳都开始好奇那个外门第一美的萧玲玲了。他倒是不信世间还有比上官月更美的女子。师弟你撒手，太紧了，人家都不能呼吸了。被怀中女子打断思绪，林天阳连忙道歉。师姐不好意思啊，师姐太舒服了，师姐好软，所以一时太……林天阳自然不会跟谭悠悠说自己是想起失散的小姨子，所以一时失了神。看着林天阳宠溺的眼神，谭悠悠微微一笑，心里美滋滋的。虽然被对方虐得不成人样，疲惫不堪，但他在对方眼里可以看到满满的疼爱，这就够了。谁叫他是自己第一个男人？谭悠悠虽闭目躺在林天阳怀中，但压根就没有睡着。通过这次的双修，他成功踏入筑基6层，这倒不是他最高兴的地方。令他难以入睡的是林天阳体内那源源不断的阳刚之气，以及他的天赋，还有那神圣的白色气体。谭悠悠合修过的男子不是10个，而是数百个，他从未见过一个男子能拥有如此澎湃的阳刚之气。而林天阳的天赋更不是什么一品灵台，而是他都从未见过散发着白光的灵台，他恰巧便是一品灵台，散发的光芒明明是赤色的，因此他非常确认对方不是一品灵台。至于灵根，更不是9灵根，而是10灵根，金木水火土风雷冰黑白。最令他疯狂的是，仅仅双修了1晚，那股白色气体竟然在他双修的期间强行将他的灵台提升至2品灵台，如今散发出的光芒是橙色的，闻所未闻。他从未听说过有能强行帮人提升天赋的方法。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谭悠悠都无法镇定下来。看着熟睡中的林天阳，谭悠悠微微露出笑容，随后对着林天阳小声道：师弟，人家这辈子跟定你了，你可不能不要人家哦。见林天阳睡得太死没有回复，他又开始自说自话起来。难怪灵儿会为了你甘愿舍弃自己。谭悠悠越看身前男子越满意，索性直接翻身上位，趴到林天阳身上，紧紧抱着对方，生怕明天起来林天阳跑了。其实谭悠悠压根就不知道，灵儿身心接托给林天阳的时候，林天阳天赋就是1品灵台，若是知道肯定会骂灵儿是个恋爱脑。翌日正午，烈日炎阳洒满合欢宗，使得宗内格外朝气蓬勃。林天阳醒来时，发现谭悠悠整个人都趴在他身上入睡，睡得格外香甜。林天阳欲要起身，却瞥见白色的床单之上那抹鲜红，强行吸引住了他目光。想不到穿着性感暴露妖娆妩媚的谭悠悠，昨晚居然会露出女儿家娇羞的姿态。林天阳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后又躺了回去。他可不想把睡得如此香甜的师姐吵醒，毕竟他如今炼气12层的境界，对方可是付出了宝贵的原因。谭悠悠这一觉睡得格外满足，睡到自然醒。当他睁开眼，看到林天阳那英俊都面孔，方回忆起昨晚之事，羞涩的他又连忙将头埋在对方的怀里。师姐醒了就不要赖床了，快快起来。林天阳柔声道。林天阳都服了，若不是想到昨夜谭悠悠那疲惫的模样，他都快忍不住推开对方了。没办法，太饿了，足足15-16个时辰没进食了。谭悠悠都羞死了，第一天便被对方发现他赖床的习惯，连忙翻下身，惭愧道：师弟对不起啊，师姐我……不等谭悠悠说完，林天阳双手早已捧住了他的小脸，吻住了他的香唇，数息才分开。走了，师姐。说完，林天阳便起身，迅速捡起地上的服饰穿上。谭悠悠都懵了，听到林天阳说要走，他一时都愣住了。见林天阳穿好服饰，便要朝屋外走去，谭悠悠再也顾不得羞耻，服饰都来不及穿，
一个瞬身来到林天阳身后，死死地抱住了他。谭悠悠颤声道：“师弟不要走，师姐是不是误会了？他可是付了2天的零食，我不去找吃的，这闺房之内又没有吃的东西。”见林天阳没有回应，此时的谭悠悠更慌了。谭悠悠急促道：“师弟不要走，师姐我这就给你申请外门弟子的身份，师姐我可以养你的。”听到身后女子的言语，林天阳内心得意洋洋起来，小爷的魅力不减当年啊！仅仅一夜，这风情万种的师姐就对我如此死心塌地了。林天阳倒想逗逗这小丫头，装出一副没好气道：“哼，不知师姐打算如何养我呢？”林天阳一直有一件事非常疑惑，就是合欢宗这些师姐们每次雇佣炉鼎，他们的灵石究竟是如何得来？为何每天都有那么多灵石？谭悠悠急声道：“师弟，你别走，师姐会刻画阵法，会刻画阵盘，师姐可以养你的。”林天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也就是副职业，依靠刻画阵法收入的灵石。见林天阳又没有回应，急得谭悠悠流下了泪珠。感受到身后隐隐湿润的服饰以及身后的抽泣声，林天阳掰开了紧紧抱住他腰间的玉手，刚转身，谭悠悠双腿一软，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林天阳连忙将谭悠悠扶起，一脸搞怪的表情，抚摸着对方的额头：“傻丫头，我只是要去找吃的回来，你还哭上了。”在林天阳掰开谭悠悠的双手，谭悠悠便已经绝望了。他知道自己这可怜的天赋留不住这样的天才，可他哪里知道林天阳就是修仙界一小白，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天赋已经被进入体内金色泉水改变了。当他听到林天阳只是要出去找吃的，原本绝望的眼神猛地抬头望向林天阳，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静静地看着将他扶起的男子。林天阳轻轻将他小脸上的泪痕擦去，淡淡道：“师姐，你可是我的女人，我能去哪里？以后不许再找他人双修，合修也不可以。”听到林天阳那霸道的语气，谭悠悠很顺从，连忙点头。若是谭悠悠确实是像他之前所想，为了提升境界做出各种龌龊之事，林天阳自然不会为他负责。当了解了对方是花灵石，以此换来的境界，且还是完璧之身，将自己完完全全给了他，林天阳自然就会把她当自己的女人对待。看到谭悠悠的举止，林天阳非常满意。师姐，你先在榻上再躺一会，师弟我出去整点吃的回来。不等谭悠悠回复，林天阳便扶着她朝床榻走去。许是林天阳步伐太大，谭悠悠一脸难以启齿，压根就迈不开腿，走起来还一瘸一拐的样子。对于圆房双修一事，林天阳早就知道有什么后遗症，尤其是初夜，症状最为明显。林天阳索性就直接将他打横抱起，轻轻地将他放到床榻之上，拉起洁白的颈背，将其娇躯盖上。师姐，你昨晚受累了，你好好休息，待会我弄好吃的给你端进来。谭悠悠眨巴着湿润的睫毛，死死地看着林天阳的眼睛。师弟没有要离开我。看到林天阳那真挚的眼神，那温柔的举止，谭悠悠总算是放心了。很快，林天阳就将谭悠悠哄睡，看着他那甜美的睡姿，林天阳不舍得走出小院了，可肚子却极为不争气，咕咕叫个不停。林天阳出了谭悠悠闺房，便朝院门走去。在谭悠悠将他的鲜血滴入令牌的那一刻，小院大门的阵法便已经认可了林天阳的身份，毫无阻碍便穿出阵法，来到大门之外。白天的樊童极为热闹，街上人来人往的行走着，不像黑夜人影稀少。出了小院，林天阳可没忘记杂役住宅区的那一次刺杀。昨夜跟踪他的2人，很明显就是为了他而来。他都想不通，昨夜谭悠悠为什么要阻止他朝那2名尾随之人出手。林天阳第一件事就是散开神识，查探那2人是否还在他附近。随着林天阳的神识逐渐扩大，果然在200米开外便探查到那2股熟悉的气息。见2人始终保持在200米开外，林天阳倒也不担心，毕竟大白天街上人来人往的，谅对方也不敢对他出手。林天阳脚步很大，速度很快，足足在樊童逛了2个时辰，方大致了解了一下樊童的格局。北面是长老与真传弟子的住宅区，南面则是谭悠悠他们这些普通外门弟子的所住区域。至于中央区域，有商铺酒楼林立，4殿1阁矗立，外交殿、功法殿、执法殿、任务殿、万物阁。闲来无事，林天阳几乎都逛了个遍，总算是了解了4殿1阁究竟是干什么的了。外交殿主要是搜集外门弟子们炼制的丹药、符咒、阵盘，以及在妖兽森林之内寻找到的天才地宝，猎杀的各种妖兽。每月月底交由外交殿带出合欢宗售卖，换回灵石。只是想委托外交殿带出宗门售卖需要时间，无法立马获得灵石，需要等出宗门的长老回来方可拿到灵石，且还要收取1%的手续费。功法殿林天阳也了解了一下，
里面售卖着无数功法武技，下品武技1000灵石，中品武技1万灵石，上品武技10万灵石，且皆是拓本，看过一遍就会消失。至于地品武技太为稀少，只有3本，售价高达100万灵石，惊得林天阳都懒得再看下去了。他身上21块灵石，连下品武技都买不起。如今他也总算知道那名刺杀他的杂役看到他使出武技为何会那般吃惊了。没办法，武技实在是太贵了，普通的杂役几乎很难买得起武技。执法店林天阳就没进去了，一般不犯法，压根就不会跟这个部门有什么瓜葛。任务店林天阳倒是特别关注了一下，里面左右两边墙上都挂满各种委托任务，有猎杀妖兽的，有寻找灵花灵草各种天材地宝的，有求炼制丹药的，也就是完成任务交给任务店换取灵石。万物阁就热闹了，里面无比宽广，就相当于林天阳去过的万宝阁，里面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灵气阵盘服饰应有尽有。见时间不早了，林天阳也没再耽搁，买了4只9羽灵鸡，1只5块灵石。听店员的介绍，这种灵鸡的肉质极为鲜嫩，蕴含大量的灵气，是修士的大补之物。林天阳索性就买了2公2母，打算丢一对进入空间之内繁衍，这样以后要吃就不必再买了。走出万物阁，天已经逐渐要黑了，林天阳便朝666号小院赶了回去，直至回到小院门口，见跟随的2人仍然没有打算出手，林天阳也懒得再与对方纠缠，果断穿过阵法进入小院。见谭悠悠还没醒来，林天阳果断遁入空间之内，放生了1对9羽灵鸡。大白虎见到灵鸡，眼冒金光，上前就想造了，好在林天阳及时制止了大白虎，并且对大白虎下达指令，不准打灵鸡的注意。大家伙听懂了，便朝一头200斤重的山羊追去。待大白虎逮住山羊，林天阳从大白虎口中分得了1大块羊排，方遁出空间。林天阳在花园逛了一圈，方在假山后面看到2间小房子，一个是厨房，一个是洗漱间。厨房非常干净整洁，里面锅碗瓢盆齐全，小灶边上更是劈好了一堆柴，这倒是省下了他好多功夫。足足2个时辰，林天阳总算是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极品灵米焖好的饭，粒粒鲜红晶莹，炭烤羊排滋滋冒油，有2个土疙瘩，林天阳轻轻一敲，瞬间土块脱落，荷叶碎裂，露出叫花灵鸡，香气瞬间炸开，香气四溢，不愧是叫花灵鸡，好香。此时的林天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连忙端起饭肉来到谭悠悠的闺房，摆到桌面上。动静这么大，谭悠悠睡得格外香甜，没有醒来。林天阳来到床榻之前，连带着锦被中的谭悠悠一同抱在怀中，一个瞬身便来到桌前入座。师姐，起床吃饭了。被林天阳抱起，谭悠悠方醒来，微微朝林天阳展颜一笑。听到林天阳说吃饭时，此时的他忽觉自己未着衣衫，只是披着一条单薄的锦被，被林天阳抱着入座佳肴之前。谭悠悠羞涩出口：“师弟，你先放人家下来，人家还没穿衣服。”谭悠悠小脸红至耳根，低着头，完全不敢直视林天阳。林天阳看着怀中绝美女子，直接在她唇间吻了下。师姐，屋内又没外人，这不是还有被子挡着吗？别穿了，吃饭要紧。不等谭悠悠有所反应，林天阳已经撕下一只鸡腿朝她小嘴喂去。原本还坚决要去穿衣服的谭悠悠，品尝到鸡腿的香味，穿衣服一事早已经被他抛诸脑后，便小口的咀嚼着灵鸡的香嫩。林天阳双手都不带停，一只手喂谭悠悠吃饭，一只手直接抓起整只灵鸡啃咬起来。师弟，你做的饭还真好吃，人家以后可以天天吃吗？谭悠悠吃的小嘴流油，口中之物都还没吞下，就已经在为未来担忧了。没办法，他平日对于吃都是很随便的，只要能吃饱就好。林天阳淡淡一笑：“师姐，好吃就多吃点，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做。”师弟，你对人家太好了。林天阳对于自己的做饭的手艺还是相当自信的，谁叫他有个嘴刁的小姨子，为了这小姨子，他可是把前世吃过的美味都搬了过来。用过晚膳，林天阳总算是活了过来，又恢复平日生龙活虎的姿态，相貌更是气宇轩昂。被抱在怀里的谭悠悠眼神仿佛会发光，注视着林天阳的美眸，一刻都不舍得分离。林天阳这顿吃得格外舒心，美人在怀，足足造了3大碗饭，1只灵鸡，1大块羊排。谭悠悠也不甘示弱，吃了1小碗饭，1只灵鸡，1根羊排，就连他本人都有些不可置信，自己竟然能吃下这么多。见林天阳已经吃饱，谭悠悠抬起玉手替他擦拭嘴边的油渍。谭悠悠羞涩道：“师弟你辛苦了，先休息一会，我去给你烧些热水沐浴。”说完，谭悠悠便想从林天阳的怀抱挣脱，林天阳又怎舍得，怀中这一颦一笑皆带着诱惑的小妖精逃离，不但没有松开双手，
反倒是抱得更紧了几分，脸颊紧紧地贴着对方温润的小脸蛋。师弟，你搁着人家了。谭悠悠极为羞耻的出口，没办法，他都觉得自己筑基6层的境界是假的，竟然力气还不如一个炼气境12层的修士，丝毫挣脱不开对方的双手。林天阳厚着脸皮说道：师姐，这你可不能怪我，谁叫师姐长得这般秀色可餐，师弟我可是凡人一个，又怎么抵挡得住师姐这般的诱惑？如果是昨日，林天阳肯定是不敢对谭悠悠说出这番话，可如今对方连想包养他的话都说得出口，足以证明谭悠悠已经泥足深陷，哪怕是再过分的事他都敢做。被林天阳当面夸奖自己的美貌，谭悠悠心里既高兴又七上八下的，主要是二人仅仅一夜，他始终觉得二人的关系进展得太快了。谭悠悠还想辩驳一番，小嘴来不出说出的话，早已化作一阵阴鸣。林天阳丝毫不肯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吻住了他的樱桃小嘴。感受到林天阳的强硬霸道，对他的娇躯更是丝毫不顾忌的上下其手。谭悠悠苦不堪言，昨日之前她还只是一个未经人事的少女，短短一夜就已经成为对方女人，她哪里经得住林天阳这样的老司机，很快便沦陷了，浑身无力瘫软在他的怀中。等他回过神，已经出现在洗漱间内，被林天阳放在浴桶边上坐着，大口的喘息着，小脸更是绯红一片。很快林天阳便端来一大锅热水往浴盆倒入，早在做完饭的时候，看到火苗还很旺，林天阳便已经打了一锅凉水放到灶台之上热着了。见林天阳走出洗漱间，谭悠悠便已经猜出对方的意图，要他与林天阳行鱼水之欢。他一想到就觉得浑身发烫，谭悠悠刚想逃离洗漱间，就被往返回来的林天阳堵在了门内。他都不知道林天阳为何那么快就已经端来了凉水。其实林天阳一出洗漱间就遁进他的空间，直接打了一锅泉水，立马就遁了出来，压根就没走远。被林天阳撞了个正着，谭悠悠更慌了，双手紧紧抓着披在身上的锦被，低着头不敢去直视林天阳的目光，一双没穿鞋子的玉足站在冰冷的地板之上，更是来回点地。林天阳装出一副很生气的表情，气恼道：师姐，你这是嫌弃师弟吗？谭悠悠都愣住了，他可从未见过林天阳生气的模样，不知所措的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林天阳直接穿过谭悠悠，没再理会谭悠悠，直接来到浴桶边上，将泉水倒入浴桶，瞬间滚烫的热水与泉水交融，升腾起了一阵烟雾。林天阳褪去服饰，独自跨进浴盆躺了下来，闭上双眼，享受着热水带来的舒适。进洗漱间一点水声都没有发出，谭悠悠紧张到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谭悠悠啊，谭悠悠，师弟如此天纵奇才，以他的天赋，若是被别人知晓，不知多少女子要求着与他共浴，就连林烟都甘愿为他舍弃一切。你连原因都给了他，只是与对方一同泡澡，你又有什么好坚持的？数息时间过去，谭悠悠内心总算是说服了自己，呼吸急促的他缓缓平息了下来，紧握着锦被的双手缓缓松开，锦被顺着肌肤一跃而下，露出一副绝美的娇躯，转身一步一步朝林天阳靠近，来到他的面前。见林天阳双眼紧闭，谭悠悠再顾不得娇羞，抬起玉足踏入浴盆，躺到对方的怀中。谭悠悠羞涩出口：师弟，你别生师姐的气，师姐只是从未与人共同沐浴过，所以一时慌了神，师姐没有嫌弃师弟你。见林天阳依旧没有反应，谭悠悠转过身，主动朝林天阳送出了香吻。双唇接触的瞬间，林天阳喉咙发出呵呵呵的笑声。林天阳虽紧闭双眼，然神识早已散开，看着谭悠悠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早就有点忍不住笑意了。师弟你……林天阳双手环住对方的柳腰，讪笑道：师姐我逗你的。呵呵呵，我才没有生气。谭悠悠娇嗔道：师弟你真的好坏，那师姐你喜欢吗？喜欢，人家最喜欢师弟了。月光像一匹无声的银卷，从窗棂的缝隙里滑进来，悄然铺开在青砖地上，先是薄薄的一层，风一吹就起皱，折出细碎的光鳞。池水荡漾，溅起一阵阵涟漪。安静的夜晚，洗漱间内不断传出流水潺潺的声音。许久，林天阳方抱起一脸满足的谭悠悠朝屋内走去。经过这次双修，林天阳终于是跨过炼气境，进入筑基境。进入筑基，他总算是理解了那种诡异的控制能力。他很清晰能感觉到灵气外放的操控。他之前对南宫雪的能力极为不解，如今总算是知道对方是操控了灵力，对他进行封锁。谭悠悠趴在林天阳怀中，一脸满足，再次深入交流。身体虽疲惫不堪，但却更令他着迷了。他如今可以确定，林天阳体内那神秘的白色气体可以提升天赋。昨夜赤色的一品灵台被强行提升至橙色的2品灵台，今夜橙色的灵台光芒更加耀眼了，隐隐有朝黄色灵台转变的趋势。
如今的他境界已经来到了筑基6层后期，信心满满，只要突破到3品灵台，他很有把握在年底的宗门大比突破何丹境，打败刘文俊，这样他就可以兑现和爷爷的赌约，把那该死的婚约给退了。见林天阳不停打量着自己的娇躯，谭悠悠傲娇道：“哼，坏师弟，人家都人困马乏了，你还这样盯着人家，难道你还想再折腾人家不成？”林天阳扬眉，露出开朗的笑容：“哈，师姐说笑了，师弟疼你都来不及，又怎么舍得折腾你？”谭悠悠轻轻一瞥，口是心非的坏师弟，你还不舍得折腾人家，人家最后都跟你求饶了，你不照样折腾人家，人家现在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你高兴了吧？少女口中虽埋怨，然心里却是美滋滋，自己的男人沉迷于自己的美色，这不就代表对方对自己很满意？若是林天阳对她没兴趣，那她现在就哭死了，毕竟她宝贵的原因都给了对方了。林天阳淡然一笑：“抱歉啊，师姐，师姐实在是太美了，师弟我有时确实难以自控。师姐你受累了，师弟这就给你捏捏。”说罢，林天阳便翻身上马，轻轻帮谭悠悠按摩肩膀。被林天阳的手法按捏着肩膀，谭悠悠只觉浑身酥麻，差点忍不住发出呻吟：“师弟，既然我们都这样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如今谭悠悠最担心的便是林天阳是那种吃干抹净，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混蛋，毕竟他是看中了对方跃进的战力，就把身子托付给他，并没有感情基础。像他们这种大家族子弟，若是未出阁就把身子给了别人，将来是会被族中兄妹看不起的。更何况他还背着一份婚约，给强迫他婚约之人戴上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当然对于这事他一点也不后悔。林天阳双手停在了对方的肩膀之上，他不解对方的意思，合欢宗不是以合修双修提升境界的宗门吗？林天阳不解道：“师姐什么怎么办？我不太懂师姐的意思。你给我零食，我也履行了义务。”哼！谭悠悠翻身将林天阳压在身下，举起小拳头便朝男子胸口处轻轻捶了几下。谭悠悠娇嗔道：“师弟，人家什么都给了你了，难道你不想对人家负责吗？”见对方态度认真，林天阳也搞清楚谭悠悠所说之事，认真道：“师姐放心，我并非始乱终弃之人，我还以为行双修过后还有什么别的事情需要我做。师姐，师弟都跟你说过了，以后不许找别的弟子双修，就算合修也不行。师弟自然把你当自己女人看待，又怎么会不负责任？”听到林天阳说出的话，谭悠悠原本还有些幽怨的眼神瞬间变成满满的宠溺。“师弟，真的吗？你真的会对人家负责？”“真的，师姐放心，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你我在一起。若有不长眼的，师弟不介意让他体会一下我的宝剑是否锋利。”听着林天阳决绝的话语，谭悠悠早已经感动得不知如何报答对方，俯下身子主动朝林天阳送出红唇。林天阳自然是来者不拒，主动迎合。屋内又响起了少女的闷哼声，呼吸的急促声，直到最后又变成讨饶声。许久后，谭悠悠整副娇躯都蜷缩在林天阳怀中，一副既满足又畏惧的表情。“师弟，我们的事，我要和爷爷先打声招呼吗？”林天阳转念一想，对方爷爷可是执法殿殿主的存在，自己如今才刚进入合欢宗不到2月，什么成就都没有，就把别人家的小棉袄给睡了，那还得了。林天阳咽了咽口水：“师姐暂时先别说吧，我如今境界低微，不想你受旁人白眼，等师弟超过你，你到时候再去说吧。”“好的师弟，师姐都听你的。”谭悠悠乖巧回应。随后少女脸上写满心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怎么了师姐？”谭悠悠满脸尴尬：“师弟，师姐不是不知廉耻之人，不是不守妇道之人，怎么连不守妇道都说出了口？”林天阳很是不解：“师弟，师姐被迫与人有了份婚约，师姐根本就不喜欢他，还希望师弟不要误解师姐。”很快林天阳就把被刺杀一事联想到一起，他终于搞清楚了，就是与谭悠悠有过牵扯之后才遭到刺杀，与现在的跟踪。“师姐外面那2人？”谭悠悠点了点头，随后朝林天阳娓娓道来：“师姐想要退婚，他们的势力太大了，爷爷说只要我2年内能突破合丹境，打败对方，证明自己的天赋与实力，到时他就算跟对方拼了，也不会让我嫁过去。于是师姐就想尽办法提升境界，与人合修，花灵石购买对方的阴阳之气，强行提升境界。可是跟我合修过的人几乎都被他们派人杀死了，他们太可恶了。”说到最后，谭悠悠都忍不住掉下眼泪。“呜呜，师弟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那些与我合修的弟子，师姐真的不想这样的。”“呜呜。”许久，在林天阳温柔的安抚之下，谭悠悠总算是平息了下来。林天阳不解，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能逼得执法殿殿主的孙女被迫定下婚约？“师姐，你可以跟我说说
那势力的人吗？师弟，本来那股势力是不存在的。咱们宗主大人手握4殿一阁，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宗主才华盖世，不但丹道通天，就连符道也是少有人能匹敌。还有宗主可是全天下最美的女子，在外界还有天武第一仙女的称号。听着谭悠悠的讲述，林天阳发现谭悠悠就是宗主的脑残粉，一提到宗主都显得十分尊敬。宗主有次与各大正道宗门掌教探险一处秘境，回来时就受了道伤，至此合欢宗就隐世不出。因道伤的关系，宗主大人对宗门渐渐疏于打理，那股势力就成长了起来，且规模还极为庞大。待宗主想整治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气候。这些事都是我从爷爷口中听到的。林天阳不解，竟然有连一宗之主都解决不了的势力。林天阳疑惑问道：师姐，那股势力是哪个家族？竟然连宗主都难以出手整治？谭悠悠无奈道出：师弟他们就是长老联盟会。长老联盟会？林天阳一脸诧异，难道这个势力是整个宗门之内的长老组成？师弟没错，就是你所想的。长老联盟会为李家、孙家、王家、刘家、赵家5大超级家族组成。林天阳都有点发怵了，他如今才刚刚进入筑基，这样庞大的势力，他真的有办法抵挡吗？都怪我大伯，爷爷他胜任执法殿殿主，就卸去了家主的位置，交由我大伯。没办法，我爹爹天赋没有我大伯好，所以这任家主就落到了我大伯身上。他为了攀附长老联盟会，与刘家联姻，而族中这辈就只有我和堂姐2个女孩。那时我还小，只有16岁，堂姐刚好成年，因此联姻之人便落到了我堂姐身上。堂姐不愿，极力反对，最终还是抵抗不住父母的压力，嫁给了刘家的世子刘文俊。师姐，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啊。师弟，你听我说，2年前的成年礼，堂姐带着她丈夫参加了人家的成人礼，我从未见过这个堂姐夫。见到堂姐与堂姐夫来为我庆贺成年礼，第一眼见到这个堂姐夫，人家只是面露惊讶，并没有嘲笑堂姐的意思。随后不知道怎么了，家主就偷偷把人家许配给了这个身高只到人家臀部的侏儒，人家自然是不肯。可是大伯说已经手下了聘礼，拟定了婚书，因此后来人家就闹到了爷爷那里去，爷爷就跟人家做了那个约定。师弟，你要帮帮人家，人家不想嫁给那样的怪物。呜，师姐不哭，你都是我的女人了，师弟又怎会看着你深陷泥潭？师弟可不会把这样绝美的师姐拱手让人。此时的林天阳一点底气都没有，他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通过灵烟搭上圣女的这条线，这样有宗主支持，那就还有一线生机。若是得不到宗主的支持，那他就只能把小老头和谭悠悠带入空间之内，直至有足够的实力再出来一一解决对方了。人家果然没有看错你，师弟你最好了。有林天阳的这番话，谭悠悠安心了不少，毕竟他是知道林天阳的恐怖天赋的。经过一夜的袒露心声，2人对彼此的信任更深了。翌日清晨，林天阳翻身，却发现谭悠悠已经不在自己的怀中，且身旁的被窝早已经没了温度。奇怪，这个赖床的小丫头一大早跑去哪里了？好奇之下，林天阳也没睡意了，穿起衣服就朝花园走去，直至来到练功房，方看到谭悠悠的身影。只见谭悠悠指尖不停地出现橙色的气体，一笔一画在空中勾勒出一道道神秘的线条。许是入门动静有些大，被谭悠悠发现了。谭悠悠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朝林天阳微微露出笑容。师弟，你先自己打发一下时间，师姐要刻画阵盘，换点零食回来先，待会给你买好吃的。林天阳点了点头，并未打扰对方，席地而坐，静静地看着女子勾勒出的神秘阵纹。1个时辰过去，林天阳看得目不转睛，许是察觉到林天阳的好奇，谭悠悠从储物界拿出一本阵法的秘籍，丢给林天阳。师弟，这是我家族独门的阵法大全，师弟不妨看看，打发一下时间。好的，师姐。林天阳打开书籍，翻开第1页，介绍了如何刻画阵法的要领，以及如何将体内的灵力凝结于指尖，勾勒阵纹。林天阳按照着书籍讲述，精神集中，调配灵台之内的灵力于指尖，在空中轻轻一画，瞬间便看到白色的灵力在空中形成了一道阵纹。随着林天阳收起灵力，阵纹便缓缓消失。这好像也不难啊。看着谭悠悠半空刻出的图案阵纹，林天阳很快便找到了书中对于该阵法的介绍。2级防御阵法，被困于阵法之内，若无筑基巅峰的战力，一击打破，可将敌人困于阵中1月，直至能源耗尽，对方方可走出阵法，且对1级妖兽也极为有效。林天阳依靠他过目不忘的本事，将书籍之内的所有阵法记了下来。好像也不难啊，无非就是需要庞大的精神之力，以及庞大的灵力支持，还有便是灵力的掌控。
足足3个小时，谭悠悠最终大声念道：“风！”空中的阵纹便朝地上的骨头涌入。此时的谭悠悠早已气喘吁吁。林天阳上前捡起骨头，骨头形状非常奇特，压根就不像人身体所拥有的。见林天阳对骨头很是好奇，谭悠悠淡淡道：“师弟，这个是妖兽的指骨，妖兽的骨骼非常坚硬，很适合拿来刻画阵法，刻画好了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阵盘。师姐，你还有这个指骨吗？”“有倒是有，师弟你要干嘛？”谭悠悠将储物戒朝林天阳丢了过去。林天阳神识探入，从储物戒取出指骨，放在地面，随后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就开始。怎么可能？谭悠悠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男子，那熟练的动作，那对灵力的掌控，那对阵纹的熟练。谭悠悠呆立当场，他都不知道要如何形容林天阳了。仅仅看他刻画过一遍，就已经完全记住了阵纹的走向。他可是足足花了1年时间，方记清楚这2级防御阵法的上千道阵纹，且中途还要停下来回想阵纹的走向。而林天阳从抬手起就丝毫没有停歇过片刻，就仿如完全记住这复杂的阵纹。师弟难道事先就会阵法？半个时辰过去，林天阳便已经刻画出了2级防御大阵，然他手中依然没有停歇。这次谭悠悠再也淡定不下来了，因为半空中的阵纹没有散去，就代表林天阳的阵法没有失败。谭悠悠连忙捡起地上的阵法秘籍，翻找着林天阳刻画的阵纹。难道是3级大阵？很快，谭悠悠便翻到了3级防御大阵的页面，对照着半空中的阵纹，半盏查过去。谭悠悠惊呼出口：“不是，完全对不上！”谭悠悠早已麻木了，一次次被林天阳的天赋震惊到。他手忙脚乱，继续翻到下一页，4级防御大阵，再次比对，足足花了半个时辰，方确认林天阳刻画的不是4级防御大阵。而此时的林天阳大喝一声：“风！”空中闪耀的白色阵纹如同得到了召唤，纷纷朝指骨涌入，吸收了阵纹，整块指骨都散发着白色的光芒，耀眼夺目。林天阳倒地而坐，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林天阳出口：“还挺累的，1个多时辰，就为了一个阵法，消耗了我80%的灵力。”看到阵法被完全收入指骨，谭悠悠激动地飞扑到林天阳怀中：“师弟，你成功了！师弟，你刻画的是什么阵法？师弟，你以前学过阵法吗？”看着小丫头激动的语无伦次，再加上自己也渴了，林天阳索性就直接吻住她的红唇，呜呜摁，品尝着对方的香咸，止渴。许久，春分，谭悠悠满脸羞红，趴在林天阳的怀中，嗔怒道：“师弟你坏，大白天就欺负人家！”“哈，师姐，刚才实在是太渴了。”听到对方是口渴才对他如此，谭悠悠更觉得羞耻了，将小脸深深地埋在林天阳的怀中。不知过了多久，少女方回想起阵法一事，仰着头问道：“师弟，你刻画的是什么阵法？我都没找到相同纹路的阵法。”林天阳轻声道：“师姐，是5级的防御大阵。师弟是能防御地灵境修士数个时辰的五子阳阵吗？”林天阳点了点头：“师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你才筑基境界，怎么刻画得出5级大阵？就连爷爷都没办法轻易刻出5级大阵。师弟那么多繁琐的阵纹，你是如何做到全部记住的？”看着谭悠悠既兴奋又震惊，林天阳索性就又给了他一记重磅的王炸。可能是我天赋异禀吧。师姐，刚刚你炼制2级阵法的时候，我就把阵法大全内的所有阵纹全部记住了。什么？谭悠悠原本就很大的双眼，足足又睁大了3分，仿佛2颗灵动的鸡蛋，闪耀着星光。谭悠悠不敢相信，真的有人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把秘籍上的阵法全部记住。又过了1炷香，谭悠悠方回过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谭悠悠兴奋道：“师弟，你这也太厉害了吧！人家2年才记下了2个阵法，而且刻画2级阵法，人家都累得要死了。师姐，这个阵法很值钱吗？”谭悠悠很肯定地回答：“当然值钱啊，不过1级阵法就不值钱，只有5块灵石，因为它的作用实在是太鸡肋了。2级阵盘，外交店是以50块灵石收的；3级阵盘300块灵石收；4级阵盘1000块灵石收。至于5级阵盘，一般是没人愿意拿出来售卖的，整整5000多道阵纹，炼制稍微有一处出错，就功亏一篑。卧槽，这么值钱的吗？那我这5级阵盘岂不是得值好几千块灵石？”林天阳暗自咽了咽口水，随即将阵盘捡起，递到谭悠悠手上：“师姐送给你，这个就别卖了。师弟，你要把这么珍贵的阵盘送给我？当然，师姐可是我的女人，师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谭悠悠回想起昨日还跟林天阳大言不惭说要养他，如今对方却能刻画出连他都无法完成的阵盘，
谭悠悠哪里敢收下，连忙将阵盘推还给林天阳。他怎么也想不到，林天阳不但天赋难以莫测，就连阵法的造诣都是他难以企及的。谭悠悠如今就想跟在林天阳身旁，不敢有太大奢望，毕竟像他这样的天才，压根就不缺相貌与天赋绝佳的女子，而他仅只有相貌拿得出手。谭悠悠尴尬道：“师弟，这个太珍贵了，师姐我不能收下。”林天阳淡淡一笑，并没有接过对方的阵盘，便朝屋外走去。师姐，你不走吗？谭悠悠一愣，随即将阵盘收入储物戒，欢快地朝林天阳跑去，挽着他的胳膊，便拉着林天阳走出洞府。混蛋都这么久了，一个小小杂役都没有解决掉，要是你堂妹敢给我戴绿帽子，那你就死定了。刘文俊冷声道。一女子极为怯懦地匍匐在侏儒身前，谭若红正是谭悠悠的堂姐。此时谭若红浑身颤抖，正被一条铁链拴着脖子，就如一条狗般被对方牵在手里，身上更是青一片紫一片，没有一处完整。谭若红颤声道：“夫君，上次太小看了那个杂役了，委托的炼气境没有把他杀掉，这次奴家委托了2名筑基5层的高手，定能把那个杂役杀掉。夫君您消消气，堂妹迟早会是您胯下的玩物，肯定是跑不了的，奴家来伺候你。”谭若红正欲起身，刘文俊抬起脚便朝谭若红身前狠狠地踢出，谭若红向后倒飞而去，直至飞出数米开外，又被脖子的铁链拉住，方停了下来。此时的他趴在地上，眼中更是带着一丝凶厉，然抬起头之时，却是一副乞怜的表情，连忙趴到刘文俊身前匍匐着。原本林天阳还想再回去睡一个回笼觉，拗不过这小丫头，便随她穿过阵法走出小院。师姐，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谭悠悠没有回复，满脸欢快，紧紧地挽着林天阳的胳膊，任由身后尾随的2条尾巴跟着，更是不顾路人的眼光，仿佛在向众人宣示着林天阳是他的男人似的。不少人都对二人指指点点，背后不断议论着：“哼，还真是残花败柳，有婚约还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光天化日之下与男弟子如此亲密的举止，不配拥有外门三花的名号。”一妖艳少女丝毫不顾及谭悠悠与林天阳，当着弟子的面大声道出：“赵敏师姐骂得好，这样的贱人不配拥有三花的名号，也就只有我们赵师姐配得起这样的名号。”赵敏师姐被身旁数十位男弟子围绕着，享受着众人的仰慕与恭维，显得十分得意，不停朝谭悠悠看去。听着众人对自己女人的侮辱，林天阳火气层层往上涨，停下脚步，准备上前教训对方一番。然身旁的谭悠悠双手搂得更紧了，面带微笑，丝毫不肯让他停下来。“师姐。”谭悠悠小声道：“师弟没事的，人家如今有了你，对于所谓的三花虚名压根就不在乎。师弟你别生气，我们没必要为那些捧高踩低之辈一般计较。”二人很快便穿过了人群，任由对方议论，谭悠悠依然保持着愉悦的笑容，丝毫不受他人影响。山风拂过，衣袂轻响，一路兜兜转转，林天阳便被谭悠悠带到了山腰处，一处他熟悉的地方——内务殿。只见屋外一女子躺在一张摇椅之上，轻轻摇曳着，面容严肃，手中还拿着一条2米长的藤条，时不时便朝一光着上身的中年男子背后来上那么一鞭。“啊，婶儿你轻点，我都快疼死了。”中年女子没好气道：“不许偷懒，快点把铁锤给我举起来，再偷懒，今晚就别想爬上老娘的榻上。”中年男子皮肤黝黑，裸露的上身虽然布满鞭痕，然身体却是十分结实，露出了一道道肌肉的线条。苏天宇咬牙，再次举起手中沉重的大铁锤。“苏爷爷。”听到这熟悉的称呼，苏天宇转过头，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随后大声道：“女婿，我的好孙女婿，你总算来看爷爷了。”苏天宇丢下手中的大锤，大锤咣当落地，地面随之一晃，一个瞬身就来到了林天阳身前。看着掉落的大铁锤，估摸着有个300-500斤，林天阳都有点吃惊。原本弱不禁风的小老头，仅仅来到合欢宗2月不到，就有如此变化，境界更是比他都还要高出2层。苏天宇来到林天阳身前，见身旁少女紧紧地挽着林天阳的胳膊，朝后退了一步，不停朝谭悠悠打量着。谭悠悠倒也不怯懦，听到林天阳喊对方的称呼，谭悠悠十分乖巧，学着林天阳朝苏天宇道了句：“爷爷好。”许是太久没听到这样的称呼，苏天宇显得十分激动，一个瞬身来到李秋水身前，没顾林天阳二人的目光，直接就将大手朝李秋水怀中探入，一阵摸索，李秋水师姐小脸瞬间多了2道微红。苏天宇直至找到了自己想要之物，还捏了一下那高耸的山峰，方从衣内抽出大手。李秋水浑身酥麻，险些软倒在对方怀中，小脸绯红，小声道：“死老头，当着小辈的面如此没大没小，不知羞，给你点面子，
今晚你死定了。苏天宇微微一笑，一个顺身又回来林天阳身前，从储物戒拿出了20块零食，便朝谭悠悠递了过去。丫头，这是爷爷的见面礼，你收好。谭悠悠一愣，转头望向林天阳，见林天阳点了点头，谭悠悠方恭敬地收下苏天宇的零食。见苏天宇有话想说，谭悠悠非常识趣，朝李秋水走去，恭敬行礼，李师姐好。随即又马上改口，重新朝李秋水恭敬行礼，李长老好。李秋水这次的长老大比脱颖而出，获得第1名，如今已经是合欢宗的长老之一。谭悠悠有幸观看了这场比斗，自然要改称呼。李秋水早已从苏天宇口中得知了关于林天阳打小对他们一家的照顾，而外门3美之一的谭悠悠他自是认识，虽不知道他为何会跟林天阳走到一起，还是温柔地将对方扶起。女婿，孙女婿，你可真行，这么久都不来看爷爷，你都不知道爷爷过得多苦。我每天过得可惨了，天没亮就要扛着那该死的大铁锤，负重从杂役区到樊童跑上10圈，若是超时，那婆娘就不给我吃午饭。随后举重、敲山、修炼武技、猎杀妖兽，那婆娘都不把我当人看，使着劲折磨我。好在我现在不是以前那副身子，不然早就被他整死了。林天阳听着苏天宇的诉苦，不禁令他想起了与林嫣相处的那1个月，他都开始疑惑了，都这么多天了，腰间令牌丝毫没有动静，难道林嫣与他只是1月情？回想着与林嫣的那一幕幕，随即果断摇了摇头，心中暗念，改天有空得给林嫣发下传音信息才行。苏爷爷你该知足了，你看你如今境界比我都还要高了，没有李秋水师姐的照顾，你这身肌肉哪里来？你该多些感恩，少些抱怨。苏天宇想了想，感激出口，也对，水儿对我还是不错的，就是有时太霸道了。2人说话虽小声，然对于李秋水和丹静的修为，10米之内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听到林天阳对苏天宇一阵数落，李秋水看向林天阳的目光多了几分宠溺了，毕竟他跟苏天宇都已经那样了，论辈分他可是林天阳的奶奶辈了。许久，苏天宇没再抱怨，林天阳方朝李秋水、谭悠悠靠近，他都不知道谭悠悠为何要带他来内务殿。林天阳有些局促，十分尴尬，行礼道：奶奶好。被这雷人的称呼，李秋水一愣，脚下一滑没站稳，便朝后倒去。苏天宇一个顺身来到他身后，扶住了他的柳腰。苏天宇早就见识过林天阳那奇葩的称呼，在林天阳与苏婉晴圆房的那夜早上，便是称呼他爷爷岳父大人，因此他早就做好准备，就是想看李秋水出糗的模样。谭悠悠更是小嘴微张，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看着在场众人。可嗨嗨！李秋水满脸通红，咽了咽口水，调整了一下心态，淡淡道：那个林师弟不必如此，还是像以往那般称呼便好。苏天宇倒是不乐意了，仰着头看着李秋水：怎么，天阳就是我好孙子，叫你奶奶有问题吗？看着苏天宇那嘚瑟的模样，李秋水也懒得跟他争辩，尴尬道：林师弟，你们2人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林天阳看向谭悠悠，谭悠悠此时方想起要办之事，来到林天阳身前，将他腰间令牌取下，随后小脸通红，娇羞道：奶奶，我过来给林师弟申请外门弟子的身份。已经听过一次这样的称呼，李秋水倒也没有再与2个小辈计较，拿起令牌就朝殿内而去。这声奶奶见林天阳并未阻止，李秋水便已经猜出2人关系。看出林天阳的疑惑，谭悠悠方给他解释：师弟，外门弟子是有一次可以向宗门申请一个炉鼎，进入外门进行合修双修的，这样就可以方便修炼，不用每次都要外门弟子们下山把杂役带进樊童。李秋水进入殿内，很快便帮林天阳令牌的杂役弟子信息改为外门弟子的信息。2小辈都如此称呼我，我若是没点表示，好像说不过去。李秋水收起令牌，走出屋内，便见2男人丢下谭悠悠一人在殿外候着，他们则在不远处私聊着。李秋水将林天阳的令牌递给谭悠悠，柔声道：谭师妹今晚6时，你和林师弟一起到一品香，咱们聚聚。谭悠悠一愣，朝李秋水望去。一品香那可是合欢宗最繁华的酒楼，据说里面随随便便一道菜就是数十个零食起步，一顿饭没个180块零食都下不来。谭悠悠这种土生土长的都没进去过一品香的大门吃过一顿饭。谭悠悠劝声道：奶奶，一品香那太贵了，我们还是不要去了。李秋水被这声奶奶叫得通体舒畅，嘴角止不住上扬，抬手揉了揉谭悠悠的发旋。谭师妹，你都如此称呼我了，这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怎么怕你奶奶我请不起啊？李秋水态度坚决，谭悠悠也只好点了点头。见李秋水出来了，2女聊得十分融洽，
林天阳和苏天宇方朝二人靠近。苏天宇看着李秋水道：“背着我们俩，在说我们什么坏话啊？”被李秋水瞪了一眼，苏天宇立刻安静如鸡。林天阳靠近，谭悠悠便把令牌帮他别在腰间，几人又闲聊了一番。今日的谭悠悠极为兴奋，拉着林天阳足足把万物阁逛了个遍。最后方来到一处售卖阵盘的小店，谭悠悠取出了今早刻画好的2级阵盘。林天阳从头看到尾，店家与谭悠悠交谈融洽。谭悠悠递给店家的阵盘，店家也没有怎么检查，便直接把零食给了谭悠悠。林天阳大概能猜出谭悠悠应该是这家店的常客了。只是阵盘卖给这种小店，虽能立马拿到零食，但却要抽取一定的手续，一个2级阵盘只卖了49个零食。林天阳暗暗心疼，抽成真狠，2%，100零食就没了2块零食。可小丫头拿到零食，眼睛亮得像星星。走出万物阁，天都已经黑了，没办法，这万物阁实在是太大了，足足几千家小店，什么都有，看得人眼花缭乱。当然，与女子逛街，逛得最多的店就是胭脂、水粉、服饰之类的。师姐今天开心吗？谭悠悠连连点头。师姐走吧，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去。话音未落，谭悠悠忽然敲了自己小脑门一下。哎呀，奶奶说要请咱们吃饭，我差点忘了。她一把拉住林天阳的手，直奔一品。夜风拂面，街灯万盏，少女的脚步像踩在云上。二人马不停蹄，很快就来到了外门最繁华的街道，踏入一品香酒楼。这也太奢侈了吧！林天阳出口。穹顶高约15米，大厅正中央悬挂着一颗超级夜明珠，珠内银光翻涌，照得上千平的大厅无一处黑暗，地面更是铺满黑金玉石。据说这些黑金玉石仅差一步就可诞生出灵气，蜕变成灵石。厅内桌椅皆是100年以上的梨花木所铸，生意更是火爆。厅内席位无一缺席，各种浓郁的佳肴气息扑鼻而来。林天阳小声道：“这么多人，足足数百桌，这要怎么找人啊？”谭悠悠一时也不知所措，他也从未来过一品香酒楼，他可舍不得来这里吃一顿饭。不等二人找寻，苏天宇便已经高高站起，朝他们大喊出声：“女婿这里，我们在这里。”众人的目光很快便朝苏天宇望去，李秋水都无语了，双手捂住脸蛋，连忙将站在椅子上高呼的苏天宇拉了下来。李秋水嗔怒道：“死老头，我是说过去叫他们过来，不是让你站在这里大叫。”得了，苏天宇这声大叫，这下不用找了。林天阳一眼便见到那熟悉的身影，牵起谭悠悠便朝二人定好的席面入座。二人恭敬行礼，李秋水原本埋怨的表情，见林天阳、谭悠悠到来，巧妙转变，没在他们2个小辈面前呵斥苏天宇。李秋水柔声道：“林师弟、谭师妹，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就随便点了几个菜，你们别介意啊。”桌面足足5荤1素1汤，鸡鸭鱼3荤，林天阳就认得出来，其他的2样荤菜，林天阳压根就没见过。随后，李秋水就给众人介绍起每个菜的材料，这下包括苏天宇几人方知晓另外的2个荤菜是什么，分别是一阶妖兽火焰蜥以及疾风魔狼的肉。林师弟、谭师妹，今晚你们可要多吃点啊！这一阶妖兽的肉蕴含着浓郁的灵气，修士吃了可增强气血，那可是非常难得的佳肴。谭悠悠惊讶出口：“奶，这也太奢侈了。”谭悠悠自然是知晓妖兽的血肉珍贵无比，妖兽浑身是宝，血肉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骨骼可以用来做阵盘，打造灵气，最珍贵莫过于妖兽的内丹了，那可是能用来炼制突破境界的丹药。妖兽体魄极为强大，他曾经也跟人组建过小队，前往妖兽森林猎杀妖兽，最后无功而返，还险些丧命。无奈之下，他每次要刻画阵盘都只能在万物阁内购买，小小一块指骨便已经要售卖5块零食了，且刻画阵盘还有失败的风险，一旦中途有失误，阵纹进入指骨便会爆炸，血本无归。没办法筑基初期的修士，而想要斩杀一阶妖兽，最起码得要有3个以上筑基8层的修士方可斩杀一阶妖兽。林天阳倒是不以为然，拿起筷子便夹起一块火焰蜥的肉吃了起来。他修炼至今压根就没见过妖兽，自然不知道妖兽肉的珍贵。见谭悠悠迟迟不敢动筷子，李秋水满眼宠溺，夹起2种妖兽肉便放到谭悠悠碗里。谭悠悠还想感谢一番，李秋水便已经拍着他的后背，柔声道：“快点吃，等会菜就凉了。”4人这顿饭完全没有浪费，个个吃得嘴角流油，相谈更是融洽一团和气。林天阳最满意2道妖兽肉的佳肴，肉质不但鲜嫩有嚼劲，吞入腹中很快便散开，化作灵气于骨血。原本筑基1层的他，吃进大量的妖兽肉，原地便突破进入筑基2层。
他这一突破，灵气外泄，李秋水就不淡定了，双目圆睁，直勾勾地看着林天阳。他是怎么做到的？一个杂灵根，短短月余就突破了2个大境界。林天阳一品灵台的天赋，且还是9灵根，李秋水最为清楚了。所以见到林天阳，他从未去探查过对方的修为。在他看来，林天阳能突破炼气境就已经到顶了。没想到林天阳已经是筑基的修士了。林天阳淡淡一笑，感受到李秋水诧异的眼光。林天阳已经猜出对方这是被他突破所惊。孙女婿，这药酒很好，你快尝尝，这绝对是好东西。林天阳一脸不信，没办法，苏天宇向来都不太靠谱。林天阳拿起酒杯，一饮而入。灵酒入口，极为醇香甘甜，随后进入腹中，便化作暖流，滋养着5脏6腑。仅仅喝了一杯，林天阳就觉浑身燥热，血液如同奔涌的岩浆，不停在他体内沸腾着，胀得满脸通红。此刻的他都想早点回去了，然看到二女聊得十分融洽，不忍打破这份和谐，只好强行镇压体内邪火。直至看到掌柜拿着账单过来收灵时，林天阳方知晓这顿饭是多么的奢侈，一道妖兽肉的售价就是200灵石，再加上杂七杂八，足足花了510块灵石。林天阳不禁为李秋水的豪气点了个赞。结完账单，几人交换了一下传音讯息，方走出一品香大门。不等林天阳2人行礼告别，苏天宇早已扛起李秋水，一溜烟就跑没影了。林天阳暗笑，活该，明知道大补还使劲喝。师兄，上面已经在催促了，今夜必须下手了。师弟，你说那刘家是不是傻哦？一个筑基初期，竟然要我们2个筑基5层的出手，当真是好笑。难道他们不知道一镜一重天的道理吗？师弟，待会你不必出手，师兄给你好好露一手。2人四目相对，露出凶厉的眼神。师弟，爷爷跟奶奶太好了，我们有灵石也要请他们来一品香。好，那我们就快回去，好好提升境界。感受到林天阳那燥热的身体，那霸道的眼神，谭悠悠便已经想到了林天阳的意图，小脸微红，不敢直视林天阳的目光。林天阳环住谭悠悠的柳腰，便朝小院方向前去。走出热闹的繁华大街，道路上逐渐没了人影。谭悠悠的小院位置太偏僻，属于一街最倒数的小院之一。如今已经搞清楚尾随之人的身份以及目的，林天阳早已准备铲除隐患，踏出一品香的那一刻，就已经散开神识，找寻2人的方位。直至距离小院100米处，林天阳便已经察觉2人的杀意。这次2人开始朝他们2人拉近距离，直至50米处，林天阳率先出击，不等对方有反应，乾坤雷击发挥到极致，便已经来到对方身前。仅眨眼的功夫，林天阳便已经朝2人出拳。兄弟2人满眼惊恐，连防御的姿势都来不及打开。砰砰，2记虎啸拳硬生生地朝2人胸口处击去。在林天阳强大的权威之下，2人直接倒飞100米，到死都想不通林天阳是怎么敢主动朝2个筑基5层的修士发起进攻的。2人死不瞑目，双双倒地不起。林天阳没有多做停留，便将2人的尸体收入空间之内。听到身后声响，谭悠悠转头望去，才知道尾随之人已经被林天阳杀了。林天阳就跟没事人一样，一个瞬身又回到谭悠悠身侧，环住了他的柳腰，继续前进。谭悠悠担忧道：师弟，你干嘛要杀他们？你杀他们，我怕那个刘文俊会派境界更高的人来对付你。林天阳震惊道：师姐，今夜他们就已经准备出手了，平日都一直尾随在100米开外，今夜他们已经暴露杀意了，我不杀他们，死的就是我了。谭悠悠很认同的点了点头。林天阳压根就不怕对方派更高境界的人来，他已经想好了要联系灵烟，搭上圣女这条线，寻求宗主的庇佑。穿过阵法，进入院中，林天阳早已饥渴难耐，抱起谭悠悠便要朝闺房而入。谭悠悠娇声道：师弟人家想先去洗澡，你先等下人家。林天阳呼吸急促，不等林天阳发话，谭悠悠已经环住他的脖颈，趴到他耳旁小声道：师弟人家先去洗个澡，今晚人家给你个惊喜。惊喜哪能比双休更要紧？趁林天阳出神，谭悠悠一个瞬身便脱离了对方的怀抱，不等林天阳有反应，砰！洗漱间的房门便已经被关上了。无奈林天阳也只好趴在床榻之上等着。一想到空间之内的那2人，林天阳索性就遁入空间。原本林天阳还担心大白虎会忍不住把2人尸首吃掉，许是上次被林天阳呵斥，大白虎并没有靠近2人，老老实实趴在灵草园内与小白嬉闹。林天阳蹲下，将2人的储物戒收入怀中，神识探入。好家伙，2人储物戒内加起来足足150多块灵石，还有2把普通的剑，完全不能跟林烟送他的黑剑相比。看着2本下品武技，来不及翻看2本武技，处理完2人的尸体，林天阳便遁出空间，躺在床上等着谭悠悠所谓的惊喜。
不知过了多久，林天阳总算是听到吱呀声，随后便见一少女朝屋内探出小脑袋。林天阳轻轻拍了拍床榻，示意谭悠悠快点过来。随后便见血脉膨胀的一幕，只见少女穿着黑色丝袜，修长的美腿缓缓进入林天阳的眼帘，一身淡黄色女仆装，腰间系着腰带，完全勾勒出娇躯的凹凸感。3000青丝披于身前，昏暗的屋内若隐若现的服饰，少女如水蛇般步伐轻盈妖娆，左扭右摆，缓缓朝床榻靠近，直至来到林天阳身前，伸出玉手抚摸着他的双唇。谭悠悠娇声道：“少爷今夜让奴家来伺候你好不好？”卧槽，这小丫头这么会玩，居然玩角色扮演。林天阳怎么也想不到，今日谭悠悠独自进入一家女修服饰店，会购买这样一套服饰。这样的穿扮，前世他也只是从某些地方看到过，没想到穿越过来还能有这样的体验。谭悠悠俏脸绯红，娇声出口：“少爷，不知您对人家还满意否？”看着谭悠悠那妩媚娇羞的姿态，林天阳原本就邪火乱窜的身体，又怎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诱惑？不等谭悠悠继续挑逗，林天阳便已经将她拉入怀中，吻住她的阴唇。今夜的月亮格外明亮，就如春天的甘露，照下柔和的月光，滋养着整个合欢宗。灯光摇曳，微风历历，原本寂静的小院今夜格外吵闹。从原先的吱呀声、呼吸的急促声，到最后的哐当声，少爷、师弟、哥哥各种奇怪的称呼。一个时辰悄然而过，小院方恢复往日的宁静。林天阳十分满足，依靠在床榻之上的他，一副神清气爽。至于谭悠悠，则是满脸幸福之色，气喘吁吁的他勉强挤出了一句：“师弟，你的身体是怎么锻炼的？为何会如此强硬？”谭悠悠疑惑道：“你不会不是人吧？难道你是妖兽所化？”林天阳挑逗道：“师姐，师弟是不是人？看来有必要让你再好好体验一番。”话音刚落，谭悠悠娇羞的脸蛋一阵惊恐，连忙朝床榻深处爬去。看到谭悠悠的举动，林天阳都忍不住笑意。哈哈哈！见林天阳没有举动，谭悠悠嗔怒道：“师弟，你就别吓师姐了，师姐都怕了你了。”虽疲累，但谭悠悠还是非常高兴的，依靠着今晚吃下的妖兽肉以及双修吸收的阴阳之力，如今他总算突破了筑基7层。一说到锻炼，林天阳便想起那严厉的绝美少女，不知不觉便从落枕之下拿起了身份令牌，朝林烟儿发去了信息。信息刚发出，很快就被退了回来，林天阳都懵了，这跟他初次与林烟儿发信息完全不一样。林天阳一把就将躲在床榻深处的谭悠悠拉到了怀里。林天阳疑惑道：“师姐，你帮我看看，为什么这信息发不出去？难道今天升级身份令牌坏了？”谭悠悠颤抖的手缓缓撑起身子，坐到林天阳的身旁。当他看到林天阳是给林烟儿发信息时，面无表情，便朝林天阳望去，看得林天阳心中一阵发怵，暗念道：“坏了，女子都是爱吃醋的生物，我怎么可以拿出与林烟儿的传音给师姐看？”谭悠悠认真道：“师弟，你还不知道吗？”“知道什么？”谭悠悠道：“师弟信息发出被退回，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身份令牌已经被破坏了，第二种就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什么？”林天阳满脸惊恐，拿着身份令牌的手都在发抖，回想到与林烟儿最后一面的情景，林烟儿那着急的模样，以及最后不停向他告诫不可以随便使用武技，林天阳不禁浑身发寒。看着林天阳浑身发抖，谭悠悠赶忙将他抱入怀中，安慰道：“师弟，这是林师妹的选择，你不要自责。”林天阳挣开谭悠悠，双手紧紧地握着谭悠悠的手臂，冷声道：“什么意思？”谭悠悠颤声道：“师弟，你弄疼人家了。”林天阳赶紧收回双手，吐出一口浊气，平息了一下情绪。1吸2吸3吸，林天阳平息道：“抱歉啊，师姐，刚才我故意慌张了。师姐，你刚才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见林天阳已经恢复理智，谭悠悠方朝他细细道来：“师弟，圣女的侍女只能与人合修，是不能与他人双修的，侍女是要随圣女一同出嫁的。”轰，普普通通的一句话，直击林天阳心魂。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在与林烟儿双修过后，林烟儿为什么会躲在被子里哭泣，以及第2日的对他的转变为何会是那般严厉。原来他是在担忧我往后的日子。想到后面的1月，林烟儿对他各种宠溺，明明对方的年龄比他还要小，林天阳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又过了数息，林天阳猛地抬头，颤声道：“师姐，圣女的侍女与他人双修会怎么样？”谭悠悠一脸不忍，避开了林天阳的眼神。“师姐告诉我。”见林天阳态度坚决，谭悠悠也不想隐瞒他。谭悠悠淡淡道：“会死，哪怕他不死，整个宗门弟子都会讨伐他，
这就是宗门铁律。圣女原本2年前便要举办圣子选拔，可那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神使宣布圣子延后2年选拔，也就是半年后的天选之战，获得第1名之人便是圣子。圣女以及圣女的侍女，那都是宗门圣子方可以与其双修的。师弟你节哀，林师妹决定将元婴之力给了你，自然是心甘情愿的，她肯定不想看到你伤心。林天阳一跃而起，穿上服饰便要朝屋外走去。谭悠悠自然猜得出林天阳的意图，连忙叫停：师弟你等等，你是上不去峰顶的，我带你去。见林天阳停住脚步，谭悠悠强忍疲惫，缓慢穿起服饰，带着林天阳便朝峰顶而去。有谭悠悠执法殿殿主孙女的身份带路，守山弟子倒是没有阻拦，一路通畅无比，直至来到天星府外。谭悠悠还是很佩服灵烟的，竟然愿意为了林天阳甘愿舍弃生命，随后暗自嘲笑了自己一番，自己如今不也是在走灵烟的路？师弟，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回去吧。见林天阳欲要进入天星府，谭悠悠伸出双手，从后将其抱住。他既高兴林天阳是一个为了自己女人，哪怕是圣女的洞府也敢闯，又怕他有去无回。感受到身后传来抽泣声，林天阳方停下了脚步，转身抬起少女的额头，吻了下她光滑的额头。看着谭悠悠那无助不舍的眼神，林天阳轻轻帮她擦拭着泪痕，柔声道：师姐，没事的，你男人我可不会轻易死去。谭悠悠满脸质疑，她都不知道林天阳是哪来的自信，敢夜闯圣女的府门。林天阳出口道：师姐你先回去，我保证会完完整整的回到你身边。谭悠悠摇头，双手紧紧地抓着林天阳的手，恳求道：师弟，我们回去好不好？被圣女发现你会死的，我不想你出事。在林天阳的一再保证之下，谭悠悠总算是不再阻止林天阳进入天星府，毕竟林天阳是为了查询自己的女人生死才去冒险。此时的他反倒开始羡慕林烟了，有哪个女子不想找到一个愿意为自己付出生命的道侣？谭悠悠虽不再阻止，却也不肯独自回去，就静静地坐在距离天星府不远处的大石头之上，任由林天阳再如何说，他都不肯再往山下走一步。谭悠悠说道：师弟，你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出来。林天阳看了看时间，此时已经是后半夜，正是人类睡得最熟的时刻，便不再劝说谭悠悠，毅然决然地踏出脚步，穿过阵法进入天星府。府内依旧是群星环绕，灵气浓郁充沛，四处的奢华景色完全不见萎靡，唯一改变的对方就是正对着大门的主殿，如今已经不再被阵法笼罩，抬眼便可看到殿内的摆设。林天阳见府内无任何动静，躲在柱子后的他没再犹豫，依靠着柱子的掩饰，一步一步朝林烟的闺房而去，直至进入林烟的闺房。屋内漆黑一片，林天阳依靠着记忆避开了屋内的摆设，脚步非常轻，不敢发出任何声响，直至来到床榻边上，伸手探查了一下颈背的温度，冷的一点温度都没有。烟儿今夜压根就没有在床榻之上休息。林天阳犹如被冷水泼了一身，浑身发寒，如今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寻找林烟了。林天阳丝毫不敢犹豫，他也怕被人发现，很快又来到了府内大门，回望主殿，原本准备踏出阵法的脚都停在了半空。不行，好不容易进入洞府，还没得到烟儿的消息，不可以半途而废。内心的一阵挣扎，林天阳还是选择偷摸进圣女的寝殿。大殿极为宽广繁华，然林天阳丝毫没有心情去欣赏。如今的他就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太大动静，慢悠悠探索，足足花费了1个时辰，一个人影都没有发现。此刻的他都有点想打退堂鼓了。如今就剩连着大殿的一间屋子没有探查，以及大殿后的小院。林天阳怕什么？大不了把师姐和爷爷奶奶带进空间躲起来。想自此林天阳不再犹豫，乾坤雷击发动到极致，直至来到最后一间房子之内，依旧毫无线索，连个鬼影都没有。身处屋内，林天阳便可确认这个屋子便是圣女的闺房，之前的房子完全无法比较，且房间内还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少女的芳香。奇怪，没道理啊，大半夜府内竟然一个人影都没有。不死心的他又朝大殿后的小园深入，园内灵气更加浓郁，四处栽种着各种灵花灵草，有好几种林天阳在他空间之内都见过，一眼望去依旧空空如也。林天阳躲在柱子之后，望着这小小500平的小园，如今也只剩下远处一座假山之后没有探查到了。其实林天阳想用神识探查整座天星府的，但一想到对方是圣女，境界肯定高深，会很容易被对方反探查，因此才不敢动用神识。看着假山之后升起袅袅生烟，林天阳一个瞬身躲到假山之后，缓缓探出脑袋，跟他意料中的一样，假山之后果然是一个露天的温泉。小泉四周早已被寒气侵蚀，
凝成冰面，任由滚烫的温泉如何翻腾，冰面都丝毫没有要溶解的迹象。这反差都一幕，林天阳丝毫不能理解。泉烟如雾，似仙人拂袖，掩了泉中之人的身影。透过烟雾，林天阳便见池内一女子，双手合十，盘坐于池水中央，任由泉水淹没到她脖颈。看着女子那若隐若现的容貌，林天阳都有些看出了神。透过烟雾，他很清晰就看清了她的轮廓，乌黑的发髻被水汽阴得发亮，几缕碎发粘在颈侧，像墨线故意勾出的诗意。面颊被热泉烘出桃色，从颧骨一路晕到耳垂，仿佛有人拿胭脂在雪地上轻轻按了一指。水蒸气凝在她睫毛间，颤成极小的水珠，每一次呼吸就滚落一颗，顺着脸侧滑出一道清亮的细线，像替眼泪偷了明。唇上依附着薄雾，唇纹被热气熨平，只剩一点柔软的光，似出熟的樱桃被晨雾吻过。远远看去，她整张脸像一盏被温泉从内部点亮的玉灯，林天阳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谁？女子大喝出声，随即便见一血柱从女子口中喷涌而出。糟了，被发现了！林天阳浑身汗毛竖起，丝毫不敢停留，便要朝入口处逃出。出口处近在眼前，林天阳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只见一臃肿的身体堵住出口。林天阳眼前一幕，惊吓出声：啊！卧槽！竟然有如此不协调的女子！女子下身就如大象的腿，丝毫看不出一点曲线，却顶着一张绝世的容颜。看到林天阳的表情，女子愤恨出声：该死，竟敢擅闯本座的洞府！女子咬着牙，抬手一掌，便朝林天阳挥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这掌威不可敌，林天阳从未觉得自己会距离死亡如此接近。林天阳猛地朝地面施展出虎啸镇山，这一击足足抽光了他90%的灵力，借着这股反震之力，乾坤雷击施展到极致，方脱离了女子的掌威。砰！林天阳身后100米高的假山接触到女子的掌威，轰的一阵巨响，瞬间就化作漫天灰尘。林天阳看着漫天灰尘，暗自咽了咽口水，他都不敢想，若是被掌法击中，他还能不能活下来。女子看着林天阳，淡淡出口：乾坤雷击，随后便倒地昏迷了过去。林天阳呼吸急促，他都准备遁入空间了，见女子昏迷不像演戏，林天阳还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小石子朝女子丢去，女子依旧没反应。林天阳毫不犹豫施展乾坤雷击，同女子庞大的身躯穿过，逃出大殿。林天阳又猛地停住了脚步，许是速度太快，林天阳连翻了2个跟斗，方站稳住身形。我若现在跑了，这合欢宗就貌似一个牢笼，压根就无处藏身。以她圣女的地位，我压根就无法抗衡，但若我回去救了她，一想到谭悠悠那档子事，还得靠圣女搭线，依靠宗主庇佑，林天阳又果断回到小园出口之处。看着地上躺着容貌绝美的女子，林天阳再次咽了咽口水。卧槽！堂堂圣女，每天得吃多少东西才能养成这一身肥膘，当真是浪费了一张绝世容颜。林天阳弯腰拉起比他腰还粗的手臂，手臂猛地发力，方将地上女子背了起来。林天阳长呼一口气，卧槽，这最起码有1000斤重了吧？刚才的猛虎一击已经消耗掉了他90%的灵力，如今拖着这样一座大山，林天阳都举得吃力，双脚不停打颤。短短数百米的路程，足足花了1炷香的时间，林天阳方将这所谓的圣女背到床榻处。此时的他早已脱力，整个人都被压在了床榻之上，床榻仿佛在抗议着，发出了一阵吱呀声。林天阳刚想把对方推开，背后却袭来了一股极阴的寒气，他从未见过有如此冰寒的阴气，冻得他直发抖。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不被压死也会被冻死的。林天阳僵硬的手连忙将女子推开。砰！下坠的反震之力，床榻都凹陷了几分。林天阳席地盘坐，丝毫不敢耽搁。如今他体内阳气正与阴气大战，抢占着他识海的地盘。林天阳闭目运转阴阳造化诀，炼化体内那股极寒的阴气。太坚韧了，林天阳都有点手忙脚乱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冰寒的阴气，以往双修的阴气与如今体内这股阴气的浓度完全不可比拟。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天阳足足运转了3轮功法，方将这股阴气炼化吸收。借助着这股阴气，林天阳筑基2层的境界一跃来到了筑基3层。累，实在是太累了。他咬着牙强行运转第3轮功法，方炼化体内那股阴气。此刻的他浑身疲惫，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没办法连续运转2轮功法，已经是他目前的极限。林天阳睁开双眼，便见床榻之上的女子已经醒来，庞大的躯体被锦被包裹着，静静地凝视着他。林天阳欲要起身拉开与女子的距离，
然双脚却完全使不出力气。二人四目相对，许久，女子总算是先出口了：“你为什么要救我？”林天阳精神集中，丝毫不敢分心。他如今是最虚弱的时候，若是对方要再次对他出手，他也只能第一时间遁入空间。林天阳眼都不敢眨，出口道：“林嫣儿去哪里了？为什么找不到她？”女子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再见到林天阳使出乾坤雷击，女子就已经确认了林天阳就是夺走林嫣儿元婴之人。第一，他的府内也只有2个人能随意出入，一个便是他的师尊合欢宗宗主，第二个就是林嫣儿，他的贴身侍女。女子露出一脸邪笑：“被我杀了。”终于还是听到他最不想听到的结果。原本浑身疲惫的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体力，双手撑着地面一跃而起。“你该死！”满眼血红的他，浑身杀机四溢，便朝床榻上的女子挥出了他灌入全身灵力的一击。虎啸震山，轰！屋内充斥着他带满杀意的权威，整个屋内的摆件漫天飞起，有的甚至承受不住这股威力，直接化成飞灰。女子只是淡淡的伸出一指，便已经将林天阳的权威震退。向后倒飞的林天阳，在拳与指尖的冲击下，喉咙瞬间涌起一股热流，顺着口中喷涌而出。林天阳爬起，欲要再次出击，此刻的他犹如疯子，丝毫感觉不到疼痛。然无论他如何踏出攻击，都无法靠近床榻半分，身前仿佛有着一条隐形的沟壑，阻挡着他步伐的前进，震散他所有的攻击。见林天阳已经失去理智，女子抬手结出了各种神秘的手印，淡淡出口：“术。”一股蓝色的灵气顺着手指而出，瞬间将林天阳五花大绑起来。林天阳越是挣扎，束缚越紧，直到最后完全被蓝色的灵气束缚，丝毫动弹不了。林天阳疯狂地咆哮着：“你该死！放开我！你有本事就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会杀了你！”原本一脸邪笑的女子看到林天阳的反应，反倒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嫣儿没有死。林天阳都懵了，先前说林嫣儿被他杀了，如今却说林嫣儿没有死。女子出口：“你很好，你的表现我很满意。若你连替嫣儿报仇的勇气都没有，此刻你已经化作一片烟尘了。”见林天阳恢复理智，女子拎起他便朝高空飞去，直至穿过山顶最高之处，来到了山峰的背面。林天阳完全想象不到，山峰的背面竟然是一处牢狱，一个个人被束缚在陡峭的绝壁之上，任由罡风摧残着他们的躯体。林天阳一眼便认出此处的阵法，乃5级的杀阵，被阵内笼罩处，罡风肆虐。韩百柔，你这个丑八怪，你跟你师尊一样，都是贱人，有本事杀了老夫！圣女杀了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了。圣女，贱人，有本事杀了我！女子带着林天阳一路飞驰，任由他人的谩骂。如今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了圣女名为韩百柔。直至来到一处峭壁，林天阳一眼便认出了盘坐在阵法之内的女子。再次见到林嫣儿，林天阳忍不住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留下了2道晶莹的泪痕，激动道：“师姐！”听到了这熟悉的呼唤，打坐修炼的林嫣儿猛地睁开了双眼，看着林天阳的身影，泪水悄然滑落。“师弟！”韩百柔解开了林天阳的束缚，轻轻一推，将林天阳推到林嫣儿的身侧。失而复得的喜悦，林天阳紧紧地将林嫣儿抱在怀里，恨不得将她融入自己体内。“师弟！”“呜，师弟，我不是说不要来找我，你为什么不听话？”林嫣儿既喜悦又恼怒，玉手不停地拍打着林天阳的背后。“师姐，我想你。”“呜，师弟，你怎么那么傻？”看着二人一副生死离别的模样，韩百柔果断转过了身子，不再去看二人。一想到林嫣儿为了他被关在这悬崖峭壁，经历日晒雨淋，狂风肆虐，林天阳内心一阵绞痛，抬起少女的下巴，便吻住了她颤抖的双唇，直至少女缓不过气。林嫣儿娇羞道：“师弟，你太坏了，圣女姐姐还在，你就如此。师姐，我带你离开。”林嫣儿摇了摇头：“师姐，是不是那贱人不让你离开？”我啪！不等林天阳说完，一记耳光狠狠地便朝他扇来。林天阳都懵了，右脸一阵火辣辣的。林嫣儿恼怒道：“师弟，你滚吧！我认识的师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圣女姐姐视我为亲妹妹，谁都不可以骂姐姐。”不等林天阳反驳，林嫣儿已经推开了林天阳，转身不再看他。见林嫣儿背对着自己，一滴滴晶莹的泪珠不停朝地面掉落，溅起晶莹的水花。林天阳缓缓靠近，再次抱住林嫣儿，撒娇道：“师姐，我错了，你别生气，我刚才口无遮拦。”林嫣儿抽泣道：“师弟若不是圣女姐姐，我们此生可能再无相见的机会，以后你不可对圣女姐姐无礼。好，只要师姐不生气，师弟都听你的。”林嫣儿转身
玉手抚摸着那隐隐有着掌印的面庞，心疼道：“师弟痛吗？师姐不是故意的。”见灵儿双眼又开始泛起泪花，林天阳露出灿烂的笑容：“师姐，师弟皮糙肉厚，被你玉手摸一下，一点都不痛，真的。”经过林天阳一阵搞怪，少女总算是露出喜色，笑出了声。嘻嘻嘻，二人一阵缠绵，然愉快的时间过得飞快，原本漆黑的夜晚渐渐亮起了鱼肚白。韩百柔提醒道：“该走了。”见二人难舍难分，韩百柔果断拎起林天阳便飞回天心府。林天阳望向韩百柔，出口道：“圣女，请问我要如何才能救出师姐？”林天阳已经从灵儿口中得知，韩百柔是想救他，才把他关起来的。灵儿如今已经失去元婴，对于筑基之上的修士，一眼便能看出灵儿已经失去元婴。一旦被人发觉圣女侍女已经失身，哪怕是宗主也护不住灵儿的性命。空旷的大殿，二人四目相对。韩百柔想了一晚，实在想不通，林天阳暴怒出拳，受到自己权威反震吐出的鲜血为何会是金色的？他从未见过有人的血液是金色的，且还蕴含着浓烈的生机。明明今夜寒气侵入心脉，他都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晚。然当他醒来之时，体内寒气竟然有了些许缓和，他都不知道林天阳一个区区筑基境的小修士是如何做到的。太多想不通的是，韩百柔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子，男子相貌英俊，目光清澈，反倒令他有些失神。许久，韩百柔方有所猜测，林天阳是某种特殊体质罢了。韩百柔也不愿见到两个相爱之人阴阳相隔，且还是灵儿她视如己出的妹妹。韩百柔柔声道：“与我何休？年底天选之战打败我，言而可救。”听到韩百柔的话，林天阳内心一阵侥幸，还好只是何休，这若是要我扛着一座山双修，我还不如直接死掉得了。与他何休，以对方那诡异的极阴寒之力，确实能快速突破境界。可若是要战胜对方，林天阳想想就发怵，对方都已经可以飞了，自己又该如何取胜？见林天阳那完全没有信心的模样，韩百柔冷声道：“怎么你认为自己不行了？之前是谁信誓旦旦说要杀了我的？谁啊？谁啊？谁不行啊？我会打败你的。”韩百柔淡淡一笑，看不出手指的肉臂一挥，一块金色的令牌缓缓飘到林天阳身前，令牌之上还刻着一个圣字。“你走吧，明天晚上自己上来封顶吧。”林天阳犹如幻梦，其实他也知道圣女这是有意帮他快速提升境界，好面对半年之后的天选之战，获得第一，成为圣子，不然灵儿的问题压根就无解。糟了，失去元婴，筑基之上的修士可以看出，那谭悠悠今夜随他上到封顶，岂不是已经被人察觉到守山顶的弟子可是何丹境之上的存在？想至此，林天阳不敢再耽搁，穿出阵法。他都不知道如今有没有人发现，得趁着天还没完全亮起，把谭悠悠带回去。谁知道那个刘文俊知道已经满头绿油油，会做出什么事来？见到林天阳走出天心府，原本忐忑不安的谭悠悠连忙上前扑到对方怀里。林天阳没做多解释，牵着谭悠悠一路踩着残星与碎露，脚尖几乎不沾地，朝小院赶去。谭悠悠不解为什么林天阳会一脸急切的模样。“师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林天阳微微一笑，安抚住谭悠悠：“师姐回去再说。”很快二人便回到小院，林天阳方把超过筑基境可以看出女子原因之事告知谭悠悠。谭悠悠一脸愕然，毕竟谁会无缘无故跟她一个小丫头说关于这类事情？直至跟告知她灵儿的事以及要和圣女合修之事，少女虽没表露出抗拒，但林天阳还是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醋意。谭悠悠转身背对着林天阳，小脸不知不觉就垮了下来，露出幽怨之色。这个师弟太花心了，听苏爷爷口中的称呼，师弟很明显就是已经有了妻子了。灵儿就不说了，毕竟是他把师弟带进宗门，如今又多了个圣女，我该怎么办？不等他多做思考，刚从林天阳怀中分离的谭悠悠瞬间就被一双大手揽入怀中。“师弟，你手撒开，我累了，要睡觉了。”“师姐，你这不是还没睡吗？我现在就要睡了。”林天阳刚想抽回环住对方的双手，谭悠悠小手紧紧抓住他想抽回的手。林天阳很清楚感受到对方的慌乱。“师姐，你不是要睡了吗？”谭悠悠嗔怒道：“师弟这是有了你的林师姐和圣女姐姐，嫌弃人家了是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我没有。”林天阳反驳道。“大骗子，才要了人家的身子就去招惹圣女，都要跟他合修了，还说没有？师姐这不是情势所迫吗？我总不能看着林师姐为了我白白牺牲吧？”“是啊，师弟也是不得已，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人就这么因为圣女侍女的身份白白殒命吧。很快，谭悠悠心里就说服了自己。谭悠悠醋坛子虽被打翻，但理智还是在的。少女虽已经想通，却依旧摆出很生气的姿态。哼，师弟，你明明就是眼馋圣女姐姐的身子，少拿林师妹来说事。天啊！林天阳都无语了。圣女脸蛋虽惊艳绝世，可她那身子，就那手臂比她腰还粗的圣女，她怎么可能缠对方的身子？说真的，林天阳都在担心圣女强了他，一想到对方那小山一样的躯体，林天阳后背就直冒冷汗。师姐，你这是多久没见过圣女了？我怎么可能缠她身子？谭悠悠依旧没好气道：圣女何等人物，那可是宗主大人偷偷收的弟子，我哪里有见过她？能入宗主大人这位天武第一美的法眼，那肯定是绝美的女子。呵呵，林天阳冷笑了一声，果然如此的表情，难怪师姐误会，原来师姐连圣女的长相都没见过，就胡乱吃醋。林天阳道：师姐，你别瞎想，我可没缠圣女的身子，圣女的身姿我可无福消受，她连你的1/1000都比不过，我要缠也是缠你的身子。说罢，林天阳大手还从腰间直接挪到他娇躯高峰之上。听到林天阳如此夸他，谭悠悠心里美滋滋，娇声道：油嘴滑舌，人家身子都给了你了，就不用拿这些骗小丫头的话来哄我了。真的师姐，我可没有骗你，我答应圣女合修，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跟你有关。谭悠悠更不解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臭男人给自己找女人，还把我拉出来做挡箭牌，无耻无耻之极。谭悠悠道：哦，师弟，你这也太会狡辩了吧，你这和圣女合修跟我有什么关系？林天阳出口：师姐，我这是想快点提升境界，圣女体内的阴气十分特殊，冰寒且浓郁，与她合修可以快速提升境界，好保护师姐你啊。惦记师姐的可是长老联盟会的5大家族之一，我不找人撑腰，就我如今这可怜的境界，怎么与长老联盟会这庞然大物抗衡，照顾师姐你呢？原来师弟不单单为了林师妹，更是为了我才答应圣女合修，我还误会她，我度量如此小，师弟不会生我气吧？谭悠悠翻身直接趴到林天阳身上，娇声道：师弟，是人家误会你了，人家不生气了，那你就好好和圣女合修，尽快提升境界，替我好好教训那个刘文俊。说罢，谭悠悠便主动朝林天阳送出香吻。许久，谭悠悠方慵懒地躺在林天阳怀中，心满意足地抱着对方沉沉睡去。啪！谭若红倒地不起，浑身发抖，此刻的她脸早已经肿得不像样，嘴角更是流出了鲜红的血渍。啊！贱人，你堂妹跟你一样贱，你不是万无一失吗？怎么我得到了谭悠悠已经失去原因的消息？谭若红满眼幽怨，爬起，顺着脖颈的铁链朝刘文俊爬去，厉声道：夫君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帮那个杂役，不然就他那筑基初期的境界，怎么杀得了2个筑基5层的修士？朱如没好气道：滚！贱人，若不是看在你爷爷执法殿殿主的身份，老子早就强要了谭悠悠那个贱人，又怎么会给那贱人做出虑我之事？朱如一脸不屑，抬起短脚，又在谭若红身上狠狠地踹了一脚。然女子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她知道一旦发出声响，迎来的更是朱如的疯狂怒火。朱如没好气道：老子亲自找人出手，你个贱人，就不用你多事了，废物一点用都没有。朱如脚踩在女子脸上，拿起身份令牌，随后便朝一个名为李英超的弟子发去传音。林天阳这一觉睡得格外沉，直接睡到下午，还是在谭悠悠的焦急呼唤之下，方才醒了过来。师弟怎么办？林天阳一脸懵，看着谭悠悠道了声：师姐早啊。随后一把将坐起的少女拉到怀中：师弟别闹了，你快看身份令牌。林天阳接过谭悠悠手中不断闪耀着幽光的身份令牌，上面显示着外门弟子李英超今向外门弟子林天阳发起生死大战，不死不休。林天阳一脸从容，生死大战他还是有从宗门手册看到过的，发起生死挑战的弟子境界不得高于对方3个小境界。早在从山顶回来之时，林天阳就已经想到谭悠悠原因已失去，此事肯定会被有心人捅到刘文俊那里去。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是找人对他发起生死挑战，而不是找弟子来暗杀他，太蠢了。林天阳淡淡一笑，林天阳还是有点担心对方请高手来暗杀他，而生死战林天阳压根就不怕对方出阴招，毕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且境界还有限制。谭悠悠急促道：师弟你还笑，这个李英超可是真传弟子中战力上榜的弟子。哦，师姐上的什么榜？谭悠悠细细朝林天阳道：师弟，
这个榜你不知道，是长老联盟会私下举办的，就是每年各大长老的真传弟子比斗，进了战力榜的弟子，个个拥有超凡战力，皆是具备了越阶一战的弟子。而这个李英超便是去年的黑马，以筑基境初期打败筑基5层的弟子，他可是去年第98名的高手。林天阳点了点头，没做任何评判。谭悠悠都看不懂林天阳了，仿佛就没有他怕的事，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谭悠悠疑惑道：师弟，你不怕吗？师姐以我的战力，你觉得我该怕吗？我可是一瞬间就斩杀了2名筑基5层的弟子。谭悠悠一愣，对哦，师弟可是不输那些什么所谓的真传弟子，师弟可是连乾坤雷击都学会了，就算战力不如对方，别人想在速度上赢过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白担心什么？林天阳起身，从储物戒内取出了一套崭新的服饰，穿起，一身腱子肉瞬间就被服饰所掩盖。谭悠悠眼冒金光，看着林天阳的双眼炯炯有神，一脸花痴的模样。林天阳俯身上前，手指从少女挺翘的鼻梁滑落，师姐你还不穿衣服吗？我可是要去会会这所谓的战力榜98名的李英超。谭悠悠一愣，从储物戒内摸索了一阵，随后拿出一条超短紧身的红色裙子，配上黑丝，搭着一个黑色的小背心，穿在了身上。林天阳都有些看呆了，这小妖精出个门还穿得这么妖媚，当真是会给我招来仇恨啊！林天阳心里虽数落了对方一番，人却很享受，直接一步上前，将床榻上站着的少女抱了下来，替她穿上了一双黑色的小靴子。谭悠悠满眼幸福地看着替她穿鞋的林天阳，小脑瓜一转，立马拿出令牌传音：爷爷，你快点去生死擂台主持，人家现在就要过去。很快就接到了对方的回音：丫头，发起生死大战的李英超，爷爷有点印象，好像才筑基境，这样的战斗，爷爷去干嘛？谭悠悠傲娇道：爷爷去吗？爷爷，令牌再度亮起，好好好，爷爷待会过去瞧瞧。这小妖精还特地给我找来后台。林天阳心头一暖，替谭悠悠穿好鞋子，刚起身，谭悠悠便从落枕之下拿出了林天阳的身份令牌，帮他别在腰间。他身份令牌还不断闪烁着幽光，林天阳打开，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条约战生死台的信息。林天阳一下就想通了，这是一条群发的信息。被谭悠悠挽着胳膊，二人便穿过阵法，走出小院。此刻的院门之外早已经人满为患，林天阳倒也不怯场，牵着谭悠悠便朝繁华街道在正中央的生死台走去。快看，正主出现了，他就是那个刚申请外门身份的杂役弟子。听着男子的话，林天阳便已经猜出对方是刘文俊派来抹黑他的人。得知林天阳的身份，很快就有人开始一唱一和，这样的人怎么配得起悠悠师姐？他向来低调，压根就没几人认识他，更不知道他的名字。好美，谭悠悠师姐超迷人的，比起灵儿师姐更有女人味。我的女神以后便是谭悠悠师姐了，真是可怜啊！师妹你在可怜什么？这位师兄，你看那个林天阳师弟，相貌长得如此英俊，可是境界才筑基3层，这哪里是筑基5层的李师兄对手？这明显就是过去送人头的，长得这么好看，当真可惜。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大战吗？最开始指出林天阳身份的弟子连忙回应：我知道，就是谭悠悠那个贱人不守妇道，跟我家少爷刘文俊有了婚约，还把原因给了一个杂役。赵明冷声道：还外门三花，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小贱人，哈哈，笑死我了。赵敏一步来到林天阳身侧，小声道：那个林师弟对吧？要不你跟了我，我找我爷爷给你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你看怎么样？谭悠悠跟护犊子似的，连忙将林天阳拉到自己的左手边，恼怒道：赵明，你给我滚开，师弟才不会受你的诱惑。此时的众人方知晓这场大战的原因，纷纷朝谭悠悠指指点点，背后说出的话更是难听至极，有骂林天阳自找死路的，有骂谭悠悠不要脸的。二人一笑置之，总不能当着在场众人面把出言不逊的全杀了吧？谭悠悠心里嘀咕道：哼，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师弟天纵之姿，我就是不要脸，咋地？我就是要给刘文俊戴绿帽子，我还要给林师弟生宝宝，不服咬我啊！听着众人的诋毁，谭悠悠扬起绝美的容颜，挽着林天阳，任由别人的目光凝视。二人一路朝生死台走去，身后跟着一帮人，将林天阳二人身后之路都堵住了，好似生怕林天阳跑了似的。直至来到生死台，四周早已围满弟子，地上坐着的、站着的密密麻麻，林天阳都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闲得慌，至于这么劳师动众吗？林天阳都恨不能一天分成2天用，没办法，完全不够时间修炼，他可还要尽快提升境界，到时还要去找苏婉晴上官月上官锦。
林天阳刚到，抬眼朝台上之人望去，便见生死台上一年轻弟子面露出杀意，死死地盯着他，整得他好像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不等林天阳靠近生死台，便见一中年男子领着身后一群人朝他走来。谭悠悠连忙上前，刚要开口，对方就已经抬起手朝谭悠悠掌来。早在对方朝他走来，林天阳便已经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怒意，也就谭悠悠这样的小丫头才会毫无防备。林天阳拉起谭悠悠，一个瞬身朝后退了1米，啪！一声震耳欲聋的巴掌声响彻全场。只见领头身后的中年男子一个瞬身就来到谭悠悠原先站着的位置，硬生生地接了对方的一次掌殴。爹爹！谭悠悠慌忙开口，将中年男子拉到他身旁，恼怒道：大伯，你干嘛出手打人？我要去告诉爷爷。谭悠悠大伯掩藏的怒意直接爆发：混账！你都有了婚约，还敢做出令家族蒙羞之事，我打你天经地义。谭悠悠厉色道：什么狗屁婚约，我不同意，要嫁你嫁。谭悠悠大伯气得双眼直瞪，一副准备再度出手的模样。悠儿，不可无礼，他可是你大伯。大哥，悠儿年纪尚小，不懂事，你别与他计较。谭家主，你们的家事还是等回家再去解决，可别误了本公子的大事。听着声音，林天阳朝最前方出口之人望去，然却始终看不到那人的身影。谭悠悠大伯甩袖，转头朝刚才出声的地方而去，原本一副恼怒的表情瞬间变成一副恭维的表情。爹爹，你没事吧？谭悠悠连忙上前查探中年男子的伤势，中年男子反倒退后了一步，上下打量着林天阳。天空一阵大笑，带着强横的威压，直接将在场嘈杂的声音掩盖。我和欢宗太久没有热闹过了，今日老夫就来凑一下热闹，为此次比斗做一回裁判。那执法店店主，天啊，竟然连执法店店主都出动了！在场已经有不少人认出了腾于半空的老者，连忙朝老者行礼，就连隐匿于暗处准备观看比斗的长老都纷纷现身朝老者行礼。爷爷师弟，那就是我爷爷。老者面露慈祥，然身体却散发着一股强横的威压。谭悠悠露出引以为傲的表情，丝毫不顾众人的眼神，与众位长老闲聊了一番。老者瞬间消失，再次出现之时，已经来到了谭悠悠身旁。快，太快了！这究竟是什么境界的高手，竟然能快到这种程度，完全察觉不到，就连一丝影子都看不到。林天阳心惊肉跳，他相信，若是老者想杀他，他可能连遁进空间的时间都不会有。爷爷！谭悠悠一步上前，直接挽着老者的胳膊，小脑袋还不停在对方的手臂上来回的蹭着。老者露出慈祥的目光，抬手便在小丫头的小脑袋上抚摸了2下。你呀，当真不让爷爷省心。谭悠悠一脸娇羞道：嘻嘻，爷爷你不许取笑人家。老者刚到，便已经察觉谭悠悠已非完璧之身，像他这样的老古董，联想到谭悠悠催促他过来主持生死大战，便已经猜出此次生死大战的缘由。见老者降临，谭悠悠大伯连忙朝后方跑来，恭敬行礼。爹爹！谭悠悠大伯谭正武父亲谭正明一同出口。老者目光深邃，看着自己的第2个儿子，脸上明显的巴掌印已经猜出了端倪。老者在看到谭悠悠的一瞬间，便已经发现谭悠悠已非完璧。老者冷声道：我谭展的孙女，喜欢何人，想嫁何人都可，老大你别再干于小辈之事。谭正武反驳道：爹，这怎么可以，都已经收了别人的彩礼。谭展大手一挥，撑开了一个结界，将林天阳、谭悠悠以及他的2个儿子包裹在内，隔绝了众人的窥听，毕竟家丑不外扬。谭展面露怒意，大喝道：哼，老大你背着老夫把我大孙女草草嫁了，老夫还没跟你算账，如今悠儿已飞，还怎么出嫁？就算履行婚约，他往后日子对方还能对他好吗？谭正武反驳道：爹，刘家少爷承诺，只要悠儿嫁过去，会对悠儿好的。啪！老者十分霸气，便甩了谭正武一个大鼻兜。少拿什么承诺来忽悠老夫，就那样的侏儒，已经毁了老夫一个孙女，你还要脸吗？还想舔着脸把老夫的小棉袄送出去给别人糟蹋？谭正武还想反驳，谭展霸气回应：老大，你再插手，那你这个家主就别做了，给正明来接手吧。自己父亲都如此坚决了，谭正武立马闭上了嘴，老老实实的站在其身后。谭悠悠喜笑颜开：爷爷最好了，人家最喜欢爷爷了。哦，最喜欢爷爷，那他呢？原本对着谭悠悠一脸宠溺的谭展，转头望向林天阳，眼神直接来了个360度大转变，严厉地瞪着林天阳，仿佛在说：
小子，你还真行，还没娶老夫的孙女，就直接吃干抹净了。谭悠悠连忙护在林天阳身前，双手展开道：“爷爷，你不准吓我师弟。”看着小丫头护犊子的表情，谭展想严厉都严厉不起来，瞬间又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小子，等你有命下擂台再说，老夫向来公正，可不会给你开后门。不用不用，爷爷，你只要看好贼人，别让他们耍手段就好，师弟很厉害的。谭展大手一挥，瞬间结界就消失了，众人一脸疑惑，都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谭展飞身上台：“老夫执法殿殿主，今日比斗绝对公正，大家可以放心。来，请比斗双方2人上台。”李英超早已上台，负手而立，眼神死死地盯着林天阳：“师弟，加油！”林天阳淡淡一笑，双腿一个蓄力，翻身一跃，便落在了高台之上。谭展冷声道：“你2人确定要进行生死大战吗？结界一旦开启，只有一方死亡，方会打开。”“确定。”2人异口同声。孙女婿，苏天宇在人群最外围大声喊道。原本准备看比斗的众人视线再一次被拉开，李秋水都无语了，这臭老头老是做出让人围观的举动。一脸尴尬的他索性直接拉起苏天宇，在空中连翻了3个跟斗，将他带到擂台边上，与2人闲聊了几句。林天阳方得知2人是刚从妖兽山脉赶了回来。李英超没好气道：“还有完没完？到底是打不打？”不等林天阳回复，一中年男子连忙喊停，一副老财迷的表情：“林师弟，有没有兴趣下注点自己的盘口？你的赔率可是1比10，想不想报复一把？”“这赔率还可以哦。”1比10。林天阳直接取出杀死2名刺客获得的150块灵石，下注了自己赢。一听到赔率，谭悠悠仿佛看到一座灵石山在朝他招手，大喊道：“我也要下注，我要下注我师弟赢。”“好嘞。”不知谭师妹下注多少？谭悠悠在储物界内一阵摸索，方拿出不到60块灵石，随后朝半空中的谭展喊去：“爷爷，借我点灵石。”谭展还是很宠溺谭悠悠的，二话不说便丢给了谭悠悠一个储物戒。谭悠悠接过储物戒，神识探入储物戒，圆溜溜的大眼睛闪烁着金光，豪气道：“掌柜的，我下5万块灵石买我师弟赢。”“好嘞。”看着谭悠悠的操作，谭正武气的脸都黑了，对着谭正明大骂道：“老二，你看你生了个什么玩意，当真是败家！死输的比斗还要下注！”谭正武都气死了，若不是谭展说要撤掉他家主的职位，他都想上前去把灵石抢回来。苏天宇小声道：“师儿，你有多少灵石？”李秋水淡淡道：“你要下注。”苏天宇点了点头，李秋水也没有墨迹，直接将储物戒递给了苏天宇：“掌柜的，我要下5000块灵石，买我孙女婿获胜。”“好嘞。”爷爷奶奶。谭悠悠来到2人身旁，恭敬行礼。李秋水一脸宠溺，将小丫头拉到自己身前。不等掌柜跑回去下注，谭悠悠立马叫停了他：“掌柜，我还要下注。”掌柜疑惑道：“谭师妹还有灵石下注吗？”谭展都有点搞不懂这小丫头的操作了，储物戒内也就5万块灵石，小丫头还哪里来的灵石下注？一想到机会难得，谭悠悠狠狠一咬牙，在储物戒内一阵摸索，拿出林天阳刻画的阵盘递到掌柜的手里。掌柜都懵了，不给灵石，掏出个阵盘给他干嘛？当掌柜看清阵盘的5条纹路，双眼圆睁，不可思议地看着谭悠悠，惊呼出声：“5级阵盘！”在场众人一阵惊呼，纷纷朝谭悠悠望去。谭展都忍不住飞身来到谭悠悠身侧，就连隐藏于暗处的长老都纷纷现身，死死地盯着掌柜手中的阵盘。一老头连忙上前确认是5级阵盘，当即豪迈放话道：“丫头，老夫对阵法颇有研究，老夫愿意收你为关门弟子。”“老夫也愿意。”不等一帮老头把话说完，谭展霸气道：“都滚，少打我孙女的主意！你们都刻画不出5级阵盘，还想收我孙女做关门弟子，不害臊！老谭，话可不能这样说，我们虽刻画不出，但我们经验丰富，有我们的指点，定能让你孙女少走不少弯路，保不齐很快就能刻画出6级阵盘。”谭悠悠都懵了，他只是不想错过报复的机会，怎么就闹了这么一出？刚想说出阵盘是林天阳刻画的，连忙朝林天阳投去了目光。见林天阳摇了摇头，他小嘴立马紧闭起来。一群长老被谭展赶走，谭展方宠溺地看了看自己的孙女。掌柜道：“谭师妹，我们赌档不收阵盘抵押，一旦你赢了，我们可拿不出5级阵盘给您赔付。”又一老者无声无息蹦出：“谭丫头，我外交点愿意花2万灵石购买你的阵盘。”谭悠悠摇了摇头，淡淡道：“不卖。”
最终众人方商量好，5级阵盘压林天阳胜，输了阵盘归外交店，外交店拿出2万块零食跟赌当赎，赢了阵盘归还谭悠悠，再赔付20万零食给谭悠悠。当谭悠悠拿出5级阵盘之时，林天阳总算是在密集的人群中找到了那缕带着贪婪的目光。此人身形矮小，细胳膊细腿，活脱脱一副10岁孩童的身材，两边侧脸长满毛发，错看之下还真像只猴子，站在椅子之上，露出狰狞的笑容，不停打量着谭悠悠。然境界却奇高，林天阳压根就探查不出对方的境界。许是察觉到林天阳神识的探查，刘文俊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死死地盯着林天阳，一副你死定了的表情。随着谭展双手的挥动，擂台一阵嗡鸣，四周缓缓升起阵法。林天阳一眼便看出这是4级的防御阵法，非破凡境界无法打破。台上2人四目相对，原本没有任何恩怨的李英超却浑身爆发出杀意，朝林天阳袭来。顿时狂风呼啸，在场很多人都被这股气势所惊到，纷纷暗叹，不愧是战力榜上之人，光靠气势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压抑。林天阳丝毫不受对方的影响，强壮的体魄屹立于擂台之上，犹如老僧入定。生死大战必须死一个，2人丝毫没有给对方留余地，纷纷将境界气势爆发了出来。好强大的气势，他不是筑基5层，他隐藏了修为，他是筑基6层。台下已经有人看出李英超的境界，然执法的长老却没人出手制止，对方并没有违规，对方只是高出林天阳3个小境界，就算对方比斗当中有所感悟又突破境界，他们也不会干预，那也只能说对方运气好。然林天阳筑基3层的气势爆发，吹动着长袖衣袍，就连满头乌黑长发都随风飘荡，气势完全不弱于对方。面对林天阳的气势，李英超都出现了错觉，仿佛对方与他同境。杀！李英超大喝道出声，一脚踏碎脚下石板，抽出身后长剑便朝林天阳冲去。长剑出鞘，顿时闪耀着青光。台下已经有人认出了长剑的品阶，这也太厉害了吧，太有钱了吧。李师兄手中的剑好像是售价高达上千零食的中品武器。李英超丝毫没有留手，他也知道此战若败他必死。看着朝自己袭来的李英超，林天阳默默站在原地。台下众人不解，林天阳为何站着完全不动，不做任何反抗，更甚者已经有人走出人群，准备去赌档收取获胜的零食。直至李英超临近，挥剑朝他斩来，接我一击，断浪。这时林天阳方紧握双拳，右手一记虎啸拳，直接震退了李英超长剑挥出的剑气，左手又赏了对方一记虎啸拳。砰！再被林天阳第一拳击退，李英超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了，居然有人能徒手硬汉中品武器。然还不等他有所准备，林天阳第2拳就已经朝他挥出，慌乱之下他也只能举剑抵挡。硬汉权威，清脆的颤音悠悠回荡。而此时的李英超已经被林天阳震退数十米，就连握剑的手虎口处都被震裂了。李英超抬起手，看着手上被震裂的伤口，一时竟然愣住了。他刚才究竟做了什么？我堂堂战力榜第98名的存在，筑基6层的境界，竟然被一个筑基3层的弟子击退，且还受伤了。台下众人目瞪口呆，原本他们还以为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却没想到林天阳徒手就震退了拿着中品武器，且境界还高出他3个小境界的李英超。不会吧，这当真是筑基3层的战力吗？有弟子完全无法相信，直接散开神识去探查林天阳的境界，然得到的结果的确是筑基3层。师弟小心点，女婿上啊，打死他！你爷爷我可是把全身家都押上了，你要是敢输，老子就死给你看！李英超大喝出声，不可饶恕，不可原谅，你竟敢伤我！李英超气得龇牙咧嘴，眼神露出了阴戾与暴怒。这次他学乖了，不再靠近林天阳，只是在远处催动剑气。林天阳都被对方逗笑了，近战都不行，远攻威力就更差了。林天阳单手应对，跟拍赶苍蝇似的，逗得场外之人哄堂大笑。见远攻奈何不了林天阳，李英超索性直接收起了武器，从腰间取出了一个类似钱袋的袋子。林天阳不解，他难道是要拿零食买命？若零食给的足够多，饶你一命倒也可以。林天阳暗念道。然场外这时却有人看出了李英超的举动，快看，那是灵兽袋。不会吧，李师兄怎么会有灵兽？难道李师兄还是一名御兽师？台下众人死死地盯着对方缓缓解开的灵兽袋。谭悠悠急促道，爷爷犯规了，他这是作弊，生死大战怎么可以使用灵兽？林天阳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谭悠悠会如此着急？自从那次与人组队去猎杀妖兽险些丧命，
谭悠悠无形当中就带着对妖兽的恐惧。他深知妖兽的恐怖不但躯体强悍，是人类不能比的，就连力量那也不是一个普通修士可以抗衡的。单单一头一阶妖兽就需要数名筑基后期的修士联手方有望制服，至于想杀一头妖兽，没有筑基巅峰的实力，压根就做不到。想至此，谭悠悠只觉浑身无力，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好在有李秋水及时将他扶住，不然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奶奶，李秋水温柔地拍打着谭悠悠的背部，安慰道：“谭师妹放心好了，林师弟气势丝毫不受影响，想必他是有把握应付的。”李秋水都想不通，这个便宜得来的孙子是哪来的自信，如此从容不迫。李英超抬头望向执法殿殿主，谭展大声道：“生死比斗继续，灵兽也是修士的战力之一，并没有违规。”哈哈！李英超大笑出声，嘴角更是深深扬起，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面露狰狞，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小子，胜利的天平终究还是朝我这边倾斜了。你躯体再强，难道还能比妖兽更强？爷爷怎么可以这样？不管谭悠悠在台下如何呼喊，谭展都没有去管谭悠悠。他可是执法殿殿主，公平宫正是他能为林天阳提供的。若是要他为林天阳打破规则，那他这个执法殿殿主也就做到头了。见爷爷始终不回应自己，谭悠悠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林天阳身上了，希望他能熬过去。大战在一度被推向了热潮，无数人欢呼着呐喊着，有庆幸来观看这场比斗的，有羡慕李英超拥有灵兽的，有满眼冒金光即将获得灵石的。李英超甩了甩衣袖上的灰尘，原本已经被林天阳打得一脸颓废，瞬间便换了一副表情，扬起他那高傲的头颅，双手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秀发，任由台下之人对他的瞻仰羡慕。林天阳暗自琢磨道：卧槽，还挺能装，待会把你打出翔来。灵兽袋终于被打开，擂台之上充斥着一股阴森又诡异的气息。李英超大喝出声：出来吧，九幽巨蟒！林天阳凝眉，只见灵兽袋飞出了一条蚯蚓般大小的小蛇。完呢？这就是所谓的灵兽，就跟条蚯蚓有什么区别？不等林天阳嘲笑，九幽巨蟒飞出灵兽袋，瞬间变大，直至化成一条5米长的大怪物。碧绿色的蛇身，通体长满鳞片，不停在擂台之上蠕动着。许是李英超对他下达了某种命令。九幽巨蟒对着林天阳嘶吼，尖锐的獠牙瞬间暴露出来，一双宛如足球般的眼球充满着无尽的杀意，死死地盯着林天阳。哇，还真是厉害！林天阳都忍不住夸赞了一番。九幽巨蟒散发出的气势完全超过了李英超。李英超一跃而起，立于蛇头之上，大言不惭道：小子，你我本无仇，可惜你动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今日你必死。林天阳一副看小丑的表情，微微一笑，仿佛在说：继续你的表演。李英超更气了，他完全想不通，竟然会被一个低自己3个小境界的弟子逼到使出底牌。这可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妖兽，为的就是这一届的天选之战，成为宗门圣子。就连1年1度的亲传弟子大战，他都不舍得暴露出自己的底牌，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把底牌亮了出来。林天阳冷笑道：好个你我本无仇，师姐今晚吃蛇羹！林天阳大喝出声，他都懒得再看对方装逼了。谭悠悠听到林天阳的话，一时都愣住了，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台上那道让他觉得十分有安全感的背影，随后露出了少女思春的表情。林天阳筑基3层的气势轰然炸开，溅起漫天灰尘，衣袖长发随风飘荡。这是筑基3层该有的气势吗？台下无数人都被这股气势惊呆了，他们想不通，一个筑基3层的小修士竟然能爆发出不弱于筑基巅峰的气势。就连站在九幽巨蟒之上的李英超都不自觉双脚打颤道：刚才那不是你的实力，你还隐藏实力。李英超都后悔了，他就不该为了灵石接下这场生死大战。如今他就算想认输都没用了，生死大战阵法起，必须死一个，阵法方会解开。腾于半空的谭展原本还不是很看好林天阳，他只是相信自己孙女的眼光。若不是在场无数人观看着，他都想大喊一声好孙女婿。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捋了捋胡子，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至于谭悠悠的父亲谭正明，早已经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喊道：稳了！有筑基巅峰的战力，别说制服一阶妖兽，就算是要将妖兽斩杀，那也是做得到的。谭正武则是露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暗念道：就这点战力，如何能跟长老联盟会比较？他还是认为要讨好5大家族之一的刘家，谭家方可长盛不衰。林天阳一个瞬身来到九幽巨蟒的身侧，一记虎啸拳轰出，巨蟒庞大的身躯都被震退了数米，
身躯更是受不了这一拳的威力，被击中的部位鳞片直接掉落了一块。巨蟒生痛，朝林天阳再次咆哮，敏捷的身躯不断游走着，强有力的尾部对准林天阳便砸了过去。李英超更是没有闲着，再次拿起手中的剑，不停朝林天阳发出一道道剑气。当看到林天阳被剑气和巨蟒的尾巴扫中，李英超刚想露出笑容，然林天阳的身影却有人泡沫，瞬间就消失。李英超连忙散开神识，探查林天阳的方位，可惜为时已晚。林天阳再一次出现在巨蟒身侧，对着巨蟒鳞片掉落的位置轰出了猛虎拳杀招之一的猛虎一击，权威瞬间贯穿了巨蟒的身体。隐于暗处的长老纷纷飞到了擂台边缘，用他们苍老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林天阳的身法，他们已经有所猜疑，就是不敢确认。谭展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天阳的身法，淡淡道：天品身法技乾坤雷击。乾坤雷击那可是合欢宗唯一的天品身法武技，至今为止也只有宗主一脉之人习得，就连他都无法悟透，且这门身法武技也只有四殿主李孙王刘兆九大长老所有，因过于难悟透，因此宗主命令不得轻易传于后辈。谭展都不知道林天阳从哪里习得。谭展虽极为小声，却逃不过一群长老的法耳，个个惊叹连连，有的更是动了收徒的心思。李英超慌乱道：什么？他完全不能理解林天阳这一击究竟是带着多么恐怖的力道，竟然打穿体魄强横的妖兽。如今的他怕了，就连朝林天阳挥动剑气的勇气都没了。然林天阳疯狂的攻击并没有停下，配合着诡异的身法出现在各个死角，不停对着他们轰出虎啸拳。九幽巨蟒生命力极为顽强，身体鳞片都被林天阳打落得七七八八，依旧不停朝林天阳冲刺咬来。林天阳淡淡道：我不玩了。遍体鳞伤的李英超都懵了，趴在巨蟒头上的他如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九幽巨蟒拖着李英超，虽鲜血淋漓，但却非常忠诚。看到灵兽如此忠诚，林天阳决定要好好把大白虎培养起来。林天阳可不是什么心胸宽广之人，只要敢对他展露杀意，哪怕你已经没有还手之力，那也得死。猛虎镇山，砰！九幽巨蟒硬生生被轰成两段。至于李英超已经没了气息，林天阳直接上前将对方的灵兽带储物戒都收入囊中。至于九幽巨蟒的两节身子，那可是大补，林天阳直接就把它收到了储物戒之内。生死台上一阵轰隆，笼罩的阵法缓缓消散，台下无数人都面露惊色，微张着嘴巴，竟然发不出声响。生死挑战结束，都散了吧。随着谭展的一声令下，众弟子很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这么精彩的决斗，他们都没看过瘾。谭正明面露难色，原本他还想凑过来跟自己这个未来女婿唠叨几句，然看到自己大哥面露不悦，也只好随他一同离去。毕竟他可是如今的家主，多少还是要给点面子的。师弟，谭悠悠一跃而起，直接来到擂台之上，步伐轻盈，犹如小精灵般直接扑进了林天阳的怀中。呜呜呜，师弟，刚才都吓死我了。师弟原来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哦，师姐，那待会回去，师弟可得让师姐全方位知道师弟到底有多厉害。林天阳话音未落，谭悠悠早已面颊绯红，不敢再去看林天阳，将头深深地埋在对方的怀里，小嘴还不停地呢喃着：讨厌，师弟你太坏了。台下刘文俊那个气啊，气得咬牙切齿，狰狞的脸更像只猴子。看着自己未过门的妻子当着自己的面扑进别人的怀抱，刘文俊气得满脸通红，脖梗青筋根根可见。刘文俊怒道：贱人，你竟如此不要脸，我们可是有婚约在身的。早在谭悠悠拿出5级阵盘，刘文俊就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谭悠悠拿下，毕竟能刻画出5级阵盘的人，宗门之内不出一掌之数。谭悠悠怒道：我不同意，我爷爷也没有同意，要嫁你找我大伯去。刘文俊那个气，转头便望向林天阳，暴怒道：姓林的，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你有本事跟我打。林天阳虽探查不出对方的修为，但他也不惧。然这时脑海却传来了一句告诫：别跟他打，他已经是何丹境巅峰了，仅差一步就是何阴境。这声音林天阳听过。林天阳抬头望向高空的谭展，谭展目光和蔼，一脸欣赏地看着他。谭悠悠娇声道：师弟，我们不要理他，别跟他打。谭悠悠都怕了，只是一次生死大战，他小心脏七上八跳的，好几次都被吓得浑身发抖，他才不想看到林天阳再次站上这生死台。林天阳讪笑道：猴子，你都什么境界了，我干嘛要跟你打？你叫我什么？刘文俊最恨人家叫他猴子，曾经有一外门弟子私下说他像只猴子，被他知道，硬生生的被他施以抽筋扒皮之刑，至此
他就再没听到过这样的称呼。当然，宗门之内是不允许对同门下毒手的，可是偌大的宗门，弟子众多，死那么一两个，只要不是当着众人面行凶，又有谁能发现呢？就连林天阳都杀了3人了，刘文俊也没有上报到执法殿去，他也知道举报是需要证据的。刘文俊杀意瞬间涌起，何丹境巅峰的威压完全释放了出来。林天阳顿时摆开了防御的架势，就连李秋水都连忙散开威压抵挡。这就是我与他的差距吗？林天阳很清楚，此时的他根本就不是刘文俊的对手。对方散开气势的瞬间，林天阳就已经被这股凶厉的气势吓得背后冷汗直流。苏展悄然来到了林天阳、谭悠悠身前，替他们阻挡住了这股威压。见执法殿殿主在场，刘文俊自知讨不着好，冷喝了一声：“我们走着瞧。”随后便拂袖离去。不等林天阳松懈，一股更强大的威压瞬间袭来。只见一白发苍苍的老者飞身而来，落在了李英超的身前，眼神带着无尽的杀意，死死地盯着林天阳。谭展大步上前，轻笑道：“李道宗，看来你这关门弟子实力不行啊，以后就别轻易发起生死挑战了。”李道宗直接带起李英超的尸身，腾空飞起。林天阳很清楚，他这是又得罪了一个境界不得了的人物。对方临走之前那眼神，很明显带着对他无尽的仇恨与杀意。这时，一帮老头方朝林天阳一群人围了过来，一双双苍老的双眸显得格外明亮。至于收徒一事，众人已经没有想法了。看到林天阳与刘文俊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存在，他们这群人虽是中立派，但也不想去得罪那样庞大的势力。林师侄，你使出的身法是不是乾坤雷击？见谭展没有阻拦对方，林天阳大致能猜出对方并没有加入长老联盟会。林天阳应声道：“是的。”得到了证实，老者又连忙问道：“林师侄，你这是何人所传授？”见众人好奇，就连谭展老爷子也露出好奇之色，林天阳便拿出了圣女的令牌。众人一见便已经知晓，没再继续问下去，纷纷朝谭展道喜，随后离开。谭展欣慰一笑，也没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在林天阳众人去赌档兑换灵石，便已经悄然离开。师弟，走走走，我们去领取灵石。谭悠悠牵起林天阳的手，便朝一旁赌档而去。掌柜那个心痛啊，若不是见李英超太多人压住了，担心赔了，他才不会去问询林天阳等人要不要下注，原本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只因自己多嘴去问林天阳他们要不要下注，白白被分走了751500块灵石。掌柜一脸肉疼，递出阵盘与灵石。谭悠悠迅速接过70万灵石以及5级阵盘，生怕灵石飞了，直至将台面上堆满的灵石收入储物戒，方安心。两眼直冒金光的他兴奋道：“发财了，师弟，发财了！师弟人家厉害吧？人家就知道你能赢，连阵盘都压了上去。”林天阳看到小丫头笑得如此开心，心里格外舒畅。然当谭悠悠回身想把借自己爷爷的5万块灵石还给他，方发现自己的爷爷已经离开了。苏天宇总算是应了一回，一直花着李秋水的灵石，说句实话，他都觉得脸红。看着台面上自己赢回来的灵石，苏天宇仰着头，刚想上前接过掌柜递过来的5万灵石，却被李秋水抢先了一步，收进了储物戒。看着原本堆满灵石的台面，如今已经空无一物，苏天宇郁闷道：“我的灵石，我的灵石啊！婶儿，你起码分点给我吧。”李秋水没好气道：“男人有钱就变坏，我又不缺你吃穿，你要灵石干嘛？”苏天宇被李秋水堵得哑口无言，闷哼了一声，便没再与李秋水辩驳。林天阳赚的不多，只拿了1500块灵石。令他高兴的是，今晚有蛇羹吃，还是昂贵的妖兽肉，那可是大补之物。不等林天阳高兴，苏天宇便已经屁颠颠地朝他走来，戳着双手，一副猥琐的样子，狡猾道：“那个孙女婿，你还年轻，巨蟒那样的大补之物，吃太多你把握不住，爷爷年纪大了，很需要补补。”林天阳都笑了：“你要蛇肉就直接说，偏偏还找了这么一个蹩脚的理由。”分了一半巨蟒给苏天宇，苏天宇连招呼都不打，扛起李秋水就跑。李秋水在外面还是挺照顾苏天宇的面子，连忙抬起袖子，捂着羞红的脸颊，生怕被2个小辈看到他娇羞的模样。见天色已经不早了，林天阳便没再耽搁，牵起谭悠悠便回小院。分了一半巨蟒给苏天宇，足足还有数百斤，吃不完，根本就吃不完。林天阳切了一大块烤着吃，又切了一大块炖着吃。就这样，储物戒内还剩下好多，林天阳索性又切了一块，趁谭悠悠不在之际，收到空间之内，让大白虎尝尝鲜。至于小白，他压根就不吃东西。林天阳到目前都还没搞清楚他是个什么玩意。林天阳一想到这是李英超精心喂养，便替他感到可悲。巨蟒的肉极为鲜嫩，入口便化作无数暖流，
充斥着全身，二人吃得嘴角流油，连连叫好。谭悠悠更是吃得满脸桃红，果然是大补。不等林天阳吃完佳肴，谭悠悠已经主动拉起林天阳朝床榻走去。屋内一阵春色旖旎，谭悠悠十分满足，连忙将林天阳赶了出去。他都有点受不了这个看起来完全不知道类为何物的师弟，一想到还要去和圣女合修，林天阳方没再折腾，洗了个热水澡，方朝山顶走去。守门师姐看到他拿出圣女的令牌，丝毫没有阻挠，连忙放行。林天阳刚进天星府，韩百柔便已经察觉林天阳今日的生死台大战，他还是有去观看，只是背着众人，披着斗篷在暗处观看的。看到林天阳稳稳地压制住李英超，韩百柔还有欣赏林天阳的，不单长得好看，还能越阶一战。在李英超召唤出妖兽的时候，他还在想，若是等下林天阳不是对手，要以什么借口出手相救。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林天阳战力竟如此扎实霸道，就连他在筑基3层的境界也无法爆发出筑基巅峰的境界，这可是足足跨越了9个小境界。他都好奇了，林烟儿是从哪里拐来这样的妖孽？圣女在吗？听见屋外林天阳敲门，韩百柔玉手一挥，原本明亮的屋子瞬间漆黑一片。如今自己身体的模样，他也不想被人看去了，毕竟没有一个女人是不爱美的。啥情况？怎么我来了，还特意把照明的晶石都灭掉？这是要赶我走的意思吗？林天阳思索着。进来吧。不等林天阳下定论，屋内便传出了少女动听的声音。哎，当真是暴殄天物，想到圣女那绝美的容貌以及这优美的声音，林天阳都为她感到可惜。林天阳推门进入，香气随之扑来，然屋内却是一片漆黑。林天阳已经进过屋内，自然已经知晓屋内的摆设，2、3步便来到床榻前的珠帘，掀起珠帘便来到床榻边上。不等他说话，韩百柔淡淡道：开始吧。对于何修，林天阳已经不陌生，褪去服饰便爬上圣女的床榻。林天阳朝对方伸手，便感觉到床榻中间被一条纱布隔开，一阵摸索方找到纱布中间被开出了2个大洞。二人双掌接触的瞬间，林天阳只觉一阵寒冷，冻得他一阵哆嗦。圣女开始吧。好冷。好。林天阳运转阴阳造化诀，调转体内阳气，接触到韩百柔双手的那股冰寒方有所舒缓。韩百柔压根就没有与人合修过，就连要把体内阴气传输的量都把握不住，他只感觉林天阳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他传输多少阴气到对方体内，林天阳都能很快将阴气与阳气交融，凝练出阴阳之气。一轮功法下来，足足将他体内的阴气抽干了1/10。韩百柔满脸惊讶，睁开了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黑影。他可是听他师尊说过，他是特殊体质天阴之体，体内阴气是普通女子的5倍之多，阴气浓郁程度更是别人无法比的，一般男子压根就承受不住这股冰寒的阴气。因此至他成年过后，修炼玉女心经，体内足足沉淀了2年的阴气更是冰寒无比，需要找到天阳之体方可炼化体内的阴气，否则与他和修之人都会死。然林天阳不但承受住了，还一次性帮他清出了1/10的寒气。如此庞大的阴阳之气，林天阳从未见过，还没吸收他自己部分的1/3，林天阳便已经到达极限，体内砰的一声巨响，筑基4层。林天阳满脸兴奋，然却见圣女迟迟没有吸收阴阳之气，冲击境界。林天阳疑惑道：圣女，你不吸收阴阳之气突破境界吗？韩百柔一愣，方回过神：我这就吸收。看不到对方，这样修炼也挺好的，起码可以全心静气地提升境界。许久，在林天阳的不懈努力下，第2轮功法总算是运转完。二人方再一次分享成果。林师弟体内阳气好浓郁，难道他就是天阳之体吗？再一次次被林天阳震惊到，韩百柔都有点想分出一缕神识进入林天阳体内探查一番，又怕惹得林天阳不悦。一般合修士不允许别人探查自己的身体，只有双修把对方当成自己道侣看待，方可如此行事。经过再三考量，韩百柔还是决定不要去触碰林天阳的底线。咦，是错觉吗？怎么感觉圣女的手逐渐有了轮廓？林天阳暗念道，然他却不敢分心，没办法，韩百柔体内的阴气太过于冰寒，稍有疏忽，他就会觉得浑身冰寒，体内血液都仿佛要凝结成霜。韩百柔颤声道：林师弟，我不行了。林天阳回道：好的圣女，运转完这次功法，我们就休息吧。二人足足运转了3轮功法，最后还是韩百柔虚脱了，连忙喊停。林天阳方收起了功法。林天阳自己也觉得很累，可是他早已经被境界连续突破冲昏了头脑，若不是韩百柔喊停，他还想继续，
毕竟与圣女合修的机会可不多，且圣女的阴气不但浓郁，还多。只运转了3轮功法，林天阳的境界就已经来到筑基5层。当然，韩百柔也是有收获的，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这点林天阳还是能感受到他体内的嗡鸣。停下来的林天阳方觉得疲倦，直接倒在床榻之上便睡着了。二人隔着纱布，各自享用着半张床榻，然韩百柔却压根睡不着。他可从未与男子共享过一张床榻。听着林天阳均匀的呼吸声，刚想撩起纱帘看看对方的手停在了半空。韩百柔，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羞耻的事？你可是圣女。翌日林天阳醒来，床榻之上也只剩下他一人，整个屋子空荡荡的，这倒令他有点不习惯了。原本每天醒来怀中都躺着一具绝美的娇躯，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半个月。每天林天阳晚上就去与圣女合修，白天就回去欺负谭悠悠，惹得谭悠悠都有点不悦了。谭悠悠满脸幽怨地躺在林天阳怀中。谭悠悠委屈道：师弟，你是不是嫌弃人家了？看着怀中的少女，林天阳也知道自己这半个月冷落了谭悠悠，每次回来就是对她一阵折腾，压根都没运转功法与之双修，导致如今林天阳境界都超过了谭悠悠。谭悠悠才筑基7层中期，而他却依靠着韩百柔2年积累的阴气提升到了筑基7层后期。不过还好，经过这半个月的辛劳，韩百柔如今也已经没有刚开始那般阴气浓郁了，这样他也可以抽时间陪陪谭悠悠双修了。林天阳狡辩道：师姐，你别瞎想，我怎么会嫌弃你呢？哼，你如今境界都超过人家了，每天就知道回来欺负人家，压根都不帮人家修炼。呵呵，师姐，我喜欢你都来不及，嫌弃你我怎么会欺负你？不知过了多久，2轮功法运转下来，看着怀中一脸满足的少女，林天阳没有吵醒对方，拖着疲惫的身体便登上了顶峰。砰！高空之上，只见一全身被黑衣包裹的女子，手持白玉剑，黑夜间白玉剑显得格外的耀眼，玉剑闪耀着这耀眼的光芒，仅一剑就斩翻了数十名男子。带头男子怒喝道：你是谁？为何要拦我们？滚吧！回去告诉你们主家，这个人圣女保了，今夜就饶了你们，再敢派人前来，我可不会轻易留手。圣女？带头男子露出惊恐之色，他总算是搞清楚了，为何之前少主派出来的人会悄然失踪，原来一切的根源就在圣女身上。女子仅一人，随手挥出的一剑就已经恐怖至极，他们数十人合力抵挡，都被砍翻一片。带头男子相信，对方若想杀了他们一群人，不出3招，他们就已身首异处。谢过不杀之恩。带头男子行礼，随后朝后挥了挥手，一群人便消失于夜空之下。竟一如既往的安静，夜间的合欢宗格外安静，林天阳只要一走出小院，就会展开神识探查周围。然一连半个月过去了，他都没发现有可疑之人跟踪，他可完全不敢大意。毕竟这种夺妻之恨，是个男人都不会轻易放过对方，况且对方还是先天有缺之人，内心所想肯定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明着来，林天阳压根就不怕，他怕的是对方请境界高深之人对他实施暗杀。然林天阳完全想不到，并非刘文俊没有派杀手前来刺杀他，而是对方派来之人几乎都被一蒙面女子斩杀殆尽。很快，林天阳便进入天心府，来到韩百柔的闺房。韩百柔轻声道：师弟今夜来的有点晚，是有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多谢圣女关心。漆黑的屋内，床榻之上，二人十指相贴。今夜的林天阳压根就没有心情合修，过来之前就已经和谭悠悠双修过，如今的他就想搞清楚一件事。自从和韩百柔合修过后，他很清楚感受到对方的变化，虽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但从第7天开始，他的手便再不是与一块肉壁相贴，而是一双精致滑嫩的玉手紧紧相贴。林天阳故意朝后仰，分开与韩百柔的手相贴，趁着韩百柔玉手向前探索之机，猛地握住那双玉手。感受到玉手被林天阳温暖的大手包裹住，韩百柔浑身一震，她可没有被男子握过手，就算与林天阳合修，那也只是2掌相贴。林天阳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韩百柔第一时间就想抽回玉手，然他不动用灵力的情况下，无论他如何用力，都无法将手收回半分。韩百柔恼怒道：师弟快松手，不然我要生气了。林天阳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就是每次与韩百柔合修，他都能很清晰感觉到对方心跳和呼吸都会不停加快，这完全不是正常人的频率，因此他很肯定圣女是对他有好感的。林天阳柔声道：圣女，今夜我累了，我不想修炼。韩百柔小脸早已通红，呼吸急促道：好吧，师弟，那今夜就休息吧，你把手松开。然林天阳丝毫没有要松开手的意思，俯身朝前倾，握着韩百柔的手贴到自己的脸上。
感受到林天阳的举动，韩百柔连忙将玉手握成小拳头。此时的他大脑一片空白，心脏更是七上八下的。林天阳淡淡道：“圣女，能让我看看你吗？”韩百柔想都没想，便脱口出道：“不行。”此刻的他可是不着寸缕，他可做不到与男子坦诚相见。圣女，你不喜欢我吗？韩百柔原本还很用力抽回的玉手，在听到林天阳的话后，便僵在了半空，小拳头紧紧贴着林天阳的脸庞，久久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自从看到林天阳生死台上的风姿，他那霸道的战力，韩百柔便已经对林天阳有了一些好感。在这弱肉强食、实力为尊的世界，又有哪个女子会不喜欢强者？直至与林天阳合修，他更好奇林天阳谜一样的身体。他已经派人打探过林天阳的天赋，但他完全无法相信，一个1品灵台9灵根的小修士，仅仅2月时间就从淬体进11层，强行将境界提升到如今筑基进7层。感受到韩百柔紧握的小拳头缓缓松开，有意无意地抚摸着他脸庞的轮廓。林天阳更大胆了，直接掀开挡在2人中间的纱帘，便钻了过去。抬眼所见，林天阳都愣住了。仅仅半月，韩百柔为何会变化如此之大？就算是减肥，也无法做到将上千斤的体重减到100斤出头。原本大象腿一样的躯体，如今却是娇躯曲线凹凸有致。少女低垂着额头，不敢直视林天阳，3000青丝一半在身前，一半披于身后，修长的玉足站立，挡住了身前大好河山。丰腴的翘臀倒是令林天阳一饱眼福。林天阳缓缓朝韩百柔靠近，见对方没有排斥他，便松开了他的右手，伸手将少女额头轻轻抬起。漆黑的夜晚，2人四目相对，呼吸着彼此的气息。一想到韩百柔那绝世的容颜，五官无疑不是美到极致，林天阳翻遍2世人生，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女子能与之媲美，美的勾魂夺魄，美的令林天阳心灵震荡不已。当然上官月则是一个例外，容貌虽不及韩百柔，但小姨子却是带着一股让人着迷的韵味，林天阳自己都说不清楚。林天阳俯身朝前，轻轻在韩百柔阴唇上吻了下。唇分，林天阳一刻都不舍得移开目光，死死地看着眼前娇躯的身影。韩百柔浑身发颤，额头右移，逃开林天阳抬起他下巴的手，再一次低下了额头，靠在自己的膝盖之上，抽回的双手环住自己修长的玉腿。林天阳也累了，索性就直接抱着蜷缩的少女，直接躺到床榻之上，紧紧将她搂在怀中，感受着对方的心跳，闻着她的体香。被林天阳霸道拥入怀中，韩百柔反倒生不起怒意，内心格外激动雀跃，久久无法释怀。出于对林天阳强悍炙热的身体好奇，韩百柔缓缓伸出玉手，抚摸着林天阳紧实的肌肉。他这一举动反倒是勾起了林天阳体内不停升起的燥热。林天阳附身便吻住了韩百柔的红唇。原本林天阳还以为今晚能得到韩百柔的元婴之力，可他偏偏没想到韩百柔极为保守。身为圣女，她也有她的倔强，没出嫁之前她想都不敢想。今夜林天阳还是非常知足的，可以说除了没得到对方的元婴之力，韩百柔可以说已经是属于他的女人了。翌日清晨，林天阳睡醒之时，便发现身旁多了一个小盒子，外面贴着一张字条：筑基丹，突破筑基服下，可夯实根基，提升80%突破概率。至于韩百柔早已经离去，林天阳转念一想，便猜出小丫头这是害羞，还不敢在她面前显露蜕变后的身姿。林天阳淡淡一笑，收起筑基丹，便走出了天心府。许是受到生死台上李英超的诱惑，经过任务殿，林天阳便看到无数的弟子在召集人员组队，想前往妖兽山脉捕获属于自己的灵兽。毕竟有一只战力与自己相当，甚至超过自己的灵兽，在对敌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林师弟，要不要跟我们组队去捕捉妖兽？林天阳抬眼望去，只见一青年身旁带着2个女子，正举着牌匾召集弟子组队。林天阳摇了摇头，询问道：这位师兄，妖兽山脉怎么去？来了合欢宗有些日子了，林天阳不是在锻炼体魄，就是在合修双修提升境界，压根就没去过妖兽山脉历练过，就连入口都不知道在哪里。青年爽快道：林师弟，妖兽山脉入口在杂役住宅区，直入5公里，那里便是妖兽山脉入口了。2名女弟子连忙上前，一左一右来到林天阳身侧。林师弟，你战力了得，独自前往妖兽山脉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毕竟进入妖兽山脉，不但要防止虎视眈眈的妖兽，就连同宗弟子也要提防。在妖兽山脉，可没人会在乎你是不是自己宗门的弟子，只要诱惑足够大，谁都有可能对你出手。3人的一番好心告诫，林天阳对他们好感度直线上升。可是，一想到长老联盟会，林天阳还是不想把他们牵扯进来，毕竟好人不多，免得连累他们。
林天阳道了声谢谢，便独自离开。离开任务殿的范围，林天阳便给谭悠悠发了传音，问询他要不要前往妖兽山脉历练。很快令牌就接到了回应：师弟，我就不去了，还要练习阵法。师弟你要去妖兽山脉历练，那你要小心些，妖兽太恐怖了，人家害怕。得到了谭悠悠的婉拒，林天阳便独自走下外门，前往妖兽山脉，正好把大白虎拉出来历练一番。林天阳身体得到精泉的洗礼后，还吃了大白虎一抓，那力量完全不弱于一阶妖兽。途中林天阳便见到来来往往无数小队伍，还有认出他之人，开口便是邀请林天阳加入他们小队。别人礼貌相邀，林天阳也只好委婉拒绝。足足花了1个多小时，林天阳方来到妖兽山脉的入口，无数宗内弟子都在入口处检查着自己的装备。然令林天阳没想到的是，在入口处又碰到任务殿外的一男两女。青年问询道：林师弟，你一个人吗？林天阳礼貌回应：是的。青年出口：林师弟，你没来过妖兽山脉，多一个人安全还是多点把握，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吧。林天阳当真是不想害了他们，跟他们组队，索性就直接从空间把大白虎传送了出来。如今他可是有灵兽带的，也不怕人家问询。大白虎还一脸懵逼，无缘无故就被传送了出来。原本趴在地上的他缓缓站起，长6米，高4米，身躯就如小山坡般，眼神锐利，毛发黑白相间。大白虎一声长啸，呜嗷，虎啸声震耳欲聋。周围的弟子早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就连2次邀请林天阳加入队伍的青年和2名女弟子都被吓得连连后退。青年咽了咽口水道：你师弟，你这不是妖兽，只是凡兽，你是如何喂养的？这大白虎体型丝毫不弱于妖兽了。林天阳并没多做回应，一个翻身直接跃到大白虎腰间坐着。大白出发。林天阳指着妖兽山脉，大白虎很通灵灵性，直接就朝妖兽山脉冲了进去。狗师兄，林师弟，这是凡兽吗？怎么我感觉那只大白虎气势比一阶妖兽还恐怖？青年想想就一阵脸红，他还担忧林天阳的安危，想到自己这方有3人，再加上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林天阳肯定会加入他们队伍。没想到对方这大白虎气势完全不弱于他们其中一人。空间内的小白气得直打鼓，原本还趴在大白虎头上睡觉，再睁开双眼，大白虎已经不见了，就剩下他独自趴在草地上。许是在狭窄的空间内待太久了，大白虎进入丛林极为兴奋，没数息就已经直入山里数十里，期间还陆续遇到了3只一阶妖兽，有变色龙的蜥蜴，有只牙咧嘴的妖狼，有体魄强悍的犀牛。在大白虎的虎啸声震慑下，紧紧一抓就被大白虎拍死了。大白，可以啊，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得到了林天阳的夸奖，大白虎低下脑袋，不停地蹭着林天阳，活脱脱就像一个在撒娇的小女孩。大白虎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见一只拍死一只。有的妖兽还没看清楚大白虎，只闻虎啸声便已经开始到处逃窜。林天阳暗自啧舌，老虎不愧是丛林之王，单单发出的吼叫就已经令妖兽闻风丧胆。如今空间内的妖兽已经有数十头了，这林天阳倒是不担心，妖兽肉可以存放很久，在空间之内也不会变质。直至中午，林天阳和大白虎已经深入妖兽山脉数百里。起先在妖兽山脉80里处还能陆续看到捕捉妖兽的队伍，直至他们深入100里就没有看到什么队伍了。且林天阳也发现100里内的一阶妖兽更强大了，有的妖兽大白虎都要挥出数十爪方能将对方击杀。看了看时间，林天阳也有些饿了，便直接跳下了大白虎的背山，从空间取出了一只通体绿色类似牛的妖兽，头上长着4个角，这只算是最小的，只有300多斤，其他的妖兽都跟小山似的，大部分都是上千斤的庞然大物。林天阳道：大白，今天表现不错，中午给你烤妖兽肉吃。一听到有肉吃，大白虎更兴奋了，一蹦一跳的，虎嘴更是流出了2道哈喇子。很快林天阳便架起火堆，将妖兽开膛破肚，取出骨架收入空间，给谭悠悠留作阵盘用，还从妖兽的心脏之处挖出了一颗通体碧绿的珠子。林天阳已经有所猜测了，这应该就是谭悠悠口中的内丹。林天阳深深叹了口气，哎，可惜自己不会炼丹，只能先存着了。随着大火的烘烤，妖兽肉滋滋冒油，香气四散，大白虎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跑到林天阳身侧，翻起庞大的身躯，露出肚子下的一片雪白的毛发。林天阳撸了撸大白虎的肚皮，好声道：大白，别急，我这就切一块给你尝尝鲜。此时的妖兽肉只有3分熟，林天阳可吃不下。正当林天阳从储物戒内取出灵燕送给他的黑剑，突闻一女子的呼救声：救命！呜呜！女子颤抖地呼唤道：表哥不要，你放开我，
我可是你表妹。男子冷笑出声，呵呵呵，表妹，那就更好了，亲上加亲。女子拿起腰间令牌，威胁道：表哥，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告诉爷爷和爹爹了。适可而止，我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对不起表妹，我刚才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见自己表哥已经恢复理智，眼神已经不再带有邪念，女子方松下一口气。不料男子一个瞬身便夺过了女子手中的令牌。女子大骂道：混蛋，把身份令牌还给我！救命！呜！男子再无顾忌，眼神又充满邪恶道：你叫吧，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这里已经是妖兽山脉深处，一般人是不会来到这里的。贱人，如不是你不肯与我亲上加亲，我又岂能走到这一步？女子怒道：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引我进入妖兽山脉深处的。男子露出邪笑，毫无保留道：我愚蠢的表妹，就你这筑基7层的修为，还想捕捉一阶后期的妖兽，当真可笑。若不是为了把你引入妖兽山脉深处得到你，我怎么会陪你前往这么危险之地？自从与长老联盟会的刘家有恩怨，林天阳便习惯性把神识散开，探查周围的风吹草动。到底是谁？这女子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究竟是在哪里听到过？林天阳并不是多管闲事之人，可女子那声音太熟悉了，好奇之下，林天阳便打算过去一探究竟。大白走，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大白虎并没有被眼前美食迷惑，听到了林天阳的叫唤，十分有灵性，便爬起。林天阳一跃直接坐到虎背之上，都不用林天阳发号施令，大白虎就已经朝发出声音的地方奔去。女子抽泣道：不要走开。男子舔着嘴唇，不停咽着口水，看着倒地不起的女子。如今郊区只剩下肚兜和小蟹裤，男子浑身发热，继续朝女子靠近。林师弟救我！呜呜！原来是他，赵敏，带头辱骂谭悠悠的女子，难怪我会觉得声音熟悉。林天阳赶到，只见女子脚踝处受伤，正倚靠在一棵大树边上抽泣呼救，男子则赤裸着上身，正朝女子逼近。被欲望冲昏头脑的男子这时才发现身后有人靠近，连忙从储物戒拿出佩剑，转身看到来人是林天阳骑着一只身躯庞大的白虎，魂都差点吓没了。男子颤声道：林师弟，不，林师兄。林天阳大战生死台，男子已经见过了林天阳的风姿，筑基3层就已经把拥有一阶妖兽筑基6层的李英超给活活打死了。感受到林天阳筑基7层后期的修为，以林天阳的战力，他筑基9层压根就不敢与对方为敌。男子颤声道：林师兄，这是我们的家事，还请林师兄绕道，此事后师弟必当重谢。林师弟，救救我！呜！看着女子那无助求救的眼神，林天阳还是不想多管闲事，毕竟赵敏也不是什么好人，还带头侮辱自己的女人。林天阳无情道：大白，我们走吧。听到林天阳的话，赵敏已经心如死灰，他都想好了，若是自己表哥真的要用强，他就自爆灵台。呜！听到林天阳的话，男子绷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将手中的下品武器插在地上，一副恭敬，连忙朝林天阳行礼：林师兄，您慢走。呜嗷！然大白并没有听林天阳的话，一声霸气吼叫，震得赵敏与对面男子浑身颤抖。不等男子抽起地上之剑，白虎已经来到他身前，一口便叼起对方的头颅，轻轻一甩，头颅便与身体分离。男子到死都想不到林天阳是不出手了，但他的灵宠却是看不过去。大白虎吐出男子的头颅，仰天长啸，吓得赵敏双目圆睁，浑身发抖。林天阳跳下大白虎的背上，伸出手抚摸着大白虎硕大的头颅，宠溺道：你啊，你爱多管闲事。林天阳将男子储物戒灵气收进储物戒，方来到赵敏身前，将他扶起，冷声道：还能走吧？还能走就自己走回宗门去。林天阳刚转身，赵敏便又瘫软在地上。此时的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先是遭受妖兽袭击，后又遭受自己表哥的侵犯，从小便受宠的他哪里经历过这些，哇哇哇便大哭了出来，泪水就跟不值钱似的不停朝地面滴落。罢了，救都已经救了，索性就好人做到底吧。再怎么说对方也是5大超级家族之一，若是对方懂得知恩图报，那自己也可以分化一下长老联盟会内部的实力。林天阳再度转身拉起赵敏的手，稍稍一用力，便把他拉上了大白虎的背上。呜嗷！大白虎一声长啸，不停乱蹦，直至把赵敏从背上甩了下来。嘿，人也是你救的，怎么还不愿意给他骑一下啊？林天阳再度把赵敏拉上大白虎的背上。无论林天阳如何劝说，大白虎就是不肯妥协，就是不肯让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坐到自己的背上。
林天阳长叹，随后自己背着赵敏。赵敏不好意思道：“师弟，我的身份令牌还。”林天阳大手一挥，无头尸体的手中令牌瞬间飞到赵敏的手中。赵敏倒是不畏惧林天阳，刚趴在林天阳背上，玉手便顺势环住他的脖颈。赵敏的长相还是极美的，当然比起她如今的女人还是有些逊色，但是这身材还是很有料的。林天阳很清晰地感受到背后那股柔软，以及手中女子嫩滑的肌肤。山路并不平整，这一路上不停被少女身前那股柔软撞击着，林天阳还是有点吃不消。好在距离烤肉的地方并不远，二人一壶很快便来到烤肉旁，见肉已经烤熟，林天阳便把赵敏放到了草坪上坐下，拿起黑剑，刷刷刷就是3剑。林天阳拿起2条前腿，每条都有7、8斤重，剩下的就都留给大白虎造了。赵敏倒是不扭捏，接过妖兽肉便啃了起来，只是另一只手始终捂在身前，看得林天阳体内一阵翻腾。林天阳连忙道：“那个师姐，你先拿身衣服穿上。”被林天阳提醒，少女方想起自己如今的这副模样，双手连忙护着身前，委屈道：“师弟，我储物戒丢了。”见赵敏双瞳湿润，又有要大哭一场的迹象，林天阳连忙从自己储物戒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对方递了过去，转过身子不再去看赵敏，吃起自己手中的佳肴。妖兽肉还是极为好吃的，烤着吃，煮着吃，各有各的味道。这一顿吃的林天阳浑身暖洋洋的，若不是现在在妖兽山脉很危险，他都想睡个午觉了。林天阳转头朝赵敏望去，对方已经穿好了他的衣服，只是这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的衣服穿在赵敏身上，松松垮垮不说，袖子和裤子都长了一大截。林天阳都无语了，这些大家族子弟脑子里都是浆糊吗？就不懂得把长出来的地方折起来。林天阳一个瞬身就来到赵敏的身前，吓得他原本手中的肉都不要了，连忙护住身前。赵敏颤声道：“师弟，你要干嘛？”见林天阳还不断靠近，赵敏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连忙闭上双眼。这小丫头不会以为我要亲她吧？这闭上眼睛是怎么个回事？见林天阳迟迟没有动作，赵敏方睁开一只眼睛，看着林天阳细心地替他折起裤子长出来的部分，随后便是他捂在身前的小手。小丫头都羞死了，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再去看林天阳。大白虎吃完，林天阳便来到赵敏身旁，将她背起，正准备朝来时的路返回，大白虎却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裤子，不肯让他往回走。二人一愣，纷纷朝大白虎看去。大白，回去了。大白虎摇了摇头，闷吠了2声。林天阳都看不出大白虎到底想表达什么。大白虎咬住林天阳的裤子，便又要拉着他朝万寿山脉前进。赵敏道：“师弟，大白虎好像被万寿山脉那什么东西吸引到了。”林天阳也猜出来了。大白，我们先把这个师姐送回宗门，明天再来好不好？大白虎听懂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乌敖看着大白虎满脸恳求的眼神，林天阳也只好跟他谈起条件。大白，要继续前进也不是不可以，你看我这背着一个很不方便，你要是肯让这位师姐坐上背，那我们就继续出发。乌敖，大白虎连忙点头。赵敏羡慕道：“师弟，你这白虎太可爱了，太有灵性了吧？”林天阳微微一笑，将赵敏扶上虎背，随后一跃坐到了他的身后，环住他的柳腰。赵敏浑身一软，小脸发烫，他可从来没有被异性这样抱着，感受着身后传来舒服的温度。赵敏既享受又害羞，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把林天阳的手掰开。林天阳暗念道：“这救也不能白救，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没理会赵敏的反应，林天阳便朝大白发号施令：“走吧。”大白虎跑起来迅疾如风，速度丝毫不比林天阳慢多少。足足一下午，大白虎就跟打了鸡血，左拐右跑，完全没有停歇。如今周围都是2阶以上的妖兽，每次林天阳探查到有强大妖兽的气息，大白虎都不用林天阳的提醒，便巧妙地避开了妖兽的领地，绕着妖兽走。林天阳内心感到无比惊讶，暗念道：“不愧是丛林之王，这敏锐的嗅觉当真不是普通妖兽可比的。”赵敏都已经慌了，就他这点境界战力，他都不敢想自己为什么会进入妖兽山脉深处。赵敏都怕了，颤声道：“师弟，你要不要跟白虎商量下，不能再前进了？如今4周都是中阶妖兽了，要是遇到高阶妖兽，那我们就死定了。”这一点林天阳倒是不怕，他可以遁入空间，只是总不能无缘无故便跑到高阶妖兽的领地去冒险吧。林天阳小声道：“大白，我们回去好不好？”乌嗷！大白虎丝毫不肯放慢步伐，继续深入。师姐，不是我不想让大白回去，你看他压根就不肯听我的。师姐你怕，要不你先回去。
赵敏连忙抓住林天阳环住自己柳腰的手，现在让他自己回去，那不是白白送死，他可没有大白虎那敏锐的嗅觉。师弟说笑了你，我们一起进来的，师姐怎么可以独自离开？直至天黑，二人一虎直入妖兽山脉数百里，如今周围压根就没有什么一阶二阶妖兽，打底都是三阶妖兽。在林天阳的叫停下，大白虎总算是停了下来，可能他也觉得夜间赶路比较危险吧。林天阳都头大了，现在也回不去了，要是身边没有赵敏在，还可以躲进空间休息一晚，明天再出来，无奈之下也只好露宿山林了。夜间的万兽山脉透露着各种阴森，各种妖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林天阳压根就不敢生火烤肉，生怕会招来高阶妖兽。赵敏则更害怕了，压根就不敢离开林天阳的身侧，就连想去方便都要林天阳在旁守着，怕韩百柔谭悠悠担心他的安危。中途林天阳还特地给二女发去传音，告知自己今晚不回去了。深夜林天阳直接靠在大白虎身旁休息，没办法，夜间的山林实在是太冷了。至于赵敏，既害怕又被冻得瑟瑟发抖，林天阳也只好将她抱在怀里。起初赵敏还有些不情愿，当感受到林天阳体内那股温暖，反倒紧紧地贴在他的怀中，半分都不肯分离。哇！深夜林天阳被大白虎啸叫声惊醒，立刻散开神识，不等林天阳探查，两柄剑悄无声息，一前一后便朝他心脏刺来。好在有大白虎及时提醒，否则林天阳都不敢想后果。大白虎一声咆哮，挥爪便将身后的剑扫开，林天阳也不甘示弱，猛虎一击，直接将对方震退数十米。至于赵敏，还一脸懵逼坐在地上，直至林天阳大白将对方击退，他才搞清楚情况，连忙将背后贴到林天阳的背后，与大白虎面对着身后之人。中年男子冷声道：厉害厉害，不愧是圣女要保之人，难怪他们在宗门内杀不了你，当真天赋惊人，怪不得人头这么值钱，5万块灵石的人果然没那么好杀。从中年口中，林天阳便已经猜出对方是刘家派来的了。林天阳还纳闷，为什么那么多天在宗门，刘家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都是圣女在背后护佑着他。赵敏大喊道：你们都走，我是赵家的，等回到宗门，我给你们10万灵石。听到这小丫头的话，林天阳都差点笑出了声，这小丫头这么天真的吗？对方既然敢露面，那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又怎么可能等着他回到宗门给灵石？林天阳率先出手，大白虎紧随而至，赵敏脚上有伤，压根就动弹不得。砰轰！林天阳虽探查不出对方的境界，好在对方战力并不是很强，1对1他倒是还不惧。砰砰砰！大白虎几乎都是压着另一人打，对方都被大白虎拍得找不着北了，就跟拍皮球似的。老大交换一下，我不是这只老虎的对手。中年男子连忙喊道。林天阳连续施展虎啸拳，压根就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林天阳才不会给对方交换，待大白虎咬死那人，接下来2对1，林天阳有把握将他们俩的命都留下来，如今他只要把眼前之人拖住便好。正当林天阳与对方带头之人打得有来有回，赵敏惊叫出声：啊！林天阳还以为这位大小姐是被这种场面吓到，还想呵斥她别大吼大叫，别把妖兽招来。他还没出口，便已经感受到一股浓烈的杀机不停朝他靠近。当他看清是一支箭矢朝他身后心脏处射来，林天阳浑身一惊，大意了，他压根就不知道暗处还躲着一个人。林天阳浑身冒冷汗，此刻的他根本就来不及躲避，只能看着近在眼前的箭矢朝自己身体贯穿。然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倩影飞扑到他的身后，任由箭矢贯穿自己的心脏，而他双手却死死地抓住那支箭矢，不肯再让箭矢前进一分。两人瞬间被箭矢的后劲击飞了出去，箭矢直接贯穿了赵敏的心脏。好在赵敏死死地捂住箭矢，林天阳很清晰地感觉到箭矢在距离自己心脏仅2公分处停住了。噗噗！见二人受伤，双双吐血，大白猛地一个回身，挡在他们俩的面前。哇！见林天阳二人被一箭贯穿，躲在暗处之人方走了出来，朝先前打头阵的二人靠近。带头男子乐道：老三，还好有你那一箭，不然今晚可未必拿得下此人的人头。三人仿佛已经看到灵石在跟他们招手了。林天阳不敢拔出箭矢，直接从箭矢中间折断。他知道一旦拔出箭矢，就算赵敏还有救，那也会失血过多而死。林天阳颤声道：师姐你怎么那么傻？赵敏微微一笑，鲜血不停从口中流出。噗！说真的，林天阳完全想不到赵敏会挡在他的身后。赵敏明明脚受伤了，为什么还能连跑数十米，替他挡住了那支箭矢，就连心脏被贯穿了，却还死死地抓着那支前进的箭矢。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林天阳完全想不通。啊！林天阳怒吼出声，满眼血红。林天阳气势毫无保留，轰然爆发，面前三人很明显感觉到一股超越他们的气势，开怀大笑的三人连忙后退。虎啸震山，轰！林天阳这一击毫无保留，灌入了全身80%的灵力，三人飞速后退。然权威实在是太快了，一棵棵大树接触到权威，纷纷爆开，化成漫天碎屑。三人见此一幕，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一个筑基中期竟然使出了和丹境的战力，三人不敢大意，全力施展出武技抗衡这一拳的威力。趁着对方没时间阻拦，林天阳迅速抱起赵敏，拉着大白虎的尾巴，直接跳到大白虎的背上。不等林天阳发号施令，大白便拉起二人又朝妖兽山脉深入。噗！赵敏靠在林天阳怀中，露出满足的笑容，玉手缓缓伸出，抚摸着林天阳英俊的脸庞。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若是没遇到林天阳，今日他也会选择和自己表哥同归于尽。好在上天对他不薄，让他死在自己有好感的男人怀中。赵敏哽咽道：“师弟，不要伤心，师姐我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好高兴。”林天阳满眼慌乱，急促道：“没事的，师姐，会没事的，坚持住，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赵敏继续出口：“有的话，他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师弟真的好好看，师姐见到你第一眼就好气，不是我先遇到。”赵敏玉手缓缓掉落，随后一双美眸也跟着闭了起来。见赵敏话都没说完，便已经陷入昏迷。林天阳第一次感觉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受到赵敏的心跳正逐渐开始变得缓慢。林天阳知道，再这样下去，一旦赵敏心跳停止，也就代表着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救人怎么救？大白对林泉。一想到当初被大白虎打伤，还是林泉恢复了他的生机，林天阳第一时间从空间之内摄取了一条灵泉出来。原本林天阳想遁进空间，可后面三人紧追不舍，他也怕被他们发现端倪，暴露空间的秘密。好在当初众灵米有放了个瓢子在空间之内，不然他就只能把赵敏带进空间了。然任由林天阳如何将灵泉灌入赵敏口中，赵敏已经无法吞咽，入口的灵泉很快便从嘴边流出。无奈之下，林天阳也只好亲自喝到口中，再稳住赵敏，助他喝下去。灵泉入腹中，林天阳马上开始探查赵敏体内的情况。见他心跳稍微有所恢复频率，林天阳马上便开始继续为赵敏喝下灵泉。老大，不能再追进去了，那白虎的速度太快了，再进去一旦遇到高阶妖兽，我们的命都保不住了，到时要灵石也没有用了。停吧，那就别追了。哎，到手的灵石就这么飞了。老二老三，我们先在这一带待一段时间，若是对方没出来，我们再返回宗门吧。偷鸡不成蚀把米，带头男子气啊！不但没杀了林天阳，还暴露了身份。他深知一旦让林天阳回到宗门，林天阳有圣女这座靠山，若是不能确认林天阳死在妖兽山脉，三人回到宗门之内也是死。足足一个晚上，林天阳不停给赵敏喂灵泉，赵敏方虽昏迷，却已恢复了生机。然林天阳却不敢替他把穿心之剑拔出，再没十足的把握，林天阳断不敢轻易做出决定。目前能保住赵敏的生机，他便已经很高兴了。林天阳此时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这一路大白虎压根就没有停下，一路疾驰，直至来到一个山洞之前，大白虎方放慢了脚步，缓慢进入。林天阳倒是好奇了，到底山洞之内是拥有什么，能令大白虎千里迢迢带着他而来。山洞特别深，洞内无数通道，大白虎就仿佛知道正确的通道似的，东拐西闯，直至来到一座祭坛之前。祭坛之上还有一座水晶棺，林天阳刚想上去查看，却见一白虎头虚影凭空出现。虎头虚影一阵咆哮，恼怒道：“你怎么把人类带过来了？”大白吓得瑟瑟发抖，趴在地上，就仿佛普通人见到皇帝般。林天阳大步上前，挡在大白身前，与虎头虚影对峙道：“你是谁？”哈哈，无耻人族，你敢质问本神？告诉你又有何妨？吾乃主神座下，神兽白虎的灵魂碎片，世人称吾虎神。原本狂妄不羁的虎头虚影，貌似查探到了什么，眼神深邃，不停地盯着林天阳。虎头虚影又是一阵咆哮：“不可能，世间怎么还会有人拥有祖神的神躯？你究竟是什么人？”林天阳一头雾水，压根就不知道这虎头虚影在发什么疯。虎头虚影双目锐利，林天阳在他那虎瞳直视下，仿佛自身的所有秘密都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虎头虚影神神叨叨出口：“神躯轮回诸灵主，战神血脉异世界的灵魂。”虎神大笑出声：“哈哈哈！”原来主神已为这可怜的世界留下了一缕希望之光，随即又收起笑容，一副惋惜道：“
可怜我族拼到只剩下一个后代。不等林天阳多做思考，小白已从林天阳的身体飞出，缓缓飘到虎头虚影之上，叽里呱啦一通。虎神见到小白那一刻，眼神仿佛见到多年老友，一脸激动，与小白交谈。林天阳都无语了，听不懂，根本听不懂。什么神躯？是在说我的体质吗？轮回珠难道是我体内的珠子领主战神血脉？又是什么东西？异世界的灵魂？难道对方已经看出我是穿越而来的？许久，小白方结束了与虎头虚影的谈话，随后又朝林天阳体内冲入，进入空间。林天阳虽听不懂，但看虎神还是很尊敬小白的。随后虎神便对他十分恭敬。虎神和气道：年轻人，你既然来到了我白虎一族的祖地，自是跟我族有缘，只要答应无一个要求，无可让你进入我族的试炼之地。神兽的试炼之地，林天阳自然是想进去的，只是如今赵敏还处于危险的边缘，他压根就没心思参加什么试炼。林天阳出口：前辈，你能否救治我抱着的女子？可……虎神连忙答应，好像很怕林天阳拒绝进入试炼之地。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圈套？哦，对了，我都还没问他什么要求，算了，先把人救回来再说。年轻人，你把他放下吧。林天阳刚把赵敏平坦地放在地上，虎神大嘴一张，就把林天阳吸进口中。当林天阳大喊出声，他都还没看到赵敏恢复，就……虎神看了看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大白，语气不怒自威道：小白虎，你过来吧，你能遵从吾的召唤，前到祖地，吾也不会让你白跑。说罢，虎神便凝练出一滴精血，朝大白飘了过去。大白满眼小星星，一跃而起，直接将半空中的那滴精血吞入腹中。随后虎头虎脑地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一吸三吸，大白虎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缩小，原本庞大的身躯如今也只有高2米，长4米。身体虽然变小了，然大白虎却非常兴奋，他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他乃凡兽，天道规则之下，无论他在空间之内喝下多少灵泉，力量身躯虽不停变大，却始终无法突破凡兽的禁锢。如今吞下虎神赐予的精血，体内不但出现了12道突破的枷锁，更是直接突破第1道枷锁，化身一阶妖兽。身躯虽缩小了1倍，但力量却不是原先的他可比的，根毛发雪亮有光泽，就连骨架都变得十分坚韧，利爪更是锐利无比。大白虎甩动着硕大的虎头，仰天长啸。哇哦！虎啸声震耳欲聋，整个山洞不停回荡着大白的声音。虎神在凝练出一滴精血过后，虚影便暗淡了一分，显得更加透明了。很好，小白虎，你以后就跟着那年轻人，护佑我白虎一族最后的一丝血脉。林天阳仿佛第一次进入体内的空间，一阵天旋地转，就被带到了一处秘境之内，四周荒无人烟，却狂风呼啸，充斥着阴森与诡异，遍地老虎的尸骸，触目惊心，就仿佛一片上古战场，烽烟弥漫。虎神再度显现，恭喜你，年轻人，进入了我白虎一族的试炼之地。虎神话音刚落，天空中便出现6大石碑，随即便见远处一道道人不像人，妖兽不像妖兽的东西出现，有长着牛角的人，有长6条胳膊的，有人头兽体，有兽头人体，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生物，密密麻麻，无穷无尽，就仿如浪潮，黑麻麻一大片身影。虎神淡淡道：年轻人，试炼之地敌人虽是虚幻的，但你若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试炼开始。等下！林天阳大叫出声，如今的他一头雾水，他都还没搞清楚到底怎么算通过试炼，虎神便已经消失于天际。就在虎神说出试炼开始，5里之外，原本呆立不动的怪物便朝林天阳四面八方的靠近。这死就是真的死了，这样大怪物大军，我怎么能抵抗得住？林天阳肉眼随即落到第1块石碑之上，石碑内就跳出一个虚影，淡淡道：白虎藏神录第1式，白虎咆哮。虚影双手叉腰，仰天长啸。林天阳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副战场的画面，虚影犹如气盖山河的巨人，在他的长啸之下，无数的人们瞬间倒地，更甚者直接爆体而亡，化成一片片飞灰。好厉害，不愧是白虎藏神录。不等林天阳夸赞一番，便见原先距离他5里开外的怪物已经不断朝他逼近，如今也只相隔不到2里的路程。卧槽，这哪里是什么试炼啊？难道要我一边学武技，一边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怪物吧？虎神，你出来！任由林天阳如何叫唤，虎神都没有再出现。什么狗屁试炼，起码得给我点时间修炼武技吧。虎神，你该不会想坑死我吧？其实林天阳错怪虎神了，4大神兽子孙后代，血脉精纯者，生而成圣，历来就是这样试炼的。死去的那些都是太子不量力，没有精纯的血脉，
选择逆天改命的白虎一族。林天阳并不是一个会任人摆布之人，立刻观察起四周的地形，可一眼望去，四处一律平川，就如一片平坦的战场，压根就没有一处有利的地形。看着满地老虎的骨架，林天阳总算是知道这个试炼的艰难。一想到虎神说过死了就是真的死了，林天阳立马从储物戒取出林烟送他的黑剑，朝自己掌中划了一剑。不出意外，金灿灿的鲜血顺着伤痕滑落，直至掉落到地上。他没有骗我，是真的会死。林天阳很清晰地感受到掌中的痛感，直至那群怪物距离他500米，林天阳方探查出他们的境界：身披黄色铠甲的是炼器境界绿色的，是筑基境界青色与蓝色铠甲的。林天阳压根就探查不出他们的境界。林天阳浑身炸毛，面对无数怪物，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出手。林天阳高高跃起，靠近空中的6块石碑，意念一动，试图将石碑收入体内空间。随着他的尝试，石碑便朝他飞来，直至没入林天阳的体内，出现在轮回珠的空间之内。石碑仿佛失去了牵引，一块块掉落在小圆的地上，惊得空间内的凡兽四散，纷纷发出吼叫声。就连小白都从屋内飞出，不停地打量着这6块从天而降的石碑。林天阳发出一声冷笑，哼，这么不讲道理，小爷我一人打一群，还要不要脸了？这要我怎么打？这么无耻的试炼，就别怪小爷我开挂。很快便见黑泱泱的怪物高高跃起，朝林天阳袭来。林天阳想都没想，便直接遁入空间。虎神隐匿于暗处，双目圆睁，看着林天阳的骚操作，直至林天阳消失在试炼之地的空间。虎神大骂出口：“奶奶的，还能这样参加试炼？”虎神一想到他只是一缕灵魂碎片，再加上虎神并没有明确说过通过试炼不能遁入空间，只是要他好好看守试炼之地。虎神也懒得管了，只要林天阳能通过便好。林天阳进入空间，第一时间就把横七竖八的石碑依次摆好。林天阳并没有搭理在一旁看热闹的小白，他自己也清楚，就算问小白点什么，小白跟他说了，他也压根就听不懂小白的语言。林天阳笔直来到刻着白虎藏神录第一式的石碑面前，神念探入石碑之内，很快一道金色的伟岸身影又再度出现。谭悠悠恼怒道：“爹，你怎么又来了？不用替大伯来说情，我不嫁。”谭正明好声道：“悠儿，你就可怜可怜你堂姐吧，你们从小玩可是无话不谈的，她如今被关在铁笼里，日日被吊在刘府大门，任人嘲笑与谩骂，难道你就不心疼？况且这样对家族名声不好。爹爹，你不说我还没那么生气，要不是堂姐跟大伯说3道4，我怎么会摊上这样狗皮膏药的婚事？悠儿，其实你误会你堂姐了，把你许配给刘文俊是家族一众族老的决定，并不是你堂姐从中作梗。”什么？谭悠悠满脸疑问。悠儿，你如今已经成年，我就不瞒你了，如今族中全靠着你爷爷，随着你爷爷年岁渐长，家族内根本就没有人能撑起这个家，所以族中才会把你许配给刘文俊。若是不与人联姻，家族会随着你爷爷的落寞渐渐凋零。你堂姐得知族中要把你许配给刘文俊，她是第一个反对的。得知不是自己堂姐搞的鬼，谭悠悠都忍不住掉下了一滴滴眼泪，回想起儿时与谭若红嬉戏打闹的一幕幕。谭悠悠抱头痛哭。悠儿，你找到挚爱，爹也为你高兴，可是如今他都已经死了，你就当为了家族委屈一下吧。刘文俊已经再三保证了，只要你肯嫁过去，他会不计前嫌接纳你。刘家主也在我们面前保证了，会出资源来培养我们族中后辈。如今你爷爷与刘家老祖打得热火朝天，一旦你爷爷败了，那我们谭家将不复存在。谭悠悠看着手中令牌发出的信息不断被退回，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谭悠悠仰头无助地望着自己父亲，抽泣道：“爹爹，宗主大人就不管吗？”悠儿，宗主常年在闭关，估计就算是宗主出关了，也未必管得了，毕竟长老联盟会如今势大。悠儿，你就救救谭家吧，若不是林天阳已经死了，爹也不会3番2次过来求你了。说罢，谭正明便直接跪了下来。看着谭正明苦苦哀求，一想到自己爷爷年岁那么大了，还在为他拼杀，以及得知林天阳的死讯，看着被一条条退回的信息，谭悠悠早已经心力交瘁，看着漫天星空，然双瞳却不断流出晶莹的泪珠。林天阳高高跃起，学着金色虚影，双手叉腰，仰天长啸，白虎咆哮。轰！整个空间内地动山摇，就连空间之内的小动物都受不了这股强大的威压，纷纷爆体，化成漫天血雾。哇！林天阳都被这股气势震惊到了，这妥妥的群攻，就算是试炼之地，那无穷无尽的怪物，他都有把握瞬间干掉筑基3层以下的所有怪物。
林天阳在空间之内足足花了2天时间，方把白虎藏神录第一式白虎咆哮炼制小成。林天阳都不敢想，一旦炼制大成，那威力得多么的吓人。起初林天阳还有点好高骛远，想跳过第2式，直接去学习最后2式，毕竟谁都知道越后面武技就越厉害。可随着他对10倍的研读，就后悔了，想学第6式就必须学会第5式，想学第4式又需要学会第3式，而第2式又是最重要的，无法练出白虎出山，体外压根就没有白虎虚影的化身，就更别说想学后面的招式了。第3天、第5天、第8天、第10天，足足在空间之内待了10天，林天阳总算是把前3式练入门。对他而言，第2式白虎出山，林天阳花了最长时间了。那高深莫测的招式，那隐晦的身法，他直到第5天方看清楚10倍内的金色虚影招式，随后又花了3天时间，方在体外练出一层薄薄白虎的化身。林天阳双手紧握，浑身充满干劲，他能感觉到自己比试炼前强出10倍有余。林天阳压下兴奋，瞬间遁出空间，又来到了白虎试炼的秘境。只见黑妈妈一片怪物，就在他消失的地方，就跟无头苍蝇似的，东看看西瞅瞅。林天阳自然是不会给对方先出手的机会，毕竟敌方人数太多，他可不愿意再度受伤。他的手臂还是在体内空间第5天方完全康复的。一声响彻天地的白虎咆哮，震得试炼之地轰隆作响，无数的怪物化成飞灰，就连尸骨也没存留。砰砰砰！林天阳仔细想了想也对，毕竟虎神说过那些怪物是虚幻的。林天阳都有点搞不懂了，只能说虎神战力通天彻地，怪物是虚幻的，但若是被他们杀了，又会死去。在白虎的震天咆哮下，黄色、绿色的怪物几乎死绝，就连青色、蓝色铠甲的怪物都被这虎啸声震得两眼直转。看着这些虚影，林天阳着实提不起劲，毕竟都是假的。不等他们回过神，林天阳便已经使出白虎藏神录第2式白虎出山，瞬间浑身被白色虚影覆盖，恍若一只白虎，战力直接提升3倍。接着又使出第3式白虎猛扑第1爪，镇山河第2爪，裂天地第3爪，断乾坤。林天阳就如猛虎下山，不停穿梭在怪物海潮当中，弹跳力、爆发力，打得怪物连连吼叫。怪物抬起蓝牙棒，各种武器朝林天阳挥来，从林天阳的身体穿过，明明以为打中了，然很快林天阳的身影就消失。林天阳有白虎化身加持，弹跳与速度同时也提升了3倍，所到之处皆是漫天残影。砰砰砰砰，无数怪物还没回过神，便已经炸成漫天飞灰。林天阳一找一个青色铠甲的怪物，对方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再使出第3式白虎猛扑，一片片蓝色铠甲的怪物瞬间炸开，场面之宏伟令人无法想象。直至最后一爪断乾坤的落幕，整片试炼之地轰然炸开。林天阳只见一片漆黑，再次睁开了双眼，已经出现在原先的山洞之内。看着地上躺着的女子，呼吸顺畅，就连胸口处的箭矢也已经消失，林天阳总算是放心了。在试炼之时，林天阳最担心的便是赵敏的伤势了，毕竟他进去试炼之地时没有看到赵敏恢复。就在此时，大白虎猛地从后扑来，林天阳浑身汗毛都炸了。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林天阳认出是大白虎，否则他都想出手击退大白虎了。没办法，大白虎跟之前相比完全判若两兽，虽体型缩小1倍，但如今的他浑身肌肉线条明显，毛发顺滑有光泽。虽感受到大白虎已经蜕变成1阶妖兽，但就这气息比2阶妖兽还要恐怖。大白虎靠近林天阳，低下大脑袋，不停地蹭着林天阳的身躯。林天阳又哪会猜不出这大家伙的心思，明摆着就是求撸。林天阳道：大白，你变得好厉害啊，我都差点认不出你了。随后伸出手在他的虎头上摸了摸，若不是大白虎带路，他也得不到这泼天的机缘，而且赵敏还得救了。林天阳还是非常感激大白虎的。哇哦！得到了林天阳的夸赞，大白左蹦右跳，十分激动。年轻人，恭喜你通过了5白虎一族的试炼，虽然你采用的方式过于无耻，但虎神本尊并没有说过试炼的限制，因此也算你通过了。若不是看到虎神对自己有恩，林天阳都想大骂出口了，还无耻！我一人打一群，究竟是谁无耻啊？虎神淡淡道：年轻人，接下来就是履行你我之间的承诺了，请放开心魂，不要抵抗，走到水晶关前。林天阳照做，想到对方那诡异莫测的能力，若是想害他，他压根就没有还手的能力。对方可是4大神兽之一白虎的灵魂碎片。林天阳来到水晶棺椁前，往里看了看，里面白蒙蒙一片，只能隐约看到好像是一个女孩子。然随着虎神完全听不懂的咒语落下，水晶棺内缓缓飘出了一只白色小老虎的灵魂，漂浮在他身侧。
年轻人，放开心神，此法只能施展一次。林天阳点了点头，看着这熟睡的小白虎，林天阳还是挺喜欢的，毕竟长得太可爱了。数息过去，沉睡的小白虎方缓缓飘到他的身体之内，最终漂浮在灵台的上方，任由白色气体包裹着。林天阳满脸疑惑，在小白虎进入自己体内，林天阳便已经察觉到自己跟小白虎好像有了什么联系，很诡异，但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关联。年轻人，可以了。看出林天阳的疑惑，如今秘术已成，虎神也不怕林天阳知道了。年轻人，你这可不能怪吾，你人族生性多变，阴险狡诈，吾将族内最后一丝血脉托付给你，自然是要做些手段的。吾刚才对你们施加了吾族秘术双魂相生之术，我族后辈若是死了，你也会死，当然你死了，他同样也会死。这无缘无故就跟一只小老虎生命相连，林天阳还是有些顾虑的。林天阳出口道，这也太诡异了吧，还有这样的功法。对了，虎神，我刚才明明看到水晶棺内是一个小女孩，怎么飘出来只有灵魂？虎神恼怒道，哼，这就是你们人类做出来的好事，在吾族后辈躯体上施加嗜血之术，窃取我族后辈的精血，供你们人族修炼。若非如此，我又怎么会用命魂剥离之术将他原本的躯体打散？林天阳道，虎神，那我该如何帮他呢？我族后辈1月后便自会醒来。罢了，年轻人，如今吾可存世的时间也不多了，且石碑已经被你收去了，吾就最后再帮你人族一把，望你往后能善待我族后辈，谢谢。话音刚落，虎头瞬间变成一只威猛的白虎，大白虎跟他比起来完全没有可比性，就单单这气势，若是施加到林天阳身上，林天阳都怕自己会忍受不住，瞬间化作血雾。年轻人，老夫所剩的能量也只能提炼出4滴精血，助你突破境界了。老夫的白虎之魂会为你守护识海，防止邪念之人对你体内的窥看。老夫白虎之魂切记未达圣境不得使用，切记。不等林天阳感谢，白虎之魂已经钻进了林天阳的体内。林天阳只觉胸前更是一阵灼热，撤开一看，只见灼热过后便缓缓浮现了一个白虎的虚影，类似纹身一样。大白虎非常兴奋，咬着林天阳的裤脚，扯着他来到空中漂浮的4滴精血处。服下4滴精血，林天阳只觉身体无比燥热，仿佛吞下了4滴岩浆，然境界却瞬间突破，筑基8层，初期、中期、巅峰烹筑基9层，直至筑基12层初期，方停了下来。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小白虎会被种下嗜血之术，这样轻而易举的突破境界，林天阳都险些守不住诱惑。境界虽突破了，但服下精血的后遗症并没有消失。此时的他浑身燥热，斜眼看到地上躺着的女子，林天阳喉头滚动。砰！林天阳狠狠地朝自己大腿处轰了一拳，试图以疼痛感缓解体内的燥热。林天阳，你在想什么？师姐可是为了你险些失去了性命，你可不能做出趁人之危的事情。许是这一拳有了效果，林天阳很快便恢复了理智，便上前探查了一下赵敏的情况。见对方无恙，林天阳方坐在他身旁，拿出圣女给他准备的筑基丹，便服了下去。丹药入腹，瞬间化成一道道暖流，林天阳都没有运转功法，四面八方的灵气就不停朝他体内袭来。很快赵敏便醒了过来，林天阳也顾不上提升境界了，连忙上前将他扶起。赵敏睁眼便见到林天阳，眼神先是兴奋，随即又转变成忧伤。师弟，你也死了吗？听到赵敏的话，林天阳愣了一秒，随即道，是啊，师姐，我也死了。赵敏双眼渐渐湿润了起来，林天阳想了想，还是不要逗小姑娘好了，还没开始，对方就已经要哭出来了。赵敏玉手抱着林天阳的胳膊，惭愧道，师弟对不起，师姐没有抓住那把剑。林天阳连忙解释道，师姐逗你玩的，我们都没死，不信你摸摸看我的手，有温度的。感受到彼此体内的温度，赵敏连忙拉开与林天阳的身位，毕竟他的举动太亲密了。看着赵敏那娇羞的模样，林天阳体内刚压下去的邪火又在体内肆意翻腾。林天阳呼吸急促，缓缓靠近背对着他的女子，唤了声师姐。赵敏刚转过头，林天阳便已经顺势吻住了她的红唇。呜呜！赵敏浑身一震，她虽对林天阳有好感，但是这进展也太快了吧！慌乱之下，赵敏双手不停推开身前的男子，可是任由他如何用力，林天阳都没有分开半分，反倒是将他抱得更紧了。很快赵敏就沉沦在林天阳炽热的吻，双眼迷离的他不停在心里提醒自己，赵敏只是轻轻抱抱而已，你不是也喜欢林师弟吗？这应该也没关系吧，只要你保持理智，不要把原因弄丢了就好了，这样族中人就看不出来了。内心说服了自己，
很快赵敏便开始迎合林天阳，一夕五夕十夕纯分，二人双眼迷离，四目相对，看着身下女子满脸桃红，身前跌宕起伏，林天阳忍不住就想去脱对方的衣服。赵敏急促道：“师弟不可以！”双手更是紧紧地抓着林天阳的手。师姐，我想要你。师弟不可以。师姐难道不喜欢师弟吗？赵敏满脸娇羞，细声道：“师弟还没得到父母的许可，不可以。师姐那可不行哦，师弟的火已经被你点燃了，你得负责浇灭。”赵敏恼羞道：“师弟你好无赖，明明是你主动亲人家的，又不是人家主动的，你这还要我负责？”赵敏终归还只是个未出阁的少女，这样露骨的话说到最后也只是她自己听清楚说了什么。在林天阳各种无耻厚脸皮的情话下，赵敏终究还是松开了手，任由林天阳对她的无赖行为。山洞之内春意弥漫，然大白虎却带着满眼的醋意冲出了山洞，守在山洞之外。数个时辰过后，林天阳借着筑基丹的药力以及赵敏的元婴之力，总算是突破筑基，进入合丹境。林天阳十分满足地躺在赵敏的衣服之上，笑得十分得意，然双手却十分不老实，不停在怀中女子的翘臀上作怪。看着林天阳那满面春风的表情，赵敏就觉得好委屈，明明一直跟自己说要保持理智，怎么最后就松了口？赵敏那个气啊！师弟，你对悠悠姐姐也是这么无赖的吗？林天阳淡笑道：“没有了，师姐，师弟只是太喜欢你了，才会这样情不自禁。”少女鼓着腮帮冷声道：“哼，师弟，我看你回到宗门后要怎么跟我爷爷父母交代？人家可是爷爷眼里的乖孙女，父母眼里的乖女儿，肯定不会做出这样越矩之事。”林天阳压根就没担心过这样的问题，怎么着还能杀了他不成？如今赵敏这小妮子都是自己的人了，为了她连命都敢豁出去，林天阳还真不信这小丫头会看着家人为难自己。很快林天阳又开始不要脸的操作，从白天到黑夜，林天阳压根就没给赵敏爬起来的机会，大白则是在洞口之外气得两眼直冒火花。吸收完赵敏的元婴之力，林天阳总算是来到了合丹境一层巅峰。林天阳都没想到，借着筑基丹的庞大药力以及赵敏的元婴之力，自己才突破2个境界都不到。一想到他杂灵根的体质，林天阳就头疼。至于赵敏，境界也突破到筑基8层，就连3品灵台都晋升到4品灵台了。当然灵台被强行提升他还不知道，毕竟被林天阳虐得太惨了。翌日清晨，林天阳方缓缓背着赵敏走出了山洞。赵敏娇羞道：“师弟，你当真不怕我家人怪罪吗？”林天阳笑道：“师姐这有什么好怕的？你爷爷就是我爷爷，你父母就是我岳父岳母，我为什么要怕？不行，我得先跟我爷爷说下。”随后赵敏方从怀中取出身份令牌，昨夜他便已经发现身份令牌不停闪耀，可是太累了，他压根就懒得打开。看着身份令牌上无数的信息，赵敏方知晓自己这次足足出来了20多天。不等他打开之前的信息，便又收到了一条信息，看见是自己爷爷发来的，赵敏便第一时间打开，看着令牌之上的信息，赵敏满眼不可思议，急促道：“师弟，你跟悠悠师姐吵架了吗？”“没有啊。”“师弟，你看。”林天阳瞅了瞅赵敏令牌之上的信息，随即就懵了。“敏敏，你去哪里了？你不是爱凑热闹吗？今天刘家的侏儒要娶谭家的丫头过门，新娘已经在路上了，你要不要去凑热闹？”林天阳急促道：“谭家有几个丫头？”“2个，谭若红还有悠悠姐姐。”赵敏都没见过林天阳如此严肃的神情，被吓得说话都吞吞吐吐。林天阳连忙放下赵敏，拿出身份令牌，然令牌之上一点信息都没有。林天阳连忙给谭悠悠发去消息：“师姐，你要嫁人吗？”“我不同意。”很快令牌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师弟，你没有死！呜呜！师弟你混蛋，这么多天你一条信息都不回我。”林天阳都懵了，什么信息？令牌上一条信息都没有啊！林天阳仔细回想了一下，难道白虎试炼之内不属于这片空间，收不到信息？林天阳再度给谭悠悠发去信息：“师姐，我不准，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谭悠悠很快便回了过来：“好。”看到林天阳一脸焦急，赵敏果断拿起身份令牌，朝自己爷爷发去传音：“爷爷，你给我拦住新娘，我不准她嫁给刘家那个侏儒。”赵敏爷爷看到信息都懵了，随后赵敏便收到新的信息：“丫头，你在开什么玩笑？他们嫁娶关你什么事？”赵敏回复道：“爷爷，求求你回来再跟你解释，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拦住。”赵敏爷爷再次发来新的信息：“丫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赵敏回复道：“爷爷，悠悠姐姐若是嫁出去了，那我就死给你看。爷爷，人家没跟你开玩笑。”
很快又收到信息，就只发了个好。看着赵敏为自己女人劳心劳力，林天阳反倒感到庆幸，还好当初大白救了赵敏。看着对方跟着自己一块着急的模样，林天阳都忍不住伸手将她拉到自己怀里，深深的在她额头吻了下。师姐谢谢。能帮到林天阳，赵敏心里美滋滋的。说真的，她还真担心在林天阳身边起不到任何作用，毕竟以她的容貌并不是很惊艳。林天阳仔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又给韩百柔发去了传音，得到的信息依旧如谭悠悠那般，开口就是骂他混蛋，为什么不回他信息，害他担心。拜托完韩百柔，林天阳也不敢再耽搁了，飞速朝洞口赶去，直至看到洞口的大白拉着赵敏就要跳到大白背上，哪成想大白一个瞬身就躲开了。又是跟大白一阵沟通，最终还是赵敏看出了大白的心思，林天阳方知晓大白是不肯让赵敏骑到他背上。最终在林天阳的一阵好说，大白方肯让二人坐到他的背上，但前提是林天阳得抱着赵敏，不能坐到他的背上。赵敏已有猜测，偷偷趴到林天阳耳旁，极小声道：师弟，大白可是母的，你看他那满眼醋意，这分明是看上你了。林天阳没好气道：师姐，你别瞎说，大白可是妖兽。赵敏笑道：师弟，妖兽达到一定的品阶是可以化作人形的。林天阳暗自咽了咽口水，两人虽小声，然大白可是老虎，那听觉可不是凡人可比的。谭展在收到谭悠悠不嫁以及林天阳还活着的信息，便第一时间追上花轿。当他看到赵姓老头赵德柱拦着迎亲队伍不肯放行，他都懵了。刘口遂气得龇牙咧嘴，好不容易逼谭家就范，自己族中就能有一名5级的阵法师，他是不允许有人破坏今天自己孙子的好事的。赵德柱，你给我滚开！今日我孙子娶妻，你拦路是什么意思？赵德柱冷笑道：刘口遂，我孙女预言今日大凶，不宜嫁娶。老夫向来相信预言一说，所以今日就别娶了吧。退回去。赵德柱说的有板有眼的，气得侏儒只能干瞪眼，没办法，境界不如人，只能交给老一辈去交涉。流口水绝对想不到赵敏已经成为了林天阳的女人，因此赵德柱才被自己孙女叫过来找茬的。流口水还以为赵德柱这是打算跟他家抢5级阵法师的天才。流口水没好气道：赵德柱，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你别逼我翻脸。哈！流口水，你不知道老夫的名字吗？老子叫赵德柱，你觉得老夫会怕你吗？不等二人开打，谭展一个瞬身直接冲入窄小的花轿，拉起满脸焦急的谭悠悠。等流口水、刘文俊爷孙俩发现新娘都已经被谭展带出500米开外了，侏儒急促道：爷爷，见人跑了，快拦住他们！流口水狠狠地瞪了赵德柱一眼，便一路追到666号小院。而此时的谭悠悠早已经被送入小院之内，谭展总算是放心了。宗门有铁律，任何弟子的住所若没犯法，任何人都不许打扰院中之人，就更别说破开阵法了。流口水那个气啊！先是赵德柱出来找茬，现在又冒出一个谭展。流口水怒道：谭展老头，你身为执法殿殿主，说过的话是要吞回去吗？谭展一副乐呵呵的表情，反驳道：流口水，我说过什么了？我就没同意过这门婚事，怎么我们那3天3夜，你以为老夫跟你白打的？赵德柱一路追来，连忙道：对，我可以作证，谭师兄可没答应嫁孙女。你们好得很，自己孙女可是说到做到的主。赵德柱丝毫不敢大意，哪怕是谭悠悠回到小院，他也要守在这里。流口水见二人死死守在小院门外，更是直接从储物界拿出一套桌椅茶具，气得他压根出血。他都想不到二人什么时候这么好，竟然坐到一块喝茶。见二人一副老相好的样子，若动手对方2人，流口水自知讨不着好，随后便大声喝道：谭展，我再给你1天时间，明天我再带我孙子过来迎亲。我们走。侏儒满脸不甘道：爷爷，我们就这么回去吗？流口水点了点头，侏儒也只好随着自己爷爷回去。两老头就跟没听到，自顾自品着茶香。赵师弟，今天谢谢了。哈，谭师兄，我也是受我孙女所托，我只保证今日你家孙女安然无恙，至于明天，那就得看我孙女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谭展满脸疑惑，自己的孙女跟赵家丫头一点都合不来，还经常闹矛盾，为什么会帮忙？赵师弟，据我所知，你孙女跟我孙女可是合不来的，她这是为何？赵德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孙女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索性便直接拿出令牌，打开与赵敏的聊天记录，递到谭展面前。见流口水已经退去，谭悠悠也安然回到小院，且门口还守着2大长老，高空之上蒙面女子便悄然离去退走。大白蜕变后，速度足足提升了3倍，
带着林天阳二人不停在丛林中穿梭。起初在妖兽山脉深处，大白还非常谨慎，四处躲避绕路，直至来到妖兽山脉外围，大白便开始横冲直撞。有时见到不长眼的一阶妖兽挡路，直接就是上前猛扑，随即一掌拍死。林天阳则是很默契的把妖兽收进储物界，随即再转入体内空间。没办法，他得多帮大白收集点口粮。空间之内的凡兽早已被他修炼武技的时候摧毁。看着大白如今的战力，林天阳还是很欣慰的，毕竟大白如今可是他的灵兽。看到大白的勇猛，林天阳时不时还会朝他硕大的虎头顺着毛发抚摸。在得到林天阳的抚慰之下，大白洋洋得意，速度更快了。至于赵敏，早已被大白的实力折服，他都不敢想自己当初是多么大胆，带着一腔热血就被哄骗进入妖兽山脉深处。若是当初遇到大白这样的妖兽，估计他早就凉了。当然，他也感到庆幸，能在妖兽山脉遇到了林天阳。且还，一想到山洞内的一幕幕，赵敏满脸娇羞，看着将他抱在怀里的男子，心里砰砰砰直跳，一阵雀跃。妖兽山脉外围组队捕捉妖兽的弟子更多了，这一路林天阳都遇到几百支小队了，有看到大白气势就已经被吓尿了的，有想捕捉大白的。然当他们看清白虎身后的林天阳，以及认出赵敏的身份，便只敢仰头艳羡，不敢再露出一丝觊觎。很快，林天阳他们便赶在了夜幕前回到妖兽山脉入口处。原本1天半的路程，大白回来却只花了不到1天时间，期间还猎杀了数十头一阶妖兽。如今林天阳体内空间妖兽都堆成一座小山了，接近30头。林天阳继续朝大白指挥进入宗门的路。大白出来的时候便是在妖兽山脉入口，至于回外门的路，他压根就不认识。听到林天阳指挥大白进入宗门，赵敏连忙喊停：“师弟，不行，大白不可以进入宗门。”哇哦！大白听到赵敏阻止他进入宗门，回头就朝赵敏吼叫，吓得赵敏都险些从虎背摔了下来。大白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对着赵敏龇牙咧嘴。林天阳大喝道：“大白不可以！”在得到林天阳的呵斥，大白方收起凶煞的表情。林天阳不解道：“师姐，为什么大白不可以进入宗门？”赵敏长呼一口气，解释道：“师弟，妖兽是不可以随便放出来的，宗门有规定，妖兽不得随意放出，因此才有了灵兽带。毕竟野外的妖兽很难驯服，容易伤到宗内弟子。”见大白又想朝自己龇牙咧嘴，赵敏一阵发怵，连忙道：“当然，大白很通人性，自然是不会伤人，但是宗门之内的弟子们可不知道。”大白好不容易出来活动了一下，现在要他回去，自然是抗拒的。好在林天阳答应他，回去便放他出来，他才肯进入灵兽带休息。一想到赵敏的身份，就这样直接背着他进入宗门，恐会生起事端。林天阳尴尬道：“师姐，你还能走吗？”赵敏很快便想到，林天阳这是不想抱他。赵敏羞恼道：“师弟，你说呢？你昨夜对人家那般粗暴，你觉得人家还能走得了吗？师弟，你该不会是不认账了吧？怎么怕给你的林师姐听到你我的流言蜚语吗？”林天阳都无语了，自己也只是问了一句，小丫头就巴拉巴拉讲个不停。看着少女很没安全感的眼神，林天阳也懒得解释，直接将她从怀中转移至身后，背着她进入宗门。林天阳道：“师姐，你别胡思乱想，我只是担心你的名声。”听到林天阳的解释，赵敏还是很满意的，趴在林天阳结实夸大的背后，满脸桃红。二人便穿过杂役住宅区，如今杂役们这个点几乎都跑去庐顶大街举牌，整个住宅区内连人影都没见到一个。很快，林天阳就背着赵敏进入凡童，来到外门繁华的街市。如今天色还没暗下来，已经有人认出了林天阳二人的身份，毕竟生死大战已经很久没人发起过，而林天阳在那一战又表现极为出色耀眼，可以说宗内外门弟子最少60%以上的人都认识他。至于赵敏，家世显赫不说，就连容貌也是宗门内上上之选，而且在得到林天阳整夜的浇灌，皮肤粉嫩有光泽，如今的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多出了几分成熟女子的韵味，很快便被人认出来。众人见二人的举止模样，很容易便联想到某些事。没办法，如今赵敏可是穿着男子的服饰，光着玉足，一副得意洋洋的姿态，完全不避讳众人的眼光，仿佛在向众人宣示她已经成为林天阳的女人。天啊，怎么回事？赵敏师姐怎么跟林天阳搞到一起去了？太让人羡慕了。怎么回事？这个林天阳不是才跟外门三花的谭悠悠在一起，怎么就1月功夫不到就又跟赵敏师姐搞到一起了？这还让不让人活啊？林师弟，这是要绝了我们男弟子的根啊！少年旁边男子没好气道：“得了吧，你不看看你几斤几两？林师弟战力了得，就算赵敏师姐不跟他，
那也轮不到你。有这个闲工夫发牢骚，还不如快点修炼，提升境界。众说纷纭，有看好他们俩的，有背后骂二人的，大庭广众，不知检点的。然赵明反倒显得非常平静。很快，林天阳便被一中年挡住了去路。中年看上去应该有30好几了的样子，长得虎背熊腰，双手抱胸，恶狠狠地盯着林天阳。林天阳皱眉道：“这位师兄，你有何事？”感受到林天阳停下了脚步，赵明转头朝前望去，一眼便认出了林天阳身前之人。赵敏趴到林天阳耳边小声道：“师弟，他是王纳炮，是武大家族王家的长孙。”中年男子瞪着眼，抬起手指着林天阳，怒道：“把敏敏给我放下！”林天阳都还没发话，身后小妮子便已经没好气道：“王纳炮，我名赵敏，你别叫得那么亲近啊，我跟你可没关系。”对到赵敏恼怒的眼神，中年男子瞬间收起了怒意，活脱脱一副舔狗的样子。敏敏，咱们也算是有了婚约的，我当然可以这样叫你。王纳炮，你别瞎说！赵敏气得牙根紧咬，要不是下身疼着，他都想下来赏对方2嘴巴子了。林天阳嘀咕道：“啥？有婚约？什么情况？”赵敏连忙解释道：“师弟，你别听他胡说，我跟他没有婚约。他都30多了，人家才19，怎么可能跟他有婚约？爷爷当初只是跟他爷爷开玩笑说，要是王纳炮晚出生10年，就给我们订婚。我跟他压根就没有婚约，都是那家伙贼心不死，老是惦记人家。”听着赵敏的解释，林天阳也算是明白当中的曲折。王纳炮明显就是一条舔狗，还是那种想着老牛吃嫩草的舔狗。王纳炮见赵敏压根就不搭理自己，转头又对着林天阳怒道：“小子，我叫你放开他，你没听到吗？”林天阳当真觉得可笑，一个跟赵敏毫无相干之人，竟然要他放下自己的女人。呵呵，林天阳冷笑道：“你算什么东西？她如今可是我的女人。你的女人4个字一出，众人总算是确定了心中所想之事了，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赵敏可是出了名的乖乖女，是武大家族唯一一个最爱名声的女子，宗内上下皆知。他们完全想不到赵敏会随随便便就把原因给了别人。王纳炮都被林天阳的话惊到了，随即大笑出声：“小子，你骗人也该找个好点的由头，明明可是最听话的，没有长辈的允许，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赵敏听着王纳炮口中说出的话，好一阵气。赵敏环住林天阳脖颈的手又紧了3分，微笑道：“大家不用猜了，我已经是林师弟的女人，以后你们就别惦记了。”此言一出，男弟子们虽已经猜出2人的关系，但还留有一丝幻想。然赵敏都当众说出2人的关系，众人就跟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毕竟没有那个女子会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不等众人接受。赵敏又怒道：“往哪跑？都说了，我叫赵敏，你别乱叫别人的小名，我跟你没关系，人家已经是林师弟的女人，往后也只会是林师弟的道侣。”说罢，赵敏便爬到林天阳身前，当着众人的面就吻住了林天阳的双唇。哇！众人目瞪口呆，有的女弟子更是直接背过身去。林天阳都愣了一下，他都想不到赵敏会当着众人的面亲他，来向众人证明：“你们，明明我这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赵敏怒道：“闭嘴！你都多少年纪的人了，境界连我都不如，我不需要你喜欢，我要我喜欢的。”说罢，赵敏双眼满满都是林天阳，静静地看着眼前清澈的眼睛，帅气的脸蛋。王大炮继续反驳道：“他一个外门弟子，要家世没家世，要背景没背景的，境界也才3层，我境界可是筑基4层，我哪里比不过他？”赵敏瞥了往哪跑一眼，摇头不语。当真是不能跟傻子玩，竟然连师弟的境界都探查不出来。赵敏当然也探查不出，毕竟林天阳已经高出他超过3个境界。还是他好奇追问之下，林天阳便跟他说他已经是合丹境。林天阳也懒得跟这样的二世祖浪费时间，将赵敏再度转到身后背着，随即大步上前：“你要干嘛？”感受到林天阳的气势，往哪跑都有点不确定林天阳的境界了。林天阳大喝道：“王八坐飞机！”不等往哪跑理解什么意思，林天阳已经拉起对方的手就朝山下砸一区丢去。如今天都已经黑了，林天阳才不想跟这样的傻子浪费时间。少主，外门都在传，那个林天阳还没死，已经回到宗门了。刘文俊满脸微醺，大喝道：“你说什么？”刘文俊回到家中便独自喝闷酒，一想自己头顶绿油油，如今还被人抢婚，他都不知道往后会被人笑成什么样了。混蛋，3人班不是说林天阳已经死了吗？怎么他又回来了？给我把他们3个带过来。少主，他们3人拿了灵石就联系不上了。穿过繁华的大街，林天阳总算是觉得安静了下来，
很快二人就来到谭悠悠小院门口。当林天阳二人看清小院门口坐着的二老，二老也看着他们。其中谭悠悠的爷爷林天阳倒是认识，另一个林天阳大致也猜到了，没办法，对方看着他的眼神就想撕了他。看到自己爷爷，赵敏大叫出声：“爷爷！”随即从林天阳背后跳了下来，朝凶神恶煞的老头跑去，只是还没跑几步便吃痛地蹲了下来。老头那个心痛啊，一个顺身就把赵敏拎到自己坐着的位置。谭展大笑出声：“哈，赵师弟，女大不中留啊！”赵德柱满脸尴尬，他刚才还不停在谭展面前夸自己的孙女懂事，各种好，想不到再见面，孙女原因都丢了。赵敏见自己爷爷满眼怒火，连忙撒娇道：“爷爷，是人家主动的，你别怪师弟。”这傻丫头这么快就护着那臭小子，还当着外人面贬低自己。赵德柱看着自己这傻白甜的孙女，心中万马奔腾。看到赵家丫头被林天阳拿下，谭展反倒觉得挺好的，这样起码赵德柱也算自己这边的人。以刘文俊对林天阳的恨意，他就不相信赵德柱会袖手旁观。谭展出口道：“赵师弟走了，年轻人的事还是交给年轻人吧。”说罢，谭展朝林天阳欣慰的点了点头，便消失在原地。同时赵德柱也跟着消失，独留二人四目相对。赵德柱疑惑道：“谭师兄，你怎么看？”谭展淡淡道：“此子妖也，和丹境短短1月不到就突破9个小境界，虽有你赵家女娃的原因相助，但也不可能跨越这么多境界啊，更是直接突破旁人多年努力都未必能突破的和丹境。”“是啊，谭师兄，我第一眼还以为认错人了。”林天阳二人还以为二老离开了，却不曾想二人其实在高空之上扫视着他们闲聊着。此时的赵敏非常忐忑，毕竟他当初见谭悠悠过于随便，为了修炼多次与他人合修，还经常嘲讽他不要脸，辱骂他不知羞耻，以及他那一文不值的天赋。然时过境迁，现在的他却要和谭悠悠共享眼前男子，说真的，他都觉得骚得慌。从林天阳口中得知，谭悠悠合修都是在对方蒙眼进行的，且以临时买断他人的阴阳之气，赵敏对谭悠悠的看法就已经改变了，反倒挺佩服他的。一想到以往对谭悠悠的各种诋毁、侮辱，他还是很担心谭悠悠不能原谅他。赵敏怯懦道：“师弟，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免得惹悠悠姐不悦。”林天阳自然知晓二人的过节，如今他跟赵敏的事已经人尽皆知，他还是不想瞒着谭悠悠的。再加上以他对谭悠悠的了解，谭悠悠并不是一个善妒的女子，不然又怎么会允许他每天前往峰顶和圣女进行合修？林天阳一把抓住准备迈开腿的赵敏，柔声道：“师姐，你先在此等一下。”随后便进入洞府。感受到洞府有人进入，谭悠悠便知晓是林天阳回来了，毕竟他的洞府也只有林天阳以及他爷爷能随意出入，而他爷爷每次要进入他的府中，都会事先给他发传音，方会进入。谭悠悠起身连忙朝大门跑去，见林天阳安然无恙地回到他身边，此时的他泣不成声。这些天得知林天阳的死讯，以及堂姐为了他的付出，再加上家族给他的压力，他早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谭悠悠颤声道：“师弟。”见谭悠悠泪流满面，林天阳大步上前，便将她拥入怀中，安慰道：“师姐，不哭不哭，我这不是平安归来了吗？”在林天阳好一阵安抚，谭悠悠总算是平静了下来。随后林天阳便告知了谭悠悠自己这些天的经历，先是救了赵敏，然后遭遇刺杀赵敏挺身而出，险些生死，直至后来进入神秘空间试炼，赵敏获救一急。谭悠悠听得面容失色，连忙扯开林天阳的衣服，检查他的伤势，见林天阳无恙，提起的心方放了下来。见林天阳眼神躲闪，谭悠悠大方道：“师弟，没事的，人回来就行。比起你的安危，师姐并不在乎你有多少女人，只要你心中有师姐便好。走，师弟，你这一路疲于赶路，师姐已经热好水了，师姐替你沐浴。”见谭悠悠要离开，林天阳连忙拉住她的手：“师姐她在府外，我想要你的令牌。”“哦，这样啊，师弟，你去泡澡吧，我去接她进来。”林天阳真担心二人闹起来，连忙道：“师姐，要不我去接她进来？”谭悠悠严肃道：“师弟，你这是不相信师姐吗？师姐又不是母老虎，你害怕我吃了她不成？”林天阳连忙狡辩：“没有师姐最好了，我怎么会不相信师姐？那你就快点去洗澡，臭死了，等下我进来你还杵着，那我就真的生气了。”再被谭悠悠狠狠地瞪了一眼，林天阳也不敢再多嘴了，趁着谭悠悠走出洞府，把大白放了出来，从空间取出了一只妖兽给大白进食，便进入洗漱间沐浴。到了陌生的地方，大白还是挺好奇的，
当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就没兴趣了。毕竟小院太小了，也没什么好看的，便趴到妖兽身旁，享受起美食。见谭悠悠走出洞府，一副气汹汹的表情，赵敏双目圆睁，吓得连忙后退。谭悠悠一个顺身，抬手便吓得赵敏连忙喊叫。赵敏慌乱道：“啊，悠悠姐，我不敢了，对不起，我这就走，不要打我。”赵敏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二人如今境界相当，然他却很怕现在的谭悠悠，估计这就是原配与小三的气势吧。看着双眼紧闭的赵敏，谭悠悠没好气道：“死丫头，我又没打你，你大吼大叫个啥？”随后谭悠悠便牵起赵敏的手，从他指尖窃取了一滴鲜血，滴入令牌之内。赵敏颤声道：“悠悠姐，你不怪我吗？”谭悠悠牵着赵敏的手，柔声道：“我不怪你，师弟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走吧，随我一同进府吧。”看着谭悠悠温柔大方得体，赵敏总算是知道林天阳为何那么喜欢谭悠悠了。好在二人并没有闹起来，高空中的梁老头之所以还没走，就是担心两丫头不和大打出手，时刻准备阻止二人。见二人相处融洽，梁老头方放心：“赵师弟，走吧，相信那臭小子能处理好两丫头的关系。”赵德柱点了点头，随即出口：“谭师兄，你那大孙女还在？”赵德柱都说不出口了，如今他可是被当成狗那般对待，关在铁笼子内，吊在刘府大门前，任人嘲笑侮辱。谭展心痛道：“赵师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随后便消失在原地。谭展又怎么会不心疼谭若红？之所以不敢轻易去解救他，还不是因为家族后继无人，刘家有刘口穗与他同境，地灵境一层，且族内还有三大元阴境后期族人，和阴境中期初期各5、6人，还背靠长老联盟会。而他谭家就他一人地灵境，其余皆是合丹境之人，就连一个合阴境都没有。他若强行救出谭若红，就怕撕破脸。如今宗主闭关，他谭家压根就没底气与对方抗衡。啊！谭悠悠拉着赵敏进入小院，便被凭空出现的大白吓得大叫出声，浑身瘫软。好在赵敏连忙将他扶住：“悠悠姐，别怕，他是大白，是灵师弟的灵兽，他不会伤害我们的。大白，你说对不对？”赵敏一脸媚笑。大白一声吼叫：“呜嗷！”虎啸声震耳欲聋。好在每座小院的阵法都带有隔音结界，不然非吓死众多晚上在双修之人。谭悠悠见大白没有对他龇牙咧嘴，鼓起胆子一步一步靠近，便朝大白的虎头摸去。大白倒是一脸享受，不愧是师弟的灵兽，太有灵性了。你就是叫大白吗？我们以后好好相处，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姐姐有零食管饱。大白十分乖巧，便朝谭悠悠身上蹭了蹭，嘻嘻嘻，逗得谭悠悠这些天沉重的心情反倒好了几分。大白这么温顺的吗？见大白与谭悠悠十分融洽的嬉戏，赵敏都有些羡慕了。然当他靠近的一瞬间，呜嗷！大白便一副凶神恶煞的对着赵敏一声吼，吓得赵敏连忙后退。谭悠悠都懵了，明明是赵敏先认识大白的，但大白却十分亲近他，对赵敏却是一点好气没有。谭悠悠柔声道：“大白不可以。”大白方退回园内，趴下继续享受着他的美味佳肴。赵敏委屈道：“悠悠姐，为什么大白对我那么凶？他好像好讨厌我。”见赵敏满脸委屈，谭悠悠触感伤情，便想起自己堂姐儿时对她的百般呵护，到如今还替她承受了那么多委屈。谭悠悠内心一阵绞痛，她也想有个妹妹，她想成为自己堂姐那般，成为呵护妹妹的姐姐。说罢，谭悠悠十分温柔，牵起赵敏便进入自己闺房，替她找了一身服饰换了上去。林天阳沐浴完出来，听到二女十分和谐在屋内说着悄悄话，林天阳便厚着脸皮朝二人靠近。二女见到林天阳，一个沏茶，一个倒水，然后便来到林天阳身后，替他捏肩捶背。林天阳好一阵享受。林天阳端起茶便喝了下去，一阵舒服道：“师姐，你为什么会选择嫁给那个侏儒？”赵明也很是疑惑。二人纷纷朝谭悠悠投去目光。以林天阳对谭悠悠的了解，哪怕是他真的死了，谭悠悠也不可能会嫁给刘文俊那个侏儒的，不然他也不会费尽心思，连名声都不要，与他人合修。谭悠悠伤心道：“师弟，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杀了他，然后随你而去。”在听到谭悠悠讲述关于家族的事，以及林天阳离世的消息，父亲下跪的百般祈求，还有谭若红为他承担的一切，林天阳方知晓这丫头这些天的不容易。赵敏大骂出口：“混蛋！刘家都是一群畜生，他们家不是自认血统高贵吗？喜欢近亲，怎么不继续下去？怎么到这一代，偏偏要来祸害若红姐？”
近亲？林天阳、谭悠悠不解，双双朝赵敏望去。师弟，悠悠姐，你们有所不知，刘家很久远以前，多久我就不知道了。我听爷爷说过，他们家族在凡俗界当过皇帝来着，因此自认血统高贵，担心血脉流出，因此便喜欢近亲联姻，导致刘家代代先天有缺。这一代的刘文俊便是一个侏儒。林天阳淡淡出口，原来如此。看着谭悠悠满脸震惊，林天阳便有所猜测，可能也就他们长老联盟会5大家族的人知道的比较清楚，至于外人几乎都不一定能知晓这样的丑闻。3人一直聊到深夜。走吧，赵敏师姐，我送你回府吧，时间也不早了。一听到要回府，赵敏连忙躲到谭悠悠身后。我不回去，人家今晚就跟悠悠姐睡了。林天阳严肃道。不行，小院只有1间房，睡不下。赵敏埋怨道。悠悠姐，你都不知道，师弟昨天在山洞对人家各种粗暴，还有如今都大半夜了，还要人家东奔西跑折腾人家。我不回去，等下爷爷他们又要一阵啰嗦。被赵敏说出林天阳山洞内的各种糗事，林天阳只觉老脸一阵火辣辣的。谭悠悠看着满脸委屈的赵敏，柔声道，还不去沐浴，我可不跟臭烘烘的丫头一起睡。悠悠姐最好了。不等林天阳同不同意，赵敏便对林天阳摆了一副鬼脸，一溜烟便朝洗漱间跑去。赵敏走后，林天阳便把谭悠悠拉入怀中。师姐我都没同意，你就擅自做主，必须惩罚你。很快林天阳便吻住对方的红唇，等赵敏洗漱出来，谭悠悠双唇红肿，脖间草莓清晰可见，就连身上的服饰都凌乱不堪。见谭悠悠呼吸急促，满脸娇羞，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赵敏数落道，师弟，你是色中恶鬼投胎的吗？就这么一会功夫就把悠悠姐欺负成这样，可嗨，这不是太久没见，甚是想念吗？将2人抱上床榻哄睡，林天阳方走出小院，没办法，他都没地方睡。大白见林天阳要出门，正准备大吼出声，林天阳连忙制止，他才好不容易将2女哄睡，他可不想再来一次。大白，你就待在小院，我有事出去，不许胡闹，要听师姐们的话，知道了没有？大白左看看右看看，随即点了点头。出了小院，林天阳并没有马上朝峰顶走去，而是穿过半夜的街市，直接来到北面的长老住宅区，直至来到一座繁华的大院，见门口有一女子被关在铁笼之内，高高吊在石柱之上。乾坤雷击，林天阳瞬间从储物界取出黑剑，刷刷2剑渐渐封喉。门口2个看门的护院还在打瞌睡，便已经被林天阳送入地府报道。之所以不用虎啸拳以及白虎藏神录的功法武技，不是武技不强，而是动静太大了。林天阳如今可还不能面对和丹境之上存在，肆无忌惮。对于暗杀，还是灵烟传授给他的剑技更为适合。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剑技的名称。谭若红见护院被杀，显得十分镇定，并没有大叫出声，只是静静地看着林天阳的身影，就仿佛看到了曙光，原本无尽黑暗的眼瞳瞬间多了光彩。林天阳一剑挥出，绳子唰的一声就断了，铁笼瞬间掉落。不等铁笼落地，林天阳便已经把铁笼连带女子收进灵兽袋，出手杀人。到救出谭若红，仅仅不到3息，林天阳便已经走出住宅区，朝峰顶之上走去。原本林天阳还在想要不要给圣女发传音，叫她出来接下谭若红，直至进入天心府，林天阳才发现这些阵法也是有漏洞的。谭若红在灵兽袋之内，阵法完全探查不出来，轻而易举便进入了天心府。林天阳如今能想到安置谭若红最安全的地方，便是圣女的院内了。毕竟任刘家势力再大，他也没资格搜索圣女的院子。林天阳从灵兽袋放出铁笼，随后拿出黑剑，轻轻一挥，铁笼就如风中残年的老头，接触到剑锋，瞬间就被一分为2。谭若红双瞳圆睁，不可思议地盯着林天阳手中的剑，他可是知道铁笼的材质，那可是金刚铁锁住，不是普通的剑可以劈开的，且还那么轻而易举，削铁如泥。谭若红钻出铁笼，站起十分沉着稳重，并没有少女的慌张，反倒静静地打量着林天阳。谭若红虽面露煞白，一脸虚弱，但长相身材还是极美的，虽没有韩百柔、林嫣儿、谭悠悠那般惊艳，但跟赵敏还是有的一比的。林天阳柔声道，你别怕，我是林天阳，是你堂妹的道侣，我会帮你杀了刘文俊。话音刚落，谭若红双瞳便缓缓湿润。不等谭若红回应，韩百柔便已经走出大殿，来到小园，看着眼前2人。林天阳回头便见到蜕变后的韩百柔，比他想象中更为惊艳，3000青丝在月光的照耀下根根清晰可见，皮肤白皙如玉，就连毛孔都看不到，
身材婀娜多姿，丰挺臀翘，再加上那绝世的容颜，极带着成熟女人的韵味，又不缺少女的灵动，当真是他两世见过最惊艳的女子。看着韩百柔，林天阳只觉浑身燥热，体内犹如火山岩浆爆发，奔腾翻滚，想咽口水的他，方觉此刻口干舌燥。韩百柔淡淡一语：“跟我来吧。”传到林天阳耳里，犹如天籁之音，令他都失了神。见林天阳没有反应，嗨嗨，韩百柔方轻咳了2声。林天阳回过神，连忙跟上。谭若红被领到林烟隔壁的房子，韩百柔玉手一挥，房门便被打开。你便先在此安心住下吧。谭若红轻声向2人道了声谢谢，便进入房内，关上门。林天阳对着堂姐的第一印象，沉着稳重，惜字如金，不好奇不做作。多好的女子，可惜。林天阳淡淡一语。如今林天阳已经突破河丹境，很自然便发现韩百柔与谭若红的区别。韩百柔娇躯隐隐散发出一股圣洁的气息，而谭若红却没有，就连谭悠悠、赵敏都已经没有这股气息。林天阳很容易便猜到这是女子的原因之力。韩百柔一路走回自己的闺房，林天阳紧紧跟随在其身后。别看韩百柔一脸镇静，面无表情，然她也只不过是一个20岁的女孩。再次见到林天阳，内心激动雀跃，心脏砰砰乱蹦。如今她终于体会到了林天阳见到林烟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进入闺房，韩百柔便想挥手关掉照明的灯光。察觉到韩百柔的举动，林天阳一个瞬身便从身后将韩百柔抱住。韩百柔只觉身后暖洋洋的，还有便是林天阳那坚硬的身躯。林天阳紧紧贴着韩百柔，不停在韩百柔耳边急促地呼吸着。感受到林天阳温热的鼻息，韩百柔整个人都软了下来，靠在身后的男子的怀里。韩百柔娇声道：“师弟，你越来越大胆了，这些天你都去哪里了？为什么给你发传音会发不出？”林天阳呼吸急促道：“师姐，我只是误入了一处秘境的试炼之地，可能那片空间不在这方世界吧，接收不到传音。所以你是在秘境之内获得机缘突破和丹境的吗？”林天阳弯腰直接将韩百柔打横抱起，回复道：“是的。”感受到林天阳急促的呼吸，身体的滚烫，心跳的频率，韩百柔已经猜出林天阳的心思了。在得知林天阳的死讯，这些天韩百柔茶不思饭不想，她无比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元婴之力给林天阳，这样起码林天阳能多点自保之力。很快韩百柔便被抱到床榻之上。正当林天阳要去解他腰间系带，韩百柔双手慌忙按住林天阳的手，娇声道：“师弟，你可想清楚了？你再继续将再无挽回的余地，天选之战不能获得大比第一，到时候你会死，我护不住你。”林天阳不屑道：“师姐，你当真信不过师弟吗？”原本林天阳对天选之战一点把握的都没有，毕竟宗门圣子的称号诱惑性实在是太强了，各种隐匿在后的亲传弟子虎视眈眈，宗门内无数弟子都想获得的圣子称号逆天改命，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一举跨越阶层，成为人上人，且一旦获胜，还能得到圣女这样的高贵的道侣，背靠宗主这样的庞然大物，还能拥有一位绝世容颜的贤内助，谁又能不疯狂呢？而他林天阳凭什么？就凭他那不入眼的境界，就凭他的满腔热血吗？说白了，他除了肉身与力量比旁人强一点，境界却是他完全不能与同年龄的人相比的。毕竟别人可是修仙家族的后代，从小就开始修炼，有各种境界高强的长辈指导修炼武技，有各种天材地宝与灵石的供给提升境界。就他如今合丹境一层的实力，着实不够看。林天阳都想象过天选之战会面对的选手，有可能是高他数个小境界，甚至高他一个大境界，他都不感到意外。毕竟他真正修炼的时间也就是这3个月时间。然在通过了白虎一族的试炼之地以及虎神虚影的各种馈赠，如今他对天玄之战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他虽是杂灵根，境界肯定不如他人，但体内灵气却是旁人完全无法比拟的，且还获得了白虎的传承。同阶他完全不怕别人，就算是越阶一战他也不惧。2人四目相对，时间仿佛都定格在这一刻。许久，看着林天阳无比坚定的眼神，玉手感受着他滚烫的大手。韩百柔缓缓松开玉手，扭头朝床榻之内望去，避开了林天阳的眼神。感受到韩百柔对他的信任，没有再阻止他，林天阳丝毫不敢耽搁，生怕这矜持的少女反悔。大手轻轻一拉，随着系带被解开，裙子的滑落，林天阳总算是看到她朝思暮想的景象。林天阳如鲠在喉，太美了！韩百柔粉嫩的肌肤，没有一丝赘肉的娇躯，修长的美腿，均匀有致，丰腴的美臀，她的锁骨，她的绝世容貌，
她那绣着梅花的白色肚兜兜都险些包裹不住的傲人山峰，她粉色小蟹裤下的春光无限。很快，服饰便顺着丝滑的肌肤而落。韩百柔紧咬嘴唇，满脸羞红，娇躯隐隐发颤。羞耻，太羞耻了！我可是圣女，我可从没被人看过自己的娇躯。羞愧的她压根就不敢去直视林天阳的眼神。再次相见，失而复得的喜悦早已将她的理智冲溃。她不想矜持了，她想为林天阳献出自己宝贵的元婴之力，提升他的境界。韩百柔都想清楚了，只要林天阳敢要，她便给。每每合修，韩百柔都有忍不住冲动，想一窥林天阳的体内，最后却都被他强忍了下来。现在二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韩百柔神识轻而易举便进到林天阳的识海之内。如今总算是得偿所愿，满足了他对林天阳一直以来的好奇。然当窥看到林天阳体内，他却完全淡定不下来了。他震惊林天阳体内的阳刚之气源源不绝，犹如大海的浪潮，汹涌而澎湃。他疑惑林天阳居然不是9灵根，而是10条灵根，根根散发耀眼的光芒，旁人都是根茎般细小的灵根，而林天阳10条灵根就如一棵棵小树苗，且品阶高到他只能仰望的地步，无一不是最高品阶的灵根。就连灵台也是韩百柔从未见过的品阶，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的顺序，他深知一品灵台是赤色的，而他恰恰是青色的灵台，属于5品灵台。然林天阳则是白色的灵台，他闻所未闻，只能隐约感觉到灵台的品阶无比之高。识海中盘踞着那睥睨天下的虎魂，韩百柔已有猜测，那是神兽白虎的灵魂，更是令他久久不能忘怀。高阶妖兽就已经无比骄傲了，断不可能主动献出灵魂与人类签订灵魂契约，而林天阳体内的虎魂则是完完全全的托付，那可是能供林天阳驱使的神兽之魂。在双修期间，韩百柔多次对林天阳的探究早已被震惊得面目全非，最后又让他发现了最了不得的存在，便是漂浮在灵台上方那神秘的白色气体，神圣不可侵犯，就仿如世间最圣洁的灵气，带着无尽的生机。白色气体不停翻涌，中间环绕着他无论如何窥看都看不透的神秘存在。且双修期间，白色气体还有一缕顺着二人躯体的融合钻进了韩百柔的体内，吓得他连忙退出林天阳的识海，观察起自己体内的白色气体。见白色气体进入自己的体内，便朝他的灵台飞去。韩百柔都有些慌了，灵台对于修士是最脆弱的存在，一旦有损伤将是不可逆的。然无论他如何调用灵气，想把白色气体赶出识海，可灵气再靠近白色气体便瞬间消散，韩百柔手足无措，在他急得快哭出声来。白色气体仿佛养料，瞬间与他灵台融合了，原本青色的灵台转变成了蓝色的灵台。这蓝色的灵台，那可是合欢宗最高品阶的灵台，属于他师尊的6品灵台。我竟然拥有了6品灵台，与师尊同样的灵台，那白色灵气居然可以强行提升人类的天赋。韩百柔愣住了，以他对的世界的认知，从未听说过有方法提升天赋的，天赋都是自诞生，就是天道赋予的。许久，韩百柔方回过神，看着从头到尾在自己身上不知辛劳的少年。韩百柔笑了，笑得面带桃花，笑得勾魂夺魄。1个时辰悄然而过，首次灵魂与肉体的极致双修总算是结束了。师姐阴阳之气你都吸收了吧？得到了韩百柔的元婴之力，林天阳可没空去炼化阴阳之力。许久，韩百柔也顺利吸收了全部的阴阳之气，突破了1个小境界。少女疲惫不堪，浑身香汗淋漓，但却掩不住她对身上男子的满眼宠溺与深爱。林天阳的神秘，林天阳的天赋高到她都觉得自己压根就配不上这个师弟。无数的冲击之下，韩百柔终究还是忍不住，转头朝林天阳望去，疑惑道：师弟，你当初测试天赋真的是1品灵台9灵根的体质吗？林天阳正兴奋着，敷衍道：是的。韩百柔的元婴之力不但冰寒且浓郁，是他目前所有的女人都无法比的。仅仅1个时辰，他便突破了4个小境界，直接从合丹境1层跳到合丹境5层。林天阳震惊不已，就算是得到赵敏的元婴之力，也才提升不到2个小境界，况且当初还是筑基境，而韩百柔的元婴之力却直接帮他突破了4个小境界，还是合丹境的小境界。二人互相被对方所震惊到，久久未语。躺在林天阳怀里的韩百柔看着林天阳胸前的虎纹，韩百柔指尖不停顺着虎纹游走着，随后好奇道：师弟，你误入的试炼之地是白虎的试炼之地吗？林天阳没有隐瞒，毕竟都是自己的女人了。是啊，师姐你怎么知道是神兽白虎的试炼之地？我好像都没跟你说过。韩百柔谨慎道：师弟，以后莫要向他人提起你获得神兽白虎的传承，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
你懂吗？看着怀中少女的满眼担忧，林天阳非常满足道：知道了，师姐，我都懂。师姐如今可是我的女人，若不然，你刚才神识就进不去我识海了。韩百柔转念一想，也对，毕竟林天阳识海内可盘踞着神虎的灵魂。林天阳惊喜道：师姐，你好厉害，不愧是天鹰之体。你看我的境界已经和丹境5层了。韩百柔一脸宠溺，伸出玉手就抚摸着林天阳的脸庞。韩百柔都无语了，这哪里是什么听话的师弟，活脱脱一大骗子。然他完全想不到林天阳会如此霸道，丝毫没有给他救。听着屋内发出的奇怪声响，急促的呼吸声，门外一身黑衣的仙子急促道：师侄，你没事吧？啊！听到屋外自己师叔的声音，韩百柔惊吓出声。黑衣仙子声音带着焦急，关心道：师侄，你不会练功走火入魔了吧？师叔这就进来给你看看。仙子刚要推开房门，屋内却传出了韩百柔惊慌的声音：师叔，不要进来，我没事，刚才只是做了个噩梦。韩百柔满脸羞愧，她可从来没有说过谎，却为了这个男人说谎了。然见自己师叔来了，林天阳却完全没有饶过他的意思，气得韩百柔火冒3丈，却又不敢发作。韩百柔玉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小嘴，生怕再发出任何奇怪的声音。韩百柔没事，黑衣仙子皱着的柳叶眉方式展开，她师姐闭关前还刻意叮嘱她照看好韩百柔，她可不敢大意。没事就好，师侄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执法店主的大孙女失踪了，我探查了整座刘府都找不到她的身影。看着林天阳满脸邪笑，韩百柔又气又恼，随后尴尬道：师叔，我忘记跟您说了，我怕有变故，亲自把执法店主的大孙女带到府内了，师叔太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这样啊，师侄，那你也早点休息。一息3息，感受到自己师叔穿过阵法走出洞府，韩百柔揪着的心终于停了下来。韩百柔完全想不到林天阳竟然如此大胆，自己的师叔在门外，他还敢对他。经过这一夜，韩百柔不停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要相信林天阳说出的话了，无缘无故就受到一夜的摧残。直至天微微亮起，林天阳一副神清气爽，得到了韩百柔剩余的全部元婴之力，他总算突破到合丹境6层。林天阳伸手就将浑身虚弱的大功臣拥入怀中，闻着他的体香，邪笑道：师姐我好喜欢。韩百柔四肢无力，虚脱的他压根就无力再去推开林天阳，看着这个胆大霸道的师弟，满眼委屈。过分，太过分了，明知道他已经很虚弱了，还如此无赖。这哪里是什么双修，这明摆趁他病要他命，一点都不怜香惜玉。感受到对方的眼神，林天阳安抚道：好师姐，柔儿宝贝，是我不好，我跟你道歉，你莫要生气了好不好？原本一脸委屈的少女听着林天阳亲切的称呼，诚恳的道歉，就已经原谅了林天阳，却依旧摆出一副很生气的表情，鼓着腮帮冷声道：师弟，你真的知道错了吗？听到韩百柔的话，林天阳便猜出韩百柔已经不生气了，看着韩百柔的表情，反倒更像是在撒娇。林天阳顺坡下驴，柔声道：真的，师姐，我知道错了。在得知林天阳的天赋后，韩百柔如今都觉得自己高攀了林天阳，又怎么会为了这些事生他的气？砰！屋内茶盏霎时碎了一地。刘文俊一早便穿上大红喜服，准备再度前往，把谭悠悠娶进门。今日刘家可是把族内和阴境的高手都召集了起来，就是要逼谭家就范。然不等他们前往，却收到家丁被杀、谭若红不见了的消息。刘文俊连忙禀告了自己的爷爷。刘文俊眼神充满杀意，委屈道：爷爷，他们谭家太欺负人了吧，悔婚不说，连嫁出去的人还抢了回去。流口水宠溺道：俊儿，昨日没做好准备，今日爷爷必定把二女一同给你带回来。走，前往谭家要人。随着流口水一声大喝，族中高手纷纷跟随朝谭家赶去。很快众人便来到谭家大门，流口水飞身而起，大声喝道：谭斩匹夫，给老夫滚出来！一声破凡境威压的大喝声，吓得谭府众人浑身发颤。谭斩本就猜出今天会有一场硬仗要打，毕竟谭悠悠的事还没了，却没想到流口碎会一大早带着族人过来闹。谭斩面露冷冽，飞身穿过阵法，散开威压，与流口碎相对而立。二人四目相对，杀气腾腾，大有股准备大打出手的意思。谭正武身为家主，老一辈的他插不上话，穿过阵法出府，便见同样杀气腾腾刘文俊，便立马上前，一副恭维的询问道：女婿啊，这一大早的发生了什么事了？没办法，一出府
他便察觉到刘文俊身后数十名他和丹境5层都探查不出修为的人，很明显对方这是把族中元婴境的人都带过来了，大有一副准备向他们谭家开战的架势，吓得他冷汗直冒。刘文俊怒道：你们谭家好得很，昨日悔婚，昨夜还掳走我的妻子，今日你们不给我刘家一个交代，那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谭正武那个气啊，自己女儿被他当狗一样关在笼中，高高吊起，若不是家族实力太过悬殊，他早就想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侏儒。谭正明一脸无奈，好声道：女婿，红儿不是在你们刘家，我们没有掳走红儿。谭展看着自己这个大儿子就一肚子气，修炼没天赋，身为家主连家主的气势都没有，竟然在一个小辈面前卑躬屈膝。刘文俊压根就不相信谭正武的话，怒道：不是你们掳走若红的，还有谁？若不是你们，那你把府内阵法打开，放我们进去。府内一众女眷境界不堪，谭正明再蠢也不可能轻易答应刘文俊的话，毕竟一旦打起来杀红了眼，没有阵法的庇佑，那境界低的族人将十不存一。见刘文俊那一副完全不将自己这个岳父放在眼里，谭正武已经看出没有转圜的余地，方退到府门前，随后便朝空中的父亲投去了目光，毕竟是光家族存亡，他也只能仰望自己破凡境的父亲了。谭展听着地面上的交谈，大致知道发生什么事，随即冷笑道：流口水，你们家把我孙女弄丢了，我没找你们麻烦，你反倒找上门了，当真可笑。看着谭展不知情的模样，刘口穗已有猜测，不是谭展干的，毕竟谭展身为执法店店主，做事还是很公道，不像会说谎的人。随着二人气势不断提高，其余4大家族以及另外3殿一阁纷纷赶来劝架。原本铁桶一般的5大家族老祖对阵4殿主一阁主，最高战力保持着一个平衡，然赵德柱来了过后却往谭展那方靠拢，使得另外的4大家族老祖都有点不知所措。这一点谭展倒是不意外，毕竟赵敏如今已经是林天阳的女人了。刘口穗火冒三丈，怒道：赵德柱，你是要退出长老联盟会吗？赵德柱丝毫没有给刘口穗留面子，完全是踩着流口水的脸说道：我可没说要退出长老联盟会。流口水，你积点德吧，你那半丁点大的孙子祸害完人家一个孙女，还想祸害人家第2个孙女，老夫这是帮理不帮亲。随着身份令牌不停发出的幽光，林天阳缓缓睁开了双眼，感受着少女在他怀中均匀的呼吸声，看着他那线条都难以勾勒出的容颜，林天阳伸出手指轻轻从他弯眉划过。韩百柔睡得很沉，丝毫没有被从梦境拉出，粉嫩的小嘴微张，咽了咽香涎，一脸十分享受的表情，趴在他的胸膛之上，继续未做完的美梦。林天阳微微抬头看了看窗外日头，方知已是下午。落枕旁的身份令牌不停散发着刺眼的微光，林天阳打开一看，便见谭悠悠、赵明2丫头给他发了数十条信息。林天阳打开看了看：师弟，是你救了堂姐吗？师弟，你有没受伤？师弟，你在哪里？师弟，刘家已经堵到谭家大门口了。师弟，我爷爷是站在谭家这边的，嘻嘻。一条条信息很快便进入林天阳眼里，方知晓如今宗内高层正跟其余的4大家族对立着。林天阳在决定救下谭若红，就已经想到会有如此结果，若有让他意外的便是赵德柱会义无反顾站到其余4族的对立面，为谭家撑腰。林天阳想了想，还是朝2女发去信息，叫2人别出小院，别去掺和他们那些大人物的事。2女很快便朝他发来：好，反正人小爷是救了，你们爱咋地咋地。林天阳暗念道。林天阳深知没那么容易打起来的，毕竟2方都有人站队，若会打起来早就打起来了。正当林天阳准备躺下继续怀抱身前娇躯入眠，却被余光一凭空出现的仙姿勾去了心魂，思绪飘散，一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的仙子立于珠帘之后，林天阳不禁咽了咽口水。韩百柔已经是他2世所见最惊艳的女子，然眼前女子竟让他失了心魂，美得让他觉得多看一眼对女子都是一种亵渎。她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下的菊花，体态风貌如春风中的青松。她在珠帘后时隐时现，像青云龙月，浮动飘忽，似回风冬雪，静而视之，仙丽如碧波间绽开的仙莲。她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靴，腰细如树，秀美的景象，露出白皙如玉的肌肤，发髻高耸如云，长眉弯曲细柳，一双闪亮的眼睛，2个面泉下甜甜的酒窝，挺巧的鼻梁，红唇鲜润。她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她身穿浅蓝色罗裙，腰间带着精美的玉佩，
她脚着是有花纹的小白靴，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林天阳双目失神，口干舌燥，身体不自觉地缓缓起身，任由怀中少女跌落至床榻之上，便想去牵起那谪仙般的仙女。女子见眼前景象，双目圆睁，她都没想到出关会见到如此气愤之事，且男子还敢朝她露出贪婪的目光，混账！女子大喝出声，林天阳却仿若听到百灵鸟的鸣叫，依旧没有停下朝女子挪动的脚步，直至被一股汹涌澎湃的威压震开，倒飞撞到床沿处，感受到喉咙涌起的热流，方回过心神。噗！沉睡中的少女被熟悉的声音惊醒，睁眼便见眼前女子眼含怒意，颤声道：“师尊！”韩百柔完全想不到他师尊会提前出关，吓得他惊慌失措，双眼瞬间湿润，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听到师尊二字，林天阳赶忙起身，拿起服饰令牌，不等他有所动作，便见女子玉手一挥，他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如流星般倒飞而出，撞碎窗台，穿过小院阵法，穿过云层，直至撞到笼罩合欢宗的阵法，整个人以一个大字形缓缓从阵法滑落。韩百柔还想阻挠，接触到自己师尊眼神的瞬间，吓得他小手发抖，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最亲近的师尊，连忙拉起警备躲了起来，抽泣道：“师尊，对不起。”呜呜，女子那个气啊！呼吸急促，身前荡漾起伏。他没想到自己悉心培养的弟子，竟会不顾他的告诫，私自与普通男子发生关系。听着韩百柔的哭声，女子终究还是心软，不忍惩罚他，上前将躲在警备下的弟子抱起，安抚道：“柔儿，你傻啊！师尊不是说会给你挑选天底下最好的男子，你怎么可以轻易与他人？”女子还没说出后面的话，便察觉出异常，愣住了。不对，柔儿是天阴之体，那男子怎么可能承受柔儿体内的阴气？女子柔声安慰道：“柔儿不哭了，师尊不怪你，可以跟我说说他的事吗？”感受到自己师尊语气温柔，韩百柔方探出小脑袋，看着自己悉心培养的弟子满脸泪痕，女子心都揪了一下，随后替他擦去泪痕。韩百柔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绝美的师尊，温柔的替他擦去泪痕，忐忑道：“师尊，你不生柔儿的气吗？”女子没好气道：“生气又能怎么样？你不也给了那个混小子了？”韩百柔破涕为笑，抱着自己师尊的手撒娇道：“师尊人家好想你。”少贫嘴，你这哪里是想师尊，为师告诫你的话都被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韩百柔一副信誓旦旦道：“真的，人家真的好想师尊您，人家都快10年没见过师尊的容貌了。”说罢，少女还伸出玉手，没大没小的在自己师尊的脸蛋摸了下。女子满脸宠溺，看着韩百柔道：“柔儿，你不打算跟为师说说那男子的事吗？”韩百柔满脸羞涩，微微露出笑容，小声道：“师尊，师弟很好。”看着少女花痴模样，女子暗念道：“这哪里是什么圣女，这分明就是身心皆负女子的表情。”女子没好气道：“柔儿，别瞎扯，为师没有跟你讨论他好不好的问题，为师是想知道你体内阴气的问题。”韩百柔笑起，双眼都眯成一条线，高兴道：“师尊，都是师弟替人家摆脱阴气之苦。对了，师尊，师弟很有可能就是天阳之体，师弟体内的阳刚之气比我体内的阴气还要浓郁10倍不止。还有师尊，咱们宗门的测灵石是不是坏掉了？灵师弟并不是一品灵台，下品9灵根的体质，而是散发着白色光芒的灵台，还有他的灵根是10灵根，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冰黑白，且灵根的品阶极高，就连我都得仰视。”女子目光深邃，看着韩百柔讲述着关于林天阳的一切，并不像说谎。她只听说过最多5条灵根，也就是传说中的5行体质。相传5行体质的人诞生，世界将会发生大动乱，但却从未听说过什么10灵根。当然有的东西，韩百柔还是没有透露给自己的师尊知道，比如灵台上的白色气体可强行提升天赋，以及白虎神魂之事，并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师尊，只是没得到林天阳的同意，他也不敢说出。当女子听到林天阳的种种事迹，既好奇他越阶的战力以及境界提升的恐怖，又气愤对方是个登徒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如此多的女子，就连第一次见他都敢生出觊觎之心。林天阳落地后便马上穿好服饰，还好宗门入口处平日并无人，否则他大白天就出来遛鸟的行为，非被人笑死。一想到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女子身姿，林天阳淡淡一笑，感慨道：“不愧是天武第一美，当真是勾魂夺魄。柔儿，你今晚把那小子叫回来，师尊亲自查探一番，若真如你说那般，师尊便同意你们来往。”
但他若想名正言顺得到你，那他必须自己证明他有资格成为圣子，师尊不会偏袒他。韩百柔高兴道：师尊，真的吗？你真的同意我们来往吗？女子并没有回复韩百柔，顺身便飞出小院。五大家族之首李德旺传音道：刘老弟，我看你们两家联姻之事，不然还是算了吧。李德旺压根就不想趟这趟浑水，但是他身为长老联盟会盟主，若是不替自己麾下的人撑腰，恐长老联盟会就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那他这个盟主也就没有任何权威了。流口水原本打算依靠家族实力逼谭斩就范，乖乖交出2个孙女，但他万万没想到，其余3店主一阁主会掺和进他们两家的私事当中。最令他生气的是，赵德柱竟然倒戈到对方阵营当中，如此一来，对方的最高战力就有5人，而他这边加上其余3大族也才4人。至于族中那些元婴境的战力，在破凡境面前压根就不够看。当然，若是真正开战，以长老联盟会的实力，当然还是要强于4殿一阁主家赵家，毕竟长老联盟会人数众多。可流口水也知道，大家只是表面把戏，若真正到生死存亡的地步，李孙王3族未必会全力帮他。况且他都收到李德旺劝退的传音，可若是就这么退去，他刘家往后压根就拿捏不住谭家了。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高空缓缓飘下2名女子，立于两方人马中央，一浅蓝色绝美女子，一黑衣蒙面女子。众人双眼圆睁，有被女子容貌惊艳的，有被2人威压震慑到的。好美，刘文俊都看呆了，口水直流。他压根就不知道合欢宗有这么2号尤物，一美的令他神魂颠倒，另一个看不出容貌，就当他身材就足以令他邪火翻涌。刘文俊仰头朝自己爷爷喊道：爷爷，我不要谭家那2个贱货了，我要那2个女子做我妻子。看到自己孙子手指2女朝他大喊，流口水吓得浑身汗毛竖起。不等2女显威，流口水一个顺身就来到刘文俊身上，踩着他小小的身体下跪。感受到身体犹如泰山压顶，刘文俊瞬间就跪了下来。流口水连忙传音：俊儿，你想死吗？他俩是宗主韩千雪、神使白碧彤，你赶快给我跪下磕头。听到2人身份，刘文俊都呆了，求生欲望强大的他立马回过神，连忙朝高空中的2女磕头，吓得他失敬，流了一地黄水。流口水连忙行礼道：宗主神使，犬孙没见过2位大人，请饶恕他无心之过。听到流口水的话，众人方回过神，连忙朝韩千雪躬身行礼，以及白碧彤行礼。合欢宗最高掌权者宗主以及神使，就算是他们这些长老也得朝白碧彤行礼。韩千雪淡淡道：众长老无需多礼，本座闭关多年，宗内之事还多亏各位长老出力。见宗主都如此说，众长老方敢直起身子，然流口水却依旧保持姿势，低头行礼。没办法，自己这个无知的孙子第一次见宗主神使就犯下如此大罪，他还真担心自己这个独孙有个3长2短，这样的话，那他这一脉就断绝了。不等流口水求情，韩千雪低头朝地上2人说道：刘长老无需担忧，本座还不至于跟一小辈计较。宗主大量，此次回去我必当好生管教。韩千雪出口：谭长老、刘长老，你2家之事本座已经听说了。本座曾说过，宗内不允许行强娶、强迫合修、双修之事。既然你2家并非真心嫁娶，我看2桩婚事就都退了吧。刘长老你看如何？原本流口水就已经有退走之意，如今宗主都发话了，他自然也不敢再做纠缠，连忙回道：一切都听宗主的安排。刘文俊低着头，气得咬牙切齿，原本还想娶姐妹2人服侍自己，没想到到头来一场空。至于谭斩早已经笑开花了，如今孙女不但不用嫁，就连自己大孙女也不必再受苦。既然没事，就都退了吧，都去准备天选之战，圣子的选拔吧。将众位长老打发走，很快2女便回到了天心府。白碧彤在得知韩百柔已经失去元婴之力，满脸惊讶，她完全想不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白碧彤面露愧疚道：对不起师姐，是我没照看好师侄。韩千雪摇了摇头，安慰道：师妹，这跟你没有关系，都是那丫头自愿的。再说你总不能整天跟着她吧。走吧，随我去看看柔儿这些年有没长进。很快2人便来到韩百柔的闺房，见韩百柔在打坐吸收灵气，2人便没出声，只是静静地观望着。随着4方灵气不停朝韩百柔体内涌入，2人渐渐发现出端倪。然2人却不敢贸然发出声音，修是修炼，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打扰，一旦被人打扰，很有可能功法大乱，走火入魔。因此
合欢宗除了杂役住宅区的房子没有阵法守护，其他居住的地方都是有阵法守护的，就是防止修炼被他人打断。因此宗门才会有铁律，弟子若是没犯法，任何人都不许打扰院中之人，就更别说破开阵法了。二人很有默契，就离开了闺房，来到大殿之外。白碧彤惊呼出声：“师姐，师侄吸收灵气的速度那也太快了吧，几乎跟你不相上下了，这不可能是五品灵台的修炼速度啊！”韩千雪凝眉深思，确实，他是知道韩百柔的天赋的五品灵台冰水极品灵根，而且他也是见过韩百柔吸收灵气的速度的。然刚才吸收灵气的速度最少得是6品灵台的天赋，方有如此速度。见自己师姐没有回复，白碧彤再度出口问道：“师姐，怎么会这样？”“师妹，我也才刚出关，你都不知道的事，我自然不知晓。等柔儿运功结束，我们才询问她吧。”很快，林天阳便回到了谭悠悠的小院。刚进入小院，林天阳便见到小园内的妖兽骨架，林天阳都有点被惊到了。仅仅一天，大白就自己造了一只上千斤重的妖兽，这食量，林天阳都有点担忧，以后养不养得起大白。哇哦！大白摇头晃脑，便朝他走了过来。林天阳轻轻抚摸了一下大白的头颅，便从空间之内又传送了一只妖兽出来。看到有吃的，大白不停伸出舌头舔着林天阳的脸。屋内的二女自然也发现林天阳回来了，一左一右便冲出了屋内，朝林天阳怀中扑了上来。谭悠悠激动道：“师弟，我跟你说，宗主已经帮我和堂姐的婚事给退掉了，人家现在不用再担心婚约一事了。”这一消息倒是令林天阳有点意外，没想到那样绝美的仙子办事竟如此雷厉风行，仅仅几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把众人一直头大的婚事给退掉了。说罢，谭悠悠还兴奋到直接在林天阳右脸留下了一个红唇印。赵明有样学样，同样朝他左脸留下了一个红唇。见二女如此和谐，林天阳自然也是高兴的。两位师姐饿了没有？我给你们做晚饭去好呀。好呀。赵敏兴奋道：“悠悠姐，我跟你说，上次我在妖兽山脉吃了师弟烤的一阶4脚牛的肉，真的超好吃的，不但灵气浓郁，肉质还鲜美，吃得我五脏六腑暖洋洋的。”谭悠悠嘴馋道：“师弟，那你快去做吧，我也想吃。”好好好，你们先去屋内待着，我待会做好给你们端进来。趁着二女回到屋内，林天阳就从体内空间每种妖兽的身上摄取了2斤肉出来，20多头妖兽，足足50多斤肉。反正有大白在，他倒是不怕浪费，吃不完就给大白吃。起火烧油炒煎炸煮烤，足足10几种做法。很快整个小院都充斥着各种美味佳肴的味道，就连趴在花园内的大白都觉得自己的妖兽肉不香了，便朝厨房凑了过来。反正有多的，林天阳便直接赏了几块给大白解解馋。3人吃着佳肴，个个吃得嘴角流油，一脸满足。很快，林天阳便感觉到身体的燥热，这种情况还是吃了1块1阶斑鹿的肉，因此林天阳暗自决定下次要多猎杀一点斑鹿。饭后趁着赵敏去沐浴，林天阳早已经饥渴难耐了，将门反锁，便朝床榻上的谭悠悠走去。他都等了大半天，二人迟迟不舍得分开。谭悠悠坐在床沿处，修长的美腿互相交叠，看着林天阳一副猴急的样子，便咯咯咯地笑出了声。林天阳张开大手，就想把谭悠悠搂入怀中，然谭悠悠压根就不如他愿，一个顺身便避开了他的怀抱。谭悠悠满脸娇羞，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娇声道：“师弟，你答应人家一件事好不好？”林天阳急促道：“好好好，师姐，别说1件10件我都答应你。”得到了男人的答应，谭悠悠很主动，便扑到林天阳的怀中。很快二人便吻了起来。谭悠悠闻到异性的气息，便犹如吃了毒药般浑身无力。这么多天的相思之苦，他都有点失眠了。如今林天阳回来了，他本能地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任由林天阳摆布。师弟，人家好想好想你。师姐，我也想你。许是太久没得到男人的疼爱，今夜的谭悠悠非常乖巧，无论林天阳做出多么羞耻的事，他都坦然受之。二人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一刻都不舍得分离。2个时辰过去，谭悠悠方十分满足地躺在林天阳怀里。谭悠悠柔声道：“师弟，你可还记得你答应我一件事？”“知道，师姐你说。”“师弟，你那么多女人了，也不在乎多一个吧？你把堂姐收了呗。”谭悠悠话音刚落，林天阳都愣住了，他还以为谭悠悠这是吃醋了，埋怨他太多女人了，却没想到谭悠悠这是想让他当曹贼。林天阳疑惑道：“师姐你再说一遍。”谭悠悠难为情道：“师弟，师姐知道这样要求你属实过分，但是堂姐对人家很好很好，
他如今已经没了名声，很难再找到好人家，你就当帮人家报恩，收了堂姐好不好？师弟，师姐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就答应人家好不好？林天阳也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族都是非常在乎名声与家族延续的，而刘文俊对谭若红做出的事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婚事虽退了，但谭若红往后估计也只能孤独终老了。林天阳道：师姐，这个不是我想要，堂姐就愿意跟我的。师弟，你用强，只要一次，堂姐肯定会爱上你的，真的。师弟，堂姐超好的，堂姐超温柔。林天阳都有点呆了，这样的话居然会从谭悠悠口中说出，还可。师姐，这个我可不敢保证，我答应你便是，只要堂姐不反对，那我便要她。师弟，一言为定，你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敷衍。好。师姐，那我们可以继续了吗？不行，人家累了。师弟，你外面可是还有一位师姐等着，你舍得她在外面受凉吗？谭悠悠不说，林天阳都把赵敏给忘记了。如今几个时辰过去了，很快林天阳便被谭悠悠推下了床榻。林天阳推开房门，走出屋内，便见赵敏蹲在大白面前，看着大白发呆。许是听到了开门的吱呀声，赵敏便朝屋内望去。啊！看到林天阳此刻的模样，赵敏满脸布满红霞，大叫出声，小手更是连忙捂着自己眼睛。师弟，怎么可以这样？你不知羞？你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出来？这也太羞耻了！赵敏完全想不到，平日温文尔雅、俊朗的师弟竟然会做出如此行为。林天阳笔直朝赵敏走去，直至来到赵敏的身后，将他打横抱起。感受到林天阳的举动，赵敏芳缓缓移开捂着双眼的小手，满脸娇羞地看着林天阳。师姐，我还没洗澡，我们一起沐浴去。啊！共同沐浴。一想到共同沐浴的羞涩场景，赵敏自觉浑身发热，满脸通红。赵敏满眼慌乱，连忙拒绝道：不行，师弟，我们怎么可以一同沐浴？这绝对不行，我做不到。师姐，这怎么就不行了？你都是我的女人了，难道宗门还有规定，师弟不能跟师姐共同沐浴？还是说，师姐后悔做师弟的女人了？赵敏瞪着眼前男子，撅起小嘴，恼怒道：师弟，你莫要瞎说，师姐才没有后悔，只是师姐沐浴过了，你还是自己。赵敏话音未落，林天阳已经霸道地堵住怀中女子小嘴。很快，赵敏直觉浑身酥麻，意识迷离，最后在林天阳无赖的行为之下，被扒去了裙饰，抱进浴桶。再失去了元婴，反倒提升了天赋。韩百柔这一修炼就直接入迷了，短短一个下午，吸收灵气速度的量就顶得他平时一天吸收灵气的量。2轮功法运转之下，他方心满意足退出修炼。然当他睁开双眼，却看到自己的师尊、师叔像看怪物般站在床榻之前，眼神惊讶地看着他。韩百柔玉足着地，连忙向2位长辈行礼，还不等他站稳，便直接软了下来，瘫坐在地上。师弟太过分了，害人家在师尊他们面前出糗，明明知道人家是第一次，还那般对人家。韩百柔暗念道。原本满怀惊讶的2人，眼神瞬间转变，一副幸灾乐祸地看着瘫软在地上的韩百柔，一副叫你不听话，这就是报应的表情。啊！白碧彤惊叫出声，难道是昨夜？韩百柔唰的一下，小脸瞬间通红一片。好了，师妹，就莫要打趣柔了。说罢，韩千雪便上前将虚弱的韩百柔扶到床榻之上。不等韩百柔有所解释，韩千雪便已经分出一缕神识进入韩百柔的体内。白碧彤掩不住好奇，率先出口：师侄，你吸收灵气的速度为何会变得如此快？感受到识海有不属于自己的神识，自己的转变如此之大，反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毕竟眼前2人是他进入修仙界最亲近之人。韩百柔并未阻挠，他总算是知道刚才自己的师尊和师叔为何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他。许久，那缕不属于自己的神识方退出他的识海。韩百柔笑得很甜，看着自己师尊，他也没想到双修过后会有如此转变。韩千雪满眼宠溺，却表现出一脸恼怒，没好气道：你还笑？柔儿，不打算跟师尊说下怎么回事吗？一想到与林天阳的交融，韩百柔便难掩羞涩。韩百柔娇羞道：师尊就是跟师弟双修，师弟体内不但阳气澎湃，还有股很神秘的白色灵气，期间我就看到一缕白色灵气从他体内窜了过来，然后就融入到了我灵台之内，最后灵台便提升了。韩百柔讲得轻巧，然对于韩千雪、白碧彤这些近100岁的仙子，冲击却是无比巨大。天赋生来便注定了，从未听说过有提升天赋的方法，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那是怎样的一股神秘灵气。嘻嘻嘻，白碧彤兴奋道：“太好了，师姐，失职的男人有提升天赋的能力，那我们岂不是也能提升天赋？这样往后我们修炼岂不是一日千里？对了，再把宗门内的女弟子都集合起来，让失职的男人逐个提升天赋，很快我们合欢宗就可以再度出山。”韩千雪师徒二人都愣住了，被白碧彤的虎狼之词惊住了。然白碧彤依旧如打了鸡血兴奋：“师姐你怎么不说话？失职？难道你不愿意把你师弟借一下吗？”韩百柔一想到白碧彤说的画面就发怵：“呵呵，师叔，您跟师尊柔儿肯定是同意的，但是宗内弟子……”闭嘴！一声严厉的呵斥声，屋内瞬间安静。韩千雪不怒自威，双眸瞪大，看着自己这个离经叛道的师妹，呵责道：“师妹，为人师长，你莫要胡说八道。我们不但是柔儿他们的长辈，更是他们大道的引路者，你别把我的柔儿给带坏了。”师姐，可是你的……感受到自己师姐那锐利的眼神，白碧彤小嘴微张，声音戛然而止：“师妹，我知你所想，但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若按你所说的事实是，你是想让我合欢宗被天下人取笑吗？那我们与邪修有何区别？”白碧彤清楚，以自己师姐那传统的性格，定然做不出这等事情来，于是也只能细声道：“师姐对不起，我说过了。”白碧彤虽低头诚恳道歉，但眼神里却藏着一缕邪念，被他巧妙地隐藏了起来。韩千雪转头朝韩百柔望去，再度询问：“柔儿，知道此事的人多吗？”韩百柔听二人的话听得云里雾里的，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邪修。他5岁便被韩千雪带进天心府，18岁才下过一次外门历练，参加过一次外门大比。见自己师尊神情严肃，韩百柔也不敢欺瞒，禀告师尊，师弟在外门还有2位红颜知己，谭长老的孙女和武大家族赵家的孙女。对了，还有嫣儿。韩千雪越听越气，脸色渐渐恼怒了起来：“气死我了！这个登徒子祸害了柔儿跟他的侍女就算了，还拈花惹草。柔儿，你传音叫他滚上来，师尊想看看他是否真如你所说那般优秀诡异。”听到自己师尊的话，韩百柔忍不住欣喜若狂。他并未夸大其词，他相信若是自己的师尊发现林天阳的天赋并不止如此，定不会再阻挠他们之间的来往。好的，师尊，我这就叫师弟上来。对了，柔儿，你今晚就搬到为师的天乐府来住吧。韩百柔不解道：“师尊为何？”韩千雪柔声道：“柔儿，他若真有提升天赋的方法，远离喧嚣，对他才是最好的。你让他明天把他那些莺莺燕燕一同带到你的府内居住吧，以免他的情况泄露。”赵敏羞恼道：“师弟，你太坏了，非要把人家榨干你才满足，人家明天又只能在床榻之上待着了，你满意了吧？”看着怀中一脸疲惫的少女，林天阳忍不住坏笑出声：“呵呵，师姐，这也不能怪我，谁叫师姐这么让人稀罕，我这也是没办法。”听着林天阳的话，少女虽疲惫，但却一脸满足，内心甜甜的。将赵敏抱回床榻，看着早已熟睡的谭悠悠，二人并不敢发出太大声响，生怕惊扰美人熟睡。正当林天阳懊恼今夜要去何处睡觉，落枕边上的身份令牌便发出了微光。林天阳穿上服饰，拿起令牌便走出了屋内。看着韩百柔的传音要他现在前往天心府，林天阳便不自觉地想起白日韩百柔师尊那勾魂的仙姿。一想到有机会再见到那拥有绝世容颜的女子，林天阳丝毫没有犹豫，便朝顶峰疾驰而去。如今何丹6层的他施展乾坤雷击，来无影去无踪，很快便通过一处处守山弟子的盘查，来到峰顶。素梅师姐，这个外门弟子拿着圣女的令牌来得太勤快了吧，3天2头往顶峰跑。春华师妹，你闭关刚出来，有所不知，这个师弟如今可是外门的风云人物，越了3个小境界，斩杀真传弟子战力榜第98名的李英超，那可是号称战力第1长老李道宗长老的弟子。春华满脸不可思议，嘴巴微张，一时竟被林天阳的事迹震惊到了。素梅师姐，真的吗？那个年轻的弟子当真如此厉害？我看他长得温文尔雅，不像是拥有那等超凡战力。春华师妹，这就叫人不可貌相。话音刚落，素梅便见一黑衣蒙面男子悄然出现在春华的身后。他完全无法相信，他们可是执法堂千挑万选出来的合丹境高手，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人靠近。满眼惊恐的他慌乱道：“你们是谁？”看着师姐的表情，春华还以为师姐在跟他开玩笑，气恼道：“素梅师姐，你别吓我，3更半夜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然当他发现素梅师姐的手已经朝腰中佩剑挪去，压根不像是开玩笑，却见身后缓缓伸出大手，手中拿着一块白色的布，瞬间捂住了他的口鼻。呜！春华惊恐，无助，浑身无力。素梅看着春华求救，惊恐的眼神，二话不说便拔出了佩剑，不等他挥出，同样一双大手从背后朝他袭来。林天阳刚进入天心府，便见练功房内灯光璀璨，便朝练功房走入。还没等他进入，韩百柔已经飞入他的怀中。少女羞红着脸颊，兴奋道：师弟，把你的本事都拿出来，师尊想看看你的战力，你可不许给人家丢脸。林天阳都无语了，这大半夜叫他过来，居然是想测试他的战力，花好月圆夜，睡觉双休不香吗？非整这么一出。林天阳抬眼望去，便见练功房内两双想吃了他的美眸。求生欲望强盛的他连忙将韩百柔推开，这一举动下，屋内二人美眸更犀利了。林天阳都懵了，这抱着也不是，推开也不是，他都不知道怎么才好了。感受到林天阳的异样，韩百柔转身张开玉手，便将林天阳护于身后，气鼓鼓道：师尊师叔，你们不要吓师弟，会吓到他的。二人四目相对，都快被气吐血了。这小丫头胳膊肘往外拐。看到韩百柔如此护着林天阳，韩千雪、白碧彤也只好收起气势。这也太小气了吧。林天阳暗念道，原本他还想再次一窥芳泽，没想到韩千雪竟然戴起了面纱，那种若隐若现的美感，这倒令他更激动了，身体燥热的火焰不停翻滚。二女往那一站，就是一幅绝世画卷，就单论身姿，就可令无数男子疯狂。浅蓝裙的仙子就不说了，林天阳已经知晓她是韩百柔的师尊，她的容貌和身姿，林天阳已经见过，那绝对不是凡人所能拥有。至于黑衣仙子，林天阳也从韩百柔口中得知是韩百柔的师叔。比起韩百柔的师尊稍有逊色，就这凹凸有致的身材，林天阳便已经可以确定那黑纱下的容貌定是美的不可方物。感受到林天阳那扫视的目光，韩千雪便觉仿佛被冒犯，心中不知不觉升起恼意，当真好胆，当着柔儿的面竟然敢如此扫视我等，待会必须好好教训他一番。白碧彤面纱之下微微露出笑容，双眼微眯，师侄的男人还挺俊的。原本白碧彤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的心里只有师姐与师侄和修炼，可在得知了林天阳的天赋，潜移默化中便对林天阳产生了兴趣。韩千雪不怒自威，没好气道：本座听柔儿说你战力了得，来朝本座进攻，若你能触碰到本座衣袖，本座便不再阻挠你二人来往。林天阳才不会上当，面前女子境界深不可测，想触碰到对方谈何容易。林天阳恭敬行礼，谦逊道：宗主大人，这不公平的比斗，您别跟弟子开玩笑了，弟子这点境界，别说触碰到您，就连想要进您的身都难，又岂能触碰到您的衣袖？韩千雪再度出口，淡淡道：哦，那你觉得该如何方算公平？林天阳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扬声道：宗主若是跟弟子同境界，弟子定然不会让您失望。很快，林天阳便察觉到面前女子的气息弱了下来。见林天阳已有出手的架势，白碧彤神情一愣，慌乱道：师姐，还是让我来吧。韩百柔颔首道：师妹，你退下先，没事的。林天阳不解，只是一个普通的切磋，为什么师叔会露出慌乱的眼神？韩百柔淡淡道：你可以出手了，本座已经将境界压到合丹境6层了。韩百柔担忧道：师弟，你要小心，师尊好厉害的。林天阳点头回应，笔直走到练功房中央。练功房内，二人目光交错，一声大喝下，林天阳合丹境6层的气势轰然炸开，黑发浮动，衣袖飘扬。韩千雪早已有了猜测，毕竟林天阳可是10灵根，同阶当论灵气，最起码是别人的3倍，甚至更多。然当林天阳气势爆发的瞬间，真正感受到这股磅礴的灵力，他都有些被惊吓到。他很清楚，若是在林天阳这个年纪遇到对方，他可能都提不起与对方一战的勇气。砰！林天阳一脚踏碎脚下的石砖，犹如一头猛虎扑出，便朝韩千雪攻去。虎啸拳，轰！拳气带着权威，犹如猛虎的利爪，他的速度非常快，就如一道闪电，周围灵气都被他的权威分开，瞬间朝韩千雪轰去。韩千雪美瞳微眯，身体侧移，一个翻身高高跃起，轻而易举便避开了权威的攻击范围。林天阳露出得逞的表情，趁着韩千雪身体停在半空的瞬间，乾坤雷击发挥到极致，一个瞬身再度朝韩千雪逼近。猛虎一击！看到林天阳使出乾坤雷击，韩千雪瞳孔轻微收缩，
但很快就想通了，自己这个徒儿连身子都给了人家，传授对方武技，这也不意外。其实韩千雪误会韩百柔了，韩百柔压根就没时间传授林天阳武技，都是灵烟传授的。韩千雪随即左脚点右脚，借着那一点轻微的着陆点，身体就如灵动的鸟儿，强行避开了他的攻击。虎啸震山，随着招式一次次落空，扬起漫天灰尘，轰出无数坑洞，却很快就被阵法再度复原。林天阳已经看出虎啸拳的短板，力量虽足，但速度却太慢了。林天阳再次挥出虎啸拳，借着对方移动的空档，从储物戒取出黑剑，顺身来到韩千雪身前，一剑挥出。当然，林天阳并不敢使出全力，只用了一半的力道，他可不敢误伤到这位绝世的仙子。韩千雪虽把境界压到了合丹境6层的修为，但他的危机意识和眼界可是无法压下来的。在感受到剑气的汹涌，原本慵懒的韩千雪眼神变得认真起来，玉手一掌挥出，借着掌位与剑气后震之力，再一次巧妙避开了林天阳的剑招。观看的二人早已经被林天阳惊住了。乾坤雷击八荒极影剑，那可是合欢宗顶级的天品武技。他们已经调查过林天阳，入宗不到半年，却把2门天品武技学入门。韩百柔更是脱口而出，喊出了黑剑以及剑招的名字：黑格八荒极影剑。韩千雪看到黑格以及韩百柔诧异的表情，便已经猜出不是韩百柔传授林天阳的剑法，而是灵烟。黑格便是他赐给灵烟，保护韩百柔的极品武器。林天阳自然也听到了韩百柔脱口而出的话，时至今日，他方知晓手中的剑名黑格灵烟传授的一式剑招出自八荒极影剑。整整2个时辰，原本林天阳还以为在他的出其不意之下，定能得手摘下韩千雪的面纱。在他使出白虎藏神录第一式白虎咆哮威慑，韩千雪愣了2秒，同时使出第2式白虎出山，提升3倍战力与速度。林天阳都已经露出笑容，他仿佛在看到胜利的天平在向他招手，都已经要接触到韩千雪的面纱，谁料韩千雪直接一脚就把他踢飞了。手比腿短，亏太亏了。于是林天阳就后悔了，使出白虎藏神录的前2式后，原本的韩千雪只躲不攻击，在他使出武技过后，韩千雪的攻击就如雨点般铺天盖地，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看得韩百柔心疼不已。躺在地上的林天阳一脸无奈，为什么会这样？按道理我灵气浑厚，同阶对战不应该会败的。林天阳都懵了，他几乎被压得抬不起头，内心对韩千雪无比佩服。论灵气的浑厚程度以及招式的杀伤力，他明显占优，可韩千雪却每次都能巧妙地化解他的招式，甚至给予反击。见林天阳已无战斗的意识，韩千雪方停下手中的招式。韩千雪低头看着林天阳，思索了片刻，开口道：你太差了，战力虽强，却只会使用蛮力，战斗意识更差，连本座下一步会如何出招都观察不出。你就打算这样去参加天选大战吗？战斗出招之前不能露出任何破绽，而你还没出拳，手便已经先抬起，摆好架势，你这很明显就是在提醒敌人，我下一步准备做什么。林天阳虚心受教，这一番话他总算是想通了，为什么每次韩千雪都能巧妙地避开他的攻击。韩百柔刚想上前扶起林天阳，韩千雪俯身抢先一步来到林天阳身前，玉手刚接触到林天阳臂膀，轰！林天阳识海一阵嗡鸣，随后便见韩千雪连连后退，瞳孔不停放大，直至瘫坐在地板之上。白碧彤连忙上前扶起韩千雪，担心道：师姐你没事吧？韩千雪仿佛被惊吓到，颤声道：师妹没事，我们走吧。见自己师尊师叔走出练功房，直至感受到2人穿过阵法走出洞府，韩百柔方心疼道：师弟你别怪师尊，师尊人很好的。原本一脸失意的林天阳转头便露出灿烂的笑容，柔声道：师姐我怎么会怪宗主大人，我感谢他还来不及，他这是在指出我的缺陷，让我变得更强。师弟你能如此想便好。说罢，韩百柔便从储物戒内取出一颗绿色的丹药，朝林天阳嘴里喂去。丹药入腹便化作一道道暖流，不停恢复着他的伤势。林天阳转念一想，好奇道：师姐上次的筑基丹和现在的丹药都是哪里来的？少女扬起笑容，得意道：师弟这些都是师尊给我炼制的。见林天阳满脸好奇，少女又道：师弟你想学不？改天我求师尊教你。林天阳连忙点头，他空间内的灵药可是一直不停成长着，林天阳自然是想学的。学会炼丹，不但能炼制辅助破境的丹药，还能炼制出恢复伤势的丹药，这可是好东西。看着令牌不停发出亮光，
韩百柔便已经猜出是自己师尊在催促他过去。看着林天阳，韩百柔一脸不舍道：“师弟，人家要去隔壁师尊的洞府住几天，洞府就交给你了。”卧槽！不行，绝对不行！他如今早已习惯抱着美人入眠，又怎舍得韩百柔离开？见韩百柔要离开，林天阳立马上前将她搂入怀中，连忙道：“师姐，你不在，我哪里睡得着？”感受到身后传来异性的气息，韩百柔瞬间就软了下来，满脸娇羞，倚靠在林天阳结实的胸膛。有了一次后，就如同中了毒药般，韩百柔满眼不舍。很快，他就鼓起了勇气，转身便主动朝林天阳递出红唇。许久，二人一阵旖旎方分开。感受到怀中令牌不停发出微光，韩百柔气喘吁吁道：“师弟，师尊在催促了。”少女调皮道：“师弟，你今晚就独守空房吧。”林天阳也不想让对方为难，便松开了手，淡淡道：“好。”还没走出练功房，少女再次转身，没好气道：“师弟，师尊说叫你搬到天星府来住，还有把你那些红颜知己一起带过来。”此言一出，林天阳就像中彩票头奖般乐开花了，还不停在心中夸赞宗主会来事。林天阳心情愉悦，他都还在烦恼房子的事情，如今赵明整天黏着谭悠悠，霸占了他的床位，整得他都没地方睡，且想双休也十分不方便。搬到天星府，一人一间房，完全住得下，挨着林嫣儿的闺房，除去谭若红住的一间房，还有3间空房，主殿更是3房1殿的格局。看着林天阳那一脸邪笑的表情，韩百柔满脸恼怒道：“师弟，不准把人带到我的房间！”哼！随即转身便离开。回到天乐府，白碧彤好奇道：“师姐，你都探查到什么了？为何会如此慌张？”韩千雪不可思议道：“师妹，相传天武大陆有神兽的传承之地，但却一直没人找到。我怀疑此子应是获得了神兽的传承。”白碧彤一脸质疑，惊声道：“师姐，你是说那名弟子获得了神兽的传承？”师妹，你回想下他方才使用的武技，宗内压根就没有这等7、8山河的武技。且我刚才接触到他身体，想探查一下他的天赋，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师姐，你看到了什么？一只白色的吞天巨虎，不等我神识看清此子的识海，我的神识便瞬间被那睥睨天下的虎啸声震散了。白碧彤久久无法淡定，身前波涛起伏，他想不通神兽白虎的灵魂为何会托付到林天阳的体内。妖兽向来高傲嗜杀难驯，想跟他们签订灵魂契约都极为艰难，更何况是4大神兽的灵魂。韩千雪认真道：“师妹，从明天开始，你去督促他修炼。”白碧彤疑惑道：“师姐，你想培养他做圣子，为何不亲自教他？”师妹，不到5年了，50年的劫难将至，他身后需要站立可靠之人，以他能提升女子的天赋能力，我想教导他身旁的女子修炼，这样有他们在，相信大劫到来，我们这种九流宗门肯定能存活下来。师尊，人家来了。人未到，府内便传来少女灵动的呼唤声。很快，韩百柔便飞入大殿，扑入自己师尊的怀中，就仿如离家多年的女儿回到母亲的怀抱。少女一阵深呼吸，满足道：“师尊的味道好香。”看着小丫头红唇微肿，白嫩的脖颈处还留下几道未消散的草莓印，韩千雪眼神既恼又宠。恼，林天阳欺负自己的徒弟；宠，韩百柔总算是长大了，都懂得自己找男人了。众人走后，长夜漫漫，林天阳独自在韩百柔的床榻上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睡。每当他闭上双眼，便会出现宗主白天那绝世的容颜，勾魂的仙姿。忍受不住寂寞的他，终究还是走出了主殿，朝林嫣儿隔壁的房间走去，敲响了房门。3更半夜听到有人敲门，谭若红吓得一哆嗦。他今日收到了自己父亲的传音，得知已经和刘文俊和离的消息，就仿佛解脱了妖魔的把控，2年来紧绷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然高兴不过数个时辰，他就已经在担忧自己的未来。毕竟他不是宗主的弟子，总住在圣女的洞府也不好。但一想到刘文俊对他做出来的事，那种有辱家族名声的事，如今他名声已毁，他又无脸返回家族。无助的他压根就不知道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谭若红颤声道：“谁？”听到屋内传出声音，一想到自己来的目的，林天阳便觉老脸火辣辣的。林天阳尴尬道：“那个堂姐，是我。”谭若红上前，刚想去拉开门锁，小手却停在了半空。他如今心情很乱，想找个人聊天，却又不知道找谁。可门外之人又是他的堂妹夫，3更半夜相见，他总觉得不太好。1夕、3夕、10夕，正当林天阳打算回去，
屋内却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吱呀！大门半开，女子露出了脸蛋，柔声道：“师弟，有什么事吗？”那夜林天阳匆匆一瞥，且谭若红灰尘泪痕满面，压根就没看清楚对方的容貌。如今再见，已是判若两人。谭若红长得极为清秀得体，皮肤白皙细腻光滑，容貌也是上上之姿。林天阳暗自咽了咽口水，他都在想谭悠悠教唆他的事情了。那个堂姐，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往后的事。谭若红眼神慌乱，随后心中略微思索，暗叹：也对，自己如今婚约已经解除，师弟来跟我商量搬出天心府也是正常的。谭若红转身朝屋内走去，见对方没有堵住门了，林天阳大步跨入，关上房门，便坐到谭若红对面。那个堂姐，林天阳刚喊出，谭若红果断打断道：师弟，你与我堂妹并未嫁娶，还是以宗门的称呼唤我。林天阳闭眼定了定神，直接道：师姐，我要你做我道侣。啊，师弟要我做他道侣，我不会听错吧？这怎么可以？他可是堂妹的道侣，师弟天赋超群，怎么会要我这种残花败柳？谭若红都懵住了，双瞳不停放大，诧异地看着林天阳，疑惑道：师弟，你刚才说什么？师姐，我想要你做我的道侣。再次听到林天阳的话，谭若红方确定刚才不是幻听，他神情严肃，恼怒道：师弟，你救了师姐，师姐感激你，师姐命还你便是，但请你莫要胡说，我是死也不会对不起堂妹的。说罢，谭若红直接从储物戒取出一把锋利的短剑，便朝脖子抹去。林天阳都愣住了，他都想不到谭若红竟是一位烈女子，好在他如今境界大涨，速度够快，不然他还真拦不住谭若红的举动。林天阳右手直接握住利剑，猛地发力，直接从对方手中夺过短剑，左手顺势直接将对方搂入怀中。一柄凡剑，连林天阳的皮肤都破不开。利剑被夺，还被林天阳搂入怀中，谭若红犹如一个泼妇，小手不停朝林天阳背后捶打，怒骂出声：混蛋，放开我！见正脱不开林天阳的怀抱，谭若红委屈哭道：我虽名声已毁，但不是不要脸的女子。二人就这么保持着许久，谭若红方平息了下来。见对方已经冷静了下来，林天阳方松开了手，替他擦去泪痕，看着谭若红认真道：师姐，悠悠师姐叫我强要了你，她很担心你的未来，想要我给你一个安定。当然我也很欣赏师姐，师姐花容月貌我也很喜欢，但若师姐不愿，我不强求。说完，林天阳便转身大步朝门口处走去。听到是自己堂妹担心他，谭若红只觉浑身无力，便瘫软在地上大哭出声。林天阳原本准备开门离开，听到身后女子哭得撕心裂肺，却迈不开腿，再度返回，将趴在地上的谭若红大横抱起，朝里屋床榻走去，直至将她抱到床榻之上。谭若红虽没再哭出声，但双眼却止不住落下一滴滴晶莹的泪珠，看得林天阳一阵怜惜。看着这样长相性格如此之好的女子，林天阳还是想再争取一下，俯身缓缓朝她靠近，直至吻住对方的红唇。谭若红也没再抗拒，湿润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林天阳。唇分。见谭若红没再抗拒，林天阳心中一阵窃喜，心中暗道有戏，随即更大胆了，大手直接掀开谭若红的裙摆。终于谭若红眼神开始慌乱，玉手连忙抓住林天阳的手，许久方开口道：师弟，我收买过2次人去刺杀你，你还想要我吗？谭若红都不敢去直视林天阳的眼睛了，愧疚的他缓缓低下了脑袋。原本他可以选择沉默，不跟林天阳说，但两人若真的在一起了，他不想往后与对方有嫌隙。思索再三，他还是选择坦白，告知对方长痛不如短痛。2次，林天阳转念一想，便猜出是哪2次了。一次发生在杂役区，一次则是靠近谭悠悠小院的那2人。林天阳淡淡一笑，认真道：师姐能跟我坦白，我很高兴，你都是为了悠悠师姐好，我知道的。听到林天阳说出的话，谭若红原本已经止住泪水的双眼，就像水龙头被打开，再度哗啦啦地流出泪珠。林天阳左脚蹬右脚，褪去鞋子，直接躺到床榻之上，将谭若红拥入怀中，安慰道：师姐，都过去了，我没怪你。感受到林天阳的手已经在解他腰间系带，谭若红满眼慌乱，急促道：师弟，把照明灯关了。林天阳大手微微停住了，看着谭若红。谭若红继续颤声道：师弟，我……随后便扭头朝床榻深处望去。林天阳伸手轻轻将对方的头摆正，直视着自己的眼睛，柔声道：师姐，
我既想要你，就不会嫌弃你。听着林天阳的话，谭若红虽有所感动，但却十分紧张，双眼不知往哪看，最终选择闭上双眼。很快随着系带被解开，裙子瞬间滑落。然见到女子娇躯的那一刻，林天阳满眼充满杀意，少女浑身青紫交加，除了肩膀以上的部位以及双手与双腿，就找不到一块没有淤青的地方。若不是境界不到家，他此刻都想杀上刘家的大门了。看得林天阳触目惊心，心疼不已。他都想不到一个20岁的少女是如何拖着这样的一副身体存活下来的，身体上新伤压旧伤，有的部位伤口他都看不出是什么时候受的伤了。少女浑身发抖，她的手紧紧握着床单，呼吸急促，紧闭的双眼，睫毛再度湿润，浑身淤青的娇躯，林天阳都找不到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一想到此刻他若放弃，会再度伤到少女脆弱的心灵，谭若红浑身一抖。林天阳心疼道：“师姐对不起，我来晚了。”谭若红摇了摇头，依旧紧闭双眼，不敢睁开双眼。她怕见到林天阳嫌弃的眼神。许久，二人方拥抱在一起，沉沉入睡。翌日清晨，林天阳睁眼便发现怀中少女正羞红着脸颊，玉指在空中描画着她的轮廓，就仿佛生怕忘记了她的相貌，想牢牢刻在心间。师姐早啊！看到林天阳醒来，谭若红立马就躲到锦被之下。林天阳刚想起身，就发现身体的异常，原本核丹境6层的他，一跃直接来到核丹境7层后期。林天阳很清楚，只是运作2轮功法双修，境界压根就不可能提升这么大，除非……很快林天阳就有了猜测，缓缓掀开锦被，谭若红的小脑袋就露了出来。林天阳宠溺道：“师姐，我境界突破了，你不解释一下吗？”听到林天阳的发问，谭若红方细声道：“师弟，人家原因一直都在，只是被我自行破开了。”林天阳满眼疑惑，追问道：“师姐，你没跟那个畜生？”谭若红满脸羞涩，低声道：“师弟，他是天烟之人，自破原因就是为了保存刘家那可怜的颜面，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那个侏儒是天烟之人。”林天阳欣喜若狂，大笑出声：“活该，这就是近亲的代价。”听到林天阳的笑声，谭若红只觉心里甜甜的，她也想要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因此一直洁身自好，从未与人双修过。“师姐，你休息，我去给你做早餐。”谭若红连忙坐起身子，询问道：“师弟，你要吃什么？师姐给你做。”谭若红还想起身做饭，裙子还没来得及穿上，便被林天阳抱回床榻，用锦被包裹了起来。林天阳宠溺道：“师姐，你受累了，多睡一会，待会做好，我给你端进来。”啊！谭若红惊呼出声：“师弟，这怎么可以？男子怎么可以下厨？”谭若红始终认为做饭该是女子所做之事，君子远庖厨，她还是懂的。林天阳反驳道：“师姐，谁说男子不可以下厨的？我就经常给悠悠师姐做饭。”谭若红满眼震惊，刚想爬起的她都僵住了。自从18岁嫁到刘家，谭若红便没有被人如此呵护过，每天过得胆战心惊的，稍有不如刘文俊的意，便是一顿毒打。如今跟了林天阳，不但不嫌弃他名声不好，还如此待他。谭若红满眼感激道：“师弟，谢谢你。”林天阳淡淡一笑，伸了伸懒腰，骨头噼里啪啦响了几声，随即穿上了服饰，便走出屋内。“店主，宗内女弟子失踪案件越发严重了，昨夜又有几十名女弟子失踪，甚至还有值班的弟子失踪了。”谭展目光深邃，他总感觉要有大事情发生了。平日失踪一个半个倒也正常，毕竟偌大的宗门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每个弟子。或许是在妖兽山脉历练，丧命于妖兽之口，或许是遭遇暗杀，在实力为尊的世界再正常不过了。但若是同时失踪几十名弟子，那就肯定有大阴谋。谭展面色深沉，望着大殿之内的众人，咬牙切齿道：“吩咐下去，从现在起，宗内每个岗位人手增加1倍，提醒弟子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莫要被贼人钻了空子。”副店主哀叹出声道：“店主还是谨慎点，如今宗主出关了，要不将此事禀告宗主。”谭展挪动着矫健的步伐，一番考量，严肃道：“老秦，宗主刚出关，就莫要去打扰了。你我从今日起就日夜轮流看守，照看好弟子们。”谭展继续道：“这么大体量的人口失踪案件，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为，迟早会露出破绽的。”刘家大殿，刘文俊此刻满含怒意，仿如快要被引爆的炸药包，不甘道：“爷爷，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谭家那2个小贱人吗？您知道外面大家是如何取笑我们刘家的吗？外面都在传刘家婶儿扮大小子想吃天鹅肉，
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文俊越想越气，他堂堂5大家族刘家，竟然被强迫退婚和离，愤怒早已经令他失去理智了。爷爷，我们去把谭悠悠的小院阵法破开，把他抓过来。流口水一脸恨铁不成钢，怒道：你愚不可及，不就是个女人吗？得不到换一个便好，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得罪宗主。他如今刚出关，实力不详。见自己孙子稍微平息了下来，流口水一脸宠溺看着这丁点大小的孙子，一如儿时那般乖巧，安慰道：俊儿，2个已经失身的丫头，咱们就先不要了，你好生修炼，争取成为合欢宗圣子，到时候想要什么女子，不都是任你挑选吗？刘文俊一脸懵逼，自己爷爷何曾对他如此凶过？明明他才是此事的受害者，他没想到自己爷爷也会畏惧宗主。刘文俊疑惑道：爷爷，不是你叫我拿下谭家的2女的吗？我是想跟谭家联姻，谁叫他们家男丁不兴旺，但前提是不能坏了大事。俊儿，爷爷跟你说。原本愤怒不甘的刘文俊在听到自己爷爷的讲述，眉毛逐渐舒展开。很快屋内便传出一老一少的大笑声。来来来，师姐起床吃饭了。很快林天阳便用灵泉和极品灵米做了一顿丰富的佳肴。一眼朦胧的谭若红刚睁开眼，便发现自己如今已经被林天阳抱到桌上。看着桌面上各种珍贵的妖兽肉以及一锅清澈鲜红米粒煮出来的粥，谭若红自然认得出这是售价昂贵，一斤就要贩卖10块零食的极品灵米，再加上那灵气浑厚的妖兽肉，谭若红都不敢想，就这么一顿佳肴要花费多少零食。满眼肉疼的她甚至连碗筷都不敢动。谭若红心疼道：师弟，你这也太奢侈了吧。师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零食？林天阳解释道：师姐，这不要零食的，妖兽肉是我的灵兽捕获的，极品灵米是我在妖兽山脉捡来的。林天阳早就想好如何回复，灵米的出处问就是捡来的。很快林天阳便打了一碗粥，舀起粥递到谭若红小嘴前，轻声道：师姐快尝下，这个粥对你伤势有帮助。谭若红满眼感动，微微张开小嘴，任由林天阳将粥喂到她嘴里。很快粥水入腹，便化作无数暖流，滋养着她伤痕累累的娇躯。然此时的谭若红满眼震惊，极品灵米煮出来的饭她还是吃过的，虽很少吃，但绝对没有如此效果。而林天阳煮出来的粥不但灵气浑厚，还带着无尽生机的治疗效果。仅仅喝了一口，她数年来隐隐作痛的娇躯瞬间得到缓解。谭若红凝眉疑惑道：师弟，你这个粥好神奇，还带有治疗的效果，是吗？师姐，好吃吗？好吃。来，师姐张嘴，好吃就多吃点。很快一碗粥就见底了，而谭若红的美瞳也湿润了。师弟，你对我太好了。一顿饭很快就在愉快中结束了，谭若红更是连连夸赞林天阳做饭的手艺。再将谭若红抱回床榻休息，林天阳没有耽搁，便准备去把谭悠悠、赵敏2人带到天心府来。刚走出屋内，便见一黑衣女子处在不远处打量着他。2人四目相对，林天阳想了想，还是主动上去行礼。没看到就算了，看到了不过去行礼就太没礼貌了，毕竟对方可是韩百柔的师叔，那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师叔平白无故多了这么一大靠山。林天阳还是不介意的，心里更巴不得多来几个。师叔好。林天阳弯腰抬手行礼，一气呵成。之前没注意看，这小弟子长得好英俊，怪不得能把师之迷的神魂颠倒，但绝对是个花心的，就这么一夜功夫就把谭展的大孙女拿下，当真好手段。林天阳抬头，女子依旧以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看得他心里发毛。你叫林天阳是吧？林天阳微笑点头。白碧彤打趣道：小子你行啊，你背着我师侄就拿下谭展的孙女，就不怕我师侄伤心吗？林天阳正气道：可师叔您说笑了，柔儿那么善解人意，不会介意的。这点林天阳还是很确定的，毕竟他在跟韩百柔在一起之前就已经有好几个女人了，韩百柔从不曾说过他什么。好小子，巧舌如簧，赏你的。话音刚落，林天阳便见白碧彤朝他抛了一对手环，林天阳连忙上前接住，只一眼他便觉得此物不凡，生怕给摔坏了。林天阳眼冒金光，拿起手镯就朝身上不停地擦拭着。好宝贝。林天阳爱不释手，手环散发着一股冰凉，尤其是这对手环上面的10颗蓝宝石，他一眼便觉得极为贵重。林天阳前世就酷爱这口。看着林天阳那俊朗的笑容，白碧彤都有些看出神了。反应过来的他连忙暗念清心咒。师叔，该死，差点被他的长相诱惑到，
天赋诡异就算了，还长成这副模样，这是要祸害多少女子啊？师叔，你有没在听？听到林天阳的叫唤，慌神的他连忙回应：什么事？林天阳好奇出口：师叔，这对手环叫什么？有什么作用？清霄食药环。至于作用，你戴上不就知道了。好名字。白碧彤还没说完，林天阳就已经把清霄食药环戴到了手腕之上，十分满意的他还不停抬起双手打量着上面的蓝色宝石。不错，这对手环十分契合小爷的气质。林天阳爱不释手，疑惑道：师叔，我戴上了，没发现有什么功能啊？有。白碧彤露出一脸邪笑，随即轻喝道：开。看到白碧彤那一脸诡异的笑容，林天阳总觉得心里发毛，但一想到对方是韩百柔的师叔，应该是不会害他的，毕竟若是对方想害他，以他的境界，10个林天阳都不够白碧彤打的。很快林天阳便被好奇冲昏了头脑，随即2只手环上的第一颗蓝色宝石缓缓亮起。看到宝石慢慢亮起，林天阳兴奋不已，大声道：师叔，亮了，手镯亮了。林天阳抬着双手看着不停发亮的手环，直至手环上的宝石完全亮起。顿时林天阳手上的清霄食药环不停震动，好奇的他直接将脸都贴了上去观摩。砰呀，我的妈呀！还不等他发现清霄食药环的功能，林天阳便已经趴在地上溅起满天灰尘。师叔，什么情况？怎么这么重啊？看到林天阳狼狈的模样，白碧彤嬉笑出声道：怎么样，天阳师侄，这个功能不错吧？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很快林天阳方颤颤巍巍地爬起，然手却很难举起来。林天阳嘴角微张，一脸不可思议，2只小小手环，每一只都差不多将近有上千斤重。白碧彤一脸打趣道：怎么样，感觉咋样？重。答对了，这就是清霄食药环的功能了。每颗宝石1000斤，等你适应了第1颗宝石，第2颗宝石就会亮起，以此循环。林天阳看了看手腕上的手环，2只手环加起来足足20颗星，按1颗星1000斤算，那岂不是得每天负重2万斤，做任何事情？林天阳大叫出声：这怎么可以？我可还有一群女人要伺候，带着这对手环也太不方便了吧。说罢，林天阳双手便开始拉扯清霄食药环，任凭他使出多大劲，手环都巍然不动，反倒是他的手腕红了一大片。师叔，我不要了，你给我摘下来。呵呵呵。白碧彤再度露出妖媚的笑容道：天阳师侄，不要浪费力气了，这清霄食药环一旦启动了，要么你完全适应10颗宝石亮起的重量，要么你把手剁掉，不然是取不下来的，我也不行。师叔，你别跟我开玩笑，我仇人可不少，带着这对手环，你是嫌我死得不够早吗？还是你希望柔儿守寡？不是我希望柔儿守寡，而是你不想死就快点适应手环的重量，今日就当给你适应一下，放你一天假，明日我带你开始修炼。不等林天阳反应过来，白碧彤早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在天心府内。见白碧彤走了，林天阳方取出黑格不死心的他，足足花了1个时辰。哐哐哐，一阵捣鼓，然清霄食药环就跟一块顽石似的，死死地粘在他的手腕上，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就连一点划痕都没有，气得他想骂娘，又不敢大声骂出来，生怕惊扰休息的谭若红。卧槽，这清霄食药环还真是轻啊！一想到还要去接谭悠悠跟赵敏，林天阳也只能放弃破开手环的想法，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出洞府。一出洞府，林天阳便散开神识，如今他可得罪不少人，他可不想白白成为别人刀下的孤魂。隐于高空的白碧彤看到林天阳的举动，还忍不住夸了他一句：不错不错，此子心性还是够谨慎的。一路不敢停歇，很快林天阳便来到666号小院。进入屋内的他早已大汗淋漓，一屁股就直接坐到板凳之上，没等他长舒一口气，凳子砰的一声就炸了。见此，二女方一左一右走过去，将他扶起。二女齐声：师弟，你这发光的手环是什么？你的手好重啊！林天阳一脸无奈，叹息道：哎，不说了，都是拜你们师叔所赐。师叔？林天阳都不想解释了，口渴的他话都不想多说了。师姐，给我倒杯水，我好渴。二女十分有默契，一个拿杯，一个拿茶壶。很快林天阳便喝下了一大杯水，方恢复了些许力气。林天阳疲惫道：师姐，收拾收拾搬家。二女一脸疑惑，谭悠悠率先出口：师弟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家？林天阳抱怨道：师姐，
你们两个每天住得好好的，我都没地方睡。看着一脸委屈的林天阳，二女相继而笑，笑得花枝招展，波涛起伏。然此刻的林天阳却是一脸幽怨，手都抬不起来，只能看，却什么都做不了。看着难受，林天阳索性直接走出屋内，来到花园内。大白看到林天阳的靠近，晃悠悠便朝他走了过来，伸出长满倒刺的舌头舔着林天阳的侧脸。林天阳宠溺道：大白，给你换个大房子去，咱们搬家。说着，林天阳就要去把大白收入零售袋。大白一个翻身，立马躲开，一脸不情愿进入零售袋的表情。哇哦！林天阳好声道：大白，你体型太大了，不适合在宗门内行走，你先进入零售袋，待会我再把你放出来。不等林天阳有所动作，很快大白就以肉眼看家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下来，直至变成一只小猫般大小的模样。林天阳惊喜不已，此刻的他方发现大白的气息已经突破，成为2阶的妖兽了。林天阳抬起沉重的手臂，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大白仿佛听懂了一般，一跃而起，直接跳到林天阳的肩膀之上，小奶头不停朝林天阳大脸蹭去。哈哈，大白别舔了，好痒啊！很快，二女就把要带的东西都收进储物戒，出来便见到缩小版的大白在林天阳肩膀上一蹦一跳的。看到大白迷你版，二女直接上前就想把大白抱入怀中，毕竟女孩子少有人能不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小家伙。然大白可是老虎，嗅觉那是相当灵敏，直接一跃就跳到赵敏头上，避开了二人的玉手。二女伸手再去抓，大白有跳到林天阳肩膀之上，不停穿梭在林天阳的肩膀之上和赵敏的头上。赵敏撅起小嘴告状道：师弟，你看大白他都不让我骑，反倒跳到人家头顶上耍威风，太气人了。一阵嬉闹过后，还是林天阳制止了大家，毕竟他如今可是扛着一座小山的重量，时间久了他可受不了。知道要搬新家，二女满眼兴奋。谭悠悠道：师弟，我们这是要搬到哪里住？赵敏同样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林天阳。林天阳轻声道：师姐，我们到顶峰去住。啊！听到顶峰，二女连退了2步，露出满脸惊讶，毕竟顶峰也只有宗主和圣女方有资格去住。谭悠悠疑惑道：师弟，我们真的可以上去顶峰住吗？赵敏插上：是呀，是呀，我们好像不够资格入住顶峰。林天阳柔声道：可以，我们天星府住。谭悠悠惊呼出声：啊，天星府，那不是圣女的洞府吗？圣女同意吗？我们真的可以住进去吗？可以，是你们圣女姐姐叫你们搬上去的。师弟，当真是圣女叫我们搬上去住的吗？是的。再次听到林天阳的肯定回答，二女四目相对，纷纷露出笑容。二女在与林天阳双修，便感受到林天阳气息的暴涨，私下二人就已经议论过，猜出林天阳已经把圣女拿下了，不然单靠合修，林天阳气息断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突破。然林天阳与谁在一起，他们都觉得可以接受，唯独圣女。二女近日来实在担忧，毕竟圣女的地位太高了，是宗门仅次于宗主的地位，哪怕是他们爷爷见了都得行礼。二女还真担心圣女会阻止林天阳跟他们在一起。如今圣女都主动邀请了，他们连日来揪着的心总算是安了。谭悠悠激动道：师弟，这一上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能不能和我回去族内一趟？我想。赵敏应声道：师弟，人家也想回家一趟，人家最近都是穿悠悠姐的衣服，悠悠姐身前太大了，人家觉得不太合身。听到赵敏当着林天阳的面说出如此羞耻的话，谭悠悠小脸通红，恼羞道：师妹，你别瞎说，随即还在对方的翘臀上拍了一下。赵敏十分得意地笑出了声，嘻嘻嘻。林天阳顺着二人身前看去，暗自咽了咽口水，嘴里淡淡道：确实。感受到林天阳的目光，谭悠悠连忙躲到赵敏身后，露出小脑袋。师弟，大白天的，你不许用那样的眼神看人家。林天阳晃了晃脑袋，将刚起的邪火摇散，应声道：好，反正时间也早，那我们就先去悠悠师姐家，再去敏敏师姐家。得到了林天阳的同意，二女就如小精灵般雀跃，一左一右，直接搀扶着林天阳的胳膊走出洞府。至于大白则是趴在林天阳肩膀之上，如今变小了，收不收入零售袋都无所谓。三人并肩前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期间还引起了不少的骚动，毕竟二女的名声在男弟子中还是很响亮的。而林天阳的名号也不差，不少人都纷纷夸赞郎才女貌，当然这部分人很少，大多都是带着贪婪的目光看着二女。好在一路上并未遇到什么王大炮刘文俊这样的未婚夫之流，不然林天阳就尴尬了，如今他身如泰山，连抬手都觉得难。
很快三人便来到谭府。谭府门前，阵法大门已被开出了一个大口，林天阳三人很顺利便进到谭府。半路上，谭悠悠便已经提前给自己的爷爷父母发去传音，说会带林天阳过来府中一趟。洞府很大，差不多有天心府的3倍大了。府内朴实无华，谭家100来口族人住的话，只能算还好，并不是很宽敞。进入大门，很快就迎来了10来个小丫头，一个男孩都没有，这倒是令人感到些许诧异。一声奶娃娃的声音将众人的眼光吸引了过来。悠悠姐，这就是我们的姐夫吗？谭悠悠一脸温柔，便抱起最小的女娃娃回道：是啊。不等谭悠悠叫中妹妹侄女，众人已经礼貌向林天阳、赵敏行礼。直至来到大堂，乌泱泱一片，100来号人全部都挤在大约500平方的大殿，全部都在好奇谭悠悠找的夫君。族人虽多，但却十分有秩序，殿内非常安静。林天阳抬眼便见主位坐着的谭展，以及次位的谭正武，其余人皆是站着的。谭展面露欣慰，谭正武也收起了初见的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些许惊讶以及欣赏。林天阳如今也是能想通谭正武当初为何会决定和刘家联姻了。屋内100来号人，也就5、6个合丹境，且还是初期，唯一一个合丹境后期的便是谭正武，合丹境10层。至于谭展，林天阳便没去探查他的修为，反正也探查不出来。身处合欢宗内这样的家族，族内就这点战力，确实完全不够看。林天阳虽能理解谭正武的联姻行为，毕竟是为了家族未来考虑，但却是不认同的一帮大老爷们，要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拼，居然要靠卖女儿求得一方安宁。爷爷，好好，回来就好。谭悠悠如小精灵般直接跑到谭展门前行礼，当然林天阳全程跟随。大伯爹娘，谭母面带微笑，眼神欣慰地看着二人，柔声道：你就是柔儿口中的阳儿吧？一声阳儿反倒勾起了林天阳对苏婉清的思念。谭悠悠满脸娇羞，扑到谭母怀中撒娇。谭母一脸满意，柔声道：阳儿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我们柔儿啊？你们快点生宝宝，我好替你们带。谭母这连续的发话都把林天阳给整懵了，好在谭展将林天阳拉到一边，不然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谭展和气道：天阳啊，你跟圣女的事我已经听柔儿说过了，别听柔儿他娘说的，我们家不能抢在圣女前头嫁。对了，红儿是不是被你所救？林天阳回道：谭爷爷，是的。谭展担忧道：那就好，最近好多女弟子失踪，你要帮我看好这2个孙女，半夜别让他们出门。谭爷爷，怎么回事？查到凶手了没有？没有。谭展伸手轻拍林天阳的肩膀，沉声道：老夫听柔说你们还要去赵家，那就早点去，争取天黑之前回去。好的，谭爷爷。临走时，谭展还特地传音给林天阳，对他们俩好点。林天阳点头回应。很快3人没留下来吃饭，便走出了谭府。林天阳都有点奇怪了，他都还没来得及跟谭悠悠说已经拿下谭若红了，他都不知道谭展是怎么发现的。谭家和赵家仅仅隔着一条街，不到1刻钟，3人便已经来到赵家，进入大殿。刚进入大殿，见一对中年夫妻，气势汹汹，就朝赵敏走来，怒声道：死丫头，有家不回，谁教你的？对，夫人必须好好管教。娘爹。不等赵母靠近，赵敏一溜烟就躲到林天阳身后。然当赵母追到林天阳面前，原本还杀气腾腾的他，瞬间换了一副面孔，显得十分和意近人，雍容华贵。看着赵家管教甚严，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王大炮会说赵敏是5大家族里最听话的女孩子。赵母不停打量着林天阳挺拔的身姿，俊逸的轮廓，赵母双瞳都睁大3分，暗念道：不愧是我生的女儿，眼光就是比我强。赵父停在赵母身后，疑惑道：夫人怎么停下来了？你不是说要好好教训这个丫头吗？快点，我们来个混合双打，看看敏敏下次还敢不敢夜不归宿。赵母转头瞪了一眼赵父，没好气道：瞎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赵父，我是谁？我在哪里？赵父完全都懵了，自己妻子完全不按套路来。赵母连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髻，柔声道：你就是敏敏的天阳师弟吗？林天阳不卑不亢道：是的，阿姨。见自己娘亲一脸和善，赵敏方露出小脑袋，随即扑到自己娘亲怀里，撒娇道：娘，你不生人家的气了吧？赵母没好气道：敏敏你瞎说什么？你娘我脾气最好了，要生气那也是生你爹的气。赵父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日夜陪伴的母老虎，随即咽了咽口水。赵母出口道：
敏敏，你们回来干嘛？娘，人家就是回来收拾点衣服穿。哦，衣服啊？对，娘帮你收拾。看着赵母谈吐与表情，林天阳便已经猜出了赵敏的性格是随了赵母同样的外貌协会。很快，赵敏便被带入后院，然后很快就又被带了出来。林天阳都还没开始跟这个未来的岳父聊两句，娘俩就已经回来了。来到赵家，林天阳对五大家族的实力方有所了解，单单合丹境的强者就有20多人，感受不到境界的还有20多人。就这实力，谭家确实完全比不了。随着赵爷爷给赵敏发来赶不回来的信息，林天阳方没做停留，告辞了赵父赵母，带着谭悠悠、赵敏前往封地。临走之时，赵父赵母也是同样的说辞，早点回去，半夜别让赵敏出门，最近半夜女弟子在外不安全。跟素叶同样的告诫，这倒令林天阳有些好奇了，在这样密闭的宗门之内，是谁敢这么大胆，敢掳走宗门的女弟子，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带着二女赶回山顶，林天阳方察觉到异常，下山之时他都没多注意，守山的弟子明显比平日多了1倍，好在3人身份明确，守山弟子也没多做盘查。很快，林天阳就从赵敏、谭悠悠指尖摄取了一滴精血，滴在圣女给他的令牌之上，随后便带着2人穿过阵法进入天心府。咦，师弟大白，怎么不用把精血滴进令牌就可以进入洞府？谭悠悠这个疑问倒是把林天阳给问倒了，不过又让林天阳发现了阵法的第2个缺陷，无法对妖兽造成阻碍。二女带着好奇与忐忑进入天心府，还不等他们对府内细致观赏一番，便见一绝美女子站在主殿门前迎接着他们的到来。见到女子，二女就仿佛见到多日不见的老友，纷纷放开搀扶林天阳的手，直接朝女子而去。他们不是不认识圣女吗？林天阳很是疑惑，明明谭悠悠和赵敏不认识韩百柔，为何刚见面就如此亲近？好奇之下，林天阳很快便朝3女靠近，听着他们的窃窃私语。谭悠悠激动道：萧师姐，我们好久没见了，我还以为你已经……赵敏道：是啊，萧师姐，距离上次的外门大比足足2年，你原来躲到圣女的府内修炼啊？林天阳完全听不懂，疑惑道：什么情况？什么萧师姐？你们都在说什么？谭悠悠、赵敏异口同声：师弟，你不认识萧师姐吗？赵敏继续又道：师弟，这可是号称外门3花第1美的萧玲玲师姐，要不是有萧师姐，人家估计应该也能有外门3花的名号。谭悠悠疑惑道：师弟，你经常来圣女的洞府，你怎么会不认识萧师姐？看出林天阳眼里的疑惑与惊讶，韩百柔淡淡一笑，牵起二女的手，走到林天阳的跟前，柔声道：师弟，萧玲玲是我。原本林天阳一脸疑惑，现在轮到谭悠悠、赵敏，二女你看我，我看你，满脸疑惑。明明2人是认识的，但为什么林天阳会不知道萧玲玲的名字？林天阳反问道：你是萧玲玲，那韩百柔？韩百柔解释道：师弟萧玲玲是我在凡人界的名字，韩百柔是师尊赐名。林天阳总算是搞懂了，他不但是拿下了圣女，也是同时拿下了号称外门3美的3位绝世佳人。听着2人的言语，谭悠悠、赵敏心中已有猜测，难道……很快林天阳就给他们证实了。来，2位师姐，这就是你们的圣女姐姐。二女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原本他们还在担心圣女不好相处，如今知道是昔日的熟人，反倒轻松了些许。二女羞涩出口：圣女姐姐。看出二女的尴尬，韩百柔轻声道：2位妹妹还是像以前那般相处便好，也可以喊我萧师姐的。赵敏上前挽着韩百柔的玉手，率先道：西西，那人家还是叫你萧姐姐，圣女姐姐叫得好别扭。我也是。谭悠悠道。此时的韩百柔没被二女的到来感到惊讶，反倒被趴在林天阳肩膀上的大白吸引住了目光，他很明显察觉到大白的不凡。韩百柔松开二女的手，便朝大白伸出双手，柔声道：小家伙，到姐姐这里来好不好？赵敏道：萧姐姐，他叫大白，是师弟的灵宠，除了师弟他都不肯给别人抱，小气死了。赵敏话音刚落，大白便跳到韩百柔手中，看得谭悠悠、赵敏目瞪口呆。大白算是看清楚了，这可是目前最有地位的女主人，很乖巧便跳到韩百柔的玉手之上。韩百柔柔声道：你叫大白吗？哇哦！很快大白便被韩百柔抱在怀中，一阵稀罕。谭悠悠疑惑道：师弟，我红姐姐呢？林天阳道：若红师姐在那间房内住。林天阳手刚指向林嫣儿隔壁的房间，便察觉到异样。
此刻林嫣的闺房是紧闭着的，她很清楚，屋内没人住的房子都是大开房门的。林天阳好奇朝韩百柔望去，颤声道：“师姐。”韩百柔轻轻点了点头，满眼宠溺道：“去吧，他们俩交给我。”林天阳就犹如一个疲惫的老头，拖着沉重的身子，颤颤巍巍便朝林嫣的房间走去，直至抬起颤抖的手推开房门，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林天阳十分激动，时隔多日，他总算是见到他来到合欢宗内的第一个女子，且还是为了他不顾自身安危的女子。林天阳缓慢进入屋内，见床榻之上的少女正在熟睡，便轻轻关上房门，朝床榻走去。少女一副十分享受的表情，许是太怀念自己柔软的床榻。她的眉如远山寒带，弯弯一抹，似春风拂柳，温柔中藏着几分少女的娇气。鼻若悬胆，小巧玲珑，侧颜之下，线条柔和却不失立体。她的唇形饱满，唇角微翘，不笑也似含笑，余味出已先动人。少女一如既往，清丽脱俗，肤如凝脂，身材凹凸有致，五官精致的像是工笔细描，简直就是天然的尤物。太久未见，林天阳终究是忍不住唤醒这熟睡中的美人，身体前倾，便压到了这绝美少女的身上。林嫣瞬间醒来，刚想挣扎，便见到自己心心念念之人，娇羞道：“师弟，你咋压我身上？快点起开，会被圣女姐见。”啊！片刻后，唇分。少女满脸娇羞，恼怒道：“师弟还是如此霸道。”林天阳打趣道：“师姐不喜欢吗？那我走。”林天阳刚要起身，林嫣整个人就趴到他怀里，轻声的呢喃道：“师弟我好想你，好想好想那种。”顷刻间，屋内裙子肚兜小亵裤漫天飞起，少女肌肤如雪，凹凸有致的娇躯就这么毫无遮拦地映入林天阳的眼瞳。霎时间，屋内地动山摇，呢喃声、急速的呼吸声瞬间就从屋内传出，惹得屋外众女满脸布满红霞。赵敏提议道：“小姐姐，天快黑了，我们给师弟做一顿丰盛的佳肴，好好补补。”众女意见一致。很快，众女便开始展现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谭悠悠更是直接把林天阳交给他保管大白的口粮直接摄取了出来。期间，谭悠悠还特别关注自己堂姐，她很明显发现谭若红眼中的躲闪之意，不敢直视她的目光。于是，谭悠悠便悄悄走到谭若红身后，轻轻趴了下对方的翘臀一下，吓得谭若红浑身一震，直至看到是自己的堂妹，眼神满满的愧疚之意。谭悠悠满脸调皮，小声道：“红姐姐，师弟是不是已经把你拿下了？”谭若红小脸瞬间红至耳根，惭愧道：“悠悠妹妹，堂姐对不起你，一时没把持住。”就谭悠悠继续调皮道：“红姐姐，师弟很厉害吧？”谭若红小脸更红了，红的都快滴出血来。慌乱的她羞恼道：“悠悠妹妹，你……”看着自己堂姐慌乱的模样，谭悠悠便直接扑到她怀中，小声道：“红姐姐，以前我小不懂事，你别怪我。”谭若红一脸宠溺，抚摸着谭悠悠的小脑袋，柔声道：“姐姐没怪过你。”随着夜幕的降临，很快各种佳肴便被端凉亭的石台之上，顷刻香飘10里，就连屋内熟睡的二人都被这股香气缠醒。不等林天阳穿好衣服，林嫣便已经窜出屋内。坏了，嫣儿师姐对悠悠师姐意见那么大，他们俩不会吵起来吧？心急之下，林天阳连上衣都来不及穿好，便冲出了屋内。踏出屋内，林天阳抬眼便看到一幅带着奇妙的景象。谭悠悠躲在谭若红身后，林嫣则是躲在韩百柔身后，赵敏则是左看看右看看，一脸懵，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原本大家还其乐融融的，怎么就一下子火药味十足？可嗨，都入座啊，不用等我吃饭。见大伙还是没有入座的意思，林天阳便走到韩百柔、林嫣中间，牵起二女直接入座。红师姐、悠悠师姐、敏敏师姐，别杵着了，坐下吃饭。林嫣都懵了，她压根就不知道林天阳如今那么多女人，她还以为只有圣女跟她，一时都不知道如何接受，且当中还有她一直告诫不要靠近的谭悠悠。饭桌上一片死寂，只有汤汁咕嘟冒泡的声音。见桌上无人动筷，林天阳还想韩百柔动用下圣女的气势替她解围，不料韩百柔只是对他眨了眨眼，随后就继续把玩怀中的大白。林天阳尴尬出口：“那个，以后都是姐妹，好好相处。”林天阳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了这么一句。此刻的他就想快点结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妹妹们都吃起来，别饿着自己的肚子。师尊说要带你们修炼，师尊可是很严厉的，不吃饱，明天可就没有力气哦。随着韩百柔的话音落下，原本尴尬的场合瞬间热闹了起来。
赵敏一脸兴奋道：“萧姐姐，宗主大人要带我们修炼，真的吗？”谭若红、谭悠悠疑惑道：“姐姐，宗主大人愿意指点我们修炼吗？”韩百柔轻声道：“真的，所以快点吃饭。”随着韩百柔第一个动起筷子，很快众人都开始相继动起筷子。至于林天阳，几乎被他们抛弃了。如今他们满脑子就是明天要在宗主大人面前好好表现。主卧门外，林天阳敲响了房门，咚咚咚，进来吧。很快，屋内便传来了韩百柔动听的声音。林天阳推门而入，反手就把门关上，大步上前就把床榻上准备睡觉的韩百柔拥入怀中，吻住了她的红唇。许久，唇分。林天阳满脸感激道：“师姐，今晚谢谢。师弟，叶儿他刚回来，你去多陪陪他。”好。很快，林天阳便被韩百柔赶出了自己的闺房。没办法，他可是信誓旦旦跟自己的师尊保证过，在身体没完全恢复之前，不跟林天阳行双修之事。林天阳刚想窜入林嫣儿的闺房，方发现门竟然被反锁了。林天阳敲响房门，咚咚咚，半炷香过去，没有任何回应。然他神识却已经感受到林嫣儿，知道他并没有睡觉。林天阳无奈只好轻声唤道：“师姐，我想见你。”屋内林嫣儿气鼓鼓道：“师弟，我要睡觉了，我不想见你。”林天阳再度出口道：“师姐，你现在不是还没睡觉吗？我现在就要睡了。”林嫣儿越想越气，自己明明才离开不到2个月，林天阳不但没听他的话，还跟谭悠悠搞在一起。这样就算了，身边还多出了谭若红、赵敏。感受到林天阳的脚步声，林嫣儿连忙将反锁的房门打开，探出小脑袋，恼怒道：“不许走，给我回来！”听到身后少女的挽留声，林天阳微微露出得逞的笑容。林天阳转身便见少女已经独自走回床榻之上。林天阳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3步化作2步，直接跨入屋内，反手就将房门锁上。随后便见少女盘坐于床榻之上，满脸幽怨之色，瞪着他。一脸心虚的他连忙上前坐到她的身旁，将少女搂入怀中，安抚道：“师姐，我好想你。”林嫣儿玉手想去挣开林天阳的怀抱，然此时他才发现林天阳的境界竟然已经超过他了，且还是超过他2个小境界。见完全无法挣脱，林嫣儿双瞳已经隐隐泛起了泪花，委屈道：“想什么想，师弟，你如今那么多师姐要照顾，干嘛还要来找我？”林天阳撒娇道：“师姐，可是你把我带进合欢宗的，你才是我第一个女人，我当然想你了。那他们算什么？你有我跟圣女姐姐还不够吗？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招惹谭悠悠不够，还一次性直接招惹了3个？”求生欲望强烈的林天阳两眼珠咕噜转，很快就想到了说辞，解释道：“师姐，在得知你为了我犯下了宗规，我跟谭悠悠在一起，也是为了早日变强，把你解救出来。”你骗人，师弟，你肯定是馋谭悠悠的身姿了。果然，男人都是靠下半身思想的动物，我就是太天真了，才会早早给你骗了。林天阳一脸信誓旦旦道：“真的，师姐，我没有骗你，我可以发誓。”正当林天阳准备要抬手发誓，林嫣儿连忙将他的手拍了下来。原本的他只是恼怒，如今却是愤怒。师弟，以后不准你随便发誓、修饰。发誓若是做不到，或者违心，会有心魔。等突破到地灵境，也就是破凡境，天劫的威力将提升数倍。林天阳虽面不改色，但内心却是慌张不已。还好林嫣儿阻止他的举动，他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随即林天阳撒娇道：“那师姐，你相信我了吗？若还是不相信，我可以发誓的。”见林天阳一脸认真的表情，林嫣儿也是怕林天阳再度发誓，毕竟如今都已经这样了，他还是不想林天阳涉险。林嫣儿转过小脑袋，冷哼道：“好，我信你跟谭悠悠在一起是为了提升实力，那为什么是谭悠悠？我不是跟你说过她很邪门吗？你为何要靠近她？”随后林天阳便把谭悠悠是如何与他人进行合修的事，以及谭悠悠迫于婚事无奈强行提升境界的事跟林嫣儿讲述了一遍。少女一脸同情，轻声道：“师弟，她好可怜，谭悠悠的事我们翻篇，那另外2人呢？”林天阳认真道：“师姐，我这不是卷进了谭悠悠的婚事当中，刘家派人暗杀我，那时我正好在妖兽山脉历练，险些被人暗杀了，都是赵敏师姐为我挡住了致命的一击，还险些生死，所以就因为这样，然后就那样，最后就成咋样了。”比起林天阳的安慰，林嫣儿压根不在乎多一个赵敏，听完便欣然接受了赵敏。林天阳继续道：“至于若红师姐，我是同情她的遭遇，她不该承受不公的对待。”得知了谭若红的遭遇，少女愤恨大骂刘文俊，反倒夸林天阳这事做得好。林嫣儿柔声道：“好了，师弟，
我会跟他们和好相处的。人家也不是不能接受你拥有别的女人，人家才不是小怨妇，只是一时有些吃醋而已。听到林一儿的这番话，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此刻的林天阳内心说不出的舒畅。林天阳讪笑道：师姐既然不生气了，那我们开始双修吧。傍晚不是已经……林一儿把话说完，林天阳便已经堵住了他的小嘴。很快，林一儿便发现了林天阳体内的各种蜕变，被震惊得哑口无言，且身体还特硬。毕竟他当初跟林天阳在一起的时候，林天阳还没得到金泉的洗礼。翌日，天才微微亮起鱼肚白，随着韩百柔的威压四散，很快众女就连忙起身，整理好服饰，走出屋内。林一儿走出屋内，还一显疲惫，特意朝林天阳瞪了一眼，随后脚步轻浮地走出屋内。当然，林天阳自然也被他们的动静吵醒，探出脑袋观察着花园内自己的一众女人。感受到林天阳窥看的目光，整整一夜，林一儿已经知道林天阳对他的爱意，自然不想让林天阳为了他们的事为难。很快，林一儿便朝谭若红、谭悠悠、赵敏三女示好，更是主动去牵起三人的手。三女早已被林一儿的举动惊到，微张着小嘴，话都说不出来。林一儿羞红着脸，柔声道：几位姐姐，我昨夜太任性了，你们别跟我计较，以后我们好好相处。不，三女异口同声，她们都已经知晓林天阳是林一儿拐进宗门了，且林一儿还是第一个与林天阳发生关系的。林一儿喊她们姐姐，她们根本就不敢受。谭悠悠率先道：一儿姐姐，应当我们唤你姐姐，毕竟是你第一个跟了师弟，且若不是你把师弟带进宗门，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师弟。谭若红、赵敏纷纷点头，最终在众女的一众商讨，很快就有了结果。老大谭若红20，老二韩百柔20，老三谭悠悠18，老四赵敏18，最小林一儿18。这个结论还是圣女韩百柔提出的，不论先后，只论长幼，同龄的就按谁月份分出大小。谭若红一时都无法接受，明明她是最后加入的，转眼变成了众女的姐姐。至于林一儿，她倒是对排到最小一点意见都没有，她始终认为最小的会最得宠。听着众女的嬉笑，看着众女手牵手走出洞府，林天阳只觉内心暖洋洋的，无比舒畅。刚躺到床上准备睡个回笼觉的他，就被一突然闯入的黑衣仙子吓到，连忙拉起警被，将自己的重要部位盖了起来。林天阳没好气道：我说师叔，咋不带这么玩的？你进屋都不敲门的吗？看着林天阳那一身线条明显的肌肉，白碧瞳黑纱下的小脸早已经绯红一片，慌乱的他连忙咽了咽口水，浇灭自己这不该有的心思。故作镇定的他冷声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比别的男子多长出什么东西，快点穿衣服，不然我直接拎着你出去了。林天阳都无语了，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赤裸裸的占自己便宜，还说风凉话。看着背过身的白碧瞳，林天阳暗道：不行，小爷怎么可以受此大辱，改天必须把场子找回来。一想到白碧瞳那婀娜多姿的身材，黑纱下那神秘的容貌，林天阳内心就雀跃不已，蠢蠢欲动。许是等太久，白碧瞳一脸不耐烦，冷声道：还没好吗？好了，这一大早就不让人睡个好觉。林天阳疑惑道：师叔，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白碧瞳压根就没搭理林天阳，拎起林天阳窜出屋内，一跃13000米，从高处到看整个合欢宗。整个合欢宗从高往下看，它孤耸入云，如柱擎天，山体由苍古的花岗岩或清代的页岩构成，历经亿万年风雨，壁立千仞，峰峦如剑，崖障如画。山根深入大地灵脉，云雾自山腹生出，终年缭绕，云霞蒸腾，紫气东来，远望之，山不在地面，似浮于云端，如海上仙岛，又如天上宫阙。山间古木森森，青藤垂落，松风如涛，翠竹成海。飞泉自绝壁挂下，白虹悬空，水声潺潺，汇成玉液琼浆般的溪涧。溪边多生灵芝、黄金、菖蒲之属，瑞草土方，香闻数里。更有玄鹿衔枝，白鹤亮翅，灵猴攀枝，彩羽之鸟，啼声如箫，非人间所能闻。山中一排排建筑，就仿如一列列车厢列车，工整笔直。从未体验过飞的感觉，林天阳此刻就感觉自己如同仙人般腾云驾雾，好不逍遥。林天阳郁闷道：我说师叔，你能不能换个地方啊？你拎着我的脚干嘛？我都快脑充血了。白碧瞳没好气道：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顺手。林天阳那个气啊，这娘们油盐不进。林天阳又岂是吃亏不报仇的主，他都已经在幻想他日境界超过这个可恶的师叔，一定要把对方倒吊在万米高的大树上荡秋千。想至此，林天阳不禁乐呵呵地笑出了声。听到林天阳的笑声附带着的表情，
白碧彤怎么看都觉得对方好猥琐，他都有点为刚才那刹那的心动感到不值。很快，林天阳便认出了白碧彤带他前往的地方，他很清楚这是前往妖兽山脉的道路。突然一股不妙的感觉由心而出，林天阳没好气道：“我说师叔，你别搞我了，我现在带着这对青霄石药环，速度犹如龟爬，你带我来妖兽山脉，你是嫌我死得不够早吗？”林天阳这番慷慨激昂的说辞，白碧彤怎么听都觉得别扭，恼怒道：“臭小子，我是你师叔，什么叫做我别搞你？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小心老娘直接把你从高空丢下去。”林天阳连忙捂住自己这管不住的嘴，生怕这位惹不起的师叔真的把他从这万米的高空丢了下去，暗叹道：“这娘们现在惹不起，将来必当讨回。”想到对方也没理由置他于险境，林天阳干脆直接闭目，享受着高空的酣睡。呼呼，好家伙，这都能睡得着。许久，林天阳只觉自己从高空一跃而下，昏头转向的他猛地睁开了双眼，坐起便见自己如今处于一个山谷之中，抬眼望去，便见一座散发着金光的阵法，里面困着十几只仿如现世狮子般大小的妖狼，妖狼龇牙咧嘴，眼含阴霾，健硕的四肢，锋利的锐爪，不停刨着地面，溅起漫天灰尘。师侄，这个给你。见到白碧彤手中的黄色丹药，林天阳一把就接过，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他如今可清楚得很，但凡是丹药，那可都是好东西。很快丹药入腹中，他便觉得肚子鼓鼓的，今天不吃饭都没问题，浑身充满力气。白碧彤玉手指着阵法的妖狼，轻声道：“喂，天阳师侄，看到那些风暴妖狼了没有？”林天阳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师侄，那是4阶妖兽，战力只有2阶妖兽的战力，但速度却可以堪比破凡境修士。你进去吧。听着白碧彤的言语，破凡境的速度，林天阳顿时浑身发寒。林天阳满眼好奇，仰头高望，疑惑道：“那个师叔，那鸟是什么品种？怎么浑身光溜溜的，好大？”林天阳手指高空，白碧彤下意识地抬头望去，顿时林天阳拔腿便跑，嘴里还不停骂骂咧咧的：“疯婆娘，当小也傻啊！破凡境的速度，这是想玩死我的节奏啊！”仅一瞬，林天阳便已经疾驰出1000米开外，然当他正要露出笑容，很快便被一巴掌直接呼飞上千米。正开眼的时候，如今已经处于阵法当中，而妖狼见逃不出阵法的笼罩范围，满脸凶恶的他们随即便朝他一步步匍匐前进。林天阳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面对着10几头4阶妖兽，此刻的他冷汗直流。慌乱的他连忙抬起双手，想制止妖狼的靠近，轻声道：“各位英雄好汉，不是我把你们困进来的，都是外面那个贼婆娘，咱们可是同命鸳鸯。我决定了，咱们结拜成异姓兄弟，从今日起12、3、14好请叫我15弟，从今天开始有难你们扛，有福我来享。”见妖狼依旧缓缓朝他靠近，林天阳满脸疑惑道：“不应该啊，大白是凡兽都能听得懂人话，这些可是4阶妖兽，应该是通人性的才对，难道是我表达方式不对？”林天阳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四周没人，再次出口：“大哥2弟3妹4姐，汪汪汪汪！”见妖狼一脸懵，停住了脚步，林天阳欣喜若狂，正欲要再学旺财，继续吠几声，妖狼瞬间群起而攻，林天阳拔腿叫跑。我的妈呀！不等林天阳跑出10步，很快便被带他的妖狼一爪掀飞。大哥，我是15弟啊，你看清楚点。高空俯下的白碧彤早已经被林天阳逗得身前连绵起伏，放声大笑，嘻嘻嘻嘻。哎呀呀，不行了不行了，这个师侄快要逗死我了，笑得我肚子都疼了。时间过得飞快，林天阳疲惫地睁开双眼，看着落日的夕阳，浑身无力的他只能瘫软在地上，双手护着命根子，其他部位任由妖狼对他的撕咬挠痒，痛那是真的痛。如今他已经无力再发出声响，不过妖狼也只能伤到他皮肤下1厘米的血肉。很快林天阳便见一黑衣仙子穿入阵法，霎时妖狼纷纷后退，他们很明显发觉着娘们不好惹。白碧彤看着林天阳的姿势，讪笑出声，轻声道：“师侄，你这是什么姿势？还真是难看啊！”怒气无处发的林天阳压根就懒得再去搭理这个丧心病狂的师叔。见白碧彤手中朝妖狼挥出14颗丹药，林天阳很清楚，那正是他早上吃的丹药。妖狼一跃而起，纷纷吞下丹药。随即白碧彤方来到林天阳的身侧，将他扶起，还拿出了1颗丹药硬塞进他嘴里。林天阳也认识，这便是韩百柔给他服下的疗伤丹药。然后白碧彤便又拎着他的脚朝天飞，直至把他丢进天心府，还不忘记朝他传音道：“师侄，明天继续。”
林天阳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花园内，看着漫天星空。如今他想死的心都有了，整整一天，他就连触碰妖狼都无法做到。起初是完全看不到，后面他散开神时，也只能感觉到妖狼的靠近，直至最后，他试着提前在脑海里模拟妖狼的行动轨迹，但也只能看到残影，完全触摸不到妖狼的一根毛发。很快，林天阳就听到有人进入洞府。谭悠悠委屈道：“二姐，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师尊好严厉。”除了灵烟儿，其余三女纷纷朝韩百柔望去。韩百柔解释道：“姐姐妹妹们，师尊人很好的，你们再坚持坚持，就会习惯的。”呀！灵烟儿惊呼道：“各位姐姐，那是师弟吗？”灵烟儿手指花园之内的林天阳，没办法，此刻林天阳的服饰早已经被妖狼咬得破破烂烂，再加上那一头的凌乱头发，活脱脱一个乞丐的模样，灵烟儿一时认不出，那也是正常的。众女越看越像，连忙上前将他沉重的身体扶起。“师弟，你怎么了？师弟，你没事吧？师弟，你还好吧？”一想到明天还要继续被他那14位结拜义兄义妹义姐摧残，林天阳就觉浑身发怵。不行！林天阳大叫出声，必须提升境界。众女一脸疑惑，不等众女搞清楚，林天阳一个鲤鱼打挺，高高跃起，落地之时便已经扛起韩百柔，朝他闺房疾驰而去。众女目瞪口呆，很快屋内便传出了少女的娇哼声。众女在接受了韩千雪的严厉指导，如今个个疲惫不堪，哪里还顾得上这个二姐，纷纷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很快2轮功法结束，见韩百柔早已虚弱不堪，昏昏欲睡，林天阳便走出屋内，遁入体内空间，大口喝下灵泉一阵休息，然后又遁出空间，挨个点名，一个都没落下。一连半个月，众女个个疲惫不堪，就连境界最高的韩百柔都已经扛不住了，修炼的时候还被韩千雪指名道姓的批评。如今的他们既怕自己师弟不来，又怕他乱来。韩千雪恼怒道：“师妹，那臭小子你是不是对他太好了？怎么跟头牛似的，每天把这5个丫头折腾得不成人样，这还怎么修炼哦？”白碧彤也甚是意外，他明明已经把林天阳往死里整了，他怎么还有那么多精力？师姐，天阳师侄境界倒是没提升，但是清霄食药环已经亮起2颗宝石，他已经可以击中风暴妖狼了，速度已经和风暴妖狼不相上下了。什么？韩千雪满眼震惊，风暴妖狼那速度可是堪比破凡境1层的修士，且还是带着亮起2星的清霄食药环。师妹，半个月后那个名额，我想给他。听到韩千雪的话，白碧彤眼中带着慌乱与不舍，极力反驳道：“不可以，师姐，他的境界太低了，我不同意。”白碧彤又岂会不知道自己师姐口中的那个名额，也就是因为那次秘境探险，强如韩千雪破凡境初期，当时都是带着道伤回到宗门之内的，而林天阳只不过是合丹境，他又怎么舍得让林天阳前往如此危险的秘境？师妹，你也是知道那小子的战力的，他的战力是不可以用境界来衡量的，就柔儿那点战力，估计有去无回。目前最好的人选就是他了。在那个臭小子的浇灌下，几个丫头境界倒是提升了不少，但这武技丝毫没有进步。灵烟儿4品灵台晋升5品灵台和丹境8层体，赵敏3阶灵台晋升4品灵台和丹境4层，谭若红3品灵台晋升4品灵台和丹境3层，谭悠悠1品灵台晋升3品灵台和丹境1层，就连柔儿6品灵台如今也快要晋升7品灵台，吸收灵气的速度比我都还要快了，境界更是来到和阴境10层。白碧彤惊叫出声：“什么？”白碧彤满眼不可思议，心灵深处震荡不已。7品灵台那可是有望称霸的存在。听到韩百柔即将晋升7品灵台，白碧彤内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她都有想把林天阳就地正法的冲动了。可一想到自己已经这把年岁了，又深深地隐藏了心中的邪念。好了，师妹就这么决定了，天武圣地的秘境就让他去吧。你把这本天才地宝的介绍明天带过去给那小子吧，我相信他定能有不错的收获。韩千雪自己也觉得这个决定太过突兀，但是他一想到林天阳的爆发能力，反倒很放心把这个名额交到他手上，那是他当年险些生死换了的名额，且还是宗门之内无人知晓的名额。今日众女互相搀扶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天乐府，灵儿满眼委屈道：“姐姐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跟师弟好好商量，再这样下去，师尊就该发飙了。”对，众女异口同声。很快，众女便回到天星府，入门便见林天阳朝他们冲来，众女立马抱成一团，生怕再次被林天阳挨个击破。
什么情况？今天这么团结的吗？不等林天阳询问什么情况，众女便气鼓鼓地朝他恼道。林嫣儿率先发起训斥：师弟，你不准再乱来了，不然我们就……少女想了半天，就是想不到要如何压制林天阳。见林嫣儿卡顿了，韩百柔补刀道：师弟你再乱来，我们就禀告师尊了，让师尊出面了。林天阳愣了一下，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韩千雪那勾人的仙姿，随即很快就被对方的境界吓到，解释道：师姐，我这也是为了帮你们提升境界，你们像防狼一样看着我，师弟会很伤心的。看着林天阳那一脸委屈，谭若红心软了，宠溺道：妹妹们，师弟也只是好心，我们不……不等谭若红把话说完，另外四女马上便朝他投去了鄙视的眼神，吓到谭若红小嘴微张，不敢再发出一个字。韩百柔气鼓鼓的，今日他才当面被自己师尊点名，他可不想有下一次，决绝道：师弟，从今天起你自己抓阄，抓到谁，那你就只能跟他修炼，不准再骚扰其他姐妹，不然人家就告诉师尊。卧槽，这不是耽误自己提升境界的速度吗？见众女如今已经抱成一团，林天阳也只能认怂。算了，这不是还有一个女子与自己修炼，慢点就慢点吧。很快林天阳就说服了自己，随即问道：那师姐，我该怎么抓阄呢？众女瞬间围成一团，窃窃私语。很快众女就想好了一个方法，就是再只写下自己的名字，每天抽到谁就只能她替各位姐妹带过了。随即林天阳便见众女分工合作，跑进跑出的，很快一个木箱就出现在林天阳的面前。韩百柔出口：师弟，箱子里面有5张字条，你自己抽一张出来，不许用神识作弊。见此，林天阳也只能乖乖照做。很快林天阳便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张折叠后的纸，众女十分好奇地围了上来。当字条被打开，韩百柔的3个字瞬间就映入众人的眼里。没被抽到的众女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谭若红安慰道：二妹辛苦你了。二姐谢谢。二姐非常感谢。韩百柔想死的心都有了，她如今累得很，这第一天自己就这么不巧被林天阳抽中。不等韩百柔有下步动作，林天阳犹如一阵风，刮起韩百柔就跑。见此情形，众女很快便回到自己的屋内，将门反锁，免得林天阳耍赖。翌日，逃过了一劫的四女显得容光焕发，肌肤更是水嫩富有弹性，连日来的疲惫感总算消散，个个如同小精灵般雀跃，不停在花园之内嬉戏打闹，直至看到韩百柔更显疲惫的娇躯，众女满脸心疼，连忙上前搀扶她，直至走出天心府，前往自己师尊的天乐府。众女走后，很快林天阳屋内便悄然出现了白碧彤的身影，依旧是黑服，面带黑纱，只留一双勾魂的美眸展现于人前。如今林天阳已经不意外了，自己这个师叔是毫不避讳，进屋从不敲门。看着自己师叔那婀娜多姿的身材，身前壮观的双峰，丰腴的翘臀，再加上那双修长的美腿，林天阳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压下心中的邪火。林天阳都想一清方泽了。很快林天阳心念邪出，他都在想着如何拿下眼前这个勾魂的仙子了。没办法，如今几个丫头都逼着他，他可不想耽误修炼的进度。看着林天阳那一眼贪婪的目光，白碧彤反倒心生欢喜，收起小腹，翘起丰腴的臀部，使得身姿更加勾魂夺魄。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本的他只对修炼有兴趣，如今却多了这么一个师侄，可能是被林天阳的特殊天赋吸引，可能是被他外貌迷惑，可能是……许久，白碧彤方回过心神，一想到自己的羞耻行为，他就只觉黑纱下的小脸一阵火辣辣的。我发什么神经啊？我怎么可以这么贱，居然试图讨好这个差着辈分的师侄？不行，我跟他可是差着辈分的，不可以。很快白碧彤就恢复了往日的严厉，冷声道：看够了吗？还不快点起来。被白碧彤的话惊醒，想入非非的林天阳方回过心神，迅速着装起身。他可不敢在这个冷面仙子面前拖拉，谁知道对方等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今日的白碧彤并没有把林天阳吊在空中飞，而是领着他朝练功房的方向去，直至进入练功房。林天阳满脸疑惑，脱口而出：师叔，我们不做速度训练了吗？林天阳昨日还觉得奇怪，平日训练完，白碧彤只是给妖狼投去丹药，便带他回到宗门。而昨日修炼结束，白碧彤便把阵法收起，将妖狼收入灵兽袋，带回了宗门。白碧彤都无语了，一想到林天阳那强悍的体魄，昨日几乎是追着一群妖狼在打，还做个屁的速度训练，妖狼几乎都跟不上他的速度了。不用了，你的速度已经可以了，展现一下你如今的实力吧，我来做你对手。哈，好。看着林天阳一副摩拳霍霍的表情，
白碧彤都有点不知所措。什么情况？怎么搞得我跟他杀父仇人似的？林天阳早就在等这个机会，从开始被白碧彤拎起丢入阵法，任由妖狼折磨，他就已经想好了，待修炼有成，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师叔。很快铺天盖地的虎啸拳就朝白碧彤发起进攻，只是这拳头却被林天阳当掌法来用，招招力度控制到极致，身法角度更是刁钻。如今的他乾坤雷击早已经炼制大成，身法之快，神出鬼没，丝毫不比白碧彤慢了，也就是力量不如对方。无耻，太无耻了！白碧彤都有点忍不住破口大骂了。气死我了，这也太无赖了吧！我辛辛苦苦训练他，这家伙招招阴险，太不要脸了，不是朝人家臀部拍来，就是朝人家胸部袭来，要么就是试图撕下人家的面纱。白碧彤满脸羞恼，却又不敢动用自己破凡境5层的战力，每次都是感知林天阳的力道，再予以回击，几乎被林天阳追着打。白虎咆哮，没真正被这个招式集中在自己身上。林天阳在和韩千雪切磋时，白碧彤还觉得不以为然，然当正面被林天阳的招式震慑到的他，心神大振，就连聚集在掌中的灵气都被震散了。看着瞳孔涣散的仙子，林天阳露出一脸邪笑的表情，卸去手掌的威力，双瞳睁大，他可是无比好奇自己这个师叔的容貌。正当他要撕下那讨厌的黑纱，霎时，轰！一股汹涌澎湃的威压迅速将他震开，林天阳本能地收回手掌抵挡，然破凡境的威压又岂是他和丹境能抵抗得了的？此刻的他只觉骨架都快散了，瞬间倒飞而出。承受不住这股威压的他，只觉喉中热流迅速上升，直至最后直接喷出一口金灿灿的鲜血，瞬间倒地不起。噗！糟了！白碧彤回过神，方知晓自己一时心急，将实力都发挥了出来。看着倒飞吐血、倒地不起的林天阳，此刻的他无比慌乱。他从未如此害怕过，颤抖的手连忙从储物戒内摄取出疗伤丹药，顺身来到林天阳身旁，将他扶起，替他喂下疗伤丹药。是师侄，你不能有事，师叔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此时的白碧彤无助慌乱，将林天阳抱在怀里，不停言语，双瞳都湿润了起来。对，师姐，师姐那里肯定有丹药，师侄，师叔不会让你有事的。丹药入腹，林天阳便已经醒了过来，感受到脸颊上传来的柔软，闻着仙子的体香，林天阳都沉沦了，然却依旧假装昏迷，直至白碧彤要将他平放在地板之上，林天阳猛地坐起，右手顺势将身前女子的面纱扯了下来。白碧彤双眼圆睁，不知所措，二人相对而坐，四目相对。林天阳总算是如愿以偿了，看着白碧彤的容貌，他都有些失神了。虽不像韩千雪那般美得勾魂夺魄，也不像小姨子那般说不出的诱人，但绝对不比他现在的女人逊色半分，已经有和韩百柔一较高下的资格了。好美，这是林天阳的第一感觉。他生就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下颌收得轻巧，像一枚新剥的瓜子尖，柔和的收拢在下巴一点，颧骨倒腮的弧线却毫不突兀，只以一笔温润的弧度划过，仿佛春水触溶时最细腻的那道涟漪。肤色是透亮的瓷白，阳光一映，先显出浅浅桃晕，像白釉里偷偷晕开的胭脂色。眉尾略挑，带着2分轻俏，却被低垂的羽结一压，便只剩温柔。眸子极黑，成得像山脊血液里的2弯星子，偶一流转，又似瓜子壳里剥出的人藏着不经意的香。唇峰分明，颜色却淡，说话时只轻轻张合，便先叫人心底一颗咔嗒一声，像咬开了一枚最脆生的瓜子，微香乍泄，未及细嚼，已觉甘回。你感受到林天阳已经将他拥入怀中，躺了下来。被抱了，我居然被师侄像小女人般拥入怀中了。靠在林天阳胸膛的他早已心神大乱，满脸娇羞，呼吸急促，刚抬起的手想震开林天阳，脱离对方的怀抱，却瞥见他嘴角金灿灿的鲜血，玉手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无处安放的玉手终究是缓缓放了下来，轻轻搭在林天阳的胸膛之上。方才他无意间伤到了林天阳，白碧彤已经非常愧疚了，他不想再体验那种无助绝望的心情了，生怕对方遭到2次伤害。感受到林天阳身体传来的温度，急促的呼吸声，蓬勃的心跳声，以及那双紧紧将他抱在怀中的大手。师侄，白碧彤开口想要呵斥对方，却是憋了半天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慌乱、羞涩、恼怒以及辈分的差距，他如今心神大乱，满脑子空白。他知道自己最开始是被林天阳的神秘能力吸引，随之便被他的外貌吸引，直至最后被他强悍的体质以及悟性吸引。他原本是打算跟对方长期相处，日久生情，但这也太快了吧！
怎么就被爆了？他可是从小到大，他都没跟异性有过亲密的接触，就更别说被男人抱在怀中。他修炼玉女心经，宁愿将阴气排出体外，都不愿意被男人亵渎半分，如今却被爆了。这小失职怎么敢的呀？明知道我境界跟他的差距，他就不怕我失手杀了他，不怕被我处罚吗？就在这时，林天阳的手抱得更用力了，如今他巍峨的山峰都已经扁了下来，向四面八方蔓延。白碧彤心灵大震，刚抬起头望向对方那英俊的轮廓，异性呼出的热气迎面而来，他就像中了传说中的10香软骨散一般，浑身都使不出力来，直勾勾地看着对方喉结的滚动，直至最后他都舍不得发出声响，打破这份安静与和谐。师叔好香好软，师侄我好喜欢。刚把头趴回男子宽大结实的胸膛，却听到林天阳说出的言语，白碧彤感到更羞耻了，想推开对方的手，闻着林天阳身体散发出雄性气味，更令他双眼迷离，他都不舍得与对方分开了。男人的味道都这么香的吗？还是只有师侄身上的味道这么好闻？林天阳微微抬头，靠近白碧彤的耳根，语气中夹杂着热流，不停朝白碧彤耳朵呼出，随后轻声道：师叔，我能亲亲你吗？白碧彤浑身一震，全身酥麻，再度被林天阳惊到了。他说什么？他已经把我拥入怀中，这还不够吗？他怎么还敢奢求别的？他居然说要亲我，他怎么敢对我如此无礼？白碧彤羞恼道：不行，这绝对不行。保持着最后一点理智的他，刚想挣开林天阳的怀抱，便听到男子霸道的言语。林天阳语气带着严肃与霸道：别动。白碧彤都懵了，他堂堂破凡境的高手，不但被一个合丹境的小师侄爆了，亵渎了，如今还被凶了，他怎么敢的？当真是无法无天。白碧彤恼怒道：师侄这般对人无礼，你不怕死吗？话音刚落，林天阳更大胆了。方才白碧彤只是上身趴在林天阳怀中，如今整副娇躯都被林天阳抱到身上来了，紧紧与自己相贴，非但如此，还将脸趴在他3000青丝之上，闻着他的发香。师叔，我伤势还没痊愈，我早上不想修炼，我就想这样静静地抱着你，1息3息10息。师侄的伤的确因我而受的，抱都已经被他抱了，也不在乎抱多一个早上。很快白碧彤就在心里说服了自己，而林天阳见自己师叔久久没有反对，自然是猜出对方已经同意了，便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上下其手。感受到林天阳的举动，白碧彤更慌了，她都担心林天阳把她就地正法了，连忙警告道：不许乱动，带着不容抗拒的语气。感受到白碧彤的恼意，林天阳也不敢太过放肆了，如今的他内心已经很清楚了，自己这个肆意妄为的师叔是对他有意思的，今天想拿下对方的元婴之力估计是不可能的，但应该也不远了。二人整整一个早上就这么紧紧相贴，期间林天阳还有意无意将嘴唇朝白碧彤的脖颈贴了上去，惹得白碧彤多次浑身发颤，却没有对他发起苛责。很快便到中午，白碧彤从储物界摄取了一颗刺激辟谷丹，便摸着林天阳的嘴巴而去，将其喂了下去。林天阳虽知道丹药的效果，但却不知道其来历，好奇道：师叔，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丹药？女子羞恼道：毒药，毒死你个胆大妄为的师侄。林天阳微微一笑，并未多言。很快便听到身上仙子的娇羞声：次品辟谷丹，吃下可1天不进食，售价5灵石；下品辟谷丹，吃下可5天不进食，售价50灵石；中品辟谷丹，吃下可1月不进食，售价500灵石；上品辟谷丹，吃下可半年不进食，售价3000灵石；极品辟谷丹，吃下可1年不进食，售价8000灵石。境界：淬体炼气筑基合丹合阴地灵破凡天灵黄灵真灵霸灵。听说境界达到真灵境者便无需进食。听着白碧彤的讲述，林天阳总算是知道了辟谷丹的妙用以及合丹境后面的境界。看到窗外的日头，林天阳便已经知道早上已过，也只好松开紧抱白碧彤娇躯的双手。男人嘛，对还没成为的女人说话必须算数，免得引起对方反感。感受到林天阳双手已经松开，白碧彤捡起地上的黑纱，瞬间起身便要戴上黑纱，将自己羞红的脸遮住。这好不容易摘下的面纱，林天阳又岂肯轻易被对方戴上？一个瞬身便来到白碧彤身前，握住了她的玉手。你！指尖接触的瞬间，白碧彤美瞳不停睁大，她压根就猜不出林天阳想要做什么。看着眼前这张粉嫩肌肤如玉绝美的脸蛋，林天阳双眼都不舍得眨一下，淡淡一笑：师叔好美，我很喜欢，我就想一直看着师叔。师侄他夸我好看，我真的好看吗？他居然说喜欢我，
他真的不嫌弃我年纪比他大吗？无数的疑问，白碧彤再一次脑袋宕机，直至被林天阳收去手中的黑纱。夺过面纱，林天阳还不禁当着白碧彤的面将黑纱放到鼻子上嗅了嗅，随即一副很满足的表情将黑纱收入怀中。看着林天阳的举动，白碧彤只觉心中小鹿不停乱蹦，无比高兴，满脸羞红的她却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模样，娇声道：“把面纱还给我。师叔太好看了，我就想多看师叔一眼，这样小小的要求，师叔都不肯满足失职吗？”登徒子无赖。白碧彤转身背对着林天阳，转身后的她满眼藏不住的欣喜，更是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很快她便收起了笑容，从储物戒取出了一柄白如玉石的剑，严肃道：“八荒极影剑，一共3式。”什么？八荒极影剑还有3式？被林天阳打断，白碧彤就觉得很不爽，冷声道：“失职，不要打断我说话。”感受到白碧彤语气的不悦，林天阳立马闭上嘴巴，静静地聆听着白碧彤美妙的声音。八荒极影剑，第1式风顺，剑出鞘，人未至，剑威以先至。效果：配合身法短距闪现，出招犹如闪电，给对手猝不及防造成伤害，适用于近战。第2式百绝，剑气一化为百，百道剑光合二为一，一剑刺出，可造成100倍伤害。效果：范围远，伤害高，适用远程攻击，且需要大量灵气。第3式万剑极影，操控自身施展出万道剑气，一剑刺出，天地失色。效果：杀伤范围广，群攻伤害，适用于群攻，需精神力灵力浑厚者方可使出。失职第1式你已经学会了，我就不再施展，我只教一遍，学不学得会全靠你的悟性。对于悟性这一块，林天阳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他可是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再加上体内还有2倍流速的空间，他压根就不担心学不会白碧彤使出的剑招。很快林天阳便看到一绝美女子在空中舞动着高深莫测的剑招，最后更是1秒内连续使出100剑，100道剑气瞬间凝成一剑，化成一柄遮天蔽日的神剑，随着白碧彤玉手的挥动，神剑瞬间飞出，霎时整个天心府地动山摇。第2式百绝就在林天阳眼前完完整整的被施展了出来。白碧彤没有休息，刚落地的她一跃而起，就如仙女般在空中翩翩起舞，很快漫天剑影逐渐形成，完全覆盖了整个练功房。林天阳看得很清楚，漫天剑影随着白碧彤的精神之力操控，瞬间朝地面飞去。砰砰砰砰，许久剑影消散，而地面已经被剑气炸出了一个深不可见底的黑洞。足足1个时辰，阵法方修复了练功房的一切。而此时的白碧彤面色苍白，气息羸弱。好厉害！林天阳大叫出声，不停称赞。听得白碧彤一脸享受，更是直接当着林天阳的面露出了笑容。林天阳一个瞬身来到白碧彤身后，双手直接攀上白碧彤的肩膀。白碧彤浑身发颤，满脸慌张，她此刻正是虚弱的时候。失职不会乘人之危吧？我现在如此虚弱，他要是动强我该怎么办？我该成全他吗？此刻的白碧彤心里极为复杂，她既想发生点什么，又怕发生点，各种想法瞬间从白碧彤脑海里越过。然令她羞耻的事情终究还是没有发生，林天阳只是在替她捏肩捶背。师叔你太厉害了，师叔你花了多久时间学会的这2招？白碧彤转头看着林天阳俊朗的笑容，清澈没有杂念的眼神，不禁为自己刚才内心的邪恶想法一阵鄙夷。10年，一个林天阳完全想不到的时间，令他都愣住了。师叔，这也太难了，我压根就学不会，我还是不学了。听到林天阳还没学就打退堂鼓的言语，白碧彤就一阵恼火。白碧彤怒声道：学不会也要学，半个月后我会带你去参加天武圣地的秘境，那可是集合了5州所有年轻天才的秘境，是没有规则所言的，进入秘境之内，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你不想死就努力学。师叔，这天武圣地的秘境需要出宗门吗？肯定啊，出了宗门还有15天的路程，进入秘境历时2个月，出来我们就赶回宗门，那时刚好咱们宗门的天选之战便开始，所以你好自为之。林天阳都懵了，这出宗门的时间不对啊，还有2年半青云宗才开始弟子选拔，他现在出去也进不去青云宗，更找不回苏婉清3女。师叔，那参加秘境的人都是什么境界的？破凡境1层，再高秘境就承受不住，因此天武圣地只给破凡境初期以下的修士进入。师叔，你没开玩笑吧？我一个和丹境，你要带我去参加破凡境的秘境，跟一帮高我一个大境界还多的人进入秘境，
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卧槽，这明摆要小爷的命啊！很快，林天阳便从白碧彤眼中看出了不舍，他就纳闷了，要带我去参加秘境的也是你，那干嘛还要摆出这副姿态？白碧彤一脸无奈，轻声道：“是师姐的决定，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师侄，你要尽可能多学点杀伤力强大的武技，这样你方有可能从秘境活着走出。进入秘境，所有人都是敌人，那是毫无可言的秘境。师姐当初就是从这个秘境受了道伤，回到的宗门。强如韩千雪都拼到拖着道伤回宗，林天阳开始对这个秘境感到有压力了，比圣子选拔的压力还要大。看着眼前自己师叔的绝美仙姿，林天阳露出一脸邪笑，撒娇道：“师叔，你看你学八荒极影剑后两式剑招都花了10年，你就给我半个月时间，这样我怎么学？不然呢？那你还想怎么样？如今可没有10年的时间给你学。师叔，我们打个赌如何？你说说看。师叔，我后面这半个月自行修炼，我若是能修炼出百绝与万剑极影，你答应我一件事，如何？教你剑法，你还要我给你好处，你爱学不学？”林天阳冷声道：“师叔，那我不参加什么天武圣地的秘境了，就给我15天时间学习这么难的两式剑招，连一点彩头都没，我不学了，也不去那什么狗屁秘境。”“是啊，师侄才和丹境，又要他学习这么难以领悟的剑法，还要他代表宗门参加那样危险的秘境，我若不给点彩头，他哪里有心思练剑？不行不行，他若是真的练出了两式剑招，那时他要我该怎么办？不对啊，我在担心什么？我足足花了10年时间方悟透的剑法，他刚才有没看清剑招都是个问题，更何况是区半个月能施展出百绝就已经是天才了，更何况学会两式。”思索再三，白碧彤都觉得林天阳不可能半个月学会。看着林天阳一副不肯屈服摆烂的模样，白碧彤总算是服软了。好，我答应你，半个月时间我不来打扰你。你若是真的能学会八荒极影剑后两式剑招，我便答应你一件事。听到自己师叔的话，林天阳内心早已乐开花了，却依旧摆出一副质疑的态度。师叔，是任何事哦，师叔不会骗我吧？臭小子，你连师叔都信不过吗？林天阳果断摇了摇头。那你要我怎么办才肯相信我呢？师叔，你发誓吧。你发誓我就相信你。看着林天阳一副信誓旦旦的表情，白碧彤又开始犹豫了。不行，师侄要是真的学会怎么办？很快这个想法便被他打消了，他压根就不相信林天阳能在短短半个月学会他花费10年才学会的剑法。随着白碧彤手指青天发下了誓言，林天阳很清楚地感受到某种法则降临到了白碧彤的身上。白碧彤鼓着腮帮，没好气道：“哼，誓言我发了，可以了吧？”林天阳露出一脸邪笑，白碧彤怎么看都觉得猥琐。“师叔，你把传音信息给我留下，待我发信息给你，你再来寻我吧。”很快白碧彤便留下了传音信息，随即头也不回便走出了天心府，来到天乐府。而此时的众女正处在阵法的笼罩之内，除了韩百柔能避开妖狼的攻击，至于其他4女皆是伤痕累累，互相背靠背朝妖狼挥出各种掌法。白碧彤一离开，林天阳立马遁入空间，开始剑法的修炼。看着众姐妹的无用之功，韩百柔连忙提醒道：“姐姐妹妹们，你们误会师尊的用意了，这是4阶的风暴妖狼，没有破凡境的战力，是伤不到妖狼了。二姐，那该怎么办？”谭悠悠满眼慌乱，她境界可是无人最低的，如今她伤得最重，要不是一众姐妹的帮扶，她早就站不起来了。韩百柔继续解释道：“大家听我说，师尊应该是要训练我们的身法与速度，大家不要再浪费灵力去攻击那些妖狼，想办法避开就好。”随着韩百柔的提醒，众人很快就开始分散开，不再与妖狼搏斗，开始在阵法之内四散逃亡。看着5个小丫头互相扶持，互相帮助，韩千雪一脸欣慰，她都开始佩服林天阳了，能让高傲的韩百柔、清纯的林嫣儿、妖娆的谭悠悠、端庄的谭若红、听话的赵敏，这几个宗门相貌最顶尖的女子和睦相处，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而白碧彤来到韩千雪旁，看着阵法内的5人，便已经出神了。我是不是很快也会成为这几个丫头当中的一员？白碧彤暗念道。如今的她思绪混乱，内心慌张，她又想林天阳学会后两式剑招，多点自保之力，赢得打赌，向她提出过分的要求。听着韩千雪讲述着众丫头天赋的提升，她也想要，毕竟她也才3品灵台，她也很想提升自己的天赋，继续朝大道前进，但内心又怕自己师姐的责罚，怕林天阳嫌弃她的年纪，怕。见白碧彤一脸愁容，韩千雪柔声道：“师妹，你怎么了？
怎么气息这么混乱？见白碧彤没有回应，韩千雪再次出口：“师妹。”啊，师姐，我没事。很快，白碧彤就病心静气，清除了心中的杂念。她可不想被自己师姐这么快察觉到自己的小心思，毕竟韩千雪的思想太传统了，一时半会是很难理解她的。师妹，那小子答应去秘境了吗？听着自己师姐那小子的叫，白碧彤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白碧彤没好气道：“师姐，你别小子的叫，师侄叫林天阳，他可是你的徒婿。”话音一出，二人都愣住了，看着自己师姐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白碧彤连忙解释道：“师姐，林师侄如今已经是剩女的男人了，我们不可以再那么随便地叫他，这样柔会伤心的。”可恶，我怎么会去指出师姐的字眼？难道我真的这么贱吗？这么快就开始维护这个无赖的师侄？自从林天阳说出白碧彤很美，他很喜欢，白碧彤内心潜移默化便已经朝林天阳靠拢了。自己师妹可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任何不是，这突然整这么一出，韩千雪都有点懵了。可是转念一想，也对，毕竟林天阳跟韩百柔都已经那样了。好，林天阳师妹，那林天阳同意前往天武秘境了吗？他同意了。白碧彤原本还想跟自己师姐说下林天阳跟他打赌的事情，哪怕最后林天阳打赌赢了，他也可以说是被迫的。然他并未说出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加上那都是他猜测的，他压根就不知道林天阳若是赢了会说出什么样的要求。听到林天阳已经同意前往秘境，韩千雪方心安了下来。他都想好了，若是林天阳担心危险不愿前往，那就只能让韩百柔去涉险了。但一想到他自己当年历经的事，他又不放心韩百柔前往。这么重要的秘境名额，他可舍不得交由不是自己身边之人前往。好在林天阳同意了。师妹，那你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就由你带他前往。林天阳进入空间，就看到空间之内的极品灵米泛滥成灾，整个小木屋内都堆满了鲜红的灵米，甚至都溢出屋外。而小白就直接躺在灵米堆上熟睡。这段时间不愁吃喝，忙着修炼，林天阳压根就把收种灵米的事给抛诸脑后了。而空间之内也只有小白的存在，林天阳自然知晓，这是小家伙帮他收种的成果。高兴的他抱起熟睡中的小白，好一阵稀罕。醒来的小白一脸气鼓鼓的，叽里呱啦的指着林天阳一阵数落，更是直接在空中描画大白的模样。很快林天阳便猜出小白这是想大白虎了。小白，过阵子再把大白带进来陪你。听懂林天阳的话，小白很是高兴，围绕着小院不停穿梭。林天阳没办法了，大白虎自从来到天心府内，虽跟他亲近，但是大白却很怕韩百柔，时时刻刻跟在韩百柔身侧，说白了就跟小丫鬟似的，生怕惹得韩百柔不高兴。安抚完小白，林天阳很快便开始顿悟，回忆起白碧彤施展出的每招每式。娘，我好想姐夫和姐姐，整天待在院子里修炼，好无聊，人家想姐夫了。看着怀中自己的小宝贝湿哒哒的双瞳，满脸委屈，苏婉晴很是心疼，然她也没有办法。吱呀，房门瞬间被打开，走进一绝美少女。轩姐姐。看到绝美少女的到来，上官月转身便扑入绝美少女的怀中。绝美少女安抚道：“小月儿，这是怎么了？又想你姐夫了吗？”苏婉晴朝绝美少女点了点头，柔声道：“轩姑娘你来了，替我好好劝劝这丫头。”好的，阿姨。上官月抽泣道：“轩姐姐，你有没有找到我姐夫？我姐夫名字叫林天阳。”绝美少女摇了摇头。上官月再道：“轩姐姐，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找我姐夫？我好想他。”绝美少女完全想不通，像上官月这样倾国倾城的容貌，勾人的身姿，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能令她想念至此？绝美少女继续安抚道：“小月儿，你可是魅惑之体，你如今才和丹境初期，轩姐姐可没拦着你出门。你上次出去就已经看到了，众人看你的眼神，你若是不怕被坏人掳了去，那就一起去找。”一提起上次出门的事，上官月满眼惊恐，立马打退堂鼓，躲回自己娘亲的身后，探出小脑袋，颤声道：“轩姐姐，我还是不去了，你帮我找姐夫好了。”见上官月没有再哭着吵着去寻找自己的姐夫，绝美少女方转头望向苏婉晴，轻声道：“阿姨，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有一处秘境要开启了，据说里面有烈火红枝，有了这株灵药，你体内隐藏的特殊体质就能被破开。我离开的这段期间，你们务必不要走出小院。”苏婉晴微笑点头，她如今已不是修仙界的小白兔，就不说上官月的魅惑之体，就单单她们母女俩的容貌，就已经能令无数男子疯狂。每每想到
前往青云山的半路，天空中飞来的无数修士，就为了抢夺他们母女的场景，至今他都历历在目。若不是遇到绝美少女的出手相助，他都不知道自己二人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凄惨。唉，还真是难啊！师叔都要花费10年方修炼出的剑技，当真是高深莫测。林天阳进入空间，就开始揣摩白璧童施展出的百诀，足足花了12个小时。他总算是把百诀的所有晦涩难懂的招式记了下来，如今就是明天灌入体内灵气，开始修炼。很快，他便遁出了空间。他可还不想被人发现他体内的空间秘密。还未走出大殿，林天阳便听到花园内传来众女的哀嚎，惊吓的他连忙朝花园内疾驰而去。很快，一幅血淋淋的场景就出现在他的面前。满脸心疼的他，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去扶起哪一个，毕竟众女都受伤了，且是遍体鳞伤。看着林天阳心疼的模样，众女强忍着伤口的疼痛，一个个露出笑容，朝林天阳看去。灵儿扬起小脑袋，一副仰慕的表情，夸赞道：“师弟，你好厉害！我们都听师叔说了，师叔说你的速度，风暴妖狼都上追不到你。”赵敏接道：“师弟，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们好不好？”很快，众女就都朝林天阳投去了目光，个个睁着灵动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乖乖的等着林天阳的传授。看着众女血淋淋的模样，林天阳压根就没心情谈论修炼的事。在听到灵儿的话，他便已经知道众女是被风暴妖狼追了一整天，伤成这副模样的。林天阳轻声安抚：“师姐，你们稍等一下。”很快，林天阳便施展乾坤雷击，来到第一次见到韩百柔的温泉池，大手一挥，瞬间泉水飞腾而起，落到一旁的灵草之上。感受到周围没人窥看，林天阳又从体内空间摄取出灵泉，注入温泉池内，顿时整个后院灵泉浓郁，不停升腾起烟雾。他这一举动，空间之内的灵泉瞬间少了1/5，气得小白不停在空间之内骂骂咧咧。谭若红疑惑道：“二妹，这师弟匆匆忙忙，这是跑到主殿内干嘛去？”其余4女也好奇，毕竟她们可是没有进过主殿之内，压根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看着姐妹们的眼神，韩百柔自己都不知道林天阳干嘛去。不等韩百柔解释，林天阳便已经窜出主殿，来到他们的身旁，左手抱起谭若红，右手抱起韩百柔，便朝主殿疾驰而去。剩下的3女一脸懵，还不等几人有所交谈，林天阳便再度赶回，抱起赵敏、谭悠悠朝主殿冲入。灵儿满眼委屈，美瞳瞬间湿润。明明是自己把师弟带进宗门的，为什么师弟把人家落到最后？再次出来，林天阳便已经发现小丫头的情绪不对，他可不瞎，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不停朝地面掉落，溅起一丝丝涟漪。林天阳弯腰蹲下，双手大张，轻声道：“师姐来，让师弟好好抱下。”灵儿满眼幽怨，扭过头冷哼了一声。林天阳大步上前，直接将这小气包抱入怀中，朝大殿走去。“放开人家，师弟你就只喜欢各位姐姐？你……”不等灵儿有所反应，林天阳便堵住了她的红唇，直至来到转入后花园的拐角。此刻的灵儿红唇早已隆起，脖梗之处更是直接被林天阳留下了5、6个草莓印记。“师姐不生气了好吗？”灵儿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冷声道：“哼，人家还没原谅你，你不许再亲人家。”看着一脸傲娇的少女，林天阳宠溺道：“师姐，师弟可是想跟你多点时间相处，才特地把你留到最后的，别生气了好吗？”听着林天阳的解释，灵儿原本满怀幽怨的眼神瞬间亮起，娇声道：“对不起，师弟，人家不该生气的。”林天阳恼道：“师姐，既然做错了，那就得接受惩罚，不能光靠一句对不起就想平了师弟的怒火哦。”灵儿满脸娇羞，小脸直接趴到林天阳怀中，呢喃道：“师弟，那你想如何惩罚人家？”林天阳面无表情，然心里已经乐开花了。“那师姐，你今晚不许把门反锁，那我就原谅你了。”灵儿小脸更红了，她又怎么会猜不出林天阳的想法，害羞道：“师弟，不可以的，给姐姐们知道我坏了规矩，他们会不理人家的。我不管，师姐，你今晚自己看着办吧。”林天阳没多做停留，毕竟灵儿身上的伤势也不轻，虽然比谭若红、赵敏、谭悠悠3女好些，但也是遍体鳞伤。赵敏催促道：“五妹，你快点下来，这泉水好舒服，灵气浓郁不说，还带有治疗的效果，太舒服了。”韩百柔疑惑道：“师弟，你这泉水从哪里弄来的？”林天阳转念一想，胡说八道起来：“师姐，这泉水是在试炼之地得到的。”赵敏虽有疑惑，山洞之内空空如也，他压根就没看到这浓郁的灵泉水。很快，灵儿就逃开了林天阳的怀抱，直接跨入温泉池内。进入池中的灵儿
方发现众位姐姐都是一丝不挂，随即一脸尴尬，在水中一阵折腾。很快林天阳便见林妮儿从水中取出了一条破烂的裙子、肚兜小蟹裤，朝岸上放去。看着泉水升腾起的烟雾，众女那肌肤如雪的肩膀，林天阳咽了咽口水，随即很快就褪去了上衣。看到林天阳的举动，众女连忙制止：“师弟，你走，不许下来。师弟，我们都受伤了，你快出去。”师弟听话，见众女一点面子都不给，还威胁他若敢下来，他们便上去。林天阳也只好灰溜溜的回到今天下午他在主殿内收拾出来的房间休息。很快园内便发出众女的嬉笑声。许是从未一同面对泡温泉，众女都显得十分羞涩，直至谭悠悠看到韩百柔的身姿，身前那高耸的山峰，众人方调侃起来：“呀，我知道了。”赵敏的一声惊呼，独自享受灵泉的众女方聚集了起来。谭悠悠疑惑道：“四妹，你知道什么？”“三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外门三花的名列了。”众女也好奇，纷纷朝赵敏投去了目光。“我跟你们说，男人都喜欢大的，我发现师弟就是这样。”随后赵敏便直接站起，露出白嫩的娇躯，手指韩百柔：“姐姐妹妹们，你们看，二姐号称外门第一美，二姐身前就是最大的，五妹妹也是排名第二，她也不小。三姐比起二姐跟五妹却是稍微小了一点，怪不得人家没有进入前三，人家这些年可郁闷得很。”听着赵敏的讲述，众女恍然大悟，纷纷朝韩百柔望去。看得韩百柔满脸通红，连忙将玉手护住自己的大白兔：“二姐别那么小气嘛，师弟都能看，就给我们看下呗。”谭悠悠一脸邪笑，随即立马上前将韩百柔的玉手抓住。很快谭若红、赵敏、林嫣儿也加入了大队。“姐妹们，你们别闹，太羞人了。”韩百柔可是合阴境10层的存在，然众女相处都不允许动用灵力和境界，如今她就是一介凡女，又岂是众女的对手？很快众女又开始重新的比较，韩百柔第一林嫣儿，第二谭悠悠，第三谭若红，第四赵敏，第五。时光飞逝，见伤势已经恢复，众女方跃出水面，从储物界取出新的服饰穿上。没办法，白天的服饰早已被妖狼毁得不堪入目。足足3个小时，林天阳听着众女的言语，听得面红耳赤，体内阳刚之气翻江倒海。感受到众女已经走进大殿，林天阳第一时间便窜了出来，呵呵，嘻嘻哈哈。看到林天阳的模样，众女纷纷笑出了声。随即谭若红便直接从储物界拿出木质的箱子，递到林天阳身前。很快今晚的幸运儿就诞生了，林天阳直接扛起谭若红就跑。看到林天阳一脸猴急的模样，众女又是一阵嬉笑。砰！很快2轮功法就结束了，而谭若红体内却发出了破镜的声响，来到合丹境4层。林天阳都无语了，自己如此辛劳，合丹境7层巅峰就是迟迟没有突破，林天阳如今都有点郁闷了，灵根太多，着实不是什么好事。师弟，谢谢你。林天阳没好气道：“师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都是师弟的女人，还跟我道什么谢？”此刻的谭若红感到无比的幸福，趴在林天阳的怀中，心中甜甜的。原本他还陷在地狱的牢笼当中，无法自拔，而如今的他，是他以前做梦都完全不敢想的。不但有了个这么好的师弟，那么疼惜他，就连天赋提升了，更是败在韩千雪这位天武第一美合欢宗宗主的门下。很快白天的疲惫再加上双休的疲劳，谭若红便沉沉的睡了过去。不行，得加把劲提升境界才行，我都还没把晴儿姐儿月儿找回，我可不想死在什么天武秘境之内。振作起来的林天阳方缓缓起身，朝天心府入门第一间闺房走去。他可是记得很清楚，命令林嫣儿不许锁门的。不出所料，很快林天阳便推开了房门，大步踏入，反手就把门关上。一股浓郁的少女芬芳迎面来。摸黑来到少女的床榻之前，林天阳方发现林嫣儿压根就还没睡。不等林天阳爬上床榻，林嫣儿已经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扑到他的怀里。“师弟，你老实跟人家交代，我们五姐妹，你最喜欢谁？”林嫣儿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倒是把林天阳给问倒了。“师弟，没关系的，不是我也没关系，人家就是好奇，从未见过礼物，有没有读者大大随便送点来鼓励一下的？”嘻嘻。林天阳仔细想了一下，便得出了结论。“你……”林嫣儿都愣住了，她原本还以为自己应该是林天阳第二喜欢之人，第一肯定是圣女，可没想到林天阳会说是她。她虽不信，但听到是自己，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林嫣儿质疑道：“师弟，你就别骗人了，怎么可能是人家？四姐都说了，你们男人都喜欢大的，怎么可能是我？”林天阳认真道：“
师姐，真的，你看若不是你，我怎么会单独找你开小灶？透着月光，林妮儿从林天阳的眼神看出了对方的真诚，激动的她便主动朝林天阳递出了红唇。若是其他妓女问了，林天阳也会说是他们，当然那是骗他们的。但是林妮儿却是的的确确他最喜欢的，若论相貌身姿，那肯定是韩百柔。但林妮儿把原因给了他之时，林天阳那时可是完完全全的废材，淬体精不说，就连天赋也是不能再差的存在。为了这样的他，林妮儿都甘心为他豁出了性命，自然在林天阳心里地位是更重的。这夜过后，林妮儿屋内便没再反锁过了。很快将对方哄睡，林天阳便悄然回到谭若红的身侧，他可不想影响众女的姐妹情深。这段时间林天阳过得十分安逸，晚上双休，白天勿见，也没有什么烦心事要管。住在顶峰也不用去担心什么长老联盟会有什么阴谋，林天阳都想快点找到苏婉晴母女三，把他们带进合欢宗。时光飞逝，第15天悄然到来。清晨，旭日的阳光缓缓升起。今日的林天阳起得格外早，早早便来到小园之内，等待着众女的走出。难得林天阳昨夜消停了一个晚上，众女个个容光焕发，精神奕奕，且经过了半个月的训练，如今她们每天回来，已经不再是伤痕累累、一身狼狈的模样。很快，众女便朝林天阳围拢了过来，不停打量着林天阳。他们昨夜便已经发觉这个师弟的异常了，平日完全不肯停下的双休，昨夜居然主动婉拒了抽签的仪式，今日更是早早起来等着他们。韩百柔第一个上前，伸出玉手朝林天阳额头探去，表情疑惑道：“师弟，你没发烧啊？怎么你这么早起床？”众女纷纷朝林天阳投去了好奇的目光。林天阳淡淡一笑，将众女挨个报了一遍，随即轻声道：“师姐，师弟我今日就要跟师叔前往外界参加什么天武圣地的秘境。”轰！众女第一时间都愣住了，他们可没想到林天阳会离开他们的身边，就连那什么天武秘境都没听说过。众女满脸错愕，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林嫣第一个扑进林天阳的怀中，众女也很想这么做，但一想到林嫣最小，是妩媚，便没有上前。林嫣满眼不舍，不满道：“师弟，你为什么都不提前跟我们说？我们都没给你准备什么保命的武器。还有，你要离开多久？”看着众女的表情，林天阳心里甜甜的，还没出门，众女就在担心他的安危。林天阳抬起头扫视着众女，安抚道：“师姐，你们好好的，师弟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都要听你们师尊的话，宗主要是不在，你们就都听柔儿的话，还有夜间就不要出门了。”众女很是乖巧，纷纷点头回应。韩百柔冷声道：“师弟，你说的我们都会做到，那你也要给我们保证，不许涉险，太危险的地方不许靠近。好了，师姐，师弟的战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危险。”对于林天阳的战力，韩百柔还是很放心的。他如今合阴境10层后期的修为都没把握拿下林天阳，可他却完全想不到林天阳此次前往的秘境参加的人选几乎都是破凡境的修士，若是他知道，估计是不会同意林天阳前往的。当然林天阳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些，免得他们担心。韩百柔越想越不放心，随即低下头看着怀中的小白虎，柔声道：“大白，你去好好看着师弟，不准他乱来。”大白如今的气息那可不是盖的，丝毫不比韩百柔和阴境10层弱。不但有林天阳的投喂，还有韩百柔的照养，就连韩千雪都十分喜欢大白。每天舞女修炼的时候，韩千雪便会带着大白前往妖兽山脉，给他猎杀高阶的妖兽，助其成长。大白很通灵性，十分听话的点了点头，便跳到林天阳的肩膀之上，蹭了蹭林天阳的大脸，随即低下头，那副模样颇像小女儿家害羞的姿态，惹得众女嬉笑出声，个个笑得身前一阵起伏荡漾，害得林天阳都看花了眼，连连吞咽了3次口水，浇灭蠢蠢欲动的邪火。若不是想到还有道美味佳肴等着，林天阳都想抱着众女再来一次极致的双修了。很快与恋恋不舍的众女做了告别，直至看到他们穿过阵法走出洞府，林天阳方拿出身份令牌，朝白碧彤发去了传音。白碧彤这10来天过得那可是度日如年，每天都躺在床榻上对着身份令牌发呆。没办法，林天阳压根就不要他教，就是要他老老实实回去等着，急得他坐立难安。这半个月他既希望看到林天阳朝他发来传音，但一想到林天阳若是给他发来传音，就代表林天阳真的用半个月时间学会了他花费10年才习得的八荒极影剑的最后2式剑招，且还有那个赌约在，他就觉小脸发烫，不敢想下去。滴滴滴，看着手中不停震动散发着幽光的身份令牌，白碧彤1秒都没思考，便朝天乐府大门飞去，一个不小心就直接撞翻了刚进入府内的舞女。
啊啊啊！舞女哪里受得了他的这一冲撞？他可是破凡境的高手，个个仰头倒地。白碧彤满脸娇羞，好在有戴着面纱啊！对不起，各位师侄，师叔不是故意的。一想到这么急是去看他们的小男人，白碧彤就羞愧得难以自容。看到白碧彤如此疾驰，韩百柔便想到了自己师叔这是急着要带林天阳前去参加秘境。一想到林天阳境界还是太低了，韩百柔连忙拜托道：“师叔，你要带师弟去参加那什么秘境吗？那你可要帮人家保护好我这个好师弟。”听着自己师侄的拜托，此时白碧彤内心极为慌乱，连忙点了点头。被他撞倒的一群师侄，他都没去扶起，便逃也似的穿过了阵法，朝天心府飞去。他如今最好奇的是林天阳到底有没学会剑招。很快他便进入了天心府，看着练功房外的小白虎，他便朝练功房内飞入。刚一落地，便听到林天阳的声音传来：“师叔，瞧好了，百绝！”很快白碧彤便看见一少年高高跃起，在空中舞动着他再熟悉不过的神秘剑招。他开始瞳孔大张，看着半空中那伟岸的身影，随后不可思议地看着空中的百道剑影，凝成一柄10丈巨剑。随着林天阳的缓缓落地，巨剑直接就朝地面刺出。轰！瞬间练功房内地动山摇，剑气烟尘漫天。不等阵法修复地面深不可见底的黑洞，林天阳又再度一跃而起，万剑急影。很快练功房内渐渐浮现出灵气化成的剑，1把、10把、100把、1000把、1万把，灵剑悬浮于半空。此时林天阳的灵气早已经亏空，慌乱的他连忙操控灵剑朝地面攻击。轰隆隆，漫天灰尘充斥在整个练功房，就连林天阳的身影都已经被烟尘吞没。足足半个小时过去，练功房方恢复往日的平静，地板又再度被阵法修复回来。他做到了。他怎么做到的？仅仅半个月就做到我花费10年的领悟。看着少年不停朝他走来，白碧彤整个人都是懵的。天赋妖孽之人他也见过，那就是他的师姐韩千雪。可自己的师姐也是花费了1年的时间方练出八荒极影剑的后2式剑招，而林天阳却只用半个月。看着双目失神的师叔，林天阳大步上前，直接摘下了他的面纱。感受到面纱被摘去，白碧彤浑身一颤，连连后退了2步，看着林天阳，颤声道：“师侄，你想干嘛？”看着绝美师叔丰腴的娇躯，满脸羞红，林天阳一个瞬身便来到白碧彤的身前，吓得他一阵趔趄朝后倒去。林天阳顺势双手就环住了他的盈盈柳腰。白碧彤满眼慌乱，玉手不停朝林天阳胸前推去。羞恼道：“放开我，我可是你的师叔。”他虽想过成为林天阳的女人，提升自己的修炼天赋，但也只是想。但真正面临到林天阳的触摸，白碧彤退缩了。一想到他的辈分，他怕了。他可是对方的师叔，他怕东窗事发，他怕被宗门内的人知晓他的无耻行为，他怕自己师姐的失望，更怕将来不知道如何面对那5个小师侄。林天阳微微一笑，打趣道：“师叔，你忘了我们的打赌了吗？你忘了发下的誓言了吗？”白碧彤再度愣住了，原本极力推开林天阳身躯的玉手都软了下来。见自己师叔没有再用力推开自己，林天阳一个弯腰便直接将他打横抱起，闻着怀中师叔的体香，邪笑道：“师叔好香，好软，好轻。”被林天阳这一夸，白碧彤小脸更红了，无处安放的玉手连忙捂着自己不停起伏的身前，转头避开了林天阳带有侵略性的眼神。很快林天阳便抱着白碧彤走到了练功房门前，大白很乖巧，便让开的道路，独自走到花园内，享受着太阳照射的温暖。看到林天阳抱着他朝主殿走去，白碧彤呼吸更急促了，赶忙闭上双眼，轻声道：“我不要去柔儿的房间。”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可是守身多年的仙子，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第一次是在别人的床榻之上度过的。林天阳微微一笑，靠近他耳旁，柔声道：“师叔，我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白碧彤猛地睁开了双眼，看着林天阳的眼神，他再次愣住了。早已经，难道师侄他一早就知道自己能学会后2式剑招？那么晦涩难懂的招式，他到底是怎么学会的？且还是只看了1遍。此刻的白碧彤内心无比慌乱，有种被卖了还在替别人数钱的感觉。他已经猜出待会会发生什么事了，一想到还有誓言在，他就觉得好委屈，美瞳渐渐浮起薄雾。不许哭！林天阳的语气带着霸道与命令。白碧彤都被惊住了，连忙强忍泪水。师侄他凶我，他都已经阴谋得逞了，还如此霸道，就连哭的权利都要剥夺人家。
很快，白碧彤便被抱到大殿最左处的房间之内，放到床榻之上，而韩百柔的房间则是在右边，中间还隔着个大殿，左边还空着一间房间。看着床榻上崭新的床单与锦被，白碧彤相信了林天阳早已经给她准备好房间。二人四目相对，白碧彤终究还是忍不住好奇出口：“师侄，你早就知道你能学会两式剑招，对吗？你这是有预谋的，对吗？”林天阳轻笑道：“师叔，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你不知道吗？”话音刚落，白碧彤再度被震惊到：“师侄太变态了吧！拥有神秘提升天赋的方法，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还有他的体质。”很快，白碧彤就再度被拉回心神。林天阳认真道：“彤儿，我很喜欢你，我不想强迫你，我感受到你也是对我是有好感的，不然你不会那么悉心教导我，因此才会与你打赌的。他唤我彤儿，不是叫我师叔，他真的好大胆子。他说的话是真的吗？我都躺到床上来了，他真的不会对我？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但感觉有时候也会出错，所以我还是想征求你的意见。若你不想做我的女人，那打赌就算了，想来是我自己放弃的要求，誓言也不会对你有所影响。”看着林天阳清澈的眼睛，俊朗的容貌，听着他真诚的言语，师侄。不等白碧彤说完，林天阳果断打断了他的话，轻声道：“彤儿，想做我的女人叫夫君，不想做我女人，那以后我们还是以师侄相称。”白碧彤小口微张，美瞳大睁，一脸难以置信：“这师侄也太霸道了吧！我真的要如此称呼这个小男人吗？都还没怎么着，就要人家改口，这要我怎么叫得出口？”许久，白碧彤满脸娇羞出口：“那声音细若游丝，像怕惊动尘埃似的，只贴着地面匍匐前行，若不留神，连耳膜都来不及捕捉，便滑走了。”林天阳扣了扣耳朵，轻声道：“彤儿，你说什么？我没听清。”白碧彤那个气啊，她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虽然是小声了点，看着身前男子，紧咬双唇的她，终究还是缓缓张开了润唇。夫乌恩，听到第一个字，林天阳便已经直接上前堵住了他的小嘴。被林天阳吻住红唇的那一刻，白碧彤浑身一颤，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境界，化成一凡人女子，整个人都软了下来。慌乱的她连忙闭上双眼，任由林天阳对她的强势霸道。二人一阵旖旎，许久方分开对方的红唇。“彤儿，你的小嘴好甜，彤儿的香咸好好吃。”被一个小自己那么多辈分的小男人如此夸赞，白碧彤呼吸急促。白碧彤满脸桃花，想了想，还是羞涩出口：“夫君就莫要打趣人家了，人家已经年老色衰了，又怎么比得上你那些莺莺燕燕？彤儿，你莫要暗自菲薄，他们那些小丫头都还没长开，还是花骨朵一枚，哪像彤儿你已经是盛开的牡丹。”此刻的白碧彤，她都开始怀疑自己前半辈子活到狗身上去了，竟然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大道，放弃了人类最原始的情欲。但转念一想，又感到庆幸，若非如此坚持守身如玉，又怎能遇得到这样的小男人？听着小男人的称赞，她感到无比幸福，一想到辈分的差距，又有种莫名的刺激。白碧彤双眼迷离，呼吸急促，看着身前男子，双手朝着自己腰间落下，直至解开自己腰间的系带。此刻的她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只好将头扭过去，掩盖着此刻的羞涩，看着床榻深处。很快，她便感觉到裙子的滑落，直至感受到最后完完全全地呈现在林天阳的面前。啊！慌乱的她惊呼出声，玉手连忙捂住自己重要的部位。她哪里有被人看过自己的娇躯，就连手都没被人触碰过，吓得她连忙闭上双眼。很快她便感觉到玉手被林天阳握住，羞涩的她浑身发颤。美，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如沐春风。娇躯白碧如玉，肌肤紧致细腻，腰细如柳，身材曲线玲珑有致，丰挺臀翘。许久，见小男人迟迟没有动作，白碧彤内心无比慌张。夫君是不是嫌弃人家了？紧闭双眼的她刚生出胆怯之意，睁眼便见林天阳那想占有她娇躯的眼神，欲要转身躲避小男人那邪恶的眼神。然为时已晚，林天阳就犹如猛虎扑食，直接就朝他扑了上来。很快，宁静的小院便传出了各种暧昧的声音。夫君，你啊！看着这旖旎的场面，女子羞红着脸颊，玉手连忙捂住双眼，好奇心作祟，又透过指尖细缝偷看了几眼，随即立刻闭上双眼，继续享受着白色灵气的滋养。然小脑袋里却久久无法忘记看到的景象。大战足足持续了很久很久，白碧彤惊叹连连，
以往只是听韩百柔不清不楚地描述林天阳的天赋，直至亲身体验，他都不知道被震惊了多少回。林天阳那强悍的体魄，体内那浑厚的阳气，灵根灵台，品阶皆是他只能仰望的存在。最神秘还是灵台之上的那一团什么气体，仿佛包裹着什么，就连他破凡境的神识都完全无法透视。白色灵气仿佛带着无尽的生机，直至最后一缕飘到他体内，融入了自己的灵台之内。很快他便看到自己灵台的蜕变，原本散发着黄色光芒的灵台缓缓转变成绿色光芒。看着地上带有鲜红的床单，林天阳高兴地笑出了声，呵呵呵。白碧彤慵懒地趴在林天阳的怀里，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好奇到，抬眼便见林天阳目光所视之物，娇羞的他立马拿起一旁的服饰，找到储物戒，玉手一挥，将满地床单收进了储物戒。见窗外夕阳已有落幕之势，白碧彤没好气道：“夫君出发了，柔儿他们要回来了，人家不想被他们见到如今这副模样。况且飞船快要起飞了，再不前往青云城，就要错过飞船了，到时就没有前往圣地的方法了。童儿，时间还早，再来一次，我感觉很快就能突破核丹境12层了，最后一次了。”林天阳早已乐不思蜀，核丹境7层，直接一跃来到核丹境11层巅峰，这就连韩百柔的天阴之体元婴都没有这么大的提升。中途他才从白碧彤口中问出，白碧彤可是破凡境5层的元婴，那已经是超脱凡人的界限，元婴之力自然不是他们5个小丫头能比的。白碧彤态度坚决，反驳道：“夫君就不用再骗人家了，哪一次你不是说是最后一次，再不出发，以后人家就不给你碰身子了。”白碧彤都如此说了，林天阳也只好顺从了，猛地一个起身，伸了伸懒腰，浑身骨骼一阵噼里啪啦作响，随即猛地抱起床榻之上的娇躯，窜到后院的温泉池内泡了下澡，方起身穿好服饰。白碧彤进入池水，很快就发现泉水的稀奇，但看着眼前男子，他就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比起自己小男人的特殊，确实不值一提。很快林天阳大白便被白碧彤带到了出入宗门的传送之地。林天阳如今已经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合欢宗了，他脑子里可是记住了谭悠悠递给他的阵法大全。宗门内阵法几乎都是以血为引，就跟进入洞府一样，而林天阳若想离开合欢宗，就必须把鲜血滴进宗主的身份令牌之内，方可出得了合欢宗，不然就必须拥有破凡境以上的实力，方有可能用蛮力强行破开这个6级大阵。不等林天阳脚尖着地，便见白碧彤已经从他指尖摄取出一滴金灿灿的鲜血，滴进了一个刻着宗字的令牌，随后便带着他穿过阵法走出合欢宗。一阵天旋地转，林天阳便来到一处山林当中，然却不见身旁的白碧彤，低头一看，方发现白碧彤早已软在地上，正满怀幽怨地瞪着他。此时的他方想起白碧彤可是初次被他索要了大半天，身体不适那可是很正常的，许是他长期以来的师叔身份，林天阳都忘了她也是一个女子。看到白碧彤颤颤巍巍想要爬起，然双脚却使不出劲，林天阳连忙上前将她抱起，柔声道：“抱歉了，童儿，是我疏忽了。”“哼，算你还有点良心，人家这次就原谅你了。”大白接触到林天阳的眼神，大白瞬间从林天阳的肩膀之上一跃而下，原本小猫咪般的身躯随后迅速变大。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林天阳都有些发怵，若不是自己的灵兽，林天阳都想掉头跑路了。大白如今晋升2阶妖兽，体型就如一座小山坡。林天阳仰头估摸了一下，呢喃道：“这身高有10米了吧？别闹了，天快黑了，飞船快要赶不上了，快点出发。”听到白碧彤急促的语气，林天阳直接一跃而起，坐到大白背上。“师叔，我不认识路，你来指挥吧。”很快大白就在白碧彤的指挥之下窜了出去。期间林天阳还下意识一点将抱着的白碧彤放到大白背上，见大白并未有反感，林天阳方将白碧彤放到大白背上坐下。他都搞不清楚大白对众女都很友好，为什么对赵敏依旧很不友善。抱着身前娇躯，看着落日的风光，林天阳都忍不住开始作怪起来了。抱着白碧彤的双手更紧了几分，深深地呼吸着白碧彤身体散发出的体香，夸赞道：“彤儿好香。”而原本虚弱的白碧彤早已经软到了林天阳的怀里，羞涩出声：“夫君，你真的不嫌弃人家这一大把年纪吗？彤儿，你一直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那你究竟是多少岁了？”许久，白碧彤方羞耻地说出了一个数字：“夫君，人家比师姐还年长2岁，60有8了。”看着美人满眼慌乱，林天阳大笑出声：“哈哈哈！童儿，女大3抱金砖，我这可是抱了一座金山，怎么会嫌弃？再说了，
修士随着境界的提升，寿元也不断在提升。你比起那些几千岁的仙子，跟小丫头也没什么区别。夫君怎么会嫌弃你？听着林天阳的话，白碧彤脆弱的心灵总算是得到了一丝的安慰。心动的她更是直接倒过来坐，扑到林天阳的怀里，享受着林天阳的抚摸。林天阳如今可是清楚得很，在他突破和丹境，很明显就感受到寿元的提升，况且还有那么一个例子摆在眼前。苏天宇原本可是小老头一个，不也随着境界的提升，逐渐变回了中年的模样？啊，夫君，不要，不可以，会被人看见的。原本白碧彤还一脸享受，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天阳越发肆意妄为了，不但将手伸入她裙摆之内，更是上下其手，连带着她的小嘴都不放过。童儿，没事的，荒郊野岭的，哪里有人看得到？看着林天阳一脸无赖的表情与霸道的行为，白碧彤都担心林天阳直接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大白背上把他给绊了。慌乱的他连忙喊停，娇声道：夫君，不行，不可以，等上了飞船，人家督依你。今日的众女在得知林天阳要离开，前往外界的秘境历练，整颗心七上八下的，不停地担忧着林天阳生命的安危，频频出错，就连原本已经习惯了风暴妖狼速度的他们，个个都伤痕累累。很快，韩千雪就穿过了阵法，落在14头妖狼之前，妖狼方纷纷后退，没有再对舞女发动进攻。韩千雪一脸严肃，暴怒道：你们全部滚回去，明天还是这副模样，那就都别来了，本座的徒弟可不是离开男人就活不下去的。众女满眼愧疚，纷纷下跪，齐齐出声：师尊，对不起，我们不会再分神了，师尊可以继续的。看着如今已经快天黑了，韩千雪也想让5个丫头回去好好休息调整一番，如今个个伤痕累累的，看得她心疼不已。韩千雪继续没好气道：滚回去，明天再一副要死要活的表情，那就都别来了。见自己师尊大发雷霆，他们也怕了，就连韩百柔都从未见过自己师尊发这么大的火。随后纷纷搀扶起来，惭愧地走出天乐府。回到天心府，林嫣第一个便哭出了声，一头就栽进了韩百柔的怀抱，抽泣道：圣女姐姐，人家好想师弟。韩百柔看着众姐妹，魂跟丢了似的，就连自己也爱。随后暗叹一声，难怪师尊会那么生气。一想到林天阳走时的嘱托，要众女都听自己的，很快韩百柔便一扫阴霾，柔声道：姐妹们，我们要振作起来，好好修炼，等师弟回来，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不能老是被他骑在身上。我们努力修炼，争取境界战力超过师弟，到时候好好教训他，我们强大起来了，以后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师弟。被韩百柔的一番话说得个个热血沸腾。好二姐，我们都听你的。大白丝毫没有停歇，在白碧彤的指引之下，总算是在天黑之前赶到了青云城南门的一处港口。随后林天阳便见到了他从未见过的飞船，林天阳都不禁咽了咽口水，看着天空中的庞然大物，惊叹连连。童儿，这就是你口中的飞船吗？还真是大，就跟漂浮的宫殿似的。看到林天阳一脸不可思议，白碧彤也是能理解的，毕竟林天阳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修士，就算是当初他跟韩千雪这种生长在宗门里的，第一次见到飞船也是被震惊到了。还有没上船的吗？不等林天阳看清飞船的全貌，便听到苍老的声音携带着恐怖的威压喊道。白碧彤连忙喊道：尊者，我们还没上船。很快白碧彤就朝大白发令，大白很是听话，直接高高一跃，穿过人群来到老者的身旁。大白落地，那叫一个霸气，表情虎虎生威，不可侵犯，虎躯就如一座小山峰，四肢粗壮有力，浑身肌肉尤为发达，虎尾一甩，瞬间刮起一阵罡风，吹动起周围之人，感受不住狂风之人更是连连后退。很快大白就迅速缩小，跳到林天阳的肩膀之上趴着。好大的老虎，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妖兽？大家快看！老者眼瞳深邃，微微凝眉，看着缩小大白，随后很快便收起了疑惑，淡淡道：令牌拿出来。白碧彤配合，立马从储物界取出了一块黄色的令牌，中间还刻着一个天字的令牌，递给老者。老者检查无误，递回令牌，便叮嘱道：船马上就要起飞了，没事不要下来了，你们的房间是808号房，切记不准走出房间。好的，谢过尊者。走，世侄，我们上去吧。很快二人就直接一跃来到飞船之上，找到了自己的房间的门号，进入。林天阳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房间，还算宽敞，足足有100多平，一房一厅一洗漱间的格局，就是进入房间之内就完全被阵法隔绝了，丝毫感受不到外界的一切。
而白碧彤仿佛一点都不好奇，上来就直接去给床榻套上一条床单，拿出自备的警被，躺在床上休息。很快，林天阳便感觉到飞船的急速上升，一炷香过后，就再也察觉不到任何外界的动向。太多事情不解了，林天阳便直接躺到床榻之上，将白碧彤拥入怀中，疑惑道：“童儿，为什么不做传送阵？这样不是更快吗？为什么飞船连一扇窗都没有？还有，为什么要把我们隔绝在飞船之内？”师侄，天武大陆圣地很多，但是天武圣地就相当于是天武大陆的守护者，这个圣地的坐标无人知晓在哪里，自然就没有传送阵。至于把我们与外界隔离，当然是不想暴露出圣地的位置。林天阳道：“天武圣地这么神秘的吗？童儿，你给我说说秘境的事吧，我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秘境。”很快，白碧彤就从储物戒内取出了一本书籍，递到了林天阳的手里。师侄，这是外界已经绝迹的天才地宝大全，飞船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就能到达圣地，你要尽可能的把每种天才地宝的模样记住，然后在秘境中找到。林天阳疑惑道：“童儿，就这么简单吗？”看着林天阳一脸无知，白碧彤都有点不想那么快跟他说清秘境历练的残酷，但仔细一想，还是选择提前告知林天阳，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师侄，天武圣地的秘境，进去之人都是各大宗门的天骄，几乎都是破凡境一层的存在，一旦进入秘境，是毫无规则可言的，杀人夺宝是常事。足足2个月，别说不是同一个宗门的了，就算是同一个宗门之人，为了秘境内的天才地宝，都会大打出手，大道之路，与天争，与人争，与万物争，赢了登临大道，败了灰飞烟灭。你还觉得容易吗？师侄，设想一下，一旦你获得某种天才地宝，上万名破凡境的修士追着你杀，那得是多么绝望的事。听着白碧彤的讲述，林天阳只觉汗毛倒立，心中1万个草泥马卧槽，这样的秘境居然让我一个和丹境的参加，宗主是疯了吗？林天阳不解道：“师叔，为什么选我参加这次秘境？为什么不是选宗门内破凡境的天骄参加？”师侄，师姐原本是要让柔儿参加的，就是担心柔儿的安危，她可是未来要继承宗门的，毕竟强如师姐当初都险些葬身于秘境之内。至于宗内其他人，当然不会给他们参与了，宗内派系太多了，并不是完全效忠师姐的。林天阳疑惑出声：“那为什么是我才和丹境啊？”林天阳越想越不爽，难道自己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师侄，你别怪师姐，别人想进秘境的机会都没有，虽然危险，但机遇也是非常大的。唉，林天阳暗叹出口，也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比起让韩百柔来涉险，林天阳倒是更希望自己来，毕竟自己不敌，还可以躲进空间。白碧彤满脸愁容，说真的，要是他境界没那么高，他都想代替林天阳进入秘境了。师侄，我们东周是5大洲战力最弱的，要是遇到中州的人，你不要跟他们交手，立马掉头跑路。林天阳打趣，大言不惭道：“开玩笑，我会怕他们？”话音刚落，白碧彤满眼怒意，悄无声息一脚就把他踢下了床榻。砰！林天阳都懵了，他只是想在自己女人面前装一下逼，总不能再要他在自己女人面前说好，我遇到中州的修士就夹着尾巴跑吧。白碧彤恼怒道：“师侄，你不听话，这半个月，那你就不要上床了，人家没有你这么不听话的师侄。”见自己女人为了自己的安危如此发火，说真的，林天阳还是挺感动的。林天阳爬起，便直接朝白碧彤扑了上去。白碧彤没好气道：“你咋上来了？你走开，你不要抱人家。”林天阳安抚道：“彤儿，别生气了好不好？我都听你的。”见林天阳态度诚恳，白碧彤方收起怒意道：“师侄，人家不想你出事，你要听话，不要跟那帮疯子打。”彤儿，不是说别叫我师侄吗？你怎么又叫？一想到称呼一事，白碧彤就觉老脸火辣辣的，毕竟林天阳着实太过年轻了。快叫，我想听。夫君好夫君。苏老头，你是不是很得意？蓝白色的照明石下，李秋水含羞带怒地瞪着这个如今已经脱胎换骨的中年男人。他完全都不敢想，这是他花灵石从杂役区庐顶一条街逃回来的小老头，如今却成了自己的道侣。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小老头从一个淬体境界一跃直接来到和丹境8层，如今境界更是反超了他2个小境界。苏天宇认真道：“顺儿，我很快的，来，我们继续友好的提升境界。老夫还要去找女儿和孙女，得更努力才行。”李秋水羞恼道：“死开，没看老娘已经不行了吗？还来，你要老娘的命啊！”婶儿，是你说的，
只要我境界超过你，以后就都听我的。快点，我还要。李秋水没好气道，要你个头，要你就重新去找一个。哎呦呦，人家的老妖，人家的波轮盖。李秋水满脸疑惑，按道理自己是水灵体，体内阴气浓郁，带着清寒，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男子的阳刚之气可以与他双修至此，而他却在苏天宇筑基境与其双修就已经有点难以招架了，如今同为合丹境，更是被对方玩虐。他可是翻阅过典籍，水灵体最好的双修道侣是拥有火灵根的修士，但绝对是处于上风的，不可能会落下风的。李秋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李秋水认真道，不对，苏老头，你绝对不是上品火灵根那么简单。苏老头你过来，我给你好好检查一番。啊！苏天宇哪里懂得这些，他只知道李秋水叫他锻炼体魄，他就遵从，叫猎杀妖兽，他就照做，至于其他的他压根就不懂，反正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很快苏天宇就发现体内被一股神识侵入。没有错啊，只是上品火灵根，但为什么我水灵体的体质会被一个普通体质的人压制至此？正当他想收回神识，奇异的一幕便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呈现了出来。原本阳气亏空的苏天宇，却在火灵根之下瞬间涌出一滩阳气。李秋水满脸惊讶，继续盯着灵根之下的位置，一吸三吸，很快他便看到了一处隐藏的漩涡，将阳气喷涌而出，随即又暗淡了下来。这一发现惊得他连忙退出苏天宇的识海。李秋水一脸不可思议，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中年男子。不会错的，也只有那个体质，体内会有漩涡的存在。苏天宇一脸懵，出口道，水儿怎么了吗？李秋水欣喜若狂，他居然捡到了一个极品的炉鼎，激动道，苏老头，你是隐藏的天阳之体？苏天宇不以为然，淡淡道，天阳之体很厉害吗？李秋水对苏天宇的无知都感到无语了。苏老头，我跟你说，你好好准备，年底我们去参加天选之战，你是天阳之体，圣女是天阴之体，你们俩双修，那境界绝对一日千里。一想到能跟圣女成为姐妹，那他普通长老的身份直接一跃，以后谁还敢看不起他？苏天宇斩钉截铁，不去。帅儿，我不要什么圣女，我有你一个就够了。老头，我原本就已经准备入土之人，得你的垂怜，我才不稀罕什么圣女。李秋水满眼感动，柔声道，苏老头，你不是还想去青云宗吗？你不把圣女拿下，你哪里出得去？况且你那可是古神体，人家只是一个五行灵体，哪里受得了你的霍霍？你忍心每次都把人家折腾得死去活来吗？此刻的林天阳绝对想不到，自己这白认来的爷爷奶奶正打着他媳妇的主意。很快，半个月时间悄然结束。此刻的林天阳一副神清气爽，这半个月虽境界依旧没有突破合丹境11层巅峰，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再为修炼武技而烦恼。白碧彤那个气啊，满眼羞恼地看着这个不尊师长的小男人，自己好歹也是他名义上的师叔，压根就不懂得怜香惜玉，一天都不肯让他恢复一下元气。从上了飞船，他就再没下过床榻，不是在睡觉，就是被林天阳强行带入双修的节奏。一想到竟然被一个小师侄欺负至此，他就觉得好委屈。但双修的好处，白碧彤还是十分满意的。他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灵台气息的蜕变，他都觉得再有1个月，他灵台很有可能可以蜕变成青色的灵台，也就是5品灵台。一想到天赋的提升，原本羞恼的他内心反倒是美滋滋的，无比幸福。他如今总算是知道为什么自己师姐会怀疑他对林天阳的训练过于轻松，导致5个小丫头每天无精打采。那哪里是他放水了，分明是林天阳体质过于变态，这就是一头辛劳的牛，完全不知道累的牛。感受到飞船的下降，白碧彤拖着虚弱的身体连忙起身，从储物界拿出为林天阳准备的服饰、防具、灵符。如今的白碧彤已经不再像少女那般羞涩了，这半个月什么该看不该看的，该做不该做的羞耻动作都一一被林天阳欺负了个遍。夫君，快点起来，人家给你穿衣服。光溜溜的娇躯还没来得及穿上裙子，就先拿起了一套全身黑色的服饰，起身替林天阳穿上。看着眼前娇躯，林天阳都忍不住一阵稀罕，抱上就是一阵亲。许久2人方结束了亲热，童儿的香咸又香又甜，我好喜欢。听着小男人的甜言蜜语，白碧彤心甜如蜜，娇声道，夫君，你要好好的，你平安归来以后，人家什么都听你的。林天阳，好。看着白碧彤给他穿上的服饰跟他穿的很是相似，只不过白碧彤的是黑色的裙子，而他是黑色的套装。林天阳疑惑道，童儿，你很喜欢黑色吗？看出林天阳的疑惑，白碧彤柔声道，夫君，
黑色的服饰可以掩盖血迹，这样在战斗的情况下，敌人就不会轻易发现你受伤了。林天阳一副受教了的表情，点了点头。夫君，你不可以轻易受伤，就算是受伤了，也要第一时间将血迹隐藏。我见过你的金色血液，当中蕴含着浓烈的生机，对邪修的诱惑那是极致的。听了白碧彤的叮嘱，林天阳方想起自己跟别人的与众不同，连忙应声道：我知道了。很快，白碧彤就朝林天阳递过去一个鬼头面具，3道灵符，面具3道黄符。林天阳一脸不解，接过白碧彤手中之物。夫君，这个鬼头面具是人家为你准备的，面具有隐藏境界与气息的效果，一旦杀了不该杀的宗门弟子，务必戴上面具行事，以免将来对方宗门报复。还有这3道灵符是师姐给你准备的报物符，只要捏碎，方圆10里瞬间能产生浓雾，且在雾气之内是无法被追踪与探查的。好宝贝，好东西啊！林天阳爱不释手，听到这他们的功能，连忙将他们收入储物戒，生怕弄丢了。感受到飞船的降落，白碧彤已经猜出已经到达天武圣地了。随着床上的阵法被收起，白碧彤连忙道：夫君，记住，进入秘境打得过的情况下，你谁都可以杀，这是圣地允许的，不可优柔寡断，切记。林天阳很清楚地看到对方眼中的阴狠，但却一时不能理解，总不能无缘无故就把别人给杀了吧。他向来是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准则行事。很快便再次听到那携带着恐怖威压苍老的声音：都下船吧，秘境即将开始。听到要下船了，林天阳很快就把一身黑衣脱下，穿回合欢宗弟子的服饰。看出了白若彤眼中的一丝失望，林天阳马上解释道：彤儿，你给我准备的衣服我还有大用，等进去秘境再穿。不等白碧彤有所反应，林天阳便搂着她的腰间走出房间。看出二人要走下飞船，大白一溜烟便跳到了林天阳的肩膀之上。此时林天阳方察觉，差点把大白落下了。很快林天阳便随着人潮来到了一处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人群的广场。广阔的广场都容纳不住这么多参加秘境的弟子，好多人都选择飞在空中。见最后一艘飞船已经归来，最前方高台之上的老者便开始宣读起秘境内的规则。起先林天阳还很认真地听着，然到后面他就没兴趣听了，也就最开始老者讲的他不知道，其他的白碧彤几乎已经在船上告诫过他了。至此林天阳方知晓，秘境一旦开启，待众人进入就会关闭，2个月后圣地的长老方会再度打开秘境的出口，且只会开启6个小时，超时没出来的人就只能等50年后秘境再度开启才能走出秘境了。很快林天阳便发现白碧彤的异常，白碧彤不停朝他身后躲，仿佛在躲避着什么似的。不等林天阳朝白碧彤躲避的方向望去，林天阳便见4、5个青年朝他靠近，不停地朝林天阳二人扫视着。随后青年仰着头朝身旁的男子询问道：师兄，我们东周有合欢宗这么一个宗门吗？这个合欢宗的女子还真是美啊，比我们宗门的圣女也不差多少了，就是可惜了，年纪好像大了点，给寒人师兄玩一玩还是不错的。见林天阳只有合丹境11层，青年压根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赤裸裸地当着他的面讨论着白碧彤的身姿。带头青年一脸不屑，越过林天阳，不停朝林天阳身后的白碧彤扫视着，丝毫不伪装他的贪婪与淫邪。打趣道：不错不错，虽已破身，但这勾魂的身材抓来做个暖床丫头还是相当不错的。青年看出自己师兄的想法，连忙上前，一脸桀骜不驯，嚣张道：这位师妹，我们是青云宗的。青年手指带头男子，继续道：这是我们寒人师兄，他可是我们青云宗大长老的孙子，我们寒人师兄看上你了，你过来给我们师兄捏肩捶背吧，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原本林天阳对青云宗还是有些敬畏的，毕竟那可是东周正道宗门的领袖，然宗内弟子说出来的话却让他有了别的想法。青年见二人没有反应，便直接伸手朝白碧彤而去。就在这时，林天阳猛地爆开了气势，汹涌的威压瞬间袭满半个广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甩出。他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谁敢惦记他的女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原本林天阳还在想能不能在秘境中遇到苏婉晴三女，却没想到会遇到青云宗这样的杂碎。青年承受不住这股力道，倒飞而出，撞翻了一群准备参加秘境的弟子。谁啊？瞬间广场一阵嘈杂，青年满脸惊恐起身，直接朝地上吐了一口血沫，还夹杂着几颗白色的颗粒。青年完全想不通，林天阳一个合丹境的，居然敢对他破凡境的出手。青年原本见林天阳二人没有动，还以为对方已经被他们青云宗的名号给震慑住了，丝毫没有防范，
便遭到了林天阳的出手。很快，四面八方之人便朝林天阳的方向望去。然等他们感知到发出那等强悍威压之人只是一个何丹镜，众人都不禁咽了咽口水。见自己师弟被林天阳打了，韩人一步上前，同样散发出威压。然就在这时，大白一跃而下，原本小奶猫的形态瞬间化身一只黑白相间庞大的猛虎。呜嗷！大白仰天长啸，虎啸声惊天动地，震得四方修士耳膜生疼，起来一身鸡皮疙瘩。大白双目炯炯有神，露出尖锐的牙齿，朝韩人一副龇牙咧嘴。韩人瞳孔不停放大，慌忙后退，与大白拉开身位。他完全不敢想，一头二阶妖兽当当吼叫，竟然爆发出令他破凡境都感到发怵的气势。很快，四方修士都把目光从林天阳身上移动到了大白的身上。没办法，大白的气势那完全不是二阶妖兽该有的，就当当气势，他们都觉得大白已经不弱于他们破凡境的威压了。很快，便有一圣地尊者飞身而来，怒道：“都在干嘛？圣地不允许动武，你们不知道吗？”见有圣地长老出面，韩人立马上前恭敬道：“尊者，我们是青云宗的，是那年轻人先对我师弟动手的。”老者目光深邃，看了看这名弟子，随即转头望向林天阳一方，冷喝道：“我管你们是青云宗还是眉毛宗，要打进秘境内打，再敢惹事，那就全部驱逐出圣地。”很快，韩人就拂袖而去。然他临走之时的眼神，又岂能躲得过林天阳的眼里？在林天阳眼里，他已经是死人了。老者再度回到高台之上，继续说着秘境内的规则。看到林天阳毫无反顾为自己出头，白碧彤满脸娇羞，就连在外人面前要称呼他师侄的事都被他抛诸脑后，直接玉手就挽住了林天阳的胳膊，娇声道：“夫君，谢谢你。”感受到有外人靠近，玉手又立马被白碧彤抽回。“小哥哥，你这灵兽卖给人家可好？”听到女子灵动的声音，林天阳抬头望去，顿时眼前一亮。只见一灵动的少女，脚带铜铃，光着玉足，在半空中朝他漫步而来。她凌空而立，衣袂未动，身形却已映入春色，肩若削成，锁骨轻微，仿佛雪岭两湾青湖，胸乳不盈不瘦，恰拢云长，像出战连包成露，含一分温润的饱满。腰肢紧堪一捻，风过时几乎要折断，却在折与未折之间留住天地的柔长。髋骨轻展，弧线顺势而下，风若雪潮将起，收四月勾出弯，使长裙生出层叠的波纹。长腿隐于雾纱，指露怀骨盈然，一步即生风铃，却动听如天籁之音。通体无瑕，冰肌自身光滑，仿佛玉胎雕就，偏偏骨肉云庭，多一分则尽俗，少一分便太仙，正是那非人间与犹似人间的交界，叫人一眼失语，再顾望尘。感受到腰间被人拧了一下，林天阳方回过神，朝白碧彤淡淡一笑。听懂来人是为了他而来，大白迅速变小，再度跳到林天阳肩膀之上趴着，奶凶奶凶的朝少女摆了一副虎脸，随即朝林天阳侧脸蹭了两下。少女兴奋出声：“太可爱了吧，小哥哥，你把小老虎卖给人家吧。”见林天阳久久没有回答，身旁婢女立马上前嚷道：“喂，少年，我们是中州玲珑仙宗的，你把小老虎卖给我们小姐，我们必有重谢。不卖。”大白可是他的伙伴，林天阳压根就不会拿来出售。见林天阳油盐不进，婢女冷声道：“不知天高地厚，敢得罪我们玲珑仙宗，不卖也得卖。”见自己婢女有点咄咄逼人，少女连忙叫停，轻声道：“小翠，走吧。”轰隆，很快一声威压盖天的响声传遍四周。高台之上的尊者再度出声：“带上你们的令牌，进入秘境吧。秘境将在1小时后关闭。”林天阳抬眼望去，便见高台之上的尊者身后缓缓出现了一块光幕，如水纹一般荡漾而开，直至最后呈漩涡形状。瞬间，漩涡之内便传出了古朴浓郁苍老的气息。无数人已经感受到秘境之内天才地宝的气息，纷纷面露喜色，朝漩涡飞入。见无数修士朝漩涡飞去，白碧彤连忙将令牌别在林天阳腰间，急促道：“夫君，秘境开始了，你快进去，切记不可犯险。”大白听到林天阳的叫声，大白会意，立马跳下肩膀，迅速变大。林天阳一跃而起，回头朝着满眼担忧的白碧彤打趣道：“彤儿，回去洗白白，等夫君的归来。”好在如今没人关注他们，不然白碧彤都想挖个洞把自己埋了。白碧彤满脸羞红，呢喃道：“竟然被自己的师侄如此打趣，要是被师姐知道，非骂死不可。”很快，一众修士就穿过了漩涡，消失在众人眼前。
而林天阳几乎是最后一个进入的，反倒提起了高台之上的尊者多注意了几眼。老者很是诡异，无缘无故就对他笑，吓得林天阳连忙叫大白快点。这届竟然有何丹境的小家伙参加，当真是稀奇。老者说完便消失在广场。很快，陪同的家属都纷纷回到飞船之上自己的房间等待。一阵天旋地转，林天阳的视野逐渐清晰。林天阳急促道：“大白快躲开！”而大白早已经朝一个方向疾驰而去。没办法，入口之处大战已经惨烈无比，才刚入秘境就已经有人死于非命，有的人已经为秘境内的天材地宝大打出手了。而林天阳刚看清周围环境，便差点被一道锐利的剑气劈中。林天阳都不禁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还好没有早早的进入秘境，要是被卷进那种上万人的大战，就他这点境界，保不齐他已经化成飞灰了。大白足足跑了1个小时，林天阳方没听到惨烈的大战声、武器的嗡鸣声。秘境之内没有太阳，却仿若有太阳的存在，明亮无比，万里白云蓝天，四周青山延绵，古木苍松。林天阳都开始好奇这个秘境的世界了，不但灵气比外界浓郁，还能生长出各种外界已经绝迹的天材地宝。宽广的大地，不等林天阳有所察觉，大白便已经窜进了丛林当中。而此时的林天阳才发现，高空之上有一只红色巨鸟，咆哮震天，正在他们刚才停留之地盘旋着，气息之凶煞令林天阳头皮发麻。他很清楚地感受到，这是一只4阶的妖兽。他都不敢想，刚才要是大白没避开，一人一虎估计就成为这只大鸟的粑粑了。看到此场景，林天阳都忍不住夸了夸大白：“好样的，大白，我们匍匐前进，有危险的地方我们就先避开。”一想到秘境之内的各种妖兽，还要防备那些一同进入的修士，林天阳都开始感谢韩百柔让大白跟随而来了。以大白对危险的敏锐程度，他倒是省了不少功夫，不用无时无刻将神识散开，毕竟这样是非常消耗精神之力的。一人一虎笔直前行，足足3个时辰，期间倒是发现了很多灵花灵草，有炼制辟谷丹的玉灵花，回春丹的回春草，提升血气的冰灵血莲，但就是没发现最有价值的那几种天材地宝。好在林天阳把白碧彤给他的天材地宝书籍里的内容都记住了，不然他压根就不认识这些灵物。秘境内天地灵气异常浓厚，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期间林天阳神识还探查到几波人群，他们压根就没有去加入搜寻天材地宝的行列，而是直接在秘境内闭目盘息，吸收天地灵气，冲击境界。秘境也不知被开启过多少次了，期间林天阳和大白还发现了不少妖兽的骸骨，甚至连有灵花灵草是直接长在了人类的头骨之上。秘境之内不像是世外桃源的仙界，倒是更像是埋葬无数天骄的坟场。地狱有多少人进来了，就再也出不去了。林天阳都想不通，天武圣地作为天武大陆的守护者，为什么会放任各大宗门在秘境之内行杀人夺宝之事？明明可以和睦相处的，比如举办几场比斗来瓜分秘境内的天材地宝，为什么要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放任大家进入秘境之内厮杀？太多想不通了。很快，林天阳便和大白进入了一个山洞，换上了白碧彤为他准备的服饰和戴上鬼头面具。没办法，他已经发现了周围有好几波人群，他可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境界，以为他好欺负。很快，林天阳便遁入了体内空间。许是太久没见到大白，小白那个兴奋啊，不停在大白身上跳来跳去。看了看自己收进空间内的灵花灵草，如今已经都被小白种到了他的灵药园之内，茁壮成长。一想到外界的人都是成群结队的，林天阳就觉得头疼。无奈之下，他也只好遁入空间之内。自己才一人，一旦起了冲突，压根就不是对方的对手。许久，林天阳方想出对敌之策。对了，我真是太笨了。很快，空间之内便响起了林天阳的大笑声。我干嘛要跟他们打？我现在境界太低了，我可以炼制阵法威慑敌人啊。他们都是破凡境，我只要能炼制出6级阵法，甚至7级阵法，那我还有何惧？想至此，林天阳便开始着手炼制6级阵盘。许是太全神贯注，就连身后出现了一绝美少女，他都没发现。见少女的出现，大白显得十分恭敬，趴在地上，就连虎童都不敢直视少女。咿呀咿呀，小白则是非常激动地飞到少女窄小的肩膀上坐着，嘴里不停叽里呱啦地叫唤着。林天阳不停舞动着，指尖不停散发着白色的灵力，很快天空中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阵纹，3000道、5000道、8000道。砰！随一声巨响，林天阳应声倒地，然天空中的阵纹就如逝去的晚霞，缓缓消散。整整2个小时的全神贯注，
对林天阳的灵力以及精神之力消耗无比巨大。此刻的他呼吸急促，满脸通红，浑身酸软。不行，6级阵法对我的消耗太大了，何丹镜终究还是无法支撑6级的防御阵法刻画，还差将近2000道阵纹，身体的负荷太过沉重，完全刻画不出来。正当林天阳无奈之际，却听见小白的欢快声音。心烦意乱的他刚想呵斥小白安静点，然抬眼便见小白正坐在一绝美少女的肩膀之上嬉戏，而绝美少女正目视着他。二人四目相对，回过神来的林天阳整个人都僵在了地上，看着眼前白发少女的身影，瞳孔不停收缩，呼吸心跳几乎都停止了。这是我的体内，怎么会有人能无声无息出现在这里？当林天阳仔细看清少女的容貌，一时竟失了神。此前他见过最美的女子就是韩千雪了，那绝对是冰冷御姐的代表，美到极致。而眼前灵动的少女则是另一种美，她像雪做的精灵，悄悄落在人间。一头白发不是苍老，而是月光织成的绒羽，风一拂就闪出细碎的银灰。刘海软软的搭在额前，发尾调皮的卷成一个个小问号，好像连头发都在歪头问你要不要和我玩。眼睛是极浅的湖水，映着天空的蓝光，眨一下就像往湖里投了一颗糖，甜得泛起涟漪。鼻尖微微上翘，带着一点小雪球的弧度，呼气时能把冬天的寒气也烘成奶香。唇色淡得像第一瓣樱花，笑开时却亮出一口细细的小白牙，像把碎星子撒进奶油里。她穿的是裙，披的是纱，衣摆绣着不会融化的雪花，走一步就叮铃叮铃的响，仿佛把风也系上了铃铛。最可爱的是她的神情，刚刚还在托腮凝视着她，下一瞬就踮脚旋转，让白发花的散成一朵炸开的蒲公英，然后自己也被吓一跳，捂住嘴偷偷笑，眼睛弯成2道偷吃了蜜的月牙。看着少女的容貌时，林天阳感觉灵魂都失去了自我把控的意识。除了韩千雪，他从没想过还有女子能让他失了心魂。她就如精雕细琢的瓷娃娃，可爱到让人看到就想将对方拥入怀中，好好把玩。等林天阳回过神之时，已经穿过了少女的娇躯，双手环抱着自己的手腕。啊！听到少女英灵的惊呼声，林天阳方才回过了心神。不等林天阳有所回应，少女已经疑惑出口：你是谁？为什么我的灵魂会与你绑定在一起？我族的传承圣杯为什么会在你体内？听着少女的各种疑问，林天阳方想起虎神的托付，以及当初穿进他体内非常淡薄的那道少女灵魂。整理了一番思绪，林天阳柔声道：小妹妹，你别怕，我通过了虎神的试炼，是虎神灵魂把你托付给我的。少女一脸疑惑，满眼带着对人类的警惕，直至看到大白和小白不停点头。看到被自己冒失的举动惊吓到的少女，林天阳方柔声出口：小妹妹，你醒了。对不起，哈，刚才失神了，我不是坏人。听到林天阳的温柔的声音，以及大白和小白的极力点头之下，少女方不再胆颤，缓缓转过身，露出一张瓷娃娃的绝美容貌。再次一窥少女的全貌貌，林天阳依旧忍不住失神。少女实在是太漂亮了，太可爱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他不自觉想将她拥入怀中。慌乱的他连忙咬破舌尖，瞬间口腔之内就传来了一点刺痛，嘴里充满了血腥味。此刻他才没被少女勾去了心魂。他双瞳清澈如蓝天碧玉，声音灵动如溪流：大哥哥，轮回珠为什么会融入你体内？轮回珠，这是林天阳第2次听到碧绿珠子的名字，第1次还是在白虎的试炼之地。对于此刻的林天阳，早已被美色冲昏了头脑，他哪里有空去管这什么轮回珠？小妹妹，你在我体内待了那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以跟我说下你的名字吗？还有你多大了？林天阳刚问出年龄就觉不妥，哪有第1次见面就去问别人的年纪的？尴尬的他连忙解释道：小妹妹，你别误会，我问你多大了，是想知道我该叫你姐姐还是妹妹，并没有冒犯之意。感受到林天阳并无恶意，况且他的灵魂还与面前之人牢牢绑定。少女缓缓张开小嘴，粉嫩的唇瓣微微开合。大哥哥人家换子玲，不算人家沉睡之前的年纪是18岁，至于沉睡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听到名字的刹那，林天阳笑了起来：好名字，子玲，好美的名字，紫微星坠入凡尘的灵动少女。听着林天阳的夸赞，少女飘渺的灵魂小脸渐渐浮起一丝红霞。子玲，我不知道轮回珠为什么会融入我体内，不过这个轮回珠究竟是什么东西？看着林天阳真诚的眼神，子玲很快就相信了，轻声道：轮回珠是时间与空间的神宝，是远古之神，念我们兽族修炼提升缓慢，赐予我们兽族的镇族神宝。啥？你们兽族的镇族至宝轮回珠已经和我融为一体，
我也还不了你们啊。少女眼神带着凄凉，淡淡道：大哥哥，我没向你索要，远古神宝皆是有灵之物，他以认你为主，那便是你之物。林天阳一脸侥幸，他还真怕这可爱的小丫头找他索要轮回珠。许久，少女一脸难为情道：大哥哥，你刚才是在刻画阵法吗？是的。大哥哥，我帮你刻画阵法，你可以在秘境之内帮我取养魂壶吗？养魂壶，一个听着完全不像是天才地宝的名字，况且他在天才地宝的书籍内压根就没看到有这样的灵物。林天阳疑惑出声：紫菱，养魂壶是什么东西？见林天阳一脸疑惑，紫菱方微微张开小嘴解释道：大哥哥，这个秘境并不是这方世界所有的，它是上个界面的强者为了收集修士的魂魄，冲击更高的境界，因此开辟出来的。轰！林天阳脑海一阵嗡鸣，他总算是懂了，为什么秘境之内不限制大家的厮杀，原来都是阴谋，是为了提取修士的魂魄，冲击更高的境界。紫菱，你知道养魂壶在哪里吗？紫菱一脸激动，林天阳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明摆着是要帮他去取别人的成果。急忙恢复道：大哥哥，我知道的，虽然很隐晦，但如今身为灵魂的我，确实能很清晰地感觉到死去的人灵魂的走向。林天阳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道：好。很快，林天阳便拿出了块妖兽的指骨，摆在地上，看着紫菱那时隐时幻的身姿。林天阳一眼望去，紫菱的身高刚好抵到他眉间，像命运刻意设计。微微抬头，呼吸几乎能拂过他下巴。他的腰线不是那种夸张的细，而是像山脊一样，在胸部与臀部之间划出一道自然的弧，仿佛大地最温柔的起伏。胸部隆起的刚刚好，不是张扬，却能让裙子绷紧，像风掠过陡坡，留下一圈圈看不见的烟尘。臀部翘起时，不是刻意撅起，而是像月亮的背面藏着一种引力的秘密。他走路时，腰线会轻轻摆动，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林天阳的视线不自觉地被那道弧牵引，不是诱惑，是引力。他不需要刻意展示，身体本身就带着勾魂夺魄的魅力，让人无尽遐想。被林天阳目不转睛地盯着，紫菱显得格外青涩，小脸更红了，心跳不停加快，很快便联想到他睁开眼看到的那一幕，羞得他连忙转过身子，羞恼道：大哥哥，你别这样看着人家。被少女提醒，林天阳也觉得不妥，毕竟是第一次见，就这样盯着一个女孩子，着实有些失了礼数，连忙道歉：紫菱，不好意思啊，你刻画阵法吧，我不看你了。紫菱完全处于一个蒙圈的状态，他们兽族天生躯体强悍，战力霸道，但对于阵法、丹道、符道却是一点都不精通。我刻画阵法，大哥哥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压根就不会阵法。紫菱满脸尴尬，玉手不停地戳着裙摆，牙齿轻咬红唇，呢喃道：大哥哥，你误会了，人家根本就不会刻画阵法，人家只不过可以给你提供灵力以及精神之力，至于阵法还是得你自己刻画。林天阳愣住了几秒，原来是我自己误会了，我还以为可以白得一个高级阵盘。还可，那个紫菱，我先休息一会，我刚才刻画阵法失败，我还没有恢复。许久，再喝下泉水，足足休息了大半天，林天阳方恢复。看着与大白和小白玩闹的紫菱，林天阳都有点忍不住打破这幅美轮美奂的场景。直至紫菱接触到林天阳的眼神，方朝其走来。林天阳好奇出口：紫菱，我休息好了，你要如何把精神力和灵力借我？林天阳完全想不通，他只知道自己的灵力和精神之力可以随便自己操控，但要操控他人的精神力和灵力，他却是做不到的。他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大神通。很快，林天阳便看到紫菱不停朝他走来，随即来到他的面前，直至二人只隔了数公分的距离。看着如此靠近的少女，她轻微颤动的睫毛，她令人着迷的瞳孔，小巧的鼻梁，粉嫩的红唇，勾人的容颜。林天阳瞳孔不停睁大，喉咙不停吞咽着口水，镇压体内邪火。然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紫菱满脸羞红，脚尖轻轻点起，脑袋轻轻朝前倾，便吻住了他的红唇。轰！林天阳心神大震，他极力镇压的邪火就如洪水决堤，瞬间泛滥。他想不到紫菱会自动亲他，那双唇无比美妙的触感，林天阳可以确认那绝对是真实的。正当林天阳抬手想去拥抱对方，却从对方的身体穿过了。林天阳不解，唇间的触感明明那么真实，却为何无法接触对方的身体？二人双唇紧紧相贴，许久唇分。而林天阳却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了某种能力，拥有了共享对方庞大的精神以及磅礴如海般的灵力。林天阳无比震惊，精神力就不说了，
那是他无法形容的。就单单灵力，他就自认为已经相当磅礴了，已经是同境界修士的3倍至5倍之多。而在紫灵的面前，他的灵力储备就如一口湖泊，而紫灵的灵力就如大海，无穷无尽。啊！林天阳惊讶出声，好奇道：“紫灵，你究竟是什么境界？”紫灵依旧还没平复过来，胸口不停起伏，满脸羞红的他娇羞道：“大哥哥，对于你们人类的境界来说的话，人家应该是属于圣境。圣境，一个林天阳完全没听说过的境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强者？林天阳完全想不通，一个17、18岁的少女是如何能拥有这般让人连仰望都够不着的境界。随后，林天阳便联想到虎神，心中暗叹：也对，毕竟对方是神兽的后裔，又岂能是我们凡人可比的？林天阳继续好奇道：“紫灵，为什么你的灵魂能接触到我？为何我无法触碰到你？”林天阳目光灼灼，非常好奇。大哥哥，这是因为你中了我族的双魂相生秘术，你我生命相连，但人家是主，你是次，人家是灵魂，属于弱势方，因此先辈们开发术法时，更多的保护了我们弱势的一方，所以只有人家能接触到你，你暂时是无法接触到人家的。林天阳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紫灵，我要开始刻画阵法了，你可以吗？紫灵微笑示意，看得林天阳都有些慌神，察觉到的他连忙稳固心神，毕竟他等下要刻画的阵盘可不能有任何分心。得到了紫灵的允许，很快林天阳便开始了阵法的刻画。而此时的外界早已烽烟弥漫，各种死在妖兽口中的修士，有为了普通灵花灵草争论的修士，有为天才地宝大打出手的，有同门相残的，有为了传承的道侣互相残杀的。所谓同门兄弟道侣，在秘境之内都是狗屁，谁又不想成为大道之巅的那一小部分人？谁又甘心一辈子屈居于人下？各种各样的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发生不出来的。而此时的林天阳足足在自己体内的空间待了5天，期间完全没有停歇，直至漫天阵纹犹如得到指骨的召唤，纷纷朝地上的妖兽指骨没入。轰！随着阵纹的没入，整块拳头般大小的妖兽指骨散发着耀眼的紫色。紫灵浑身虚弱，死死地支撑着，直至大阵完成，他已无力地瘫软在地上，灵魂都淡薄了7分。原本他看林天阳刻画的阵法，还以为没有多大消耗，直至林天阳这5天不停操控他的精神力以及灵力，他方知晓这是多么庞大的损耗。林天阳欣喜若狂，他这次刻画的阵法可不是1万道阵纹的6级阵法，而是拥有10万道阵纹的7级阵法，那是无论多少破凡境都无法撼动的阵法，那是据阵法大全内讲述的，可以困住玄灵境修士半月的阵法，可以困死玄灵境以下的所有修士。紫灵，我们成功了！林天阳兴奋出声，然等他回头之际，却发现紫灵如今满脸苍白，就连灵魂都接近透明了。林天阳满脸慌乱，连忙上前想去扶起紫灵，然却依旧无法接触到对方。看到紫灵虚弱的模样，林天阳心疼不已。他压根就没注意到紫灵的消耗，7级阵法，他一刻都不敢分神，生怕中途出来意外，阵盘再次刻画失败。紫灵温柔一笑，虚弱道：“大哥哥，没事的，我休息一阵子就能恢复了。”境界划分：地灵境、破凡境、天灵境、玄灵境、黄灵境、真灵境、霸灵境。不等林天阳问出养魂壶的位置，紫灵已经没入他的体内。林天阳赶忙将神识沉入识海，追寻着紫灵的足迹，直至看到紫灵一脸安详，漂浮在白色灵气当中，沉沉入睡。许久，见白色灵气缓缓在帮紫灵恢复，紫灵灵魂也逐渐开始凝实，林天阳方安心，收回神识，没去打扰紫灵恢复。在体内空间待的时间太久了，林天阳都不太清楚已经过去了多少天了，只知道大概过去了半个月了。而如今他压根就没得到什么外界绝技的天才地宝。很快他便捡起地上的阵盘，准备遁出空间。大白，走，我们继续寻宝去。话音刚落，大白便想跳到林天阳肩膀之上，小白立马拦在大白身前。小白听懂林天阳的话，小白立马抱着缩小版的大白，气鼓鼓地朝林天阳伸出短短的手臂，一通叽里呱啦。见小白那么不舍得大白离开，林天阳仔细一想，便没带上大白。毕竟很多人已经见过大白是他的灵宠，若是再带上大白，那他戴着的鬼头面具就没多大作用了。鬼头面具的作用是隐匿境界和气息，若大白跟他同时出现，那很快别人就能猜出他的身份。很快他就凭空出现在山洞之内，再次回到外界。林天阳便察觉到自己如今的奇异情况，他神识都没有散开，便能很清晰就听到外界的动静，就连别人交谈的声音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一发现倒是令林天阳惊喜不已，
仔细一想，方猜出自己如今的能力应该是紫灵跟他共享了精神力和灵力的关系。以紫灵圣境的能力，那又岂是他如今所能理解的？林天阳散开神识，仔细研究了一下，方研究清楚如今自己的能力。周围1公里，他连神识都不用散开，就能感觉出周围人的动向以及交谈。欣喜若狂的他，很快便动用起这股奇异的能力，对周围1公里展开探查。很快，无数的对话便被他窥听入耳。少女颤声道：“师兄，我们不要再搜寻什么天才地宝了，我们找出隐蔽的山洞，躲起来修炼吧。这次的秘境混进了血魔教之人，已经有无数的宗门弟子被他们吸干精血，成为干尸，人家怕。”青年凝眉，满脸不甘道：“师妹，不要怕，只要找到2颗天灵珠果，我们就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少女不解道：“师兄，天灵珠果真的比命还重要吗？”青年解释道：“师妹，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宗门破凡境巅峰的长老为何突破天灵境会丧生于天劫之下吗？”少女摇了摇头，一脸不解。青年继续出口道：“那是他们寿元已尽，不得不选择突破凡境巅峰的寿元，也就短短800年，对于修士而言实在是太短了。我们修士到了破凡境，一次闭关短则3-5年，长则是数十年。”少女疑惑道：“那这跟天灵珠果有什么关系吗？”青年微笑，继续解释道：“你有所不知，师尊临行前特地跟我说的。我告诉你，咱们天武大陆受到天道的压制，境界最高就只能是破凡境巅峰。若想再进一步突破限制，达到天灵境，就必须要有天灵珠果，炼出天灵丹。没有天灵丹强大的药力支撑，压根就无人能突破限制，达到破凡境下一个境界的天灵境。”少女小口微张，仿佛知道了惊天隐患。青年继续出口：“这就是我们九流宗门的悲哀。论修炼勤快，我们也不比别人差，但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而我们却不能？原因就是他们的宗门传承的底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流宗门，甚至成为圣地，就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天武圣地秘境的名额，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外界没有的天灵珠果、幻天花，甚至大道灵参。师妹，我们若是无法得到破凡境后面那几种破境所需的天才地宝，那我们这辈子终身就只能止步于破凡境了，在我们周宗门也将很难提高地位，我们就只能做九流宗门的弟子。”少女疑惑道：“师兄，会不会是我爹喝醉酒瞎说的？”青年认真道：“师妹，这可是师尊花了5000万灵石，足足花了宗门无数年的底蕴，从青云宗换来的2个秘境名额，师尊是不想你压力太大，方没告诉你。”少女一副懂了的表情，认真道：“师兄，那我们继续寻宝吧，但是必须小心些，血魔教太恐怖了。”原来如此，这就是一流宗门以及圣地的秘密。林天阳恍然大悟，就连韩千、雪白、碧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秘辛，他们只知道秘境内有外界绝迹的天才地宝，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若是想破境，就必须要得到这些天才地宝炼制丹药，方可破境。不行，我不能再悠闲下去了，我必须找到那几种天才地宝。很快，林天阳便把神识不停朝外扩展，瞬间无数人的谈话内容便涌入他的神识。师兄，万剑宗圣子白剑飞跟神刀宗圣子无名，他们都打了3天3夜了，师兄你觉得谁能胜出？师弟，自古刀剑不两立，他们这2派可是世仇，我猜应该是万剑宗胜，毕竟神刀宗与万剑宗的对决几乎是输多胜少。师兄，我更希望神刀宗胜，神刀宗的圣子无名长得实在是太帅了，我身为男子看了都羡慕。师姐，混元门的圣子长孙觉跟阴阳洞天圣子林长风，你觉得他们的战斗谁能获胜？师妹，他们这些大宗门的事我们不要掺和，老老实实寻找天才地宝吧。师兄，玉寿宗的跟福禄宗的打起来了。师姐，凌霄宗跟炼体宗的打起来了。师妹，烈火宗跟赤炎谷的打起来了。2个以火系术法的宗门都将秘境内的一座山都烧成煤球了。师弟，中州的玲珑仙宗跟他们自己州的赤阳宗打起来了，都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数个时辰过去，林天阳得到的信息几乎都是哪个宗门跟哪个宗门打起来了，压根就没听到关于破境界需要的天才地宝，哪个宗门的谁获得了神秘大能的传承。直至听到一条林天阳熟悉之人的信息，林天阳才睁开了眼，飞速朝西南10公里处赶去。林天阳赶到打斗现场，很快便被湖水中央的一棵大树吸引住了目光，看着树上结出的朱红果实，就仿如一颗颗鲜红的苹果。林天阳记得很清楚，这就是天才地宝大全内描画的天灵珠果。原来他们拼杀是为了天灵珠果。起初林天阳只是听到别人在议论万宝阁跟聚宝阁打了起来，出于对南宫雪的情谊，
他也只是打算过来看看，却没想到有这样的意外之喜。然他并没有现身，而是躲避在草丛之内，观察着二人的打斗。没办法，目前就他这点战力，压根不够看。当他看清楚打斗二人的面貌，瞬间辨认出少女的身份，那个在万宝阁内强吻他、胆大妄为的小丫头。砰！青年男子一枪挥出，瞬间将一白衣少女震开，随后连忙拉开距离，目视少女。没办法，他的气息明显没有少女强悍，况且他也不想打下去。南宫师妹，自己人，你非要斗个两败俱伤吗？少女没好气道。哼，谁跟你是自己人，谁是你师妹？很快，少女的气息轰然炸开，在空中就如仙女般舞动着优美的剑术，燃发出的剑威却是汹涌的剑气，就如雨点般密密麻麻，不停朝对方进攻。青年自知不是少女的对手，也只好不停劝说少女：南宫师妹，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我两家联姻，天下财富尽归我聚宝阁，与你万宝阁，不要再打下去了。你我二人平分，这上面足足上百颗天灵珠果，那可是足足上百位天灵境修士，我们没必要打下去吧？男子话音刚落，少女的气势的再度拔高，眼神犀利，就跟见了杀父仇人似的，继续不停朝青年男子挥去更猛烈的攻击。林天阳听得都有点懵了，按照青年的说法，那就是两人已经有婚约在身，两家是准备联姻的。可林天阳都搞不懂了，青年男子说出二人的关系，南宫反倒挥出了更犀利的剑招。南宫师妹，你疯了，别打了！二人足足交战数百个回合，二人身上皆有伤，而陈大富身上的伤很明显更多一点。许久，见迟迟拿不下对方，少女方停下了手中的剑。他是有把握斩杀对方的，可对方压根就不跟他正面交战。少女一脸无奈，随即冷声道：陈大富，我先发现的天灵术，我欺你3。见少女松口，陈大富一脸得意，他已经猜出少女的心思，很明显对方也担心有宗门天骄赶过来分一杯羹。陈大富一脸打趣道：南宫师妹，欺3分，你当我乞丐施舍我吗？一口价，我也不废话了，6、4分，不行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现在就我俩发现这棵天灵树，其他小宗门的人早已经吓跑了，我估计很快这里的消息就会传出去了，到时候把其他各州宗门的天骄都引了过来，那时就不是你我二人想瓜分就能瓜分的了。南宫师妹，你可想清楚了？见对方说的挺有道理的，少女扭头朝天灵树方向看了看，随即暗叹了一声，转头面向陈大富，冷声道：可见二人没再交战。正当林天阳想上前分一杯羹，突然一股猛烈的危机感朝他袭来，林天阳刚想露头，立马又缩了回去，随即朝四周打量，然四周却是风平浪静的，就连他神识散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在哪里？这股危机感究竟是哪里？我知道了。林天阳猛地跳起，大声喝道：南宫，小心狐狸！原本二人正朝湖中央的天灵树飞去，突闻一声大喝，二人一惊，猛地一个回头，轰！就在此时，平静的湖面瞬间翻腾，水面骤然隆起，如被巨力撕裂的镜面，银亮的浪峰在刹那间凝固成万千碎刃，下一瞬，一道青黑脊背破水而出，鳞甲逆张，每一片都镶着碧绿的青光，头生双脚，屈生四足的庞然巨物冲天起，带起的水雾在空中炸成雾白的蘑菇云。赤五阶巅峰青鳞蟒蛟，半空中的二人齐齐出声，青椒磨盘般的眼瞳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少女。此刻的二人浑身颤抖，面露惊恐，颤抖的手刚想取出武器，青椒一个蓄力，庞大的身躯顺势一摆，巨尾便朝身后的陈大富甩去。陈大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被拍飞出千里之外。轰！不等少女取出武器，少女娇小的身躯便已经被青椒的前足死死握住。啊！骨骼一阵霹雳拍了，少女很清楚，一旦她灵气耗尽，也就是她被捏成粉碎的时候。我就这么结束了吗？无助绝望，此刻的少女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五阶巅峰的妖兽没有天灵境的战力，压根就无法抗衡，而进入秘境的所有修士都是破凡境，她几乎是没救了。原本准备闭上双眼的少女却突闻一声大喝，扭头朝传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戴着鬼头面具的男子不停舞动着奇异的剑术，看着男子伟岸的背影，此刻的少女眼中仿佛看到了希望。妖娇，你放开他，吃我一剑百绝！百道剑气瞬间合二为一，凝成一把百丈巨剑朝青椒飞去。咔咔咔！看着百丈巨剑，百丈剑影劈在青椒颈鳞，只蹦出一串碧青火星，鳞甲未裂，剑身已崩成漫天碎光，却无法伤害青椒半分。
林天阳思绪飞快。林天阳虎口震裂，身形倒射10丈。青椒昂起手，喉间滚出一声低沉嘶吼，似笑似怒。他把少女举到眼前，五指般的胶爪缓缓收拢，咔啦，左肩锁骨先断，鲜血顺着浅红色的裙子滴落，在湖面绽开一朵朵猩红小花。少女脸上痛苦，却依旧挤出一丝笑容，轻声道：“不用管我，你走吧。”他勉力勾起嘴角，血珠先一步溢出唇角：“别管我。”林天阳眼神坚定，丝毫没有犹豫，刚落地又猛地朝青椒跃去。“我让你笑。”看着青椒那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林天阳便怒从心来。很快，林天阳便来到青椒的身前，正当青椒又打算使出青椒摆尾，林天阳猛地将气势再度提升，白虎咆哮。轰隆隆，虎啸声震耳欲聋，不停在峡谷中回荡。在吼声的威震下，青椒缓缓地停下了庞大的身躯，椒尾直直来到林天阳半丈之处，方失去了力量，停了下来。青椒瞳孔涣散，随之而来便是磨盘般的双瞳不停放大，好似看到什么恐怖的存在。随后便见青椒喉头滚动，鲜血瞬间从合起来的大嘴喷涌而出，溅起漫天血雾，就连少女浅红色的裙子都瞬间被染成了鲜红。林天阳一阵欣喜，暗叹道：“果然有用，白虎的惊天一吼，又岂是青椒这等妖兽可以抵挡？”很快，林天阳便再度落地，没办法，他如今可还不会飞行。不等青椒有所恢复，林天阳再度一跃而起，顿时回荡的响音未停，威震天下的虎啸声再次响起。青椒四足再也无力抓紧，少女缓缓从青椒的前足掉了下来。林天阳左脚点了一下右脚，借着微弱的着力感朝少女移动，直至将少女搂入怀中。少女满眼感激，美瞳却渐渐模糊了起来，直至最后整个人都陷入昏迷，趴在从未见过面的男子身怀。青椒一副虚脱了的样子，浑身无力，便朝湖面坠落，溅起漫天水雾。青椒庞大的身躯不停在水面上扑腾着，蠕动着。然林天阳的吼声依旧没停，方圆5里的妖兽皆在这股吼威下吓得瑟瑟发抖。不等林天阳对青椒造成更大的伤害，小白却缓缓从林天阳的体内飞出，胖乎乎的小手瞬间堵住了林天阳的大嘴。林天阳一愣，他压根就猜不出小白的用意。随后便见小白飞到青椒的身上，拖着青椒便朝他飞来。卧槽，小白这是多大力气啊，竟然连5阶妖兽都拖得动。林天阳完全想不通，小猫一般大小的小白竟然拖着一条100米长的蛟龙。很快，林天阳便看见蛟龙在逐渐缩小，直至被小白拖到他的身前。青椒已经缩小成如小蛇般的体型了。不等林天阳出口，小白已经从林天阳指尖摄取了一滴金色的血液，随后便遁进他体内空间。走走，快点，这今天的吼叫声肯定是什么奇宝将士。很快，林天阳便感受到5里开外已经有无数人朝他这个方向而来。林天阳也懒得再去管小白的事了，抱起怀中少女一跃，便来到了天灵树前。很快，林天阳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随着他的大手放在天灵树之上，神念一动，整棵树瞬间就被他转移至体内空间。果然可以，那以后我想要多少天灵珠果，岂不是就有多少？忍住兴奋，林天阳拔腿就跑。没办法，在紫菱强大的精神力共享之下，他已经发现朝他靠近的人已经不足1里了。林天阳不敢多做停留，抱起怀中少女，窜入丛林，直至离开了小塘的范围，疾驰了数里的路程，方在一处密林中寻到了一处山洞，隐藏了起来。见少女伤势严重，他便从体内取出灵泉，为她喝下。许久，林天阳方发现少女的异常。林天阳满脸疑惑，奇怪，伤势明明已有好转，为什么南宫身体会如此热？不对，应该是烫。慌乱的他连忙将南宫扶起，焦急道：“南宫，你醒醒，你没事吧？”很快，林天阳便听模糊不清的呢喃声。林天阳摘下鬼头面具，继续出口，柔声道：“南宫，你醒醒，你要什么？”在林天阳的一次次呼唤之下，少女总算是睁开了双眼。然林天阳却觉得此时的南宫很不对劲，美瞳迷离不说，浑身还越来越烫了。看着面前陌生又英俊的面孔，少女很快便认出是林天阳救了她。此刻的林天阳虽没戴鬼头面具，但这身黑色的服饰，她却是一眼便能认出是那道伟岸的身影救了她。南宫，你的身体好烫，怎么回事？你练的功法出问题了吗？林天阳慌乱道。少女皱眉，满脸娇羞，双瞳渐渐湿润了起来，羞涩道：“小哥，龙血极淫，蛟龙也是属龙的一种。”很快，林天阳的目光就落在了少女的鲜红的袖裙之上，看着男子那慌乱的眼神，少女娇声出口：“小哥哥，你喜欢人家吗？”
林天阳微微一愣，很快心中就有了答案。喜欢，肯定是喜欢。他如今身体得到精泉的蜕变，体内阳刚之气就如决堤的海洋，生生不息，又怎么会不喜欢这大胆绝美的小精灵？林天阳呼吸急促，眼神真诚道：“喜欢你。”少女扭过脸，死死地盯着这陌生的眼睛，冷声道：“你当真喜欢我？”林天阳抬起大手，立马向少女表达真诚：“我发誓，如有说谎。”少女连忙伸出玉手堵住了他的嘴，轻声道：“闭嘴。”林天阳自然知道少女的担忧，修士不能轻易发下誓言，他早已经知晓了。可是他并未说谎，自然不怕发誓。林天阳询问道：“南宫，那你信我了吗？”少女不语，只是缓缓将手移到腰间，将衣带轻轻扯开，而后将脸蛋转向一旁。看着这一幕，林天阳心跳都提高了数倍。南宫，林天阳难掩脸上激动之色。少女完全没意料到自己会中蛟龙之毒，若不解毒，她轻则身负道伤，终身无法再修炼一道更进一步，重则沦为痴傻玉女。他日，你若敢负我，我定会杀了你。少女眼中带着锐利，就如藏着一柄绝世宝剑。随后俏脸羞涩的低垂，咬着樱桃小口道：“待会轻点。”不等林天阳有所反应，少女环住了他的脖颈，吻住了他的红唇。此时的少女已经恢复理智，羞耻的她完全不敢去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连忙转过身，背对着男子。看着少女羞涩的模样，林天阳便忍不住想起初次见面，少女便已经大胆地朝他献吻。如今也是一样，虽是中了毒，但全程皆是南宫主动，让他有种非人的对待，仿佛自己就是此间的帝王，正在享受嫔妃的取悦。看着眼前肌肤如玉的娇躯，她正值青春年华，浑身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朝气，她的举止优雅，充满自信，仿佛春天里盛开的花朵，给人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希望。林天阳不禁咽了咽口水，很快他便发现了自己拖沓的境界总算是突破了，合丹境12层，欣喜的他忍不住呵呵出声，随后一把就把少女搂入了怀中，二人紧紧相贴。指尖接触的瞬间，南宫浑身酥麻，满脸娇羞，就如水蜜桃般让人垂涎欲滴。感受到男子的手不停地游走在自己的娇躯之上，羞涩的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赶忙将玉手捂住自己的脸颊。感受到南宫的羞涩，林天阳只觉体内阳气翻滚，猛地直窜天灵盖，柔声道：“南宫，你好美，给我看看你好不好？”少女摇头，娇羞喊道：“不要。”她如今压根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帅气而又陌生的男子，虽是对方救了她，也是她强行发生的关系，但是她也不想的，要怪只能怪那条青蛟龙。很快，林天阳便开始挠起少女的腋下，随之而来，少女婴灵的笑声便游荡在山洞之内。嘻嘻嘻，小哥哥，不要挠了，痒死了。少女刚想制止林天阳的行为，不料玉手刚一放下，林天阳便已经起身吻住了她的红唇。顿时奇怪的感觉再次涌现。如今的她理智已经回归，她已经不再是中了毒的玉女，然被吻住的瞬间，却无法抵挡异性的气息，那带着热气急促呼出的热流，很快就开始沦陷了。这感觉令她都忍不住想沉沦下去。情窦初开的她眼神渐渐迷离，直至最后满眼只有男子帅气的容貌。她可是万宝阁的大小姐，然这却是她完全没预料到，她从未想过会在秘境之内与人发生了关系。南宫，我好想你。许久，林天阳早已经迷失在境界暴涨的快感当中，直至最后境界突破和阴境2层，将少女的元阴之力全部吸收殆尽，林天阳方心满意足，抱着怀中少女的娇躯沉沉入睡。看着林天阳的轮廓，少女早已被林天阳吓傻了，她哪里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救命的大恩，我也以身相报了，可小哥哥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起初的柔情，中途的无赖，最后委屈的他默默地流下了晶莹的泪珠，但一想到男子面对着5阶巅峰的妖兽，没有选择逃离，反倒是把他从地狱的深渊拉了回来，心里莫名地感到幸福甜蜜。翌日，少女蜷缩在林天阳的怀中，熟睡的她莫名又感到了浑身酥麻，刚睁开朦胧的双眼，便再一次被男子霸道地吻住了双唇。然她刚想推开对方，却完全做不到，男子就如囚笼，死死地将她禁锢住了。此时的她满眼震惊，她如今才发现男子竟然是合阴境，而不是破凡境，她完全想不通林天阳究竟是如何把她解救出来的。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她吓得连忙闭上了双眼，好奇的她好几次想去探查林天阳的天赋秘密，却一次又一次被他忍了下来。她不了解男子的为人，生怕惹得对方不喜。1个小时后，看着一脸满足的林天阳，
少女羞恼出口：“小哥哥，你好坏，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南宫，这你可不能怪我，谁叫你长得这么好看？况且可是你主。”听着林天阳夸赞她很美，少女心里一阵雀跃，却仍装出一脸委屈。少女满眼委屈，哽咽道：“人家那是中毒了才会，小哥哥，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人家吗？”没办法，这段时间林天阳身边压根就没有一个女子，唯一有那么一个，却是把他邪火勾起到爆发的顶点，然林天阳却完全无法触碰到这位绝美女子。林天阳再次安慰道：“雪儿，我这也是太想你了，才会如此，我以后会注意的。”话音刚落，少女猛地坐起，威压轰然炸开，眼神不断流露出杀意，死死地瞪着被震飞的林天阳。少女一脸疑惑：“他叫我雪儿，不是叫我轩儿。”林天阳一脸懵，好在是境界突破了，要是之前他可能不死也得惨。不等林天阳开口，少女双瞳睁大，满脸怒意，愤怒出口：“你叫我什么？雪儿！”少女满怀恨意，瞬间便朝林天阳暴怒出手，然玉手却停在了林天阳的胸口之处。少女玉手不停发抖，颤声道：“你为何不还手？”林天阳很清楚看到少女在千钧一发之际慌忙收起掌中灵气，且眼神还带着不忍。林天阳认真出口：“你是我女人，你对我出手，肯定是我做错了，我为何要还手？”林天阳刚想抱住眼前的少女，他压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少女却瞬间拉开了与男子的距离。林天阳不解，疑惑道：“雪儿，发生了什么事？”少女满眼悲伤，抽泣道：“你不要叫我雪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陌路之人。”少女玉手一挥，瞬间从储物界取出了一条崭新的裙子，仅一眨眼的功夫便穿上了裙子。刚走到洞口前的她，双脚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冰凉的地面。林天阳刚想上前：“不要过来！”看着少女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林天阳大脑完全处于宕机状态。很快少女便飞身而起，离开了山洞。什么情况？不是他当初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南宫雪吗？莫名其妙，难道他有人格分裂？看着地上鲜红的裙子以及他铺在地面衣服上的那抹鲜红，林天阳终究还是不放心，立马换上服饰，戴上面具追了出去。等林天阳追出去的时候，少女早已经不见身影，足足找了大半天，林天阳全程都不停把神识向外扩张，却完全感受不到少女的气息。哎呀，我还真是笨啊，我如今都已经是合阴境了，我干嘛用跑的，用飞的，不是更方便吗？很快林天阳便开始回忆起从白碧彤那里请教而来的飞身技巧，以心御气，天大地大，不过掌中一线，任我逍遥。少年第一次闭眼，静下心，感受云海翻涌，山巅之上，感受着自身的灵气。随着他对体内灵气的娴熟掌控，很快他便感受到身体的轻盈。等再次睁开双眼，他已经缓缓飘起，身体轻颤，似在回应他胸腔里的那颗几乎跃出的心。风掠过耳畔，带着松涛与鹤唳，也带着他体内灵气的嗡鸣。随着他的心念一动，林天阳整个人像被一股温柔而磅礴的力道托举，瞬息越过陡峭的山崖绝壁，原本高不可攀的群峰，此刻浮成轻带的浪，云气穿过发梢衣袖，像冰凉又炽烈的绸缎。林天阳不敢眨眼，怕错过任何一寸浩瀚。内心的激动、雀跃、狂喜从尾椎窜上天灵盖，头皮发麻，毛孔全开，仿佛有电流顺着脊椎噼啪作响。风拖住腰眼，云掠过指尖，平日高不可攀的天空突然变成柔软的襁褓，把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足足飞行了大半天，然林天阳依旧没有发现南宫的身影。很快林天阳便发现有数道熟悉的气息缓缓朝他包裹而来，而其中一道气息林天阳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想伸手去抓白碧彤的那名青云宗弟子，还是被他删掉门牙的那名弟子。林天阳缓缓落地，故作不知，悠闲地在密林中走着。如今他境界大涨，正想找人练练手。林天阳的神识感知之下，他很清楚就发现有4人朝他围堵而来。刹那间，4道锐利的剑芒便朝他的方向悄无声息地刺来。林天阳很清楚，对方压根就没有认出他的身份，他如今可是戴着鬼头面具，不但境界被掩盖，就连气息都被隐藏了。他们这是在杀人夺宝，专门挑那些落单的弟子下手。想杀人夺宝，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林天阳心中暗叹，然却依旧故作没发现对方。死吧！见林天阳未有所动作，4人阴狠的笑声瞬间传开。在他们看来，同未破凡境，在他们的偷袭之下，林天阳绝对是无生还的可能了。直至4人临近他身前3米之处，林天阳猛地将气势爆发而出，吹起漫天衣袖，随风飞舞。糟了，中招了！4人察觉林天阳只是假装没发现他们，满眼惊恐的他们
想收招撤退，然只因出手时太过于自信，完全没有留余力变招。白虎咆哮，顿时山间虎啸声震耳欲聋，惊吓了四周林间飞兽，四散而逃。而四人瞳孔迅速放大，纷纷露出惧色，浑身颤抖，就连手中挥出的剑气都瞬间被虎啸声震散了。不等他们有所回神，林天阳已经朝他们灵台之处重重地轰出了3拳。不等林天阳轰出第4拳，猛虎一击，已经有一名弟子回过神。砰砰砰，噗噗噗，见识到了林天阳的强大，回过神的那名弟子迅速后退，吓得魂都没了，跑得比兔子还要快，随即冲天而起，消失于天际。他如今哪里还管得了他这些同宗师兄弟？保命才是要紧的。留下来的3人蜷缩在地上，血污与尘土糊了脸，却顾不上擦。左边那个先抬头，眼神飘向右边的同门，嘴唇哆嗦，灵台真碎了。右边的人没答，只是低头看自己颤抖的掌心，那里灵气像漏沙，再也聚不起半缕。中间年纪稍长的喉结滚动，挤出干涩的笑，咱们成凡人了。话音落地，3双空洞的眼睛猛地撞在一起，惊惧怨毒绝望在同一瞬炸开，又同一瞬熄灭。抱着自己丹田之处哀嚎，不可能，我的境界，不要！被白虎咆哮震散了周身的灵气防御，林天阳很轻易便轰碎了他们的灵台。对于他们而言，如今就是一个凡人。你是谁？为什么？林天阳冷声道。为什么？哥们，你这是在说笑吗？你们想要杀人夺宝，难道我还不能反杀你们不成？看着地上的3人，境界飞速散尽，疯癫的哀嚎，林天阳索性就取出了黑格，给他们个痛快。他先前何丹境在秘境之内都步步为营，何况是他们如今已经是一个凡人。刷刷刷！3人瞳孔爆裂，死不瞑目。他们完全想不到4打1，且还是在偷袭的情况下，都被对方反杀了3人。经此一战，林天阳终于发现了白虎咆哮对于妖兽的震慑是无比的巨大，但对人类而言只能做到极短暂的威慑，不然刚才那名弟子就没有那么快恢复神智。很快，林天阳露出一口白牙，便戳着手，屁颠颠地朝3具无头尸体靠近，从他们身上搜刮了一通，顺便将他们的中品武器一并收入储物界。神识一探，顿时3个储物界内的东西瞬间浮现到他的脑海里。顿时，林天阳眉眼瞬间就舒展开了，激动的他连忙逃离现场。没办法，有条漏网之鱼跑了，他也担心对方带帮手回来。